大巴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4月初的同仁飘起小雨，天色已经暗了。唐恒合着眼，车厢内光线暗淡，因此并没有人留意到他的神色。他的眉头拧起来，薄唇抿成一条线，唇角向下压。如果不是耐力过人，他觉得自己下一秒就能吐出来。晕车了。他一直有晕车的毛病，这次出门走得急，忘了带晕车贴。更要命的是，1个小时前在同仁市区吃的那顿自助，酒店厨师可能把他们当作饿死鬼投胎，鸡鸭牛羊鱼样样都有，唯独没有一盘青菜一碗白粥。唐恒将就着吃了几口炒牛肉，正想趁学生还没吃完，下楼抽根烟清醒清醒，扶贫办的人就过来了。徐主任拿出领导的派头，说自己戒酒多年，以茶代酒吧。如月是女人，自然也没人劝酒，故而最后喝酒的任务就落到他和孙继豪头上，对方人多，这个处长那个秘书的，一个个轮流来敬酒。即便每次唐恒只是沾一沾唇，最后到底喝了3杯有余，白的。这酒真不错。孙继豪还有些意犹未尽，师弟，你还行吗？我没事。唐恒说。他们吃完晚饭便立即上了大巴，陪同的工作人员说，石江县城距离同仁市区还有近3个小时的车程。唐恒感到不妙，连忙含了颗薄荷糖，然而不到半小时，那股眩晕感还是来势汹汹的涌了上来。有晕车经验的人都知道，上车前一定不能吃得太饱或太杂，因为晕起车来本就容易反胃。所以此时唐恒的感觉就是有2只手伸进他身体里，一只搅拌他的脑子，一只搅拌他的胃。而孙继豪还在旁边和前座的学生商量论文，摘要重写一下。这里换一个人引用，他不合适，你引用唐老师今年刚发的那篇关于江西省扶贫的。不是唐恒老师，是唐国木老师。唐恒想说，你们能不能消停一回，但是开不了口，他一张嘴就吐出来。平日里他很少出学校，每次出门也都记着贴晕车贴。这次实在是仓促，下午还在给学生上课，晚上徐主任的电话就打过来，小唐啊，你收拾一下，明天跟我们出差。唐恒没反应过来，什么？事出紧急，徐主任长叹一声，本来是王山和我们去吗？这家伙就今天中午哮喘住院了，你来顶替王山的位置。我们明天早上6点20出发，在教师公寓大门口集合。待会小孙把注意事项发给你。等等，徐主任。唐恒一片空白，我还有课，而且下周5要去香港开会，你的课找人带一下吗？或者请个假回来再补。徐主任顿了顿，这个项目很重要，我们去年已经做过一次了，这次回来系里打算申请国家立项的。好机会啊，小唐。徐主任这样发话了，唐恒便不好再推脱。只是当时他尚且想不到，此行目的地竟然是同仁石江县。中国大陆有2851个县级行政区，而他们去的偏偏是石江县，这是什么见了鬼的运气？孙继豪和女生讨论完论文，又聊起哪家茶餐厅好吃。唐恒有点烦躁地望向窗外，暮色沉沉，荧光绿的指示牌一闪而过，上面写着石江124千米，他不知道124公里要开多久。也许快到了，但沿途的风景总是暗色的山峰和裸露的石块，恍惚给他一种永远到不了目的地的感觉。孙继豪扭过头来问，你是不是晚上没吃饱啊？我看你就吃了几口，到了石江咱们再出去吃点。不待唐恒回答，他继续说，石江那边的米粉很出名，羊肉粉你吃过没有？听说都是山羊肉啊，和我们平时吃的不一样。唐恒本就反胃，听他这么说更觉得头昏脑胀。再说吧。唐恒低声道，真的，你一定要尝尝我们去年在贵阳待那几天。我和如月每天早上去吃羊肉粉，
孙继豪是社会学院里最爱吃也最会吃的，一张脸吃得又白又圆，仿若面团。虽然才35岁，已经显出几分弥勒佛的慈态了。唐恒没接他的话，只是问还有多久能到？1个来小时吧。好。话音刚落，一股呕吐感又涌上来，唐恒连忙按住胃，所幸身上盖着剑冲锋衣，遮住了他的手。晚上8点过，大巴车停在石江温泉酒店正门。唐恒从前门下车，经过后视镜时，看见自己的面色煞白如纸，眉头也拧着，像是来索命的。下了车，湿冷的空气扑面而来，只一瞬间，唐恒觉得好受了许多。与澳门不同，这里的夜空很高很高，无端显得空旷。他抬头望去，第2次来贵州，云贵高原的夜空仍然没有星星。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男人迎上：“您好，路上辛苦了。”他一边同徐主任握手，一边自我介绍道：“我是石江温泉酒店的经理，老师们叫我小齐就行，齐秦的齐，哈哈。”徐主任金贵地点点头，孙继豪上前一步与他寒暄：“齐经理呀。”“哈哈，你好你好。”“您太客气了，叫我小齐就行。这些天辛苦老师们了，我们这穷乡僻壤也没什么好玩的地方。”“真是不好意思，哪的话？”孙继豪笑道，“我们这不就是来帮你们搞扶贫的吗？”齐经理一面和孙继豪寒暄，一面找机会向徐主任搭话，一面带着4人向酒店里走去，一心三用，倒也游刃有余。这温泉酒店看着很气派，进了大门是一道古色古香的连廊。唐恒走在卢月身边，见他一路都抱着手臂不说话，便问：“师姐，身体不舒服？”“还好。”卢月勉强的笑了一下，“就是有点累。”唐恒点点头，没再说什么。他们这一整天都耗在交通工具上，早上从澳门飞贵阳，中午又从贵阳坐高铁到铜仁，吃过晚饭再坐大巴，确实够折腾。穿过长廊，路过2个喷水池，总算到了客房部。高高的穹顶上挂着水晶灯，在孔雀绿的大理石地面投下重叠的影子。电梯口站着服务生，见他们走来，先是微笑着鞠了一躬，然后为他们按下电梯门的按键。齐经理介绍道：“学生们住双人间，在2楼，老师们的单人间在3楼。”徐主任施施然道：“我们这有2口子，可以安排在一间房的。”“啊？”齐经理的目光在4人身上一转，即刻说：“真是不好意思，3楼也有双人套间的，我马上去安排，不用麻烦了。”卢月打断他：“就这样住吧。”孙继豪也跟着点头：“对对，就这样吧，不用换房间，今天大家都辛苦了。”于是4人分别拿了房卡，由服务生带着进了自己的房间。齐经理说的单人间其实是宽敞的套房，拉杆箱已被提前送进来，各个房间的灯都亮着。卧室、书房、会客厅、浴室以及一个半圆的露台，空气中飘着浅淡的香味，说不上来是哪种香。唐恒仍然有些想吐，脱了冲锋衣走进露台。隔壁露台的躺椅上瘫着个人，正是孙继豪。“师弟。”孙继豪笑眯眯地说：“待会去县城逛逛吧。”“我问了，开车10分钟就到。”“不了。”唐恒双手撑在栏杆上，白衬衫早就皱巴巴的。“我有点累。”“哎呦，那几个小姑娘要失望了，特地求我来喊你呢。刚才在车上就想和你聊天，你冷着脸，他们不敢。”“得了。”孙继豪起身扭了扭脖子：“那我去了。我得给如月买药。”“他怎么了？”“没啥事，就是过几天可能得吃点布洛芬，他替其买药。”唐恒这才想起晕车贴，接下来几天他们会去贫困村调研，走的都是山路，没有晕车贴怕是难熬。迟疑片刻，唐恒说：“我和你们一起去吧。”“啊？要买什么吗？”孙继豪看着唐恒：“你是不是挺累了？
我帮你捎回来吧。没事，我和你们一起去。20多分钟后，一行人来到石江县城的主干道，齐经理和司机一起把他们送过来，这会儿又成了他们的导游，领着几个学生走在前面，热情介绍着石江的风土人情。石江县城面积不大，一条小河穿城而过，沿着河边能嗅到很淡很淡的水腥味。路过一家药店，孙继豪拿了盒布洛芬，然而店里没有晕车贴，只有晕车药。孙继豪干脆道：“那就晕车药呗，来，2盒一起结账。”不待唐恒阻止，他已经抽出皮夹，迅速递过去一张50块纸币。唐恒只好接下晕车药，向他道谢。客气啥？孙继豪大大咧咧地说。众人跟着齐经理逛夜市，晚上10点还算热闹，四处亮着黄油油的灯。2个学生送来刚买的炒洋芋，一次性只合盛着，撒了葱花和孜然。老师，他们这边把土豆叫洋芋，这么大一份，才4块钱，仿佛是件很新奇的事。学生语气惊叹。这边产小土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孙继豪用竹签插起一块送进嘴。土豆味很浓。豪哥，小土豆是什么？另一个女生问。也是土豆，不过个头特别小。孙继豪屈起食指和拇指比划了一下。就这么大吧，去年我们到贵阳出差吃过的。你们去年就来过贵州了？去年是徐主任、王山，我和卢月。孙继豪看看唐恒，师弟是第一次来吧？唐恒捧着碗炒洋芋，没有吃，却感觉被噎了一下。孙继豪看着他，学生看着他，就连齐经理也凑过来，非常热络地说：“唐老师是第一次来吧？我们这边海拔高，您习惯不习惯？”唐恒盯着黄灿灿的土豆，低声说：“是第一次来。”哎，我们这边虽然经济落后些，但是风景确实不错的。齐经理兴冲冲的：“这样吧，唐老师，等你们工作结束了，我带你们去趟梵净山，天然氧吧呀，爬爬山，舒服的很。”那倒不用。唐恒的语气显出几分冷淡。齐经理，你知道的，我们有工作纪律。齐经理讪讪的笑：“那我们多不好意思，你们这么辛苦。”孙继豪打圆场道：“没事，以后还有机会来嘛。”唐恒懒得听他们周旋，于是低头吃起土豆。他记不起上次吃这东西是在哪里，当然他确定是在武汉。可是武汉的哪里呢？涿刀泉夜市、粮道街，还是万松园？想不起来，那毕竟是6年前的事了。时间过去太久，越来越多的记忆变得无足轻重。一行人渐渐走到夜市的尽头，他们踏在石板路上，脚下是河水的暗流，每一步都发出空荡荡的回响。遍地是一次性筷子和纸盒。唐恒听见某个女生提醒同伴：“小心哦，地上好脏。”孙老师、唐老师，齐经理走过来，指指前面：“这儿有一家石江土特产店，你们想不想看一下？”孙继豪摇头道：“不用了，我们也没什么要买的。”“不买也没事呀，我带你们看看石江的特产。”齐经理满脸热切，以前石江根本没有生产这些东西的厂子，都是各家做各家吃，也就这2年，澳门给我们提供了资金，厂子才开起来的。豪哥，几个学生兴奋起来：“咱们去看看吧。”孙继豪递来一个无奈的眼神：“师弟，你想去吗？”唐恒本该明白他的暗示，齐经理带他们去土特产店，也许是想借机送礼。然而刚刚的炒洋芋咸得发苦，仿佛生吞下一撮进了油的盐，反胃感和眩晕感又涌上来。一时间，唐恒什么都没想，只点头说：“那就去看看吧。”后来他回忆起这情景，总觉得是冥冥之中遭了报应，说谎的报应。又走了大概5分钟，齐经理带他们拐进一条小巷，巷口有家不大显眼的门面，锁着门。
齐经理上前拨弄两下锁头，平时不会这么早关门的。大家稍等啊，我打个电话问问。孙继豪说，那就算了，也不早了。没事没事，我问一下。喂，你在哪呀？我这有几个客人想来你店里看看嘛。要得要得。齐经理挂了电话，他马上就回来，刚才找他女朋友去了。众人无话，站在巷口等着。唐恒扶了扶眼镜，在蒙昧的夜色中打量小店招牌，普通的蓝底白字，上面写着石江土特产零售总店，就这还是总店吗？唐恒模糊的想，怕是只此一家吧。烤洋芋是吃不下了，四周又没有垃圾桶，只好拎在手里。那味道还一阵阵飘上来。唐恒蹙着眉，迟钝的想，也许确实是高反了。一道亮白的车灯自巷口过来，电动车停下，上锁。一个瘦高人影向他们走来。齐经理说，这是澳门来的领导，来我们这里考察的，今天刚到。啊，欢迎领导，欢迎。那人和孙继豪握了手，然后掏出钥匙开门，像是根本没注意到唐恒。然而唐恒却在听见他声音的一瞬间猛地瞪圆眼睛。门开了，啪的一声，白炽灯亮起来，学生们鱼贯而入。唐恒立在原地。这时齐经理说，小李，这边还有一位带队的领导，唐老师。唐恒下意识后退一步，脊背几乎贴住小巷的墙壁，很凉的墙壁。他还是看不清那人的脸，只听见对方嗯了一声，尾调上扬，似有迟疑。他向他走来。唐老师。他停在他面前，平静地问。他也许看清楚了唐恒的脸，也许没有，他们之间隔着5-6步的距离，而他的影子被拉长了，压下来。冷掉的炒洋芋的味道滚滚而上，唐恒感到天旋地转。唐恒，是你吗？他说。唐恒甚至不敢看他的脸，天旋地转，什么都看不清。李月池。说出这3个字，像吞下一口极烫的水，从舌尖痛到胸口。是我啊！可李月池竟然笑了一下，利落地说，没想到你又来贵州了。又来贵州了。果然说谎是要遭报应的。唐恒的喉结上下滚动，2秒后他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吐了出来。Seven Stars 这一吐可谓行云流水，气吞山河。那混沌的几秒钟里，唐恒怀疑自己的肠胃也凝成麻花，一股脑冲出来了。齐经理大惊失色，唐老师爱。说着就3步上篮似的冲过来，一把扶住唐恒的肩膀。唐老师，你没事吧？唐老师。孙继豪也连忙凑过来，师弟。唐恒弓着腰狂呕，同时冲他们摆手示意，意思是离我远点。然而齐经理大概理解成我快不行了，于是声音都哆嗦起来，小李，快叫120。唐老师高反了。孙继豪倒是冷静一些，不至于吧？刚才还好好的，学生们听见动静也从店里跑出来，又被孙继豪赶回去，别在这围着，影响通风。他俯身问唐恒，师弟，要去医院吗？唐恒撑着膝盖，哑声说，我没事，别叫救护车。说完又开始吐，片刻后勉强停下来。其实也就持续了将近半分钟，但是唐恒确信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狼狈过。原本挺刮的白衬衫早已皱了，又因他一身冷汗，黏腻的贴在皮肤上。他吐得满嘴酸苦，眼泪横流，几缕碎发湿成一绺一绺压着眼皮，简直无法此刻有多难堪。好在吐完这一通，胃里舒服了许多。唐恒嘶哑道，我没事，给我瓶矿泉水。齐经理忙把矿泉水奉上，也不知道从哪变出来的。唐恒一手撑着墙，一手灌水漱口。齐经理和孙继豪就在旁边眼巴巴的看，
过了几秒，孙继豪忽然说：“哎，我知道了，是不是晚上喝酒喝多了？”齐经理，唐老师喝了酒啊？喝了点白的，当时我看他啥事也没有嘛。哎，师弟，你早说不能喝，我帮你挡了不就得了？孙继豪摇摇头，自言自语道：“有些人是这样，喝酒不上脸，看不出来喝醉没有。”齐经理听了这话，浮夸的拔高声音：“不好意思啊，唐老师，我们这地方穷山恶水的，哈哈，喝起来酒就刹不住。”唐恒总算站直了，嗓子仍然是哑的：“你们进去看吧，我在这待会儿。”“不用管我。”“哎，对，你在这缓缓。”孙继豪看向齐经理：“咱们进去吧。”“唐老师。”齐经理显然不大放心，一扭头，突然想起什么：“小李，你和唐老师认识啊？”果然，他听见了他们的对话，那么孙继豪一定也听见了，只是还没来得及问。唐恒背对着李月池，甚至不敢转身，只觉得浑身的骨头骤然缩紧，发出咯咯的战栗声。李月池笑道：“对，我和唐老师。”他顿了一下，故意似的，语气加重了：“我们是大学同学，没想到在这碰见了。”是的，唐恒转过身，仍然不看他的脸。没想到，你们是校友？齐经理瞪大双眼，兴奋道：“这可太巧了！那你陪唐老师待一会。”孙继豪站在一边，惊讶的扬了扬眉毛。李月池痛快应下：“没问题。”齐经理和孙继豪进了小店，巷口静下来，只剩唐恒、李月池两人。不过几秒钟，方才乱糟糟的空气和光线仿佛被瞬间抽走，四下里尽是寂静和黑暗。唐恒仍旧望着地面，不抬眼，却知道李月池望着他。他们之间似乎填满了某种透明胶状物，挤压的四肢无法动弹，唯有视线能穿梭其间。唐恒恍惚的想，他们6年不见。李月池忽然轻笑一声，随即抬腿向唐恒走来，只走4步，他很瘦很长的影子便与唐恒的影子交叠进同一片灰暗，仿佛亲密至极。唐老师，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带了几分玩味：“我把你恶心成这样？”唐恒不应，只觉得芒刺在背。他不想解释，说我晕车了，尽管6年前李月池对他晕车的毛病再清楚不过。这情形令唐恒什么都说不出口，只觉得像做梦。他知道李月池老家在铜仁石江县，但是怎么就这要巧？李月池又笑着问：“你来这儿干什么？”语气就像他们真的只是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唐恒用力挤出2个字：“工作。”李月池哦一声，顿了顿，学期经理的话说：“我们这地方穷山恶水。”真是辛苦了。穷山恶水吗？唐恒分明记得当年他口口声声说：“以后带你回我家。”夏天的时候，山里很凉快，唐恒无言垂眼，挣扎了片刻，逼迫自己开口：“你有烟吗？抽支烟总比这么干站着好些。”李月池问：“你抽烟？”这次倒是不笑了：“我胃里不舒服。”唐恒说：“抽烟就舒服了？”“什么时候开始抽的？”“我忘了。”唐恒忽然烦躁起来：“你有没有？给我一支。”李月池的左手伸进裤子口袋，黄果树还是红塔山？红塔山哪个都没有。唐恒被噎了一下，反问他：“你不是抽烟吗？”戒了。李月池的手从口袋里伸出来，手心空空如也，在里面没得抽，就戒了。一瞬间，唐恒沉默下去。夜风像一盆冰水迎面扑来，令他打了个不显眼的寒战。他忍不住慢慢的扬起脸，目光一寸一寸向上攀爬，从李月池的白色运动鞋的鞋尖到他线条分明的下颌，最后到达他的脸。那是一张任谁看见了都很难不看第2眼的脸。
6年前的很多个深夜里，他曾用湿热的手心重重抚过这张脸。这应该是取北方荒原野马的尾尖制成山马笔，蘸过最浓深不见底的胶墨。一提一顿，工笔勾勒出漆黑的眼睫，笔直的鼻梁和略微下压的唇角。他无数次打量过、抚摸过的这张脸。6年不见，李月池迎着唐衡的目光，平淡地说：“我是前年出来的。”前年什么时候？他记得李月池的刑期是4年零9个月。前年冬天，李月池说表现好，减刑了2个月，那么就是4年零7个月。唐衡动了动嘴唇，说不出话来。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能说什么？难道祝贺一句重获自由，或是改造得不错？最后只好把目光转向前方的小店，问他：“你和女朋友开的？”刚才齐经理说李月池去找他女朋友了。李月池的目光也从唐衡脸上移开，转过头一道望着小店的招牌，干脆地说：“对。”唐衡说：“挺好的。”李月池不应声。这时小店里传来学生们的笑声，闹哄哄的。然后又听见孙继豪响亮的大嗓门：“都逛完了没有？准备回去了。”随即是齐经理的声音：“那我让司机过来接咱们。”凝滞的空气好像重新流动起来，唐衡暗地里松了口气，说不出心里什么感觉。李月池转过头来，似乎想说什么，唐衡连忙抢在他前面开口：“我这几天都有工作，如果有空请你喝酒。”只迟疑了1秒，补充道：“也叫上你女朋友。”李月池盯着他，忽而露出个冷冰冰的笑：“你都喝吐了，还敢喝？不是因为喝酒，还要叫上我女朋友？怎么？”他的声音很低：“你是想确认我究竟喜不喜欢女人吗？”唐衡整个人被他的话定在原地。用不着。唐衡一字一句地说：“你喜欢女人。”我知道，6年前就知道。李月池面无表情，左手又插进口袋里，竟然掏出一只小巧的白色烟盒。他把烟盒递到唐衡面前，冷声说：“我已经不抽黄果树和红塔山了，这个你想抽就拿去。”店里又传出孙继豪的声音：“你们别墨迹了，走了。”下意识的，唐衡一把抓过烟盒塞进口袋，动作迅速的无端带了点狼狈。李月池一言不发，转身走进小店。唐衡听见他热络的招呼他们：“老师们有什么想吃的吗？我们现在正在做活动。”回城时，唐衡坐在副驾，吐过之后身体舒服多了。他把车窗摇下一道缝隙，任夜风把前额的头发吹起来。孙继豪和齐经理坐在后排聊天，齐经理问孙老师：“您看我们这的牛肉干怎么样？现在产量大起来了，我听说他们还想卖到澳门呢。”孙继豪笑呵呵道：“挺好的，包装也不错，但是澳门那边口味清淡些，估计吃不了这种辣的。有原味的呀，那种不辣。您刚才没尝着原味的？”齐经理立刻说：“明天我让小李送点过来，大家都尝尝。”别，这不合适。孙继豪一口回绝了，转而又说：“那家店也弄得不错，老板，小李是吧？还开着网店呢。我看屋里堆了好多纸箱。”“是啊，小李可是我们这有名的。”齐经理顿了一下：“有名的大学生？他这是大学生回乡创业啊？”“这个吗？”齐经理含糊道：“算是吧。”唐衡没搭话，只默默的听着。他知道齐经理大概是有所顾忌，确实谁都想不到他和这偏远小县城里的小老板竟然是大学同学。既然有这层关系在，想必齐经理摸不准他是否知道李月池入狱的事，因此也不敢多说什么。孙继豪却是什么都不知道，大大咧咧的问：“师弟，你和那个李老板，你们早就认识了？”“本科的时候认识的。”唐衡淡淡道，“但是不熟。”孙继豪自然就以为唐衡和李月池是本科同学，挺感慨的说：“他从你们学校毕业了。”
还愿意跑回来创业，不容易啊。对，唐恒说，不容易。齐经理连声应和，小李这个人很有能力的，淘宝店开起了，重庆那边还有人来找他订货呢。现在厂子里的货除了进超市，就是在他这里卖。高材生确实不一样啊。是高材生。唐恒在心里接了一句，可惜视入过誉的高材生，否则以李月池的心高气傲，怎会愿意回到这片仄小城，做一个左右逢源的小老板？其实这几年他偶尔会想，李月池出狱之后会去干什么呢？大概还是去大城市闯荡吧。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他。几句话的功夫，车子在酒店门口停下，学生们各自回房间去，齐经理与他们寒暄几句，也走了。这时已经10点半过，偌大的酒店一片静谧。唐恒和孙继豪走出电梯，大理石地面隐隐倒映着二人的身影。孙继豪打了个哈欠，懒洋洋的问：师弟，你之前来过贵州啊？唐恒沉默，心想果然他也听见了那句话，没想到你又来贵州了。眼前又浮现出李月池晦暗不明的脸。来过一次，在贵阳。唐恒轻声说。哦，是去旅游？去吊丧。孙继豪停下脚步。啥？以前谈过一个对象，贵州人。唐恒面无表情。后来死了，我去吊丧。半晌，孙继豪拍拍唐恒的肩膀，干巴巴道：都过去了。师弟，这个你节哀。唐恒点头，我没事。像是为了逃离这尴尬的情形，孙继豪把晕车药塞给唐恒，飞速刷卡进了屋。走廊里只剩唐恒一人，他伸手去掏房卡，指腹戳到尖锐的棱角，是那只烟盒。小小的白色烟盒上写着 Seven Stars。 唐恒掀开盖子，里面只有2支烟，细细长长，7星牌女烟。唐恒知道李月池不会买这种烟。6年前，李月池最常抽的是5块5一包的黄果树，偶尔也抽7块5一包的软装红塔山。那时候他还在乐队里唱歌，为了保护嗓子，所以并不抽烟，但是很喜欢把李月池的烟抢走吸2口，然后故意在绿嘴上留下一圈咬痕。李月池会有点无奈的看着他笑。唐恒忽然收紧手心，用力把白色烟盒攥紧捏扁。几秒后，他突然的松开手，长长呼出一口气。这是李月池的女朋友的烟。贴上早上7点半，唐恒站在酒店自助餐厅外。他起得早，已经吃过了早餐，而其他老师和学生尚在用餐。凌晨时分，似乎下过一场小雨，此时天已晴了，阳光落在微微潮湿的青灰色地面上。唐恒正望着青砖的纹路走神，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如月背着个双肩包，冲唐恒笑笑：师弟，昨晚没睡好？有点失眠。唐恒也冲他笑了一下：我脸色很差，黑眼圈有点重。哦，我没事。唐恒心想，怪不得刚才几个学生碰见他都像见了鬼似的。迅速道一句老师早上好，踮起脚溜了。我听说你昨天吐了。如月把几缕碎发挽到耳后，关切的问：昨晚喝多了？也不能指望师兄一个人喝。唐恒笑道：今天悠着点。如月点头，声音带着几分歉意：今天应该还有饭局，明天进村调研就好了。没事的，师姐。两人不再言语，各自眺望着远处蔚蓝的天际线。唐恒心中生出几分悔意，昨晚孙继豪问他之前是不是来过贵州，他报复似的说来给对象吊丧，现在怕是如月也知道了。冷静下来想想，说这话纯粹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李月池好好的开着小店谈着恋爱，倒是他为自己凭空造了个谣。从昨天下午高铁抵达铜仁到现在，糟心的事一件连着一件。这调研为期10天，据徐主任说，工作安排的很满。唐恒希望果真如此，他稀里糊涂的被徐主任拉来出差，此刻唯一的愿望就是顺利完成工作。除此之外，
什么都不要发生。至于已经发生了的，也最好装作没有发生。7点45分，所有老师和学生在自助餐厅外集合。今天的安排是兵分两路，唐恒、孙继豪带学生去肉制品加工厂调研，徐主任、卢月带学生走访下游销售链。当地政府派来的车已经到了，走出酒店大门，只见长长一串黑色7座 SUV， 首尾相连的停在路边。唐恒愣了片刻，孙继豪在他身旁低笑道：“没想到吧？这阵仗，你们去年在贵阳也是这样？比这还夸张，当时我们住市里嘛，交通更方便。当地专门找了个礼仪队，每辆车前面站一个礼仪小姐，手里举着欢迎莅临的牌子，都穿旗袍啊！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虽然没有礼仪小姐，但这长长一串锃亮的 SUV 也足够令人恍惚。他们不是来贫困县考察扶贫吗？这阵仗向人大代表进京述职。徐主任和卢月率先带领学生上车，孙继豪还在河厂里派来的副董寒暄。这位副董自称姓黄，看上去40岁出头，连声请孙继豪叫他老黄。孙继豪说：“黄董太客气了。”黄董说：“不，您就叫我老黄吧。”孙教授。孙继豪说：“嗨，那就老黄吧。你也别喊我孙教授呀，怎么搞得这么严肃？老黄和孙继豪客套够了。”又转来握住唐恒的手，一双倒三角眼炯炯有神。唐老师，我冒昧问一句，您贵庚啊？我猜啊，不超过25岁，绝对不超过25。唐恒昨晚没睡好，本就恹恹的，当下更觉得头大，冷声敷衍道：“您猜错了，我们抓紧出发吧。”老黄见风使舵，连连点头：“没问题，没问题，咱们现在就出发。”言罢，亲自把唐恒带向车队中第2辆 SUV， 司机已经打开后座的门，恭敬的站在一旁。唐恒没多想，躬身坐了进去。车厢整洁如新，空气中泛着淡淡的柠檬香味。然而唐恒有种不祥的预感，虽然他故意没怎么吃早饭，但或许这顿晕车还是免不了。他对晕车药反应强烈，每吃必吐，所以从来只用晕车贴。昨晚孙继豪买晕车药时，他也没说什么，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有晕车贴就先自己扛一扛。外面闹哄哄的，老黄又在和学生们寒暄。唐恒闭了眼，轻轻靠在座椅上，司机还在车外站着，密闭车厢难得的安静。又过一会儿，外面的人声渐渐小了，唐恒听见咔嗒一响，是车门被打开。唐恒知道司机上车了，他仍旧闭着眼，柠檬香味熏得他头晕，不想说话。等了约莫半分钟，车却未动，这司机也不吭不响，进入一团空气。唐恒有些茫然的睁开眼，然后一瞬间就清醒了。李月池坐在副驾，正转过身来，直勾勾盯着他。他穿一件灰色立领夹克，牛仔裤，寸头剃得极短。他就这么不加掩饰的盯着唐恒，半分钟，或许更久。唐恒蓦地想起昨天晚上，他说：“你是想确认我究竟喜不喜欢女人时？”脸上那抹冰冷而嘲讽的笑。你怎么在这？他以为他不会再见到他了。他们叫我来接待领导。李月池把领导2个字咬得极重。唐恒无言，片刻后说：“另一队才是调研销售链的。”他想，就算今天李月池被叫来接待，接待的也不该是他。你看不出来吗？李月池嗤笑一声，他们觉得我和你认识，想靠我和你套近乎。唐恒被他堵得接不上话，说什么好呢？他和李月池的确是认识，又何止一个轻描淡写的认识？他们之间是一笔烂账，不如不说。倘若那些人知道他和李月池发生过什么，大概会想尽办法叫李月池不能出现在他面前。唐恒挤出一句：“不耽误你做生意吗？”转念又想：“哦，你女朋友能帮你看店吧？”李月池轻审：“
对呀。唐恒闭嘴不说话了，李月池也转过身去，一副不欲再多言的样子。唐恒默然看着他的后脑勺，乌黑的发茬令他想起6年前。那时李月池的头发比现在长一些，长到他的手指穿梭在他发丝之间时，堪堪能被遮住。李月池忽然开口：“昨天你是不是晕车？”唐恒愣了愣，说：“走得急，没带晕车贴。”李月池伸手进衣兜，唐恒瞬间警觉起来，生怕他再掏出一包女烟。然而快得来不及细看，李月池把纸盒掷进他怀里，低声说：“贴上。”是一盒晕车贴。第一天的工作量并不大，整个上午只走访了2家工厂，一家生产牛肉干，一家生产腊肠。唐恒和孙继豪带着20来个学生走走停停，老黄跟在一旁殷勤的介绍着，在他们身后又跟着随时待命的工厂领导和工人，阵势十分浩大。孙老师，您看，这是我们的风干设备，德国进口的。老黄指着一台机器介绍道，去年澳门的资金到了之后，厂里才有钱去买。孙继豪抱着手臂笑了笑，哦，不错。那真是，没有澳门的援助，我们这个厂子根本开不起来。是的，是的，一个中年女人凑过来，她穿着厂里统一的绿色工作服。尤其是我们这些女的，又不能像他们男人出去打工，只能在屋头闲着呀。现在好了，厂子就在家门口，又方便又有工作了。孙继豪颔首道，这是最好的。扶贫吗？肯定要给大家解决就业问题。听他这样讲，又有几个工人围上来，七嘴八舌的说，厂里1个月发900块钱，比种果树赚的多多了。国家政策好，给他们找了工作。领导，你们澳门真有钱啊！一时间气氛热烈的仿佛表彰大会。孙继豪大概见惯了这种场面，脸上挂一个波澜不惊的微笑，时不时回以应该的、确实是的之类的话。唐恒却有些不自在，他们不过是受澳门中联办的委托，来此地考察扶贫项目的落实情况，说白了，他们既不出钱又不出力。一群大学老师和大学生更和官员沾不上边，这些人热情的近乎谄媚，其实只是因为他们的调研结果会影响之后澳门政府对此地的扶贫投入。四处都是喜气洋洋的声音，唐恒有些无聊的回头，一眼看见李月池站在人群的末尾。他个子高，肩膀宽，灰色夹克戳在一片绿色工作服之中，显得格格不入。他侧脸望着一台机器，似乎在发呆，神情难得的柔和。下一秒，心有灵犀似的，李月池扭头对上唐恒的目光，他眨了眨眼睛，仿佛没想到唐恒会看自己，目光温柔的不可思议。然而待他反应过来，只一瞬间，神情就变了。他看着唐恒，目光冷下去，似漠然，像嘲讽。中午在工厂的食堂吃饭，8菜2汤任选，饭后甜点是慕斯蛋糕和绿豆沙。老黄亲自把绿豆沙端给学生，笑着说，我们食堂的师傅特意学的呀。广式绿豆沙，哈哈，大家尝尝正不正宗。一顿饭吃得热热闹闹，却没见李月池。唐恒心不在焉的吃完了，见孙继豪和老黄聊得正欢，便说，我出去走走。老黄连忙站起来，没问题，我找个人给您带路。不用。唐恒忍不住了，让李月池给我带路，他人呢？好像直到此时，老黄才发现李月池根本没和他们一起吃饭。哎了一声，说，唐老师，您稍等啊，我去找他。说完就急匆匆往外走，唐恒不言不语的跟上去。其实李月池就在隔壁后厨，他和几个司机站在灶台前，每人手捧一个白色饭盒。唐恒到时，他们正在吃饭，饭盒里是米饭和一些汤汁，看得出来是那8菜2汤剩下的汤汁。当着唐恒的面，老黄笑得尴尬，哎，小李，刚才吃饭的时候还找你呢。
怎么自己跑到这边吃起来了？走走走，咱俩喝2杯。不打扰领导们了。李月池笑得十分恭敬。我马上就吃完了。哎呦，再过去吃几口嘛，那边还有绿豆、黄豆。让他赶快吃吧。唐恒说，吃完带我去转转。刚才叫的还是老黄，现在就成黄董了。老黄笑得脸颊发硬。没办法，只好拍拍李月池的肩膀。那您好好招待唐老师。啊，李月池倒是挺配合，没问题，您放心。可惜老黄一走，他就变了个人似的，周身气场都冷下去。几个司机过来给唐恒打招呼，唐恒一一应着，眼睛不时朝李月池那里瞟。他一手捧饭盒，一手攥筷子，不停把米饭往嘴里赶，喉结也上下滚动着，简直是狼吞虎咽。唐恒忍不住想，难道他急着离开？很快李月池就吃完了，他把饭盒丢进垃圾桶，从兜里掏出一张餐巾纸，擦了擦嘴，抬腿向唐恒走来。走吧，唐老师。唐恒点头，和李月池走出后厨，来到厂区里，耳后还贴着李月池给的晕车贴。唐恒觉得自己只是礼尚往来。你有急事？有的话，你可以先去忙你的。没有。哦，看你吃饭吃得急。李月池平静道，在里面都是这么吃饭的。唐恒觉得脸上像被无端抽了一巴掌，这痛感比昨晚听李月池说里面没得抽时更剧烈，像宿醉的早晨，积累了一夜的头痛汹涌而至。可能是因为中午那8菜2汤里有一盆小龙虾。6年前他们在武汉，晚上乐队演出结束之后，经常去万松园吃红焖小龙虾。他在，蒋亚在，安云在，当然李月池这个编外成员也在。他懒得动手剥虾，总是叫李月池代劳，而李月池从不拒绝。他双手捏着红彤彤的虾子，耐心的掐头去尾，剔出虾钳里的肉丝，神情那么专注，像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李月池说，你想去哪？唐恒收回思绪，低声道，随便走走吧。加个微信吧。唐恒说随便走走，李月池当真就带他随便走了走。两人绕过厂房，来到食品厂边缘的围墙下，沿着墙根缓慢的踱步。李月池走在唐恒前面，两人之间始终保持着半步的距离。就在唐恒准备没话找话问点什么的时候，他忽然开了口，你们在这待多久？唐恒说10天左右。李月池点点头，没说别的。他一直背对着唐恒，浑身流露出拒绝交谈的冷淡。唐恒想再找个话题，随便什么，哪怕聊聊这家食品厂的效益，但是忽然之间又觉得自己这样很没意思。他和李月池在这里重逢是意外，而李月池被厂里的领导叫来和他套近乎，大概也很不情愿。说白了，是他连累李月池。算了，唐恒低声说，回去吧，估计他们也快吃完了。李月池总算转过身来，仍旧绷着嘴唇，脸上没有表情。两人很快来到食堂的正门，还未进去，已经听到老黄和孙继豪称兄道弟的声音。唐恒忍不住停下脚步，问道，那盒晕车贴多少钱？李月池回以波澜不惊的目光，14块5毛。还有昨晚你喝的那瓶矿泉水，1块。唐恒，晕车贴你从哪买的？药店。哪家药店？唐老师，李月池不耐烦地说，您的问题怎么这么多？唐恒愣了一下，过几天我要去买晕车贴。用不着。李月池却留下这样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率先推门进去了。下午的安排比上午紧凑，一行人走访了3家食品厂。老黄和几个小领导全程陪同，态度比上午还要热情。唐恒被他们簇拥着，既要观察厂里的情况，又要应付他们的奉承，只觉时间过得飞快。待他们走出最后一家食品厂时，已经暮色四合。高海拔的云朵轻薄如烟，悠悠散在橙红色的天空中。他们被带到一家2层楼饭馆，
学生们在1楼吃自助。孙继豪和唐恒被邀请到2楼包间，也许是因为中午的事。这次老黄倒是很机灵的招呼起来：“哎，刘静啊，你去把小李叫来。刚才还见他站在门口呢，您等等，我去找他。”老黄把2本菜单递给孙继豪和唐恒：“老师们看看吃什么？这家饭馆做我们这的特色菜，清炖山羊肉呀，羊肉粉呀，好吃的很，你们想吃啥点啥哈。”菜单是崭新的，绸缎子封面反射着幽幽的白光。唐恒翻开第1页，发现每一道菜品的后面都没有标价。他蓦地想起临行前徐主任叮嘱过，和当地的人吃饭一定不能吃昂贵食材，否则之后对方胡诌一个天价出来，他们就成了受贿。孙继豪咳了一声，把菜单放回桌上，不着急。这不是人还没到齐吗？小李马上就过来，咱先点着呀。老黄殷勤地说。唐恒也放下菜单，力道有些大，砰的一声响。然后他站起来，淡淡的说：“我去看看学生们。”老黄忙道：“哎，唐老师。”唐恒没理他，径自拉开门出去了。学生们在1楼吃自助，唐恒去溜达一圈，看见菜式虽然丰富，但也就是鸡鸭鱼肉之类，才略微放心了些。进来时，他注意到饭店隔壁有家小超市，正想过去买包烟，就见一个高瘦的身影推开玻璃门走进来。李月池也看见唐恒，停下脚步。我去买烟。唐恒也不知道自己在解释什么。是黄董把你叫来的？说完又觉得自己真是虚伪的没劲，故意问这么一句，无非为了暗示不是自己把他叫来的。是黄董。可是黄董叫李月池来，说到底也是因为他。李月池点点头，那走吧。唐恒，你不是买烟吗？哦。2人走进隔壁的超市，收银台旁便是放烟的玻璃柜台，烟盒一支挨着一支，花花绿绿，琳琅满目。唐恒低头选烟，黄鹤楼、钻石、白沙，他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么多国产烟。在澳门时，教师公寓门口的便利店只卖洋烟，他从来是胡乱买，胡乱抽。李月池站在旁边不发一言。唐恒的目光在黄果树和红塔山之间逡巡片刻，最后说：“老板，拿一盒中华。”要得，65。他对烟没有偏好，只是突然想起某一年的跨年夜，李月池去买烟，他跟着随口说：“抽个贵的吧。”学长，我请你，中华好不好抽？李月池扭头冲他笑了笑，又带一点不经意的声色：“那个太贵了，还是红塔山吧。”唐恒接过烟盒找零，心里盘算着如何打开这个话头。如果李月池还抽烟的话，他希望他能抽一支中华，就像他欠李月池一支中华似的。你抽过这种吗？我还没。然而酝酿了好几秒钟的话被一阵娇笑打断，讲当地方言的女声从货架后面传来：“哎呀，老黄不是叫你去找小李吗？急什么？他到了，小的给我打电话，要不然他敢进去。”哦哟，你也太小看别个高材生了。不是说他和那个领导认识吗？这你也信？2人的声音越来越近，人家领导给他面子，和他打个招呼。你以为这算什么？一个学校里多少人呢？不就是脸熟吗？唐恒听得愣着，手腕一痛，才惊觉李月池攥住了自己，快得来不及多想，他被李月池拽出超市。原来是2个说话的女人走过来结账了。隔着超市的塑料门帘，唐恒看见一双黑色圆头高跟鞋。他想起来，这是刚才被老黄差去找李月池的女职员，似乎叫刘静。不待唐恒多想，李月池拽着他大步向前，他只隐约听见最后几句：“我看老黄真是岁数大了，转不过弯，再想和领导套近乎，也不能找个蹲过监狱的来吧？你可别再说了，省得给别人传到他耳朵里。也捅你2刀，直到推开饭店的大门，
李月池才松开手。他力气极大，在唐恒手腕上留下一圈红彤彤的印子。唐恒低头盯着那片红痕，目光发直。他以为李月池出狱后回到家乡，谈了女朋友，承包了小店，安安稳稳过起日子来。昨晚失眠时，他甚至想，这样或许也不错，至少在这个偏远的小县城里。李月池是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弄疼你了？李月池倒不像之前那么冷淡了，他垂着眼，语气添了几分小心。刚才再不走，就被他们看见了。他们平时也这么说你吗？唐恒扬起脸问他。李月池无所谓的笑了一下，总不会当着我的面说。唐恒沉默几秒，把那盒被他捏得变形的红色中华递给李月池。你想抽吗？李月池接过来，什么都没有说。两人上楼进包间，唐恒和孙继豪坐上位，是正对屋门的位置。而李月池来得晚，自然只能坐下位，紧邻门口。桌上的菜单已经换成带标价的，孙继豪虽然没有拉下脸，但面色也不像之前那么和善了。而老黄和其他几个小领导则满脸紧张的陪着笑。老黄殷切的招呼道：小李来了呀，刚才叫刘静下楼接你呢。李月池点头道：麻烦您了。是吗？圆桌另一端的唐恒突然开口，他的音调比平时高了1度，听着十分响亮。我没碰见那位刘静，是我把学长带上来的。此话一出，所有人都安静了。以老黄为首的几个人睁圆眼睛望着他，连孙继豪也扭过头来，目光茫然，像是在问学什么长。唐恒起身，在满是错愕的寂静中，不辞辛劳的绕过大半个圆桌，来到李月池面前。学长，他的音调又变低了，低得迂回而谨慎，仿佛生怕遭到拒绝。好不容易再见面，加个微信吧。李月池想要起身，却被唐恒按着肩膀，轻轻按回椅子里。你坐着就行。然后他弯下腰，把自己的手机递到李月池面前。李月池侧过脸瞥唐恒一眼，目光晦暗不明。1秒，或许2秒，他没有动。下一瞬，就在唐恒又要开口的时候，李月池笑了。他从兜里掏出手机，干脆的说：好啊，学弟。然后他扫了唐恒的2维码，清脆一响，好友请求弹出来，他的头像是一片模糊的深蓝色，看不出究竟是什么，微信名则就叫李月池。唐恒通过好友请求，看见消息页面上出现一个深蓝色头像，右上角一枚红点，点进去，聊天框显示你已添加了李月池，现在可以开始聊天了。唐恒有些恍惚的回到座位上，老黄反应过来，笑着看向李月池：小李，你是唐老师的学长啊。他虽然笑着，但笑容里满是无法掩饰的诧异。李月池嗯了一声，不欲多言的样子。唐恒说：对，他是我学长，不是校友，不是熟人，也不是师兄。当年他第一次见到李月池，知道李月池是大博的研究生，而那时他才刚刚结束大3的期末考试。李月池率先向他打招呼说：你是唐恒学弟。那时他的头发半长不短，在脑后扎一个低马尾，挑染几缕嚣张的橙红色。他甚至没看李月池的脸，随便应了声：是我。下一秒抬起头，看见李月池就呆住，愣愣接一句：学长。从小学到博士，念书念了20年，只管他一个人叫过学长。谁死了？黄董大笑着说：哎，没想到唐老师您和我们小李这么熟啊。您说说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唐恒只点头，没有笑。确实。很快服务员把菜送上来，不知孙继豪对他们说了什么。一道道菜都很家常，酒也是易拉罐装的青岛啤酒。黄董又吆喝起来：小李，你去给唐老师敬个酒吧。哈哈，老同学嘛。说着自己也站起来，拉开一罐啤酒。
大步走向孙继豪，我也给孙老师敬一杯。唐恒愣了一下，说不用。然而李月池已经端着啤酒走过来，他脸上的确挂了个得体的微笑，目光却始终波澜不惊，那感觉既不热情也不冷漠，只是弥漫着淡淡的疏远。唐恒忽然想，李月池是这山区里考出的高材生，飞出的金凤凰，想必在当地名声不小。然而他捅了人，入了狱，那么这些年他该遭受过多少冷眼和嘲笑呢？他脑子一热，为李月池撑场面，也许在李月池看来，不过一场无聊的猴戏。直到李月池已经行至面前了，唐恒才想起自己手中空空如也。他抓起一罐啤酒，手指勾住易拉罐铝环的刹那，听见李月池的声音。李月池轻声说：“唐老师，别喝了，几分钟前还是学弟吧。”唐恒说：“啤酒不碍事。”李月池不接他的话，竟然直接把手中的易拉罐和唐恒那罐未开封的碰了一下，铝皮和铝皮轻撞，发出第二闷的声响。然后李月池用所有人都能听见的音量说：“我喝我的，学弟随意。”说罢，仰头灌下几口啤酒，转身走了。直到饭局结束，唐恒滴酒未沾，除他之外的几个人推杯换盏，喝得热闹。一行人走出饭店时，孙继豪已经微醺，黄董更是喝的舌头都大了。唐恒朝李月池瞥去几眼，见他神色如常，下一秒李月池就坦荡的望回来。黝黑瞳仁像深不见底的湖泊，唐恒觉得自己的目光是石子，掷进去了，听不见任何回响。孙老师，唐老师，接你们的车已经到了。黄董打了个酒嗝，路太窄开不进来，你们跟我走哈。于是几人假惺惺的告别一番，唐恒和黄董握手，和郑主任握手，和朱秘书握手，和小莫握手，最后走到李月池面前。李月池逆着路灯的光，双臂下垂，唐恒眯起眼，看见那辆白色的灯光像泪痕一样顺着他手臂的线条一寸一寸流淌，最后在他的指尖凝结成一滴。李月池背后传来一道清亮的女声。唐恒转身，见一个长发姑娘骑着电动车向他们驶来，正是昨晚李月池骑的那一辆。离得近了，他下车推着车走过来。啊，您是？女孩冲唐恒笑了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他的学弟，这是领导。唐恒和李月池对视，这一次总算在他眼中看见几分尴尬。夜风吹过来，4月初的高原很凉爽。领导你好。你好啊。他还是听了李月池的话，有些诚惶诚恐的样子，连忙把被风吹乱的头发挽到耳后。唐恒只能微笑着说：“你好。”他的五官很小巧，说不上美艳，但是精致，穿的也简单，一件粉色格子外套，牛仔裤，白色帆布鞋。他让唐恒想起那些在教室门口等男朋友下课的女孩子。师弟，走吧。孙继豪说，齐经理发短信了，他们的车在前面等着。哦，好。唐恒应着，便转身走向孙继豪，坐到车上才想起自己没有和李月池告别。回到酒店，徐主任主持了布置工作的短会，明天他们将去附近的村子里走访。徐主任抿一口茶，食指在桌面上点一点，明天早上大家都要吃饱啊，多吃点。说是附近，开车过去就要2个小时，可不像今天这么轻松了。还有，最后再说一遍，同学们，无论你看见什么，听见什么，不许发朋友圈，更不许发外网。孙继豪轻声对唐恒说，咱们的学生哪知道那些村里能有多穷，就怕他们乱发，咱们这是有保密条例的呀。唐恒点点头表示懂了，心里想，其实自己也没去过贫困村。认识李月池之前，他对贫困没有具体的概念，只知道这偌大的国度里有人吃不饱饭，有人冬天买不起棉衣。认识李月池之后，他对贫困有了几分具体了解。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记忆变得不甚清晰。
于是贫困又只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了。回到房间时已是10点过，微信里积攒了一串新消息。唐恒迅速划过，直到看见那个深蓝色头像。李月池安静地躺在他的列表里，像一个面目模糊误入者。唐恒点进他的朋友圈，不是仅3天可见。唐恒发现自己竟然没出息的松了口气，同时感到几分侥幸。他一条一条点开来看，一个字一个字默念。李月池平均每月发4、5条动态，内容如出一辙：石江特产牛肉干到货，原味、麻辣味，可临买可批发，物美价廉，量大优惠，详情微信咨询，一直翻到底。去年10月全部都是牛肉干。唐恒对着屏幕愣怔片刻，然后返回聊天框。他盯着一片空白的聊天框想，如果他问李月池牛肉干的价格，会不会太假了？又想起那个女孩子，她有一双好看的笑眼，显得无辜又纯情，也许时至今日，对李月池来说，他做的一切都是猴戏。那么李月池为什么要配合他呢？也许是看在老同学旧情人的份上，也许单纯因为他来考察扶贫。没错，他们的评估结果直接影响澳门政府对此地的扶持力度。此时此刻，他代表权力，而李月池一无所有。他代表权力，所以李月池被叫来陪同；他代表权力，所以李月池向他敬酒；他代表权力，所以他头脑发热唤了一声学长之后，李月池就是恶心的想吐，也要应一声学弟。屏幕似乎闪了一下，唐恒以为是错觉，然而下一个瞬间他瞪圆眼睛，看见李月池3个字后面多了一行字，对方正在输入，紧接着掌心一震，唐恒险些把手机甩出去。李月池，昨晚我骗你的李月池，我没有女朋友，她不是我女朋友。一阵恍惚，唐恒问，真的？李月池，真的。唐恒，为什么说这个？李月池，不为什么。唐恒无言，愣了半分钟，忽然觉得他应该找个理由把对话继续下去。于是他给李月池赚了15块5毛钱。李月池，唐恒，晕车药和矿泉水。李月池，不用。唐恒，为什么？李月池，中华。唐恒，哦。想了想，又说，那你记不记得你欠我的钱？李月池，什么？唐恒，2012年6月13号，我睡着的时候，你把我兜里的52块8毛拿走了。李月池不回话了，等了5分钟，仍旧不回话。唐恒有些懊恼的想，为什么要提这件事？见到李月池之后，他总是说一些很蠢的话，问一些很蠢的问题，这不像平时的他。唐恒放下手机，打开电脑，批改了4份学生小组作业，又为白天的参观写了记录。11点半，他关掉电脑，准备睡觉。手机屏幕黑着，并没有新消息。唐恒没有在睡前检查手机的习惯，他只是关了灯，躺在床上，而手机还在书桌上。他觉得自己整个人都醺醺然的，但他分明没有喝酒。正出神时，手机在木质桌面上嗡的一响，黑夜里格外清晰。唐恒豁然坐起，说不出为什么，他觉得这是李月池的消息。一条语音消息，时长2秒。经电流传来的声音有几分沙哑，似乎又带些酒后的疲倦。李月池低声说，睡吧。翌日清晨，又是晴天，唐恒背着双肩包走出酒店餐厅。尚未到集合的时间，四处都是闹哄哄的学生，他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独自待着。然而没走几步，就看见孙继豪被好几个男学生团团围住，只露出乌黑的头顶。其实若不是听见了孙继豪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唐恒大概看不出是他。某个男生雀跃道，豪哥，待会你把我和阿明分到一组啊，拜托你了，拜托你了。孙继豪，什么情况啊你们？其他男生起哄，豪哥，你没看出来吗？刚才阿宁给他送防晒霜，回澳门了，必须让他俩请客。
男生不好意思道：“你们都给我小点声。”哎，对，小点声，小点声。唐恒看不到孙继豪的表情，只听他叹了口气：“孩子们啊，我和你们说个事，你们记在心里就行了，别说出去啊。”一众男生啊。孙继豪语气很哀婉：“你们唐老师啊，以前有个女朋友，就是贵州人，可惜他去世了。唐老师到了贵州，就总会想起他，心里很难过的。你们尽量别在唐老师面前提谈恋爱的事，好吧？”天哪！靠，不提不提，记住了。哎，原来是这样。我就说唐老师这2天那么深沉，唐恒决定趁他们没发现他之前走得越远越好。然而他一转身，目光直直对上一双眼睛。李月池满眼揶揄，抱着手臂冲唐恒做了个口型：“谁死了？”抓不住青天白日下，唐恒感到两眼一黑。李月池穿着昨天的灰色夹克，早晨风大，他的领子立起来，掩住小半边脸。做完那串口型，他也不说话，只是站在原地看着唐恒。孙继豪哎了一声，战战兢兢唤道：“师弟。”孙老师。李月池笑着说：“早上好啊。”“早。哎，小黎你怎么来了？师弟，你吃完饭了？”“等等，我有个事和你说，师弟。”唐恒没理他，大步流星的走了，准确来说逃了。李月池没有追。1刻钟后，唐恒坐在越野车后座，车队整装待发。眼见前面的车已经开了，唐恒问司机：“怎么不走？”司机扭头瞥唐恒一眼，表情有点疑惑：“咱们还差个人呀。”“领导？谁？”“小李，这不就来了。”他话音未落，副驾门被打开，李月池俯身坐进来。他和司机打了招呼，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只药盒，面无表情的递给唐恒。唐恒愣了2秒才接下，忽然想起昨天的晕车贴用完了，今天根本没贴。不对，重点不是他又给他一盒晕车贴。你怎么在这？也顾不上司机了，唐恒问。李月池：“我是你们进村走访的向导。”“你？”“他们进村确实需要向导，一来逐户走访得有人带路，山区的民居不像平原一户挨着一户，二来有时和村民沟通不畅，需向导在中间帮忙。但是按照规定，向导须是本村村民。”李月池背对唐恒，平静地说：“你们今天去半溪村？”“我家住那。”半溪村位于印江县城西南，驾车前往需要2个小时左右。在2015年修建公路之后。15年之前呢？唐恒望着窗外起伏连绵的高山，忽然难以想象这条不宽的公路是2年前才修好的。那会儿都是土路塞，难走得很，司机非常健谈。我老婆的表妹夫就是这个村的，07年出去打工，跑到温州，一走就是5年啊，好不容易赚了点钱。他老娘又病了，就是那种急症嘛。紧赶慢赶回来见最后一面，结果路上泥石流，最后也没赶上，越野车已经驶出县城，行驶在平坦的沥青公路上。然而公路2侧除了山还是山，远处岸壁连绵，近处可见灰褐色的岩壁嶙峋起伏。唐恒发现自己很难想象这种地方如何居住。越野车驶进隧道，短暂的10几秒钟里，视野陷入黑暗。唐恒听见自己的声音：“你以前从家去武汉上学，怎么走？”“光明复制。”李月池说：“搭别人的车到县城，坐汽车去铜仁，然后坐火车。”“很麻烦吗？”“还好。”“那当然麻烦了。”司机接过话头：“老师，您是城里长大的吧？”“是。”“您不知道我们这地方，都说想致富先修路，一点错没有。”司机打方向盘转弯，唐恒看见越野车2-3米之外，即是笔直的山崖。这么说吧，唐老师，以前路还没修好的时候，
从半溪村到县城，路况正常，那也得一整天都是山路。绕弯吗？唐恒望着李月池漠然的侧脸，不知该接什么，只好说：幸亏路修通了。是啊，都是国家政策好，你们澳门也好，我们真的要谢谢你们。司机憨厚的笑了笑，感慨道：我们这地方实在是太穷了，人在山里走不出去啊。越野车穿梭于群山之间，晴天风大，有时行至没有沥青公路的地方，尘土便爆炸般扬起来，唐恒不得不关上车窗。很快，玻璃上覆盖了一层褐色的灰尘，接近180度的转弯一个接着一个，虽然贴了晕车贴，但唐恒还是感到几分眩晕，闭上了眼。又经过一个隧道，不多久，司机忽然将车停下。唐恒睁开眼，到了，还有半个小时吧，前面的怎么停了？司机将脑袋探出车窗张望，喊了一声：怎么了？晕车。前一辆车的司机远远回应道：学生吐了。唐恒推开车门，我去看看。前一辆车上坐了4个学生，唐恒走过去时，看见一个澳门女生蹲在路边，脚边立着一瓶开过的矿泉水。好点了吗？唐恒问他。吐完好多了，老师。他的声音很小，有些委屈的样子。明明吃了晕车药，这个地方的路太绕了，尽量克服吧，也就来这一次，你歇会儿，我们10分钟之后再出发。唐恒从兜里摸出一片晕车贴递给他，贴上这个。啊，谢谢老师。唐恒转身，当即愣住。李月池站在距他不远的地方，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跟来的。李月池说：唐老师，您能不能来一下？当着学生的面倒是很礼貌。唐恒走过去，两人在路边站着，几步之外便是悬崖。李月池说：歇会吧，然后从兜里掏出一盒烟，正是唐恒买的中华，来一支。学生们也都下车了，远远静静的站在公路上透气。按说当着学生的面不该抽烟，但此时此刻唐恒竟然无法拒绝李月池，他知道自己有些心虚。唐恒含住一支烟，李月池掏出打火机，另一只手弓起来挡风，为他点燃了。唐恒问：你不抽？李月池摇头。唐恒只好独自吸了口烟，没想到这么远。是啊，李月池笑了一下。你说你何必来这受罪？唐恒捏着烟的手一顿，心想他果然听见那句话了。既然只来这一次，不如干脆别来，你不是晕车晕得厉害吗？李月池还是笑着，笑意却没有抵达他的眼睛。我是说他只来这一次，不是我。那你还会来吗？几步之外便是悬崖，清晨的山风分外凛冽。唐恒盯着那悬崖，几秒后，身旁李月池忽然说：别害怕。我没有。你怕我把你推下去？李月池向前跨了2步，变成面对唐恒，背对悬崖的姿态。这样好了吗？只有你能推我下去。唐恒心头一震，低喝道：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样咱们都放心。李月池却说：毕竟我是捅过人的。唐恒说不出话，只觉得心惊胆战。山风把李月池的夹克下摆吹得猎猎鼓动，唐恒暗自估算，如果下一秒李月池跳下悬崖，以他的反应速度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是足够他抓住他的。可是李月池怎么会跳下去呢？他在想什么？能不能问个问题？你问。也许连唐恒自己都没有察觉到，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你为什么来石江？工作。唐恒顿了一下，原本不该是我，有个老师住院了，临时换成我。你就同意了？开始我不知道是石江，知道之后呢？我想，唐恒艰难地说，我想也不会那么巧，就碰见你吧。李月池若有所思，是你运气不好。再见面是好事。
反正你也不会来第二次。唐恒知道自己没法否认。一片白而长的云从空中掠过，遮住阳光。天色暗了几分，风似乎变得更大了。在刚才的某个瞬间，那念头的确一闪而过，李月池不会把他推下去吧？毕竟他应该恨他的，当然也不只是他，还有他大伯。他们一家。如果没有遇见他们，李月池的人生不会是这副样子。他不是说李月池很坏，只是如果李月池真的把他推下去，也情有可原。那你怎么会在澳门？李月池又问。毕业的时候，那边学校在招聘，就去了。就这样。李月池垂着眼，兀自摇头。他只是问了几个问题，语气甚至有些咄咄逼人。可唐恒看着他，却无端的感到一阵悲伤。唐恒，李月池说，你知道澳门为什么会给贵州扶贫吗？唐恒愣了一下，猛地反应过来，他叫他的全名。重逢以来第一次。因为国家政策。还有一种解释，李月池认真的说，昨天我才知道，澳门的饮用水源来自西江。西江上游流经贵州，新闻上说澳门给贵州扶贫，是因为共饮一江水。这样吗？共饮一江水。所以从他决定去澳门工作的那一刻起，此行的重逢就已经安排好了。唐恒心中百味杂陈，扯起嘴角勉强笑了笑，那真是很巧。是啊。李月池的目光越过唐恒，向前一辆越野车望去。唐恒也扭头望过去，看见那个晕车的女孩子仰头喝了几口矿泉水，然后钻进越野车里去。想必是没什么事了，马上就能出发了。李月池压低声音，咱们打个赌怎么样？这要巧再见面，不赌一次可惜了。唐恒迟疑道，打什么赌？我倒退3步，如果踩空了，你也来得及拉住我，相当于救我一命。以前的事咱们就两清。别开玩笑了，如果我没有踩空，李月池停了2秒，你就和我在一起，直到回澳门。唐恒浑身一震，险些以为自己听错。可是李月池的神情太认真了，认真到每个字都像清脆的钢锤，铿锵的砸进唐恒的耳膜。可是这算什么？他还是在耍他吧，或者说气话。李月池，你听我说，以前的事我知道你有委屈。唐恒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温和。我不知道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但我可以。李月池倒退一步，面色平静如常，紧接着又一步。2. 李月池。唐恒冲上去，猛抓住他的手臂，用了这辈子最大的力气，抓紧他，把他拽回自己身边。我答应你了，那支烟早就被丢掉。手臂上绷起青筋，心脏狂跳的仿佛是他自己死了一次。我们在一起。他说了什么？顾不上了。李月池这个疯子。司机闻声小跑过来，唐老师怎么了？没事。李月池任唐恒抓着自己，轻飘飘道，我们开玩笑呢。哦，司机不疑有他，咱们上车吧，可以出发了。好啊。唐恒恍惚的坐进车里，只觉得自己仍在原地，眼前是倒退的李月池，他不理他的话，仿佛根本听不见。只差一步或者半步，他就会像风一样栽进风里，而他抓不住。6年前那次他说，李月池你别走，大脑混沌，身体无力，只能任由李月池掏走他裤兜里所有现金，然后看他背影消失在门口。这次仍然无能为力，他抓不住他，这熟悉的无力感几乎将他击溃。李月池拉开后座的车门，从另一边上车，和唐恒并肩而坐。哎，小李，司机说不坐前面啊。边说边冲李月池使眼色，意思是后面的位置是领导坐的。你怎么坐过去了？唐老师有点晕车。李月池面不改色，他想靠着我睡会。哎呀，那我开得稳一点。唐恒很慢的扭头。
看着李月池。李月池与他对视，坦荡地说：“别硬撑啊，唐老师，我们现在在一起了。”越野车重新启动，长长的车队行驶在碧绿的山野之间。被李月池吓过那么一通，唐恒竟然也不晕车了。然而一刻钟过去，仍觉得惊魂未定，心脏突突的跳。司机从后视镜看向唐恒，关切地说：“唐老师，后面都是山路呢，您晕车的话就靠着小李睡会儿吧，哪怕闭会儿眼睛也行啊。”他话音刚落，便是一个急促的大转弯，唐恒被惯性甩向李月池。黑色冲锋衣紧贴住灰色夹克，来不及反应，又是相反方向的转弯。这次换李月池倒向唐恒，窗外青山仿佛一起压过来，不是物理上的沉，却令唐恒的呼吸有些乱。两人像不倒翁似的，你撞我，我撞你，唐恒只好时刻绷紧身体，生怕来个270度转弯把他直接甩进李月池怀里。虽然这情况在山路上实属正常，可在眼下，他和李月池之间任何肢体接触都令他心神动荡。偏偏李月池还故意似的问：“唐老师，您还晕车吗？”唐恒咬牙道：“不晕了。”是吗？李月池笑了一下：“您适应的真快。”又过一刻钟，司机说：“到了。”越野车停在村委会的院子里，出了院门，便是一条浅浅的小溪。溪对面散落着几户木质黑瓦的民宅，旁边是个低矮山坡，坡上有一级一级的梯田，而在梯田之后，则是很高的山，树间使山峰的线条变得毛茸茸的，仿佛很柔软的戳进天空。可是山在那里挡着，除了山，便什么都看不见了。在看什么？李月池说：“看那座山，后面是什么？”唐恒问完了，猛地想起小学语文课本上那首诗：“山的那边是什么？是海，还是山？”李月池说。唐恒觉得自己问了一个蠢问题。山的后面还是山，这句话若是出现在电影里，一定可以被文艺青年们解读出千字长文。可是在贵州，在这个地方，山的后面还是山，还是山，还是山，这是一个客观描述。唐恒忽然想，李月池小时候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吗？可答案该另一个小孩多么沮丧，他只是想象一下，似乎也跟着沮丧起来了。不过后面的山上种了很多中药，李月池又说：“你想看的话，待会儿顺路带你去。”中药？还有几十棵无花果树，想吃无花果吗？不用了，我们有规定，不能吃村民的，这个不算。啊？无花果是我家承包的。唐恒愣了一瞬，旋即反应过来，李月池言下之意是说他不算村民，因为他是她男朋友。他复杂的看向李月池，正要开口，身后传来一阵嘈杂。孙继豪为首，旁边跟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孙继豪说：“这位是唐恒老师。”“哎，唐老师，您好，您好，路上辛苦了吧？”男人用力的和唐恒握手。“我是半溪村的驻村村长郑思。”“郑村长，您好。”唐恒说。“唐老师，这是我们村支书王恩平。”这是唐恒一面与他们寒暄，一面被簇拥着走进了村委会。在会议室坐下，村长亲自递上热茶，笑呵呵地说：“真是辛苦老师们了。我们这儿啊，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最多的就是老人小孩，老师们做起工作可能不太方便。”“哈哈，这不就需要咱村委会配合了吗？”孙继豪语气挺豪爽。“正好你们村的小李也来了，小李和我们唐老师老同学啊。”“啊？是吗？”村长眼睛瞪大了，表情有些不自然。“哈哈，我是去年冬天才来驻村的，小李他们年轻人不经常回来，具体情况我还真是不太了解。半溪村共有125户村民，按照地理位置分为半山组、半溪组、李坝组。半山组和半溪组距离近些，李坝组则相对较远。
开车过去需要20分钟。孙继豪冲唐恒嘿嘿一笑，师弟，近的2组1个人，远的那组1个人，你选哪个？唐恒第一反应是李月池家在哪个组？话未问出口，孙继豪却拍拍脑袋，差点忘了。你就去小李家在的组吧，正好他给你带路，你们熟。唐恒，好。李月池家在李霸组，于是就这样定下来。唐恒带着10个学生去李霸组。唐恒走出居委会，就见李月池站在溪边一动不动，像在发呆。正想开口叫他，却见他向前2步，一只脚踏在溪边的石头上。紧接着他俯下身，背对着唐恒，那样子像要跃进水里去。小李，村长喊道，来给唐老师带路。李月池扭头望向他们，然后起身，很快来到唐恒面前。走吧，唐老师。他说。学生们已经各自结伴上车了，唐恒跟着李月池走向他们来时那辆越野。唐恒觉得自己的喉咙发紧，声带像是生了锈。你刚才在干什么？你在溪边干什么？洗手。李月池举起左手，他的手背发红。水有点冷。唐恒一下子泄了力气，拉开车门，靠在椅背上。李月池看了看他，没说话。越野车夫又行驶在山间，只不过这次速度慢了下来。路也比来时细窄很多，几次转弯几乎贴着山崖，十分惊险。到达李霸组，学生们按照提前分好的小组，由向导带着走访去了。唐恒没有具体的任务，而是进行一些随机调查。两人一言不发的走了几分钟，李月池问，刚才怎么了？他一脸平静，衬得唐恒像在赌气。你能不能别吓我？唐恒硬邦邦的说，刚才你突然去西边，你以为我要跳河呀？李月池笑了，水那么浅，我就是想跳也淹不死。还有半路上你倒退，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如果真的踩空怎么办？如果我反应慢，半秒来不及拉你怎么办？唐恒越说越快，几乎把一路上的胆战心惊都清楚出来了。你没看见那下面有多深吗？摔下去必死无疑，你不知道。这种事你不能拿来开玩笑。李月池。李月池停下脚步，表情仍然很轻松。你真的觉得我赌的是会不会踩空？他看着唐恒，目光似有几分志在必得的笑意。我赌的是你会不会让我退第3步。唐恒默然，几秒后说，你就那么相信我会拦住你？答应你。对。李月池忽然伸手在唐恒右手手心用力捏了一下。凭那天晚上你见到我时那副表情，我就知道你会答应。好吧。唐恒无言的，认命的想，至少他不是真的想死。那么就算6年之后仍然被他拿捏在掌心里，也认了。反应过来没有？李月池拍拍唐恒的脸，我们现在在一起了。四下无人，唯有2棵桃树，一畦菜田，远处几声隐约的鸡鸣。唐恒说，所以呢？他还是没法想象自己又和李月池在一起这件事。按顺序来，互相了解一下。可以。提问吧，一人一个。李月池说，你先。唐恒觉得这像一场游戏，或者说本来如此。你是什么时候出狱的？我是说具体日期。然而就算是游戏，能知道关于他的事似乎也不错。16年12月11号。哦，那时他在干什么？刚到澳门不久。李月池，这6年你谈过恋爱吗？唐恒不想撒谎，但是如果老实说没有，我知道了。李月池却笑了一下，又是那种志在必得的笑。你问吧。唐恒沉默几秒。那个女孩是谁？小学同学，我刚出来的时候没钱，和她搭伙做生意。她喜欢你？这是另一个问题，该我了。
李月池说：“你们在石江待几天？”还有9天。好。晕车贴哪买的？一家诊所，只有他家有。最后一个吧。李月池俯身凑近了唐恒。按顺序，下一步是什么比较好？唐恒看着他，觉得自己在他漆黑的瞳仁中变得很小很小，仿佛被他包裹住。就是这种目光，6年前混乱的人群中炫目的灯光下，李月池只看他。还有9天。唐恒自暴自弃的想，既然还有9天，管那么多干什么？反正只有9天，不管了。他究竟喜不喜欢女人？他究竟在想什么？不管了，就算是游戏也未尝不可。唐恒忽然抓住李月池的领子，用力把他拽向自己，对着李月池的嘴唇，他吻上去，然后被推开了。唐恒茫然的看着他，这是下一步。太快了。李月池攥住唐恒的手指，他的手在溪水里浸过，很凉。李月池轻声说：“如果这样，到你走的时候……什么？到你走的时候，我就舍不得了。类似愧疚，我就舍不得你了。”他这一句话轻飘飘的，却像酒精淋在烈火上一般，令唐恒整个人都烧起来。抿着嘴唇沉默了片刻，才下定很大决心似的。唐恒问他：“真的吗？”如果他真的舍不得他，那么他们……唐恒混乱的想，9天之后，如果他真的舍不得他，他们是否还有别的可能？不，这不对。李月池和唐家有深仇大恨，当年他亲手持刀捅伤了大伯，同时也毁掉他自己，他们怎么能有别的可能？可是如果……想什么呢？李月池却露出一个微笑，轻快的说：“我都出来2年了，真舍不得你的话，当然早就去找你了。”啊，说的也是。唐恒感觉自己的身体僵硬了一瞬，这一瞬间像什么呢？他在芬兰旅行的时候，看见当地牧民扑灭篝火，随手舀起一盆泛着寒气的河水，朝那火焰上一扑，哗的一声，火就熄灭了。你放心，到时候我不会缠着你。李月池难得的露出一副诚恳表情，保证道：“工作一结束，你就回澳门，对吧？我这种有刑事犯罪记录的人，港澳通行证都未必办得下来，怎么可能纠缠你？”唐恒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李月池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没事。”可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在一起9天？李月池转身向前走去，唐恒只好跟上。远处仍有断断续续的鸡鸣，然而除此之外，山路上静得空荡荡，好像天地间只剩下他们2个。前面快到水泵房了，李月池说去年才修的，之后每家每户都通自来水了，之前没有自来水，我们这边用井水。去年扶贫工作组来修路的时候，一并铺了水管，就通自来水了。哦，那就好。唐恒有点愣，费力的理解着李月池的话，去年这个村子才通自来水，那么之前呢？几秒后他意识到，他根本想象不出来，以前没听你说过这事。唐恒低声道：“以前？6年以前。”哦，李月池语气平静，那时候年纪小，容易自卑吗？可是现在说出来了，轻而易举的，坦荡到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情。他不再自卑了，还是说他已经完全不在意6年前的事了？唐恒喉咙发紧的问：“你家在名单上面吗？”时间有限，他们采取抽签的方式来确定入户走访名单。不在。那我能去看看吗？唐老师，李月池总算转过身来，又露出那种似笑非笑的目光。你觉得以咱们现在的关系，你去我家合适吗？他的目光有如实体般轻轻拂过唐恒的脸颊，似暗示，如期许。那种脑子一热的感觉又来了，唐恒很想抓住他，真怕他像一阵风似的
转眼便消失不见。然而抓住他之后呢？唐恒慌张地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随便看看。我家离这还有点远。”李月池收回目光，正色道：“也没什么特别的，这2年村里危房改造翻修之后的样子都差不多。”唐恒望向远处半山腰上的2层小楼，是那样的吗？那是一幢2层木结构小楼，向阳而建，阳光无遮无盖的落下去，仿佛刷上一层金灿灿的蜜。李月池也望过去，轻轻点头：“对，不过我家1楼是砖房。”唐恒暗想，路上见到的民居大多是木质，毕竟这里漫山遍野都是树，盖木房廉价又方便。李月池家既然盖起砖房，想必日子过得还不错，心里莫名舒服了很多。唐恒问：“平时你住县城？你爸妈还是住村里？”想起他还有个弟弟，又问：“你弟快上大学了吧？”“我爸不在了，我妈自己住村里。”“抱歉。”“没事，他走了很多年了。”李月池笑了一下，语气淡淡道：“我弟在同仁市里读高中，明年该高考了。能去市里读高中，成绩很好吧？毕竟是李月池的弟弟，肯定不会笨。”“还算可以。”唐恒想，那就是很好了。这样看来，李月池大概过得不错，虽说入过狱，但他现在做着小生意，收入似乎挺可观。家里盖起了砖房，弟弟在市里读书，成绩也好。唐恒想着这些，轻轻呼出一口气，胸口积郁着的某种情绪轻了几分。他说不上那种情绪，类似愧疚，究竟是为什么？是李月池骗过他？是李月池捅了他大伯？是李月池说他恨他？他有什么可愧疚？然而他们毕竟有过最亲密的关系，他知道李月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17岁从山区考到武汉，为了省钱去念国家公费师范生，大4毕业时攒够所有学费生活费，然后违约，凭着年级第1的成绩跨专业保送到他大伯门下读研。后来唐恒也见过许多聪明勤奋的人，却唯独李月池在聪明勤奋的同时把他迷得神魂颠倒。这样一个人，如果他过得太差太落魄，唐恒想，如果他过得太差太落魄，谁能不生出几分天道不公的愧疚呢？更何况他还爱过他。李月池带着唐恒在李坝组走走停停，翻过几个山坡，看了水泵房、合作社和梯田，很快就到下午1点多。阳光直直的落下来，天空是纯粹的蔚蓝，路过的几户人家都热情的招呼他们进屋吃饭。唐恒接到孙继豪的电话：“师弟啊，在哪呢？”“还在李坝组。”“哦，我们都回村委会了，你那边进行的怎么样？”学生说还有最后1户。OK， 那我们等你们吃饭啊。吃完咱们就能回去了。好。唐恒挂了电话，又给学生发微信询问，对方说大概再有10分钟就能结束工作。然后你们回酒店？李月池问。吃完饭就回。李月池点点头，没说什么。两人在山脚下的水井旁坐着，10来米远的山坡上有户人家，同样是木质房屋，屋对面一畦小小的菜地，菜地旁几棵橘子树，树干上拴了头黄牛，正低头吃草。唐恒有些累了，闭上眼，没一会儿就嗅到一阵油泼辣椒的香味。他想起自己大3升大4的那个夏天，那时候李月池本科毕业，读研的学校还不能入住，只好到东湖边上租了个房子。那是个很破很旧很小的房子，四处泛着经年不散的霉味。他第一次去时，从进门到出门全程皱着眉头，心想李月池这人可真能忍。第2次去时，顺手从银泰创意城买了个香薰。第3次去时，李月池蹲在角落里做饭，只见他把红彤彤的辣椒切成碎末，堆在5块钱一大份的火腿炒面上，再撒几颗花椒，然后插电热锅倒油，待油烧热了，朝那炒面一倾，刺啦一声，
又热又呛的辣味爆发开来，填满房间。那时唐恒心想，这东西倒是比香薰有用多了。第4次去时，就和李月池接了吻，两个人吻得意乱情迷，险些撞翻桌上盛花椒的罐子。唐恒，那是你学生吧？唐恒猛地睁开眼，看见远处两个女孩子正在冲自己挥手示意。唐恒起身给其中一个发了微信，你们去找司机回居委会吃饭。于是两个女孩蹦蹦跳跳的走了，唐恒回了回神，才敢看向李月池，咱们也回去吧。你去吧，我回家吃。唐恒愣了一下，那你和我们一起回县城吗？我明天再回。李月池顿了顿，不许喝酒，听见没有？喂食，因为我不喜欢。还有，也不许抽烟。忍住了，李月池轻声说，明天就到下一个步骤。唐恒回到居委会时，孙继豪、村长和村支书已经在饭桌上等他了。他和孙继豪仍然坐上位，碗筷已摆好，每人面前一小杯白酒。也真好了。唐恒说，我不喝酒。唐老师，咱们少喝一点嘛，解解乏。村长满脸恳切。今天很辛苦吧？我们这个地方路是真不好走。你们村的路很不错。孙继豪端起酒杯抿了一口。组组通路，户户硬化，都做得挺到位。村长笑道，都是政策好，澳门还给我们拨了专项交通建设款。孙老师，唐老师，我敬您们一杯，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太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你们还得接待我们，也挺累吧？孙继豪干脆的和村长碰了杯。唐老师，师弟，喝一点吧，工作结束了。孙继豪半开玩笑的说，现在可以暂时不管工作纪律。就是嘛，唐老师，这个酒是我们自己酿的，度数不高。唐恒沉默几秒，还是摇摇头，喝了容易晕车，我就不奉陪了。下午4点过，一行人回到石江县城。学生们累得够呛，一进酒店便各自冲向房间。孙继豪追在后面吆喝，记得到餐厅吃晚饭啊，8点之后就没有了。然后伸个懒腰，有点无奈的对唐恒说，这群小朋友体质还不如我呢。咱们今天算是顺利的，半溪村弄得不错，没出幺蛾子。唐恒问，你们去年出了幺蛾子？嗨，一言难尽啊。孙继豪拍拍唐恒的肩膀，递给他一瓶牛奶，尝尝这边的特色水牛奶。你也累了吧？晚上我和卢月整理数据，你就好好休息。唐恒回到房间，给李月池发微信，我到酒店了。洗完澡又等了20分钟，对方仍然没有回复。唐恒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想了想，还是设置成静音模式，但是留下了震动。也许是真的累了，这一觉睡得很沉，甚至连梦都没有做。当唐恒再次睁开眼的时候，窗外天空已经黑透了，房间里也是黑的，唯有空调亮着一枚小小的绿灯。唐恒恍惚了几秒，才反应过来自己身在何处。他竟然没有被手机的震动吵醒，抓过手机摁了一下，毫无反应，才知道已经关机了。唐恒给手机充上电，开机。21点32分，他一口气睡了近5个小时，成功错过晚餐。手机开始不停的震动，一条接一条消息弹出来。下午5点过，徐主任在群里说，同学们辛苦了，晚饭一定要多吃点啊。晚上7点过，孙继豪发来微信，师弟去吃饭不？20分钟后，他又发来一条，好吧，餐厅已经没得吃了。8点27分，李月池回复了他的消息，只有2个字，好的。唐恒攥着手机，发现自己并不饿，不但不饿，甚至有些反胃的感觉，头也晕，可能是睡得太久了。正准备打开窗户透透气，手机又震了一下。Zita， 唐老师晚上好，我是陆美宁，社会学院大4学生，今天跟孙老师他们在半溪村调研，您现在方便吗？
唐恒，怎么了 ？Zita， 您能不能出来一下？我在4楼的露台。唐恒，稍等。Zita， 拜托您自己来，别告诉别人。酒店4楼是一个观光露台，唐恒推门进去，看见2个学生坐在一处，女生正在打电话，语速很快的讲着粤语，男生皱着眉头坐在旁边。唐恒心想，原来是他们2个。这男生正是早上拜托孙继豪把自己和阿宁分到同组的那个，而这女生原来阿宁的名字叫陆美宁。唐老师。阿宁挂掉电话，咬着自己的嘴唇。唐恒在他们对面坐下，怎么了？我们有一件事，他嗫嚅着，这件事，老师，我来说吧。男生拍拍阿宁的手背，低声道，这件事我俩实在拿不准，只能问您了。就是今天我们走访的时候，有个婆婆说，我们去之前村里把几个人送走了，一个打工的时候受伤，小腿没了，一个盲人，一个吸过毒，还有一个智力有问题。我们和孙老师说了这件事，孙老师说他和村长核实了，是那个婆婆胡说的，可我们2个觉得那个婆婆她不像胡说啊。我们还把婆婆的话录了音。阿宁递给唐恒一只耳机，轻声问，您听一听。唐恒戴上耳机，冷静地说，你播放吧。他虽然意外，但也并不是那么意外，类似的事情已经听徐主任提过了。村里的干部不愿让他们见到某些人，残疾人、重病病人之类的弱势群体，但其实他们主要考察的是设施建设和人均收入，弱势群体根本不在考察之列。然而村里干部不懂这些道理，只想把不好的都藏起来。耳机里传来老人的声音，口音很重的当地话，打工塞，腿打断了，一直闲在屋头，还有公家的姑娘，眼睛看不到，还有李家老二，李家最造孽，大的那个妈蹲了监狱，小的又是个傻子，肺是很重要的器官。唐恒走出电梯，恰好撞见一个人，正是酒店的齐经理。他大概已经下班了，不像平时一身西装，只是穿着普通的风衣牛仔裤。见了唐恒，倒是一如既往的热情。唐老师，您刚忙完啊？辛苦了，辛苦了。你来找孙老师？是啊，他说屋里空调有问题，我来给他看看。我也找他。唐恒说。齐经理敲门，很快门就开了。孙继豪裹着酒店的浴衣，说话有点哆嗦。小齐，你快来看看，这怎么回事？我开26度，冻成这样，师弟，你屋空调也坏了？没有。唐恒望着孙继豪的脸，师兄，我有点事情和你说，方便吗？没问题啊。那小齐你在这看着。孙继豪回房拿了房卡，又在浴衣外面裹上一件外套。走吧师弟，咱俩去外面说。又是4楼的露台，唐恒问，师兄，今天的数据传完了吗？他们走访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每天晚上都要把收集到的问卷上传到系统里。传完了。你是倒头就睡，我足足弄了2个小时，这酒店的 WiFi 不行。有什么问题吗？村里没问题，就是那个村长。孙继豪朝门口瞥一眼，压低声音，今天中午你还没回来的时候，那村长想给我送礼呢。送什么？洋甘菊，说是他们那特产，你发现没有？唐恒打断他，那个村子里没有残疾人和重病病人。孙继豪愣怔片刻，随即笑了，是不是陆美宁他们和你说的？2个孩子还挺有责任心的。有村民反映，我们去之前，村干部送走了几个人。我和孩子们不好解释那么多。孙继豪拍拍唐恒的肩膀，那个老太太啊，她儿子是前院村长，你懂吧？那他肯定和驻村干部过不去啊，有事没事就找点茬。我去他家看了的，老太太脑子有点糊涂了。她说李月池的弟弟有精神问题。那你问问小李不就得了？
孙继豪表情有些茫然。你俩不是老同学吗？去他妈的老同学！深夜10点半，唐恒捏着一支点燃的烟，竭力克制把手机砸出去的冲动。他已经给李月池发去5次微信通话请求，永远无人接听。这就是老同学吗？他甚至没有李月池的手机号码，他找不到他，明明他知道他也在石江，可他就是找不到他。每一条信息，每一通语音都像被抛进无边无际的黑暗。这情形上一次出现在5年前，唐恒到英国读硕士。在某一个明亮的夏天的傍晚，他开始失控般拨打李月池的号码。那时候李月池已经入狱，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这件事。他给他发微信、发短信、QQ 留言，他说：“你在吗？在吗？李月池？不要不理我现在就回来，机票买好了，明天中午飞上海，希望不要晚点。李月池，你在吗？”后来又发生过什么？想不起来了。记忆好像被凭空抹去一段，恢复理智时，他躺在安静的病房里。窗外是伦敦的夜空。唐恒反复默念孙继豪的话。孙继豪说：“不回微信啊。”那正常，村里没有 WiFi 吗？农村都是很早就睡的。估计他睡着了没看手机。师弟，明天你当面问他呗。况且6年前他也从未听李月池提过弟弟的事，那时李月池给家里打电话，偶尔问一句我弟在学校怎么样，这完全不像是问一个有精神问题的弟弟，对吧？手机一震 ，Zita， 唐老师，打扰您了，事情怎么样了？唐恒，老人的话有待核实，这件事你们不用担心。Zita， 啊，那就好，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唐恒，不打扰，早点休息吧。事情不就是这样吗？前任村长的母亲对村干部心怀不满，加上年纪大了，头脑混乱，于是在学生走访时有意无意的编了几句假话。的确就是这样，他不能因为涉及到李月池，就连基本的理性判断都做不出来。他已经27岁，不至于。深夜11点半，唐恒坐在疾驰的摩托车上，山间漆黑一片，唯有摩托车的橙色车灯照亮前方一小片马路。车速很快，冰凉的夜风刺在脸上，唐恒不得不眯起眼睛。师傅，还有多久？半个小时吧。骑车的男人说，已经够快的了。今天不下雨，路好走。他先是找了出租车，司机一听去半溪村，直接拒绝，太远了，路又难开，你去同仁我还能送你。我可以加钱。唐恒说，你开个价行不行？不是钱的问题啊，老板，明天早上我要交车，这会儿把你送过去，再回来那得5、6点了，赶不及。你有没有别的同事？唐恒说，愿意去半溪村的，多少钱都行。没人去，太晚了。那一刻，唐恒几乎怀疑自己该去的不是半溪村，而是医院。他的病是不是复发了？哎，等等！司机却拉住唐恒，迟疑了2秒。有个人，我帮你问问啊。于是此刻，唐恒坐在了去往半溪村的摩托车上。老任家住半溪村，种茶叶，近来正是春茶上市的时候。他每周都有3、4天往来于半溪村和石江县城。今年的茶还是蛮不错的，老任笑着说，价格比去年高一些。你们村都种茶吗？也不是，有的出去打工塞，还有些身体不好，什么也干不了。李家种不种？哪个李家？我们村好几户姓李的。李月池，大儿子叫李月池。哎，你去找他啊。他家哪有人种茶？我是他同学，听说他出来了。哦。老人叹了口气，他家可怜得很。他家这几年过得怎么样？怎么样？你想想嘛，他爹病了那么多年，老二的脑子又不行。他呢？他去蹲监狱了。
好在是他出来了，前几年他家才真是恼火。他弟是怎么回事？傻的嘛，生下来就那样。我没听他说过。你是他哪里的同学？大学的。我就说，听你口音也不像石江的。对，唐恒仰头望了望夜空，几乎听不清自己的声音。我来找他。摩托车驶进半溪村时，已经12点过。10个小时前，唐恒从这里离开，蛙鸣犬吠，碧空如洗，四处生机勃勃。而此时，村庄和群山一起陷入黑夜之中，寂静的令人感到异样。摩托车慢下来，老人说：“我家在前面，你喊李月池来接你啊。”唐恒不知该怎么解释，李月池并不知道他来了。他不是在石江做生意吗？老人又嘀咕一句：“你咋不去他店里找他？”因为我们兜里手机忽然响起来，四周太安静了，以致乐声简直宛如雷鸣。唐恒用力捏住手机，掏出来，屏幕上是李月池发来的通话请求。李月池？唐恒恍惚的唤他。怎么了？他的声音很平静。我家信号不好，连不了 4G。你在家吗？你可不可以？嗓子有些痒。唐恒咳了一声。可不可以来接我？李月池静了几秒，问：你在哪？我在任东强家。李月池又静了几秒，然后他说：等着。唐恒递去200块钱，老任连连摆手，哪用得了这么多？顺路把你带过来吗？您收下吧。唐恒说：多亏有您，否则他今晚还会做出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也用不到这么多，50就够了。我没有50的零钱。老任从唐恒手里抽走100块，一看你就不是缺钱的人。李家是真不容易，我就多嘴一句，既然你们关系好，你就多帮帮他吧。好，我会的。唐恒认真的说。那孩子很懂事的，他爹妈也是好人。以前我想去矿上打工嘛，他爹喊我不要去，说是糟蹋身体的很。老任倚着摩托车低叹道，后来他爹就真的病了。你说说，真是倒霉啊。是什么病？尘肺嘛，我们这好几个在矿上打工的都是这毛病。李月池他爸得的是尘肺。好多年了，也是遭罪。远处出现一枚小小的亮光，很快那光芒尽了，摩托车的声音变得清晰。李月池在老任家门外停车，喊了一声：任叔，麻烦你了。老任迎上去：麻烦什么？你这个同学才辛苦呢，这么晚还要来。两人又寒暄了几句，而唐恒站在原地没有上前。他望着李月池，望着他的看不清颜色的 T 恤，像是匆匆套在身上的。这么冷的夜晚，他只穿一件 T 恤，没有夹克的遮掩。唐恒才发现，原来他比6年前瘦了太多。夜风一吹，那 T 恤的袖子和下摆就飞舞起来。老任转身进屋了，唐恒没动，仍然望着李月池。李月池也沉默的望着他。过了一会儿，他说：唐恒，过来。唐恒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你怎么来了？我来找你。不是说了明天见吗？你为什么骗我？李月池不说话了。唐恒攥住他的手腕，只觉得很冷。上车。李月池说。唐恒坐在摩托车后座，额头抵在他的后背上。他太瘦了，瘦的脊柱微微凸起来，像一道枷锁搁着唐恒的额头。唐恒闭起眼，只听风在耳边呼呼作响，脑海中出现李月池向山崖倒退的画面。他突然意识到，也许李月池真的那样想过，甚至试过。唐恒哑着嗓子说：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告诉你什么？李月池嗤笑一声：告诉你出狱之后混得不好，告诉你我是穷光蛋，告诉你我他妈这辈子就这样了，我认了，然后找你借钱。
有意思吗？不是，我不是说这些。那你说什么？唐恒不语，只是双臂用力箍紧李月池的腰，脸颊埋在他的 T 恤里。他的嘴唇在哆嗦，胸腔也快速的起伏着。他想，他为什么不联系李月池？为什么不找他？为什么6年前来了贵州，却最终没来石江？还有为什么李月池写下那句“你是湖水卷进我肺里”的时候，他那么漫不经心？他问：“怎么不是卷进你心脏？”李月池笑了笑说：“因为肺是很重要的器官。”好，现在知道了。肺是很重要的器官，他曾像湖水卷进他肺里。摩托车停下，李月池熄灭车灯，他们现在纯粹的黑暗里。哭什么？李月池轻声说：“我道歉。”唐恒狼狈的抹了把脸，手心变得湿漉漉的。夜风一吹，分外冰凉。他知道李月池的 T 恤也湿了，风吹上去是同样的冷。唐恒想要伸手捂住那片泪痕，却被李月池轻轻拂开了。是不是有人给你说了什么？他的语气十分平静。老任，还是别的什么人？唐恒不语，片刻后止住哽咽，答非所问的说：“你这几年到底怎么过的？”就那么过。李月池转过身去，和唐恒拉开了距离。你真这么想看？我带你看看。他说完便兀自向前走，四下黑得不见五指。唐恒只好打开手机的电筒跟上去。这地方是白天走访时未曾来过的，虽然也铺了水泥路面，但坑坑洼洼，坡度又大，难走极了。李月池以一个不快不慢的速度走在前面，甚至不需要灯光。走了大概5分钟，李月池停下，说：“到了。”唐恒举起手机，想借灯光打量眼前的房子，却听李月池低低的哼笑了一声：“你这个动作很像鬼片主角进废弃工厂探险之前的动作。”他顿了顿，不过这种房子对你来说也和废弃工厂差不多吧？唐恒手一僵，慌张的收起手机。他听得出李月池的嘲讽和不满，尽管他不知道这情绪从何而来。月池，屋里传出一个缓慢而沙哑的女声：“小迪回来了。”他找我有点事，妈，你睡吧。哎，你们也早些睡。李月池应道：“好。”然后扭头说：“进屋动作轻点。”唐恒愣了2秒，问他：“小迪是你那个同学吗？那个穿粉色格子外套的女孩？”李月池说：“是她。”他率先进屋，开了灯。唐恒却还愣在原地，混乱的想：难道小迪经常夜宿在李月池家？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又想起那天饭局结束后，小迪骑电动车来接李月池时，脸上那几分羞涩、几分期待的神情。下一秒，唐恒抬起头，有了光，总算能看清李月池的家。然后他知道，李月池又骗他。李家不是砖房，如果非要形容的话，那木质墙体是一种比猪血色更暗的棕色，仿佛笼着一层擦不掉的尘垢，以至于门框上红纸黑字的对联也是暗淡的。唐恒跨过门槛进屋，看见一捆木柴堆在角落里，水泥地面硬而脏，鞋子踏上去发出沙沙的细响。李月池坐在一条长板凳上，抱着手臂，面无表情。在他对面是一台电视，唐恒忽然意识到这个量词必须用台，因为那的确是一个立方体。他上一次见到这种立方体电视是什么时候？也许20年前。高高的房梁上挂着2块老腊肉，不知熏过多少遍，已经全然是黑色了，像2块炭。新奇吗？李月池说。抱歉。唐恒知道自己打量的太明显了，可是这个地方令他实在装不出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不应当是这样。他想象不出李月池在这间房子里长大的情形。恍惚一阵，唐恒问：“你家没有危房改造？”不符合标准。李月池说：“因为我念过大学。”我妈也问我为什么没有名额。李月池笑了一下，语气平淡，仿佛在说别人的事。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没有念大学就好了。你知道吗？如果我没有念大学，而是和村里其他人一起去广东打工，进个鞋厂或者塑料厂，受工伤断1-2根指头，这个名额就能给我加。一阵瑟瑟的穿堂风涌进来，李月池又说，如果我没有念大学，也不会遇见你了。唐恒退了一步，后背抵在粗糙的门框上。他有种错觉，这房子摇摇欲坠，而他也是。我弟的事你也知道了，是吗？他生下来就是那样，不过身体健康，还算运气不错了。李月池端起桌上的水，喝了一口。我也不是故意骗你，只是不想惹麻烦。惹什么麻烦？惹你可怜我啊！李月池忽然起身，逼近唐恒。6年了，你怎么一点长进也没有？还是看见我就走不动路？你说你贱不贱？但是我后悔了，唐恒，我不该招惹你的，我只是好奇。唐恒倒抽一口气，愣愣的说不出话，也不敢看他的脸。我只是好奇，你会不会像以前那样，我一招手你就过来了？现在我道歉，可以吗？他的语气渐渐变得轻柔，甚至可以说是诚恳。我没有装可怜的意思，当然也没想从你这获得什么利益，我只是好奇。李月池，唐恒哑声说，我们就当这几天什么都没发生。你听我说，李月池，昨天下午我叫你不许喝酒，你喝了吗？没喝。好，李月池伸手一拽灯绳，房间再度陷入黑暗中。这是最后一个步骤，我答应你的。唐恒猛地瞪圆双眼，视觉完全失灵了。他的后背被门框硌得钝痛，嘴唇却在小幅度的颤抖。他能感觉到李月池缓缓的贴近了他，下一瞬，李月池的指尖触到他的脸颊，他的指尖是冰冷的，带着粗糙的茧子，然后他的掌心也贴上来，力道陡然变大，他钳制住唐恒的下巴，他用力吻上来，嘴唇干燥，动作凶狠，简直像接吻能杀人，而他的目标就是杀掉他。太疼了，可是因为疼痛，所以唐恒知道这不是记忆，不是梦境，不是发病时扭曲的幻觉，这是真的。李月池在吻他，撕咬他，这竟然是真的。唐恒不知道持续了多久，只觉得嘴巴麻了，下巴也麻了，整个人是空的，好像他的所有的一切都在李月池抽身后退时被他一并带走了。李月池拍拍唐恒的脸，结束了。什么？所有？李月池温声说，唐恒，你滚吧。李月池把唐恒带到村委会门口，凌晨2点过，山村万籁俱寂。然后他利落的跨上摩托，左脚踩在脚蹬上，嗡的一声，发动机点火。直到此时，唐恒才反应过来，这意味着什么。李月池，李月池没有回头，语气很不耐烦，你听不懂我的话吗？听得懂，就是因为听懂了。唐恒想，这是他们的第2次告别，第1次是6年前，第2次是此时，那么第3次呢？今生大概再没有什么巧合能给他们第3次告别的机会。可是李月池叫他滚。对了，李月池说，我弟只是被他们带到宾馆睡了1晚上，好吃好喝伺候着的，领导您就别为难我们小老百姓了。领导是在叫他吗？不会的，唐恒说。李月池没说话，2秒后他拧动摩托车的车把，又是嗡的一声就走了。唐恒定定的望着那白色车灯，起先是一束光，然后渐渐远了，变成一枚豆大的亮点，最后在起伏的山路上消失不见。一阵夜风袭来，唐恒打了个哆嗦，然后他发现自己浑身冷汗，双手颤抖。返程途中，直到越野车已开出半溪村40分钟，唐恒才想起自己应该说麻烦您了。啊，不麻烦，不麻烦。
村长先是点头，又是摇头，显然被吓得不轻。唐老师，您是什么时候过来的？怎么也不和我们说啊？哈哈，我来看看我同学。是小李啊。那您怎么这个点，像是突然意识到自己问了不该问的？村长话没说完，干笑几声。我只是来看看他。唐恒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但是他不想让我来。这个吗？哎呀，村长试探道，您知道小李以前的事儿吧？知道。他这个人吧，性格比较固执。我听说他是因为捅了老师才入狱的呀。您说说，这老师和学生能有什么深仇大恨？他怎么就是吧？可不是嘛，前面开车的司机也搭腔道，李月池是我们村的名人啊。在他之前，村里有10多年没出过大学生了，他不得了，考的还是重点大学。结果呢？您说说，他得有多想不开，才去捅人？唐恒不语，司机接着说，您别和他计较，他全家都固执得很。他爹还没死的时候就到处和人说啊，说他儿子是冤枉的。您说这有什么可冤枉的？唐恒闭上眼，低声问，他爸什么时候去世的？14年，我记得很清楚。司机说，那会儿他还在监狱里吗？他妈跑去找当时的村长，想让村委会联系监狱，批准他回来奔丧。村长哦了一声，我听他们说过这事儿，那可闹了好大一场。农村人没文化吗？堵在村委会门口给村长下跪，给他好话说尽了。村长没有这个权利，偏不信，手又哆嗦了一下。唐恒用力握成拳，他知道吗？啊，他知道这件事吗？那应该知道吧。司机叹了口气，他爹妈都挺老实的，怎么生了这么个报应呢？到达酒店已经凌晨4点半，夜空仍是浓郁的黑，看不见一丝一毫曙光。村长握着唐恒的手关切许久，才恋恋不舍的离开了。他一走，周遭便静下来。唐恒站在酒店门口，出神的望着里面星星点点的灯光。5个多小时前，他发疯般从这里跑出去找出租车，此刻又站在这里，身上的冷汗已经干了，好像发完一场酒疯，除了近乎虚脱的疲惫，什么都没有剩下。唐恒很慢很慢的走进大门，他觉得自己需要一支烟，摸了衣兜，才想起那盒中华给了李月池。当时他还暗自欣喜一番，因为李月池收了他的烟，这至少说明他不讨厌他吧。然而现在想想，或许李月池只是怀着逗狗的心情，就像扔飞盘，第一次扔出3米远，狗摇着尾巴衔回来了；第二次扔出5米远，狗还是兴冲冲的跑过去又跑回来；第三次狗竟然半夜追到他家，他不高兴了，叫狗滚。如果有烟就好了，没有烟，服硫西汀也可以。在英国时，精神科医生对他说，你不要觉得服用氟硫西汀是一件耻辱的事，他在安抚你，而非和你的记忆作对。然而唐恒向来讨厌服药之后那种昏昏欲睡的感觉，意识变得混沌，仿佛记忆都只是前世的谶语。可是此刻他竟然想要2粒氟硫西汀，既然没有，那就……唐恒面向墙壁举起拳头，白花花的墙壁像一片干净柔软的雪地。他知道拳头砸上去的感觉，有那么几秒，整条手臂痛得发麻。那宝贵的几秒，可供他忘掉大半折磨他的念头。当然，一拳不够，还可以有第2拳、第3拳，直到房间的门开了，齐经理走出来。那是孙继豪的房间。唐老师。齐经理瞪圆眼睛，一副见鬼的表情。您这是？唐恒垂下手臂，睡不着，出来转转。您失眠了？有点。不会也是空调坏了吧？齐经理陪着笑，孙老师的空调一晚上坏了3、4次。真是。您房间空调正常吗？正常。唐恒眯了一下眼睛，
辛苦你了。您客气了，有什么需要的您就给我打电话。空调修好了吗？没呢。齐经理无奈的笑道，明天再找师傅来修。我弄不好。其实这个温度不开空调也行。哈哈，我们这边潮气大。翌日清晨，唐恒和卢月吃完早餐，站在廊下晒太阳。因为卢月是唐恒大伯带出的博士，所以唐恒一直叫他师姐。叫孙继豪师兄。昨晚没睡好吗？卢月看着唐恒，黑眼圈好重。还行，师姐你呢？唐恒说在这边吃得惯吗？挺习惯的。感觉你这2天瘦了，要么咱们2个换换。唐恒压低声音，和徐主任搭档，都是你在干活吧？卢月摸摸自己的脸，笑道，瘦了是好事啊。而且按规定，我和季豪是不能搭档的。为什么？夫妻要避嫌。懂了，否则师兄受贿的话，没人举报。对，卢月又笑了笑，那你要好好监督他啊。没问题。我先上车了。卢月走了2步，又回过头来说，季豪爱喝酒，师弟，你帮我看着他点。唐恒摇头，语速很慢的说，我看不住他，师姐。卢月耸耸肩，那就让他喝吧。牛奶走访的第2个村子距离县城只有1小时车程，路也好走得多。他们乘坐的越野车停在新建的篮球场里，旁边便是本村的阅览室。弄得不错嘛，孙继豪四处打量一番，这边手机信号也挺好。不知道师姐他们去的村子怎么样？他们可惨了哦。孙继豪摇摇头，把手机递到唐恒面前。这会儿还在路上呢，估计没2个小时到不了。屏幕上是他和卢月的微信对话框，卢月发来一张照片，拍的是山间碧蓝色的河水，然后说还早呢。唐恒看见他给卢月的备注是领导，后面加了个月亮的 emoji 表情。今天咱们能早点回去吧？唐恒说，晚上我和你一起传数据。估计没问题，这个村一看就条件不错。孙继豪拍拍唐恒的肩膀，憨笑道，正好你帮我弄，我还能带你师姐去县城逛逛。如他所言，这个村子的经济条件的确比半溪村好得多。走访一圈下来，唐恒看见好几户人家的院子里停着轿车。下午3点半，他们便结束工作，回到了酒店。师弟你慢慢弄啊，这个数据传上去就不能改了。小心点。孙继豪说完便起身走了，一副全然放心的样子。到了傍晚时，唐恒接到一个电话，归属地是美国。我联系好了，贵州大学的研究生，大概明天早上到你那儿。蒋亚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唐恒有几分恍若隔世的感觉。好。唐恒顿了顿，麻烦你了。跟我还客气呢。太久没见你了。哟，从你嘴里听见这种话可不容易。蒋亚笑起来。爸爸没白疼你啊。滚。说真的，有人给你下毒？不是下毒，我怀疑是安眠药。你可别吓我。放心吧。唐恒盯着那瓶没喝完的水牛奶。我能应付。电话那头，蒋亚沉默了片刻。唐恒问，怎么了？没怎么，我就是在想。他说着又笑了，哥以前你估计就直接摁着别人打了，现在还知道先核实一下。有长进啊。我以前这么暴躁的吗？可不，安云那把贝斯你记得吗？硬生生被你打断的。贝斯？银灰色那把。想起来了。唐恒，他忽然放低了声音，语气也认真起来。下个月我回国，准备去趟湖南。小庆忌日到了，我去看看他。如果你有空的话，咱们聚一下。唐恒皱着眉，轻声应道，再说吧。蒋亚笑了笑，好。真稀奇，蒋亚竟然舍得回国了。印象里这人出国6年，只回国了1次，还是去香港做项目，根本没有入境内地。唐恒甚至一度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和蒋亚见面，
至少不会在国内见面。至于安云，就更是断了联系。按说他和蒋亚同在美国，虽然一个东海岸，一个西海岸，但总不至于没机会见面。然而蒋亚说，他们的确没机会见面。不知道安云在忙什么。他们仨有个微信群，却没人在群里说话。无论端午、中秋、元旦、除夕，都没人说话，连一句祝福也不必。唐恒知道这是他们心照不宣的约定，他们不能再做朋友了。天南海北，旧岁新年，他们知道彼此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够了。如果不是这次事出紧急，他也不会联系蒋亚帮忙。但是蒋亚竟然要回国了。唐恒盯着屏幕上李月池的微信头像，有些发愣，像是约好了似的，救人就是哗啦啦出现在眼前，令他坐立难安。翌日清晨5点半，唐恒在酒店门口见到了那位贵州大学研究生。他是连夜开车过来的，神色有些萎靡。辛苦你了。唐恒把手里的黑色塑料袋递给他。就是这个东西，麻烦你回去看看。您怀疑牛奶里有安眠药？我不确定是不是安眠药，但作用是令人嗜睡。我知道了，我现在回学校化验，最快今晚出结果。谢了，出结果马上告诉我。还有，这是保密。OK。男生提着塑料袋返回车里，很快轿车在唐恒的视野中消失了。此时天色熹微，几缕阳光从遥远的天际线露出来。唐恒想，又是一个晴天。这是他来到石江的第4天，如果一切正常，他还会在这里待7天。回房间的路上，又碰见齐经理。他独自一人站在水池边抽烟，见了唐恒，满脸惊讶。唐老师，起这么早啊？睡不着了，出来走走。哎，您这么年轻，哪有睡不着的？齐经理笑道。到我这岁数，才真是睡不着了呢。是吗？唐恒也露出一个微笑。你没比我大几岁吧？36了，和我师兄差不多。我就感觉啊，一过了35岁，精力明显不如以前了。你这工作太辛苦。没办法，要赚钱嘛。齐经理摁灭烟头，无奈的笑着。老婆孩子都靠我养呢。第3个村子比半溪村更远，山路曲折如常。这一次，车厢里只有司机和唐恒2个人。转弯时，唐恒被惯性甩得晃来晃去，他发觉李月池不在。这越野车的车厢竟然空荡荡的。但其实李月池那么瘦，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唐恒若无其事的问司机，这2天小李有事啊？听说他去重庆送货了。是吗？好像是昨天走的吧。司机的语气带些羡慕。你想吗，领导，他都专程去送货了，这一趟肯定赚不少。唐恒扯起个笑，没有说话。他想李月池就这么怕被他纠缠，以至于如此费尽心思的躲他，甚至躲到外地去了。其实根本不必如此，他早已不像6年前那么肆无忌惮。看上的人也好，东西也好，都一定要拿到手里。直到下午5点过，他们才完成了走访任务。这个村子的位置实在偏僻，有些村民早已迁走了，见不到人，只好逐个打电话了解情况。加上山路陡峭，很多地方开不了车，全靠双腿行进。回到酒店已将近晚上8点，学生们累得东倒西歪，就连孙继豪也晕车了，半路上吐过一次，整个人都是蔫的。他冲唐恒摆摆手，师弟，数据明天再传吧，我回去睡了。不吃晚饭了吗？睡醒再说。哦，你帮我给卢月说一声，晚上他和可可视频吧，我真是没劲儿了。可可是他们的女儿。唐恒应下，看着孙继豪进了房间。你真的不知道吗？夜10点整。唐恒关掉电脑，拨通一个号码。王老师，他这样称呼对方，身体好点了吗？劳你挂心了，昨天出院的。没什么大事。
那就好，这次真是谢谢你啊，小唐。王山略带些歉意，没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住院了，只好临时把你叫去。怎么样，都挺顺利的吧？顺利，主要是徐主任和师兄比较辛苦。哈哈，他们经验丰富嘛，你就跟着多学学。不过有一件事啊，为什么这边的领导不给我红包？唐衡的语气极其理直气壮。徐主任和我师兄师姐都收了红包，就我没有。王山一下子不说话了，像是被噎住。唐衡继续说，都是澳门过来考察的，我觉得不应该吧。您帮我想想，是我哪儿没做好得罪他们了？还是他们觉得我级别不够？哎，这个吗？王山变得吞吞吐吐的，普通话都讲不利索了。小唐，你不要多想呀，他们可能觉得你是新人，他们摸不准你的脾气嘛，万一你不但不收，还和他们翻脸呢。唐衡无言片刻，笑了，我没想到是这样，是这样的，美差，肯定是这样啊，你别多想啊，徐主任心里都是有数的。王山劝道，再说了，那边穷山恶水的，能给得出多少钱？几千块顶天了，我只是咽不下这口气。王山啧了一声，意味深长，年轻人以后机会多着呢。唐衡挂掉电话，面无表情的保存了通话录音。他拎起一把椅子放到门口，坐上去，脑袋靠在房间的木门上。屋里安静极了，屋外也安静极了，似乎这的确只是个工作结束后的疲惫夜晚。大家沉沉睡去，一切都很安宁。待明天日出，他们又会整装待发，开始新的工作。他们还是澳门来的大领导，还是学生们尊敬崇拜的老师，还是那些无助村民们的希望，把问题反映给领导就能解决了。唐衡记得孙继豪说过，他家位于山东临沂的某个农村，沂蒙山区，穷得叮当作响。他说在南大念了4年，直到大4毕业才吃第一顿南京大排档，觉得好吃，真好吃，当即决定这辈子的目标之一就是吃很多很多的美食。唐衡把耳朵贴在门缝上，脑子里乱糟糟的，想到很多东西。期间他的手机震了一次，是来自贵阳的短信。12点过，唐衡听见一阵脚步声，好在走廊没铺地毯，所以他能够听见那声音。来者走得不急不缓，越来越近了，最终某个位置停下。门开了，又关了。唐衡起身来到玻璃门前，这扇玻璃门隔开了客厅和阳台。唐衡把厚实的窗帘撩起一条缝隙，透过玻璃看见隔壁的阳台黑着。晚上9点多时，隔壁亮过一阵，是客厅的光透过窗户落在阳台上。大概40分钟后，阳台又黑了，直到此时。有2种可能，一种是孙继豪的确关了灯，另一种是孙继豪拉上窗帘，遮住了所有光线。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解释其经理连续2天深夜跑到孙继豪的房间。修空调是借口，哪个酒店需要经理亲自修空调？那是送红包吗？送红包也用不着分期付款。唐衡拉开抽屉，把昨晚刚从县城超市买来的铁扳手放进腰包，然后把腰包紧勒在身上。他一手拎着椅子，一手缓缓推开玻璃门，轻手轻脚走进阳台。就在他准备踩着椅子攀上围栏的时候，房间里忽然铃声大作。也许这个夜晚实在太安静了，那铃声响得如同惊雷。唐衡感觉心房急促的震颤2下，手心冒出一层细汗。他折回房间，接起电话。您是唐老师吗？是个女生，语速很快。是的，您哪位？我是汪迪，李月池的朋友。那天吃完饭，是你去接他？对，是我。汪迪急得喊出来，您还在石江吧？您能不能帮帮李月池？他怎么了？他被村里的人带走了。那天晚上您去找他，
第二天一大早，村里就来人把他带走了。我和他妈都联系不上他，2天了，我们实在没办法了。他被带走了。唐恒一下子坐倒在床上。你别急，回答我，他是自己跟那些人走的，还是被强行带走的？他妈说，村长和支书带了几个人过来，把他叫出去说话。说完话，他就收拾了几件衣服，跟他们走了。他说什么了吗？他叫我们别担心，说他过几天就回来。唐老师，您能帮帮我们吗？汪迪说着说着带上哭腔。岳池他以前是蹲过监狱，但这2年他真的都在老老实实做生意，他弟还靠人照顾。他妈身体又不好，他这一走，家里天都塌了。我求您。唐恒用力捏住手机，声音异常平静。你别担心，我去把他找回来。顿了2秒，又斩钉截铁的补充道，明天。2个套房的阳台挨得很近，只是围栏高到胸口，不好攀爬。唐恒踩着椅子攀到围栏上，身体前倾，双手就攥住了隔壁阳台的栏杆。此刻他上半身伏倒，脑袋正对楼下的草坪，他甚至提前估算过，从3楼掉下去，落在草坪上，大概不至于死掉。不过并没有掉下去。很快，唐恒稳稳地落在了隔壁阳台。他赤着脚，落地时一点声音都没有，像只灵活的猫。唐恒侧着身子，把耳朵贴在玻璃上，无声地站立着。他听见一些细碎的声响和几声仿佛很痛苦的嘶，如他所料。这当然是他第一次做这种事。如果没有几分钟前那通电话，或许直到此刻他还是犹豫而忐忑的。这一扳手敲下去，无论看见的是什么，他和孙继豪的关系都算完了。当然也不只是他和孙继豪，还有他和卢月，他和徐主任。他会毁掉这次考察，甚至毁掉更多东西。然而那通电话反倒使他冷静下来，脑子里种种杂念都消失了，唯剩下一个念头，为了李月池，他要把他们斩草除根。就算他不爱他也没关系。唐恒把腰包拉开一个小口，从中取出扳手，紧握在手。2分钟后，当房间里的喘息声越发急促，仿佛渐入佳境时，一声脆响，唐恒砸碎了面前的玻璃。他们果然没有关灯，暖黄色壁灯把一切都照得清清楚楚，2具身体连在一起，甚至来不及分开。唐恒冷静地拍了照，把手机揣回腰包。直到此时，吓懵了的齐经理才反应过来，咣当一声滚下沙发。他面白如纸，哆嗦着说：“您怎么，师弟？”孙继豪提上裤子，搓了搓脸，搞这么大阵仗干嘛？你直接来问我不就得了？师姐就在这栋楼同一层。孙继豪嗤笑：“你以为他不知道？那我把他叫来。”行了，大半夜的。孙继豪朝齐经理瞥去一眼：“你先走吧。”齐经理屁滚尿流的跑了。孙继豪轻叹2声，说：“你随便坐吧。”唐恒站着不动，几乎是茫然的凝视着他。眼前的人是他认识2年的孙继豪吗？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可看到这一幕的刹那，那种错愕感还是难以言喻。孙继豪点起一支烟，夹在指尖慢慢的吸。像很多北方男人一样，他身形高大，肩宽体阔，而此刻他轻身吸烟的神态，竟然显出几分阴柔的味道。这种错乱感令唐恒感到陌生以及诡异。哎，你真没看出来啊？那我伪装的不错。孙继豪笑了笑，当时你一进学校，我就发现了。嚯，同道中人啊！我还跟那儿担心呢，就怕被你看出来了。唐恒说：“你骗婚。”我骗婚？他脸上的笑容的更加夸张。唐恒，你可真说得出口？是不是你们唐家人都有那种不要脸的天赋？我骗婚？哈，如月是你大伯的学生，后来又是你大伯撮合了我俩。你竟然说我骗婚？唐恒一下子愣住，不知他为何提起大伯。你别装啊！
和我大伯有什么关系？不是吧？你真不知道？知道什么？孙继豪哈哈一笑，如月被你大伯搞过呀。他跟你大伯读博3年，就被搞了3年。别人不知道就罢了，怎么你也不知道？啊！老唐的保密工作真到位。这一瞬间似乎极其漫长，从孙继豪的话传入耳道，到大脑解析出这句话的含义，再到当唐恒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狠狠扼住孙继豪的脖子，膝盖用力压在他胸口。你再说一遍。我没骗你。孙继豪的声音嘶哑了，却很平静。最开始是你大伯强迫他的，后来次数多了，他也就习惯了。其实你伯母也是这么和你大伯在一起的，只不过时间更早一些。唐恒死死盯着他，手已经开始颤抖。虽然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吧，但是和他结婚那会儿，我是真打算改邪归正。结果呢，原来我是个善后的，你大伯挺够意思啊。搞完了还管分配对象。唐恒豁然起身，踉跄了几步，后背撞在墙壁上。前几年不还死了个女学生吗？我听如月提过。叫田什么来着？田小娟还是田小庆？孙继豪摇摇头，你真的不知道吗？文件夹唐恒转身向外跑，拉开门的瞬间和如月狠狠撞上，他被撞得连连后退，脚下一滑，跌坐在地。徐主任站在旁边，像是根本不敢上前，只能咬牙骂道：你们这是搞什么？疯了吗？唐恒看着如月，他的身材很娇小，留一头乌黑短发，戴眼镜，透着浓浓的学生气。刚进学校时，如月对他很冷淡，似乎一点不拿他当师弟。那时唐恒甚至疑惑自己是否做错事得罪了他。后来接触的多了，才知道如月就是这样一个人，寡言内敛，没什么存在感，好像他的人生简单到根本不需要言语的阐释，无非是读书再读书，博士毕业，进高校，结婚生子，很简单，很顺利。师弟，如月蜷缩着身子，神情竟然同孙继豪一样平静。你真的不知道吗？唐恒双腿一软，险些跪倒在地。又是这句话。他扑上前去，双手紧箍如月的肩膀。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师姐？我该知道什么？别叫我师姐。如月一字一句的说。你知道吗？每次你叫我师姐，我都会想死。每一次你叫我师姐，我就想起他。你知道我为什么留短发吗？因为他说过喜欢长发披肩的女孩。我曾经以为毕业就好了，熬到毕业就好了，但是根本就逃不掉的，你知道吗？他给我介绍了孙继豪，他对我做了那种事，然后给我介绍对象。厉害吧？他竟然还把你送到澳门，叫我多关照你。你来上班的第一天，我就在想，如果你死掉该多好，被楼上掉下来的玻璃砸死，心脏病猝死，总之如果你死掉该多好，这样我就不会想起他了。如月说着，眼中忽然落下2行泪。可是后来我发现你竟然什么都不知道，他是你大伯。你竟然什么都不知道，唐恒，我真羡慕你啊。轰隆一声巨响，凌晨2点，石江县暴雨倾盆，越野车的雨刷高速摆动着，却远远赶不上雨点坠落的速度。漫天漫地都是雨，车子仿佛行进在汹涌的潮水之中。空调温度开得很低，以至于司机一面开车一面缩着肩膀。唐恒问：还有多久？他的声音比平时粗哑，垂着头，看不见表情。雨太大了，领导，司机打着哆嗦，起码还有1个小时。1个小时？唐恒不应，过了很久，才发出一声模糊的嗯。司机不敢多言，只好猛打方向盘。唐恒的身子在座位上晃来晃去，像是脊柱被人抽走了似的。他坐姿歪斜，腿脚发软，整个身体都摇摇欲坠了，只剩下大脑尚在运转。然而大脑运转到混乱的程度，
医生曾叮嘱他，以前的事能不想就不想，于是他也一直尽力避免着回忆。终于到了此刻，那些画面和场景仿佛是密封过久的酒糟，在掀开盖子的瞬间，气味轰然而上，熏得他半醉半醒，神志都涣散了。东湖的湖水连绵四海，李月池坐在他身旁，手边立着个黑色橘纹裤，拉链半开，露出一沓补习班广告。他问李月池，明天还发吗？李月池说发，一直发到下周二。他有点不高兴地说，能赚多少钱？李月池腼腆的笑笑，没说话。江汉路的 Leo 酒吧里，乐队演出结束，他收到女孩子送的一大捧红玫瑰。那女孩既羞涩又急切的向他表白，他点头应着，目光却频频越过女孩，望向角落。李月池站在那里，也望着他，脸上带点袖手旁观的狡黠。他皱眉，李月池便走过来，接过他肩上的吉他。女孩问，这是谁？他说，助理。李月池一本正经的点头，同学，下次表白先在我这登记。2012年6月，他去看守所，而李月池拒绝和他见面。蒋亚进去了，没多久就出来，用力揽住他的肩膀，像是怕他崩溃。蒋亚说，李月池叫我带他道歉，他说他喜欢过你，但是只爱田小庆。马路尽头，一轮夕阳大得触手可及，黄昏如血。后来他总是在傍晚时犯病。李月池记忆里所有关于他的碎片，像无数蝴蝶扑动着翅膀涌上来。他神志昏聩，分不清哪只蝴蝶是真实的，哪只是一处极散的粉末。所有曾经确信过的片与片，恨与恨，刹那间都不作数了。越野车停下，司机说，领导到了。雨下得更大，唐恒推开车门，径自走进黑暗的雨幕之中。他记得这条路，那天晚上李月池带他走过，山村的夜晚安静极了。此刻他却浑身湿透，双脚踩在冰凉泥泞的地面上，像是即将走进某种万劫不复的命运。村长举着手电筒从李月池家门口快步迎上来，唤道，唐老师。大概没想到他真的来了。走近了，唐恒说，李月池在哪？他去办事了。村长看着唐恒，满脸惊悚。唐老师，您这是怎么了？走，先去村委会休息一下，我已经派人联系他了。他马上就到，滚开！唐恒推门迈进李家，目光撞上勾着身子的妇人。他双眼含泪，用口音很重的普通话祈求道，领导啊，你给我家做主，月池他什么都没干啊，是李月池的母亲。什么都没干。村长又凑上来，怒气冲冲的，我告诉你，我们都调查清楚了。李月池捅的老师啊，就是唐老师的大伯。唐老师不和你们计较，你们还敢找事，不识好歹。唐恒说，李月池的房间在哪？月池他冤枉的呀。妇人哭声更高，撕心裂肺的。领导，他真是冤枉的，以前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就和我说过。领导，您告诉我。唐恒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温和。李月池的房间在哪？里面，左手第一间。唐恒向前走去，身上的雨水啪嗒啪嗒砸在水泥地上，水痕跟着他左转，推开门，拉灯绳，借着暗淡的白炽灯光，他看见李月池的书架。这房间小的可以一览无余，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架，再无其他。唐恒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挪到书架前，从旧书和旧报纸之间取下那些深蓝色的文件夹。这时候思维已经停摆了，全凭感官，因为那些文件夹实在整齐的突兀。他打开第一个文件夹，知识社会学问题一本对照研究，他的本科毕业论文。第二个文件夹，他的硕士毕业论文。第三个文件夹，他的博士毕业论文。第四个文件夹很厚实，李月池把他在期刊上发表过的所有论文一页一页打印出来。
篇与篇之间用记号贴隔开，很难想象他是如何带着 U 盘到这个偏僻县城的某家打印店去，打印出一张张与石江牛肉干没有半毛钱关系的英语论文。别人会笑话他吗？第5个文件夹是汉字。李月池的判决书，4年零9个月有期徒刑。唐恒缓缓回头，看见李月池站在屋门口，2个人对视，都不说话。这是天崩地裂的一眼。须臾，唐恒跪倒在他面前。你不知道，难以描述那种感觉。唐恒知道自己的思维异常清晰，身体却不听使唤的软掉了，像是电影里被恶灵附身的尸体，在恶灵离去的瞬间软塌塌倒下。又死了一次。没错，又死了一次。6年前第一次，现在是第2次。膝盖狠狠砸在水泥地上，痛极了，反而不觉得痛。唐恒清晰地感知着自己的身体向前倾倒，竟然觉出几分轻松。如果就这样倒下去，倒在李月池面前，未尝不是一种谢罪。然而下一秒就被李月池稳稳接住了。李月池半蹲在他面前，力气很大地，一手揽住他肩膀，一手固定他的脑袋。唐恒，醒醒！他急切地唤他。站得起来吗？唐恒想说等等，可是动了动嘴唇，发不出声音。他只觉得这一刻太熟悉了，熟悉的令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李月池换了姿势，让唐恒的下巴抵在他肩膀上，然后他双手箍住唐恒的腰，猛地一提，迅速把唐恒放在床上。他俯身望着唐恒，哪里不舒服？唐恒仍是说不出话，却用力睁大眼睛盯着他。2人对视几秒，李月池率先移开目光，望向桌上的文件夹。他走到桌前，把文件夹整整齐齐放回原处，并没说什么。唐恒只好盯着他的背影，还是那件灰色夹克遮住了他瘦削的腰身。这样一来，他的背影便像是6年前，还是那个在街头发传单的学生，或是站在逼仄的出租屋里为他煮一碗鸡蛋面的人。唐恒觉得自己在做梦。李月池又走过来，伸手碰了碰唐恒的额头，然后蹲下去捧起他的小腿。他顿了顿，在这别动。唐恒便不动，仰面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也是猪肝色的旧木头，边缘处有不起眼的洞，不知道冬天会不会漏风。李月池转身向外走，唐恒的视线追着他，直到看不见。这时他才感觉到脚底丝丝缕缕的痛意，大概是砸窗户的时候被玻璃划破了。视线向下，又落在床边的书架上。那书架有4层，中间位置是2个抽屉。什么都没想，唐恒举起手臂，拉开靠近自己的抽屉。他看不见，只能用手摸索，抓出一只黑色塑料袋，解开系着的结，从中掏出3只小密封袋，透明的。唐恒把它们依次举起，不眨眼的看。唐恒心想，像套娃一样，一只套一只，还以为是什么宝贝。不是什么宝贝，只不过是6年前他用过的吉他拨片。一枚墨绿色塑料拨片，大概是某次排练时忘记带拨片，于是随手到琴行买的。还有这个，想存钱也应该存到银行里吧。6年前那个下午，他从他兜里摸走的52块8毛钱，52块8毛钱可以由多少纸币和硬币组成？他自己都忘了，原来是一张50块纸币，2枚1元硬币和8枚1角硬币，原封不动在这里。最后的就更可笑了，几天前他给他的中华烟，显然他没抽过，还是沉甸甸的。中华烟的密封袋光洁平整，而其他2只密封袋皱皱巴巴，不知被抹撒过多少次。新的密封袋加入了旧的密封袋，像一个新人挤在2个老人之间。如果不是唐恒发现了他们，也许他们会永远被关在抽屉里，直到新的也慢慢老去。而他永远也不知道李月池打量过他们多少次。唐恒闭上眼，2行泪从眼尾流进鬓发。不久，李月池就回来了，进屋的瞬间与唐恒对视。
目光似有几分诧异。紧接着他看见唐恒手里的东西，瞬间变得面无表情。李月池侧身让了让，对身后的中年男人说：“他的脚划破了。”哎，怎么这样子？没穿鞋啊？男人打开药箱，从中取出酒精和纱布。领导，可能有点疼，您忍忍吧。唐恒嗯了一声，仍然望着李月池，而李月池像是有意回避似的，把脸侧过去了。下一秒，尖锐的痛感从脚底直冲天灵盖，唐恒闷哼一声，伸手抓住李月池的被子。伤口有点深啊，好像进了玻璃渣子。这个，领导你忍忍。大夫话音未落，又一阵剧痛冲上来，唐恒扯过被子的一角，张嘴咬住了。艾小李，你帮我摁着领导，我怕他乱动。李月池不声不响的走过来，双手摁住唐恒的膝盖。哎呦，你看看，还真有。唐恒看不见大夫的表情，只听他连连叹气，还进了泥，麻烦了麻烦了，弄不干净要感染的。小李你摁紧了，我用酒精冲冲。李月池没应，过了几秒才说：“您轻点，再轻也要疼的，没办法呀。”但是实在太痛了。唐恒两眼发黑，额头也渗出汗来。这一晚像是天降劫难，身体变成一张薄纸，被疼痛浸透了，连意识也渐渐模糊。不知过去多久，冰凉的手掌抚上他额头。他听见李月池的声音：“好了。”唐恒恍惚的睁眼，才发现大夫已经走了。李月池说：“你松口。”唐恒松口，李月池把被角抽走，又说：“放手。”这次唐恒没动，仍然双手抱着那只黑色密封袋。李月池伸手拽了一下，没能拽走。他沉下声音，淡淡道：“都是你的东西，正好。你拿走吧。”唐恒说：“我都知道了。”你知道什么？孙继豪受贿传数据的时候，他给我下了安眠药。我睡着，我不是让你别喝酒，下在牛奶里的。沉默片刻，唐恒低声说：“田小庆是被唐国木强暴的，对吗？6年了，再说这些有什么用？留着这些东西有什么用？那你拿走吧。”李月池顿了顿，提起所有的力气：“我爱你，一直爱。”李月池不想。唐恒觉得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等他审判。然而片刻后，他笑了。白炽灯映着他的脸，映着他嘴角眉眼的僵硬的弧度。这是个惨淡至极的笑，既不冷淡，也不嘲讽，只是悲伤。唐恒从未在他脸上见过这样的神情，仿佛下一刻就会哭出来。但他没有哭。屋外仍是瓢泼大雨，好像雨永远不会停了。人间浑浊如地狱，水汽透过缝隙和孔洞，一丝一丝渗进来。李月池看着唐恒，轻声说：“其实你不知道。”唐恒说：“不知道什么？”李月池摇摇头，没说话。他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等来这一天，但是没关系。他蹲了4年零7个月监狱，他谎称汪迪是他女朋友，他羞辱他，赶他走，他所做一切为的就是这辈子都不要等来这一天。你不知道我究竟有多爱你。跑！武汉的夏天很难熬，准确说来，这个春秋短暂、冬夏漫长的城市，每一个季节都很难熬。今天已是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第10天，然而这才7月中，不知道热到什么时候。长爱的冷气开了和没开一样，也亏老板说得出我这是红山区最上档次的酒吧。唱完最后一首，唐恒身上的 T 恤已经湿透了，一颗川久保玲的红心皱巴巴贴在胸口。下台时，安云又把他俩拽住，叮嘱道：“待会你俩给我悠着点啊。”蒋亚打鼓，累得气喘吁吁了，还要嘴贱2句，那我肯定没问题啊，我必让妹妹感觉春风拂面。如坐春风，
春风十里扬。哎，我错了，是学姐。安云收回脚，转而看着唐恒，你也和蔼点，知不知道？别拉着个脸像别人欠你钱似的。上台前，唐恒没吃晚饭，这会儿已经饿过劲儿了，整个人都很乏。他拖长了声音，懒懒的问：“你和他在一起了？”安云：“没啊。”蒋亚插嘴说：“哪来那么多蕾丝？”唐恒：“那你今天要表白？”安云：“不啊。”蒋亚笑嘻嘻的：“你别看咱安哥5大3粗，那也是心有猛虎。”细秀，你他妈的闭嘴！安云终于忍无可忍，抄起矿泉水瓶就往蒋亚脑袋上砸。蒋亚娴熟的抱头鼠窜，两人在狭小的休息室里你追我赶，拉拉扯扯，活像滚轮里两只打架的仓鼠。唐恒懒得搭理他们，独自坐在一边，把松散的马尾重新绑好。他从吉他包里掏出手机，开机，并没有未接来电，也没有短信。下午他和傅姐吵了一架，傅姐就是他亲妈傅丽玲，然后摔门走了，连晚饭都没吃。吵的还是那么些事，翻来覆去，车轱辘话。蒋亚和安云打够了，又一左一右坐到他身边。安云大喇喇的翘个二郎腿，问他：“阿姨过来了？”唐恒嗯了一声。蒋亚又吵架了。唐恒没作声，默认。哎，消消气嘛。蒋亚拍拍唐恒的肩膀，这么热的天儿，阿姨从上海飞过来也挺辛苦，是吧？他不是做学术的，哪分得清国内国外有什么区别？他肯定觉得你在国内好呀。安云也说，你想想，从他的角度来看，你留在国内读研，唐老师能照应你，他呢又会赚钱，你这日子不是爽死了？类似的话，唐恒已经从傅姐嘴里听过不下50遍，怎么又来了？唐恒烦躁的转移话题，几点了？你同学还没到？快了吧？我打个电话问。安云话没说完，手机就响起来，喂，小庆，好的哦，我们马上来。蒋亚蹙着眉头，皱着鼻子，冲唐恒做口型。他好娘。安云挂了电话。喜上眉梢，他们到门口了。走吧。蒋亚，他们还有别人啊？还有个男生，也是唐老师的学生，对门师大保过来的。安云一边把贝斯装进包里，一边说：“我忘记他叫啥了。”唐恒知道吗？师大数学系第1，跨专业过来的呢。唐恒正烦着，冷淡的说：“不知道，没听过。”行吧。安云耸肩，紧接着又叮嘱一遍：“待会你俩别乱说话。”蒋亚搂住唐恒的肩膀：“我们哥俩你还不相信？”三人各自收拾好东西，走向酒吧后门。乐队刚成立的时候，他们都是从正门进出，路过客人们的卡座时，经常能收获很多写了手机号码的小纸条。蒋亚和安云把纸条瓜分一空，彼此都美滋滋，虽然那些纸条有一大半是递给唐恒的。直到有一次，某个不认识女孩把他们堵在半路，泪眼汪汪的抱住唐恒的胳膊不撒手，嚎啕着：“你为什么不理我？你不是答应和我在一起了吗？可你要了我的电话。”唐恒才忍无可忍的宣布。以后演出结束，走后门离场。蒋亚啧啧感慨：亲本佳人，奈何眼瞎。我才是本乐队唯一一个异性恋啊。安云补充道：可惜是个傻逼。长爱位于81路上，后门连接着汉阳大学的学生公寓，也有很多破旧的居民楼。晚上9点过，路上行人还不少。三人出了后门，站在路灯下。还没到啊？蒋亚身材圆润，最怕热，找得着吗？这地方曲里拐弯的。安云捧着手机：快了快了，待会请你吃巧乐兹。滚，哄小孩呢？你吃不吃？我要可爱多。安云：哦。唐恒百无聊赖的抬头，看见无数细小的飞蛾扑向那辆黄色路灯。仔细听，有嗡的低鸣。
变现单上贴满了东湖村一室一厅出租和专业维修热水器的广告，一层附着一层，像陈年的纸浆糊在上面。不远处，某条水沟散发出隐隐的臭味。这就是武汉的夏天了，他已经在这里待了7年。从初3到大3，深觉厌倦了这个城市。为什么傅姐不同意他出国？他自己也不知道。哎，他们来了！安云兴奋的喊：“小庆！”唐恒望过去，只见黑乎乎的巷口走来2个人影，一高一低。近了，他看见那个女孩子的脸，长相不算很漂亮，但是眼睛大大圆圆，挺可爱。更显眼的是，她那2条垂在胸口的麻花辫，正随着她的动作微微晃荡。小庆，你们做完问卷了？安云迎上去，亲热的问：“吃晚饭没有？”对方细声细气的：“还差5份，明天再做吧。我们俩太累了，还没吃饭呢。”那正好，我们也没吃，走，今天我请客。为什么啊？今天我阴历生日。啊？怎么之前不告诉我？我没有准备礼物，你能来就是礼物了。安云笑嘻嘻道。蒋亚凑到唐恒耳边，用气音说：“这就是田小庆，长得也就那样吧。”唐恒没搭理他。蒋亚早就习惯了，自顾自絮叨着：“旁边那哥们还不错，不会是她男朋友吧？我看安哥没戏了。”安云还在和田小庆说话，蒋亚也继续说：“安哥这也太温柔了，能不能拿出铁 T 的风范？他这样，人家只会把他当姐妹。这夜晚本就热得难耐。”蒋亚呼出的热气屡屡拍在脸上，汗津津的，令唐恒感到一阵恶心。他拧起眉，扭头低声道：“你能不能闭嘴？”蒋亚，干嘛？咱俩孤家寡人，还不兴抱团取？唐恒忽然变了脸色，那是阿朱。蒋亚一愣，扭头向后看，巷子的另一端，几个人影速度很快的向他们走来，各自手里掂着棍子和酒瓶。这一带聚集了大量高校，上到知名985汉阳大学，下到某某职业技术学院，年轻人多，斗殴打架也多，因此这场景并不罕见。只是其中一个人影过于显眼，是个胖子，准确来说，大胖子足有2个蒋亚那么宽。这不就是阿朱乐队的主唱？叫什么来着？唐恒记不住了，只记得不久前这人曾放狠话说：“你们给我等着。”说完就消失了好一阵。这事儿在唐恒心里早就翻篇了。怎么他妈的5个？还找外援啊？蒋亚双脚微分，咬牙道：“来吧，爹的跆拳道不是白学的。”白学个屁！唐恒吼道。安云，跑！怪人蒋亚一脸震惊。唐恒，你怎么回事？这时安云也反应过来，用力一拽田小庆：“快跑！”人已经窜出5米远了，又吼道：“蒋亚，吉他！”众人分成3波，安云、田小庆和那高个男生跑在最前面，唐恒和蒋亚紧随其后，而阿朱乐队的人也跑起来，嘴里嚷嚷着都他妈站住。他们是有备而来，而唐恒还背着吉他跑了将近20米，就被赶上了。小庆，你们先报警！安云停下脚步，嘴里蹦出一句武汉话：“我打死这帮婊子养的！”田小庆显然吓傻了，站着没动。安云，这时他身边的男生推他一把，沉声道：“你快跑，别管我们。”另一边，唐恒和蒋亚已经被团团围住。小巷狭窄，他们一边是墙，一边是人，已然退无可退。为首的胖子扭扭手腕，笑着说：“你们不是牛逼的很吗？刚才你们说什么？吉他？”蒋亚满脸堆笑：“这样吧，兄弟，我请客，咱去喝一顿。你看，咱也不是黑社会，没必要搞这么紧张。”确实，胖子还是笑着，阴恻恻道：“不过喝酒就算了。那就你背那吉他，给我砸了。”他看着唐恒，
砸了，咱们就算两清。他这吉他不值钱。蒋亚冲安云扬扬下巴，老安那贝斯才贵呢。砸贝斯吧。吉他。下一秒，安云举起贝斯，狠狠砸向其中一个黄毛。与此同时，蒋亚也冲上前去，一脚踹在胖子的大腿上。胖子被他踹翻在地，依骨碌爬起来吼道：“打死他们！”众人开始混战。安云已经练了2年泰拳，虽然力气不如男人，但身手十分灵活。而蒋亚自幼练习跆拳道，打起来也不吃亏。唯独唐衡一躲再躲，硬生生挨下几拳，却并不与对方厮打。他要护着身后的吉他。安云和黄毛对打，蒋亚以1敌2，而那胖子和一个光头围住唐衡，逗猫似的你一拳我一脚，仿佛以折磨他为乐。胖子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要么这样，你给我跪下，这事就算了。”唐衡说：“我跪你妈了个 X！ 那你别怪我们了。”胖子和光头同时出手，唐衡堪堪躲开他的拳头，却被光头手里的木棍击中肩膀，当即一个踉跄，半条手臂都麻了。光头掂着木棍说：“你不砸我们帮你啊！”然后举起棍子直向唐衡后背的吉他砸去。唐衡连退几步，嗡的一声，吉他抵在墙上。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今晚吉他大概保不住了。就在这时，黑暗中忽然窜出一个人，挡在唐衡前面。他背对着唐衡，只看得出个子挺高。唐衡反应过来，他是和田小庆同来的男生。胖子举起酒瓶：“没你的事，滚开！”男生站着不动，也不说话。操！光头的木棍招呼上去，男生竟然一动不动，硬生生接下。那光头也愣了一刹，只一刹那就被男生抓住木棍。他狠狠一甩，一捅，光头松了手。跑啊！男生低吼。唐衡猛地回过神来，拔腿就跑。胖子还想追，又被男生拦住了。10分钟后，学校保卫处的保安们骑着电驴呼啸而至。5个人里跑了4个，剩下一个由于体重原因没能逃脱的胖子，被蒋亚狠狠压在地上。安云的脸肿了，蒋亚的膝盖手肘擦伤了。唐衡喘着粗气：“那个人呢？”安云：“哪个？和你同学一起来那个，刚才他，你们哪个学院的？”保安打量着3人：“报警吧，把辅导员叫来。”叫辅导员干嘛？安云嚎道：“我们是被打的呀！”保安看看地上的胖子：“你们被打？他们本来有5个。”蒋亚一脸冤枉：“跑了4个。不信你问他。主要是你们和校外人员发生冲突，我们管不了啊。”算了算了，安云摆摆手：“我们也不是汉大的。”保安莫名其妙：“不是汉大的找我们干嘛？你们离得近啊。”安云说：“我们仨是理工的。”那你们把他放了，可不能再打了。保安叹一口气：“旁边就是我们学校，你们好歹换个地儿啊。”没问题。蒋亚松开对胖子的钳制：“滚吧！”胖子一溜烟跑了。保安们也走了，剩下唐衡、蒋亚和安云3人看着彼此，一阵沉默。其实我感觉他们也没想真打。安云说：“反正黄毛那哥们下手挺轻的。”蒋亚点头：“我那2个也还行，就是便宜死胖子了。”那个人呢？唐衡沉着脸：“你们没看见他？哪顾得上啊？”蒋亚嚷道：“你能不能先关心一下你的安和你的亚？”他瘦了。身后传来一道男声：“我在这。”还是那种很平静的调子。唐衡转身看见几米外的拐角走出一个人，姿势有些别扭。唐衡跑过去，急切的问：“你怎么样？”“没事。”对方顿了顿：“得去趟诊所。”巷子里太黑，路灯又太远，唐衡根本看不清他的脸庞，但能嗅到谢的腥味。唐衡的声音有些颤抖：“
哪里受伤了？对方说后背。唐恒绕到他身后，举起手机，好在诺基亚劲摔，看向他的背。蓝色 T 恤被血浸透了，已经贴在他的背上，几缕鲜红的血迹向下蔓延，直到他牛仔裤的裤脚。唐恒蓦地反应过来，对方的姿势之所以别扭，是因为勾着腰。唐恒哑声说：“我叫救护车。”不用，对方却摁住他的手，前面有诊所。你都这样了，去什么诊所？不用你管。唐恒暗骂一声，只好说：“我背你过去。”我自己去。对方压低声音：“如果之后学校调查这件事，别说我在。”唐恒愣了一下，忽然想到刚才保安过来的时候，这人故意躲起来了。他躲什么？你们在校外聚众斗殴，对方又强调与我无关。唐恒被噎得说不出话。这时蒋亚安云凑过来，也吓了一跳，快去627啊！627医院就在落鱼路上，离此地很近。他却一言不发，径自向前走了。蒋亚问：“什么情况？”唐恒沉默2秒，把肩上的吉他赛给蒋亚：“先帮我拿着。”然后飞快追了上去。两人并肩而行，路过方才打架的地方，唐恒看见地上一片亮闪闪的东西，踢了踢，发现是玻璃渣子。再走几步，看见破碎的酒瓶瓶颈。他们用这个打你的？对方不说话，像是默认了。唐恒咬牙道：“是谁打的？那个胖子还是光头？”对方却仍旧不说话，哑巴似的。唐恒焦躁地说：“我在问你。”安静点。他总算开口了：“很疼。”唐恒沉默，跟着他在巷子里拐了又拐，终于看见一家诊所。他似乎对这一带十分熟悉。唐恒跟在他身后走进去。活了21年，第一次走进这种诊所。门口的塑料帘子是灰黄色的，也不知是脏成这颜色的，还是原本就如此。这个点儿，诊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太在输液，大夫坐在电视前，手里捧碗热干面，白大褂敞着怀，露出滚圆的啤酒肚。见二人进来，他懒洋洋道：“等一下哈，吃完这2口。”他出血很多。唐恒急道：“你给他看看。”哟，现在知道着急了。大夫瞥他一眼：“打架的时候干嘛去了？”没关系。身边的人说。听见他的声音，唐恒忽然想起他还没看过他的脸，于是扭头看过去，目光略略向上扬，视野里出现一张很狼狈的脸，汗水、血迹和灰尘在他颊上混成一片，已经干掉了，留下道道暗色发红的印子。他的皮肤是麦色的，看着看着，那些印子忽然变得异样，像某种古老图腾，散发出山林草木的凛然气息。他是书里走出来的吗？这样说好像太夸张了，但是是哪本呢？唐恒看得发愣，对方忽然侧过脸来，两人视线对上。他有一对漆黑的瞳仁，黑得干净。想起来了，列为斯特劳斯那本《忧郁的热带》。他不说话，目光却在问：“有事吗？”唐恒鬼使神差道：“田小庆是你女朋友吗？”不是。哦。他答得那么痛快，好像并不在意唐恒为何这样问。也对，他连自己的伤都不在意。怪人。这时大夫总算放下碗，走过来看了看他的后背，说：“你这个好麻烦的嘞，还是去医院吧，我这没有麻药。”不用。哎呀，会很痛的。就在你这里。他顿了顿，医院太贵。太贵？贵？唐恒一时反应不过来，能有多贵？他家有家庭医生，所以他没去医院看过病。大夫叹了口气：“那你忍着点啊。我家很脏，先前流出的血已经干了。”牢牢的把 T 恤粘在他的后背上。大夫又说一遍：“忍着点啊。”而他不作声，只是背对着唐恒坐在椅子上。大夫举起手术刀，
从 T 恤下摆捡起，直到把后背那片布料分离出来。你这头发染得不错呀。大夫忽然瞥唐恒一眼。在哪弄的？我也去试试。街道口的店，名字是，可它分明是个秃顶啊。是什么？秀起。唐恒话没说完，只见大夫猛地扬起手，一瞬间就先掉那块布料。他仍然没做声，但是身子颤了一下。他的后背露出来了，血淋淋的，从凸起的肩胛骨到紧绷的腰线，很多道细长伤口仍在渗血。大夫叹一口气，怎么给酒瓶子打成这样？麻烦喽。唐恒忙问，怎么麻烦了？先消毒，再给他把渣子弄出来，然后包扎，这还没完呢。你看吧，他今晚准得发烧。说着就用钳子夹起一团棉球。蘸了酒精，疼就说出来啊，我下手比较重。唐恒喊道，那你轻点啊。大夫翻个白眼，你当是绣花呀？轻了怎么消毒？浸透酒精的棉球被摁到伤口上，那一瞬间，唐恒看见他脑袋后仰，身体前倾，像是想躲避后背的疼痛。然而也只是一瞬间的事，他没再动了。尽管握拳握的手臂上青筋凸起，但他到底没再动了。很快，那团棉球变成淡淡的红色，大夫丢掉了，又换一团。当伤口被清理干净时，他脚边的垃圾桶里已经堆满红色棉球，而那些伤口也清晰的出现在唐恒面前。他的后背原本是很好看的麦色肌肤，肩膀宽平整，流畅的肌肉线条一路向下在腰部收紧。然而此刻，那些通红的伤口高高肿起来，仿佛是某种酷刑的痕迹。你也别干看着呀。大夫说，唐恒，你和他聊聊天，分散一下注意力吗？好。唐恒迟疑片刻，走到他面前，蹲下。很疼吗？你这不是废话。大夫从后面探出脑袋，肯定疼死了。可他为什么不说呢？又过几秒，这人总算开口了，语调很平静，没关系。不是还好，不是不疼，是没关系。也就是说，确实很疼吧？心仿佛被不轻不重的捏了一把，这感觉令唐恒陌生。想了想，唐恒伸出手，你攥着我吧，也许能帮他分担些痛感。然而他没动，只是垂眼看着。目光这东西分明没有温度，也没有触感，但唐恒觉得自己的手有点热。片刻后，唐恒忽然意识到自己是以怎样一个姿势面对他，蹲着，仰着脸，伸出手，简直像在祈求，凡人在神像前的虔诚祈求。唐恒豁然起身，退了一步，尴尬道，渴不渴？我去买瓶水。不用。那你饿了吗？唐恒摸出手机，我叫个外卖吧，包扎完就能吃了。我不饿。那你要什么？唐恒突然烦躁起来。你要什么？我给你弄来。他的语气已经十分不快了，然而对方还是那么轻描淡写的，我没事。你回去吧。你这样叫没事？你，哎呀！大夫打断二人，都听我的。两人对视一眼，不说话了。你，伤员，今晚肯定要发烧，得有人看着。转而看向唐恒，你多给他弄点有营养的东西，别天天吃什么汉堡薯条的。藕汤排骨有没有？有。对嘛，多吃蛋白质。再搞点补血的。20分钟后，大夫系好最后一条绷带，说伤口不要沾水，回家就开空调，天气太热更容易发炎的。他稳稳的站起来，谢谢您。多少钱？收你70吧，好在没缝针呢。对了，明天来换药。唐恒凑到大夫面前，我来付。手插进裤兜，愣住，猛地想起钱包放在吉他包里，吉他包塞给蒋亚了。大夫，没零钱啊？100的也行。找得开。
我来吧。他递去一大卷纸币，1块的、5块的、10块的。大夫数了片刻才说：“正好哈，明天换药15块。”两人走出诊所时，他身上还穿着那件只剩前半部分的蓝色 T 恤，后背满是白花花的绷带，显得狼狈又滑稽。这时唐恒才注意到他的 T 恤的胸口处印着亲吻考研4个小字。唐恒说：“明天我把钱给你。”他嗯了一声，倒没拒绝，只是说不着急。唐恒，再见。什么？挺晚了。他说：“你回去吧。”唐恒终于忍无可忍，低骂一声，语速很快的说：“你以为我想跟着你？我他妈不是怕你半夜发烧烧傻了。数学系第一就这么烧傻了，你不觉得怪可惜的？”话音刚落，大夫掀开门帘，把垃圾放在门口，顺便应和道：“那确实可惜。”唐恒怒气冲冲的盯着他，不知道这人脑子里在想什么。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既然他是因为他才受伤，那么他照顾一下他不是理所应当的？人家也许等着女朋友关心呢。大夫又探出脑袋，一副过来人的语气：“那你就别当电灯泡了。”唐恒，是这样吗？两人站在小巷里僵持着，夏夜的热气无孔不入。只半分钟，唐恒的额头就湿了，他不知道他的伤口会不会出汗，那该多疼。半晌，他率先转过身去，声音变得有些无奈：“我家很脏。”唐恒镇定地说：“走吧。”他跟着他复又穿梭在巷子里，这一带挤满了破旧低矮的平房，渐往小巷深处走，连路灯都没有了。唐恒用手机屏幕的光照路，避开许多污水沟和堆放在路边的废品。他原本有些疑惑，什么叫我家很脏？乱倒是可以想象，脏是怎么个脏法？这会儿多少反应过来，可能是房子本身很脏，这种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拆迁的平房，确实是又脏又破的。带路的人终于停下，他面前是一幢2层小楼。唐恒皱了皱鼻子，楼道门口便是垃圾堆，连垃圾箱都没有，就这样露天堆着。苍蝇飞舞的声音清晰可闻，墙沿破了个洞，几块碎掉的红砖散落在附近。他绕到侧面，踩着梯子爬上2楼，噔噔噔的，那铁梯也不甚结实的样子，每踏一步，唐恒都怀疑梯子要垮下去了。好在梯子没垮，他掏出钥匙开门，那木门旧的斑驳，竟然没有发出滋啦的声音。不用换鞋，他说，随便坐吧。房间小的站在门口就能看见他的床，一张窄窄的铁丝床。进屋，看见床的旁边叠放了2个整理箱，整理箱上又垫一张塑料板，板子上有本翻开的书。床的另一侧，地上是电磁炉和一只椅子。唐恒站着没坐，试探道：“这是你租的房子？”他拧动墙上的开关，还没开学，宿舍不能住。头顶传来金属的呜的声音，唐恒抬头，蓦地发现竟然是吊扇。那吊扇迟缓的转起来，扇出的风是热的。别怕，他说，不会掉下来。唐恒不知该说什么，我叫外卖。你不是没带钱吗？你垫一下，明天我给你。唐恒说完，他又不作声了。怎么了？难道还怕他欠钱不还？我这里，他脸上没什么表情，没那么多现金。唐恒难以置信地说，200块就够。本来有100，刚才花了70。唐恒忽然明白了，他为什么不让自己跟来。跟来了有什么用？点外卖没钱，照顾他好像也没必要，甚至连回家就开空调也做不到。这破屋子里根本他妈的没有空调。帮我个忙。他忽然说，拽一下我的衣服，我举不起手。哦，好。唐恒有些茫然的走到他面前，攥住他 T 恤的下摆，慢慢将那 T 恤拽下来了。他的锁骨汗津津的，不算特别明显的腹肌一半露出来，一半被牛仔裤遮住。
唐恒移开目光，装作观察铁丝床的构造，等他穿衣服。然而他好像没这打算，问唐恒：“我做点吃的，你吃吗？”唐恒下意识想拒绝，话到嘴边又咽回去：“谢谢你啊，我来帮忙吧。”“那你拿那个锅去厕所接水，然后放炉子上烧，会吧？”知识起人倒很痛快。会。其实唐恒第一次做这种事，他平时很少在家吃，而且家里有保姆做饭，用不着他自己动手。卫生间弥漫着一股霉味，唐恒接了水放到电磁炉上。他又说：“打开上面那个整理箱，里面有吃的。”哦。唐恒先把塑料板端下来，然后掀开整理箱的盖子，里面确实有吃的。一包老坛酸菜牛肉面，一包香辣牛肉面，一颗鸡蛋。唐恒沉默2秒，就这些？我这没冰箱，只能存方便面。那这鸡蛋没坏吧？应该没有。唐恒坐在电磁炉旁边的椅子上，左手捏着2包方便面，右手捧着一颗鸡蛋，小心翼翼的，生怕失手捏碎了。而他坐在床边打着赤膊，神情平静的近乎淡漠。水还没开，眼下实在无事可做。各自安静了一会儿，唐恒没话找话的问：“这房子1个月多少钱？”200。那还挺便宜。他嗯一声，没接话。又是这样。唐恒很难描述这种感觉，但他知道这人是抵触他的。虽然他还是跟他来了他家，他们一起坐在这闷热的房间里等水烧开，待会儿还要一起吃泡面，但他是抵触他的，他能感觉到。为什么？因为他害他受伤了？倒也的确是这样。唐恒低声说：“今天谢谢你了。”不客气。我说真的，如果你不在，我那吉他肯定被砸了。下次小心。你不问为什么吗？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要护着吉他？很贵吧？不贵。哦，这是我爸留给我的，不知为何，唐恒觉得自己一定要告诉他。我爸去世11年了。对方默然，片刻后难得主动的问了个问题：那些人为什么要打你们？我们抢了他们的场子，就是今天那个酒吧。长爱抢场子？之前他们乐队在那儿驻唱，现在换成我们了，所以就要打架。其实已经打过一次了，唐恒有点莫名的心虚。我把那个胖子打骨折了。水开了。唐恒扭头看见锅里的水已经沸腾起来，热气又被吊扇吹着，在屋子里散开。他撕开2包方便面，把面饼放进去，扭头问：酱料包也一起放吗？那不是篡位了？放吧。对方说。唐恒又把鸡蛋壳抠开，蛋清蛋黄流进锅里。好在他见过家里的保姆打蛋，知道应该从中间抠开蛋壳。面饼将散未散，唐恒抄起筷子挑了挑。你干什么？把面挑开。唐恒说：这样受热均匀。他走过来瞥了一眼锅，又坐回去。鸡蛋散了。唐恒啊，你再挑挑吧。他说：直接煮成鸡蛋汤。几分钟后，2人各自手捧一碗老坛酸菜香辣牛肉味鸡蛋汤泡面，呼啦呼啦的吃着。这房间既不通风又没空调，加上面汤热气腾腾，唐恒出了满头大汗，身上白 T 也湿透了。但是折腾了这么一晚上，他竟然也顾不上这些，只觉得碗里的方便面前所未有的美味，简直邪门。吃完面，喝完汤，唐恒呆呆的看着那缺口的碗。他从来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坐在这样一个房间里，和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的人一起吃泡面。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唐恒说：我叫唐恒，唐朝的唐，草字头下面一个平衡的衡。李月池。哪个 U 气？月亮的月，飞驰的驰。李月池。
原来他叫李月池。唐恒暗想，是个好听的名字，很配眼前这个人。李月池起身站在窗前，这房间的窗户也很窄小，木框的，玻璃上结着陈年的垢。那是长爱吧？他忽然问。唐恒走过去，将脑袋探出窗子。这一带巨是平房，视野倒很好，一眼望去，模糊的黑暗中亮着星星点点灯光，像一片宁静的海上有一些闪烁渔火。在右前方的某处，隐约可见一点粉红色，那确实是长爱的招牌的一角。蒋亚经常吐槽老板的审美，说那粉红色招牌格外有少儿不宜的风味。是长爱，唐恒说，你这里竟然能看见，还能听见。有一天晚上，他们在外面唱歌。唐恒扭头看他，什么时候？半个月之前吧。那天我也在。是吗？李月池笑了。一缕温热的夜风把他的碎发拂向额后，他的脸距离唐恒很近。这是他们认识以来，他脸上第一次出现可以称之为温柔的表情。那天我去做家教，回来的时候很累，很累，我就站在这里。忽然听见有人唱歌，他轻轻哼了两句，夏夜里的晚风，吹拂着你在我怀中，然后又笑了一下，不好意思似的。唐恒的脸一下子烧起来，整个人愣在原地。你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吗？李月池问。夏夜晚风。那天是你唱的吗？唐恒偏过脸去，飞快地说，不是。总是在夜里下雨，唐恒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谎，只觉得这未必太巧了。那天下午，学校的保研夏令营结束，他又被安教授拉着聊了20多分钟。等他和蒋亚、安云匆匆吃过饭赶到长爱时，其他乐队已经唱起来了。他们去的晚，只能等排在前面的乐队都唱完了再唱。就那么站着，被蚊子咬了满腿的包，所以他对那天晚上的印象格外深刻。他们唱了一首《夏夜晚风》，李月池哦了一声，不大在意的样子。那首歌挺好听，是唱的好听还是歌的调子好听？唐恒无法细问，只好说那首歌是伍佰的。李月池点点头，转身拾起整理箱上的2只空碗，进了卫生间。唐恒跟过去，见他蹲在水龙头前洗碗，那水龙头只到他的腰，下面的水槽也小得可怜。也许是因为背上的伤口，他虽然蹲着，但脊背笔挺，以至于洗碗的姿势都无端带了些郑重。唐恒站在卫生间门口看他，走神了片刻，还是没法想象他究竟有多缺钱。你回去吧。李月池洗完碗又洗锅，背对着唐恒。你看见了，我这里没有你睡的地方。确实没有，而且唐恒也完全不想睡这儿。那你晚上发烧怎么办？我有退烧药。如果烧得严重呢？不会的。他顿了顿，你如果不放心，可以把号码给我。烧起来了，我打你电话。那你也把你号码的给我。好啊。唐恒想了想，又说，明天我给你点外卖，你家这里的地址怎么写？用不着。大夫说了你要，我白天不在家，得上班。你这样上什么班？辅导班讲课，不去不行。那你什么时候下班？不一定。不一定。下班了还得发广告。你说个你在家的时间。唐恒咬牙道，我来还钱。这次总不会再拒绝了吧？他这么缺钱，总不会大手一挥说不用你还钱吧？你不用特地来。他仍然背对着唐恒，声音平静又冷淡。把钱给安云，上课的时候他转交我就行了。刚才肯定是热得快中暑了，才会生出这人还不错的想法。他是不是有毛病？既然这么不想搭理他，为什么还要在他被围堵的时候凑过来？再说他有什么值得他唯恐避之不及的？这人确实是有毛病吧？唐恒从嗓子眼里挤出个行，然后一把拧开门，头也不回的走了。
刚下楼梯，垃圾堆的酸臭味就扑面而来，熏得唐恒想吐。他快步穿梭在巷子里，快得连那湿热的空气都被带起些风。身上的 T 恤湿了又干，唐恒觉得自己身上尽是奇怪的味道，有泡面的辣味儿，有垃圾堆的臭味儿，甚至还有诊所里的消毒水味儿。这些味道混在一起，令他芒刺在背。一直走到长爱门口，唐恒才放慢脚步，长长呼出一口气。远方的夜空中传来隐约雷鸣。手机响起来，是安云。唐恒忽然想到他没有给李月池留号码，当然他也没有李月池的号码。喂，你在哪？长爱门口，我和老蒋在一起，你等着，我们来接你。安云说完就挂了，听得出不太愉快。唐恒便站在长爱门前等，时不时瞟一眼那粉色的亮闪闪的招牌。他想，李月池不会真的发烧烧出了好歹吧？但他既然有退烧药，应该也不会烧得太高，从李月池家能看见长爱的招牌。那么歌声呢？能听得多清楚？唐恒有些心烦意乱，但又觉得自己没必要为一个怪人费心，他已经做得仁至义尽。对方不接受，他也没办法。很快，一辆出租车停在巷口，蒋亚的声音随之传来。唐恒在心里回一句傻逼，走过去，上了车。人齐了，师傅，去啄刀泉夜市。蒋亚说完，看看唐恒，你今晚也不回去了？唐恒朝副驾看一眼，安云不声不响，这是正在气头上。不回了吧？唐恒说。OK， 蒋亚欢呼，去我那儿斗地主。我新买的扑克。蒋亚是内蒙人，家里生意做得很大。他到武汉读大学，他爸直接给他买了套房子，位置就在啄刀泉地铁站附近。平时闲着无聊的时候，他们三个就聚在蒋亚家里看电影，偶尔斗地主。出租车到达夜市，这会儿正是热闹的时候，本就不宽敞的路上坐满了人，到处是炒洋芋和小龙虾的味道。三人在常吃的烧烤摊坐下，灯一照，唐恒才发现安云的左边颧骨上涂了紫药水，有点肿。你们去医院了？唐恒问。嗨，就这点小伤，去医院不够麻烦的。蒋亚冲唐恒使个眼色。我们去安哥家了。安云挎着脸说，你的吉他先放我家了。唐恒，又吵架了。蒋亚叹气，阿姨看我俩受了伤，这不是担心吗？他那是担心。安云一拍桌子，蒋亚你摸着良心说他那是担心，他就是看不起咱俩呢。他更年期吗？更年期都是这样的。蒋亚安慰道，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行了。天天和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哪有一点学生的样子？说出去谁相信你是大学教授的女儿？我他妈真是服了。安云骂道，我是干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儿啊？我是杀人了还是贩毒了？大学教授的女儿，他以为我想当啊？算了算了，安哥，算了，阿姨就是说话难听嘛。你看他还给咱俩涂子药水，还拿那个谁李什么来着，拿那个人给我做榜样呢。蒋亚你听见了吧？安云气的武汉腔都出来了，说他还没开学就去给老师干活了，勤快，会来事。我他妈就一天天的瞎混，他怎么想的呀？拿我和他比，我就不懂了，我又没穷成他那样。是，确实没必要，大家情况不一样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谁？唐恒忽然开口，李月池。安云没好气的了一声，他勤快会来事。唐恒心想，勤快倒是勤快，但是会来事可真看不出来，明明长了张离我远点的脸。你没听唐老师讲啊？安云说，人家积极着呢，这研究生还没开学，他就在跟着唐老师做项目了。什么项目？一个什么武汉贫困人口分布的调查，他和田小青在做。
我没去掺和。蒋亚插嘴道：“你怎么不去啊？今年唐老师不就收了你们3个学生吗？”我不想去。安云又拍桌子：“还没开学呢，我去什么去？再说我不也是想多分点时间给乐队？”唐恒又问：“他很缺钱？”“缺啊，家是农村的。听说他当年的高考分数，汉大的专业随便挑。那为什么师大有免费师范生？”安云从兜里摸出一支烟，点燃了，免学费，每个月还给600块钱补助。蒋亚啧舌，就为了这点钱？汉大和师大的分数线可差着20-30分呢。可能确实缺钱吧。安云耸耸肩，我听说他是大3的时候违约的，违约要补学费和生活费啊。这么一想，他得打多少工？不过违约之后他就能读研了，好像原本能保到汉大数学系，结果他运气不好，那边的名额都被内定完了，所以就流落到你们社会学了。唐老师对他可满意了，还跟我和小青夸过他呢，人家数学系出身，会处理数据，哪像我们连 SPSS 都弄不清楚。这根本可以啊。蒋亚若有所思，人也不错，今晚得亏有他。对了，安云看向唐恒，他伤得严重吗？唐恒第一反应是严重，话到嘴边，想起李月池那张淡漠的脸，又改成还行吧，也不知道改给谁听。安云骂道：“阿朱那帮傻逼，别让我再碰着！”可不，多好的事儿都被那几个傻逼搅黄了。蒋亚嘿嘿一笑，不过正好，你可以借机安抚一下妹妹啊。吓着了吧？安云抬脚踹过去，蒋亚连忙改口：“是学姐。”学姐，我已经和她发短信说了。安云的表情总算柔和几分。后天晚上我请客，把李月池叫上。啊！安云和蒋亚同时看过来，谢谢他今天帮忙。得了吧，他不会来的。为什么？你没听他说吗？叫咱们别把他帮忙的事儿说出去。安云掸掸烟灰，语气有点酸。校外斗殴，学校知道了给处分的，人家还要拿奖学金呢，可不想掺和咱们这些事儿。哦，原来如此。唐恒沉默片刻，研究生的奖学金有多少钱？安云：8000，好像是8000吧。8000块，也就是付姐给他买一双鞋的价格。这个价格的鞋，在他家鞋柜里最少有10双。又想起李月池的泡面、铁丝床、没有空调的房间，8000块钱对他来说是一笔巨款吧。紫光一闪，紧接着雷声在不远处响起，要下雨了。武汉这个城市总是在夜里下雨，绵绵细雨没完没了。唐恒不喜欢下雨，但是莫名其妙的，他突然觉得下雨也不错。那些没有空调的房间，或许能因为下雨而凉爽几分。唐恒，儿子！蒋亚喊道：“是你手机在响吗？”唐恒猛地回过神来，掏出手机，看见屏幕上付姐2个字。他皱了皱眉，按下接听键：“妈，怎么了？不承认，你在哪？”傅丽玲怒气冲冲的：“这都几点了，还不回家？你没回上海，就等着我回去了，没人管你，是吧？”傅丽玲拔高声音：“安云他妈妈都和我说了，你们3个又打架了，你受伤没有？”唐恒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没有，我没事。你现在给我回来，我今晚住蒋亚那儿。我叫你回来，让我看看你被打成什么样了。”我真的。唐恒皱起眉：“真的没事。”唐恒，我现在管不了你了，是吧？那你觉得你能管好你自己吗？傅丽玲的语速越来越快，唐恒听了几句，就直接把手机甩到桌子上。他面如寒霜的盯着手机，傅丽玲的声音从里面飞快的传出来：“你要出国，你觉得国外的学术环境好？行啊，
那你倒是拿出点钻研学术的样子啊！你看看，你整天都在干些什么？在你大伯眼皮子底下，还能惹出这么多麻烦，你自己去国外还不得疯了？唐恒垂着眼，低声说：“我在听。”你已经20多岁了，唐恒。他叹一口气，换上副语重心长的调子，你不是15、16岁的小孩子，打架就打架了。你已经成年了，懂吗？你说，万一你被别人打出个好歹，或者你把别人打出个好歹，你怎么办？还有我怎么办？我辛苦赚钱就是为了你，只有你活得健康开心，我做这些才有意义啊，唐恒。你妈。唐恒深吸一口气，我知道还这么气我，叫你来上海你又不来，我好不容易腾出时间回来了，就是回来受你的气。妈，你的愿望就是我健康开心？当然了，妈妈也不要求你有什么大出息，你这辈子只要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比什么都强。你承认那件事，我才开心。什么？唐恒沉默，旁边的安云和蒋亚却是满脸惊恐，一个摇头一个摆手，同时坐着。别呀，这嘴型。唐恒说：“我是同性恋。”电话那头一下没了声音，蒋亚和安云也被定住似的不动了。唐恒继续说：“我不喜欢女孩，以后也不会和女孩结婚。”妈，你明白吗？电话那头仍然没声音。唐恒抱着手臂，平静的等。半晌，傅丽玲勉强的笑了：“你还小，现在说什么结婚不结婚呀？宝宝，你们玩乐队的孩子是不是流行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像你们这样，我们那会儿啊，流行自由恋爱，最烦家里给介绍对象。但是你看，我和你爸还是家里介绍的，宝宝。再过几年你懂事了，想法会变的。这和年龄没关系。我说过，妈，我上初中的时候就知道我不喜欢女孩了。之前是，现在是，以后也。胡说！傅丽玲打断唐恒，根本就没有同性恋。你们这些孩子从外国电影里学了几个新鲜词，就在这儿胡说。其实已经料到会是这个结果，他根本不该抱有希望，毕竟也不是第一次了。唐恒冷笑2声，那就当没有吧。我今晚不回家，妈，拜拜。唐恒，你给我回来。唐恒直接挂了电话，手机关机。蒋亚和安云目瞪口呆，唐恒也不说话，脸色很难看。周围人声鼎沸，唯独他们这桌静得像灵堂现场。好一会儿，蒋亚才抬手抹了把汗，拍拍胸脯：“妈呀，还好我是直的。”安云瞪他一眼，会不会说话？蒋亚连忙改口：“还好我没这样的妈。”安云，算了，你还是闭嘴吧。哎，不是，这也太那个了吧？蒋亚凑近唐恒，满脸迷惑：“阿姨，这算什么意思啊？逃避心理？这是逃得了的吗？我以为他得天崩地裂和你断绝母子关系。”唐恒说：“他觉得只要他不承认，就是不存在。”啊，这阿姨这招够狠啊！安云吸一口烟，悠悠道：“比直接反对还狠，装不知道，不承认，不回应，你根本没法和他谈。”蒋亚仍然很迷惑，啥意思？笨死算了。安云说：“你想想，你反对一个东西，前提是你承认这个东西的存在，否则你反对的是什么呢？”哦，是哦，所以阿姨根本不承认同性恋的存在，就更别提接受不接受了。蒋亚忽然捧起唐恒的手，动情道：“儿，你好惨！”滚！唐恒甩开他的手，吃你的烤韭菜。蒋亚抓起几串烤韭菜，分给安云一半。来吧，安哥。一起壮阳，嚼了几口，又说：“那他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同性恋怎么就不存在了？明天唐恒带个男朋友回家，
安云翻个白眼，带谁？带你。干嘛了？蒋亚翘起小指，尖声道：人家喜欢女孩子哦。但如果是恒哥哥的话，那还不如带我呢。安云撸一把头发，红山铁剃，这两个活宝。唐恒无奈的笑骂：滚吧你们！三人吃完烧烤，冒着淅沥的小雨来到蒋亚家。一进门，安云直冲2楼客房冲澡，蒋亚和唐恒赤着脚坐在地上。蒋亚从冰箱里拎出2瓶啤酒，两人一边喝酒一边懒洋洋的聊天。你是什么时候出柜的？蒋亚问。高3。这么早？你是什么时候带女孩开房的？蒋亚打个嗝，不作声了。消停了几分钟，他又问：你当时咋跟你妈说的呀？他怀疑我和一个女孩早恋，我说我没有，顺便就出柜了。蒋亚感慨：你挺野呀。唐恒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他在心里预设了许多种可能。傅丽玲会哭吗？会抄起扫帚打他吗？会崩溃的大喊大叫吗？甚至会指责他对不起去世的父亲吗？结果竟然都没有。傅丽玲只是摇了摇头，漫不经心地说：宝宝，你还小，以后不要乱讲这种话。也许他对他的期许真的只是安安稳稳过一生，同性恋和出国都不在安稳的范围内。没一会儿，安云冲完澡，换了宽松的 T 恤和短裤，啪嗒啪嗒踩着拖鞋出来了。然后唐恒去冲澡，他们经常在蒋亚家留宿，所以衣柜里一直备着几套他们的衣服。待唐恒穿着和安云差不多的 T 恤短裤走出浴室，蒋亚也冲了澡，换上一套新衣服。关键是太新了，那是一身孔雀蓝修身西装，胸口一枚范克雅宝玛瑙白胸针，脚下踩一双看不出牌子的皮鞋，纯白色，骚得一言难尽。你干嘛？安云愣愣的，今晚还约了人啊？那我俩回避一下。想哪去了？蒋亚抖抖肩膀，凑到唐恒面前。我这身怎么样？我刚才洗澡的时候心里斗争了一下，我觉得吧，就咱这关系，我应该帮你一把。安云，你俩啥关系？亲如父子啊。蒋亚一闪身，轻松躲开唐恒踹过来的脚。不就装一下男朋友吗？我来。有那么一瞬间，唐恒很想杀人灭口。安云绷着笑，佯作认真的说：我觉得没必要哈。怎么没必要？唐恒把我带到阿姨面前，然后我俩，你俩什么？蒋亚抿了抿嘴，像是鼓起很大勇气似的。他可以亲一下我的脸，就脸啊。嘴不行。安云盯着他，2秒后说：我要吐了。唐恒则默默抓起桌上的鼓槌：蒋亚，你过来。蒋亚后退几步：你不要恩将仇报啊，唐恒。三人插科打诨的玩了会儿斗地主，又听完2张 CD。此时蒋亚已经打起鼾了。他家是复式楼，客厅大的出奇，回字形摆了3张长沙发。蒋亚睡在中间的沙发上，唐恒和安云一左一右。隔着乱七八糟的茶几，安云小声问：那你还出国吗？不知道。想起这事，唐恒就心烦。能去就去吧。去美国啊？安云不说话了。唐恒本以为他会追问一句：你走了乐队怎么办？怎么办呢？也许换一个主唱，也许解散。他们这乐队纯粹是玩票性质，谁都没打算以此为职业。他和安云以后大概是会一直做学术的，而蒋亚也随口提过自己要继承家业。其实蒋亚说的也有道理。安云又说：你如果找个男朋友，阿姨就不得不承认这事了吧？大街上随便找一个吗？哎，多去 gay 吧坐坐呀。没空。你这人就是活该。安云叹了口气，追你的你看不上，叫你主动去找你又不肯。唐恒不作声，算是默认了他的话。
他虽然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性向，却一直没有谈恋爱，也没什么恋爱的冲动。不多久，安云也睡着了，呼吸变得又轻又长。窗外雨声连绵，房间里因为开了空调的缘故，反而格外凉爽。满是寂静，唐恒又想起李月池的脸。片刻后，他抹黑起身，借着外面模糊的灯光找到手机，开机，有4个傅丽玲的未接来电，1个大伯的未接来电，此外就什么都没有了。唐恒忽然想起，他根本没把自己的号码留给李月池。紧接着又想起另一件事，大脑诡异的把2件事联系到了一起。李月池这个人很缺钱，但他不缺啊。野马第2天上午，唐恒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他睡意正酣，闭着眼摸起手机，喂，唐恒，你是不是报了 GRE？ 傅丽玲的声音有些浑浊，大概又喝酒了。你查我银行卡。你的？我不赚钱，你哪来的银行卡？傅丽玲说着，竟然有些哽咽。你不要妈妈了是吗？唐恒，妈妈只有你了，现在你也不要我了。又是这套。唐恒瞬间烦躁起来，我出国读几年书，又不是移民。我不同意。傅丽玲吼道，要么你就别花我的钱。好，如果我不花你的钱，你就，宝宝，妈妈求你了。他的声音忽然低下去，乞求似的，只要你留在国内，你做什么妈妈都支持。我是同性恋，你也支持。那头沉默几秒，宝宝，那些都是假的。唐恒直接挂了电话。此时已经将近11点，蒋亚和安云睡得很熟，这2个人是不到中午不起床的。唐恒独自爬起来洗漱一番，从洗衣机里拿出已经烘干了的衣裤。他穿戴整齐，走到沙发边踢踢蒋亚，别睡了，借我点钱。书房抽屉。蒋亚含糊道，卡。要现金。我兜里。唐恒捡起他丢在角落的牛仔裤，不够。你他妈怎么这么多事儿啊？蒋亚欲哭无泪的坐起来，卧室衣柜最下面的抽屉里，拿着我的钱。滚！区区5000万就想羞辱我们的爱情吗？安云也醒了，眼睛还没睁开，嘴皮子倒是利索的不行。唐恒，你去哪？顺便带点饭回来，我想吃鸭掌包。蒋亚雀跃道，我也想吃。接着睡吧。唐恒拿了钱，面无表情的说，梦里什么都有。又是一个大晴天，双脚踏在地面上，能隐隐感觉到蒸腾的热气。这哪里像昨晚才下过雨的样子？唐恒被傅丽玲的电话搅得心烦意乱，加上天气热，实在没有胃口。他在地铁站里坐了一会儿，又接了大伯的电话，叫他少和他妈吵架，以及明天去项目组报道。唐恒漫不经心的应了，挂掉电话时恰好一列地铁进站，他随着人流走进去。2号线永远人满为患，好在虎泉道街道口只有2站。唐恒在创意城买了一瓶香薰，然后打车去东湖村。他要去找李月池，但是想到李月池家楼下的垃圾堆，就顺手买的香薰，希望有点用。路过诊所，唐恒走进去问大夫，他今天来换药了吗？来了呀，大夫又在吃热干面，一大早就来了，看着还蛮精神的。好，谢谢。那小子昨晚发烧了没？没有。身体不错嘛。唐恒心想，应该没发烧吧。如果发了烧，今早怎么神采奕奕的去换药呢？怎么去辅导班上课呢？怎么去发传单呢？那家伙就是想发烧也不敢吧。唐恒在巷子里百无聊赖的溜达着，正午的阳光堪称毒辣。他有些渴，便在一家早餐店买了米酒。像北京有酸梅汤，广州有奶茶，武汉的早餐店有的是米酒。冰镇过的米酒酸中带着清甜，凉丝丝的，配热干面最好不过。只是唐恒仍旧没胃口。他明知道这会儿李月池是不会在家的，也许他来找他，
只是想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哪怕只是漫无目的的等待，也能令他暂时不去想那些烦心的事。一路晃到李月池家楼下，垃圾堆还在那里，雨水泡过，太阳一晒，臭味更加浓烈了。唐恒皱着眉爬楼梯，昨夜没看清楚的，此时也都看得分明。那铁梯子的绿漆已经斑驳了，几根栏杆生了锈，泛出片片棕黄的铁渣。一直爬到他家门口，看见一把雨伞挂在最顶端的栏杆上，是那种老式的长筒雨伞，伞柄上印了4个小字：亲吻考研。和那 T 恤是一套的。这辅导班倒出了不少周边。等等，雨伞在这。唐恒愣了2秒，抬手敲门，没人应。可能是早晨出门没带伞吧。又敲2下，还是没人应。算了，那家伙也不像怕淋雨的人。唐恒转身欲走，刚迈出一步，听见身后隐约的脚步声，拖长了的很慢的脚步声。门开了，李月池站在唐恒面前。他赤着上身，虽然穿了牛仔裤，但明显是匆忙套上的，拉链上面的扣子没有扣，裤腰略略敞开，露出昨晚唐恒没看到的那一部分腹肌。唐恒只觉得太阳穴一跳，忍不住说：“你能不能把裤子穿好？”李月池扣上扣子，语速很慢：“有事吗？我来还钱。”“麻烦了。”人却站着没动，并没有邀请唐恒进屋的意思。唐恒从兜里摸出几张100元纸币，递过去。李月池低头瞟了一眼，没接，太多了。你拿着吧。唐恒说。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是多少钱，懒得数。李月池不作声，伸手抽出2张。唐恒无奈，问他：“你的伤怎么样？”“没事。”“昨晚发烧了吗？”“没。”“那就好。”李月池看着唐恒，竟然很慢很慢的笑了一下，那笑容像正午的日影，透着几分恍惚的意味。唐恒愣住，下一秒就见对方直直向自己倒过来。他的额头很烫，浑身都烫，躺在床上时却小声说：“我有点冷。”唐恒急声问他：“退烧药放在哪？”“吃完了。”“你他妈的！”唐恒说：“等着，别走，我去给你买药。我想喝水。”“水在哪？”唐恒四处寻找，只在床脚旁发现一只复光塑料水杯，空的。唐恒又骂一句：“我他妈的服了！”李月池黑漆漆的眼睛盯着他，目光笔直，像某种动物的目光。唐恒迟一刹那，说：“米酒喝不喝？”他说：“呵。”唐恒环住他的肩膀，帮他把上半身撑起来，另一只手把米酒送到他嘴边。他悄无声息的衔住唐恒衔过的吸管，随即开始大口吞咽，速度快到胸腔剧烈的起伏着，似乎房间里除了他吞咽的声音，就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唐恒越发觉得他像某种动物，目光像，喝米酒时也像。他直接把一大杯米酒喝完了。唐恒忍不住问：“你多久没喝水了？”李月池又躺下，翻个身背对着唐恒。他身上缠满乱七八糟的绷带，伤口仍然肿着。唐恒问他话，他不应，竟是直接睡过去了。也许是烧得难受，他的呼吸很快，2片肩胛骨随着呼吸轻轻颤动。原来是马。唐恒想起来了，不是马场里那些高大壮实养来供人驾驭的马，是山间的野马，脊背如刀，瘦骨嶙峋，只要不死，就在尘埃中奔跑，哪怕死了，也是一具坚硬的骨架。当然，他没有诅咒李月池的意思。唐恒从李月池桌上拿了钥匙，去诊所为他买药，退烧药、退烧贴、消炎药，能买的都买了。又去旁边的小卖部买了10来瓶矿泉水。最热的中午，T 恤很快被汗水浸透。回到他家，拍拍他的手臂，起来吃药。
此时的李月池倒是很配合，乖乖吃了药，喝了水，然后直勾勾盯着唐恒，仿佛反应不过来发生了什么。唐恒试着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吧？希望别把脑子烧坏了。”我知道。李月池却对他笑了一下，口齿异常清晰地说：“你是唱《夏夜晚风》的那个人。”草包唐恒险些从椅子上蹦起来，定了定神，才问：“你怎么知道是我？”李月池坦诚地说：“听啊。”语气还有些不耐烦，仿佛唐恒问了个很蠢的问题。“你记得我唱歌的声音？”“当然记得。”李月池说完就闭上双眼，再度沉沉睡去了。他还发着烧，唐恒只好憋下一肚子疑问，俯身在他额头上贴一张退热贴。也许是为了隔绝楼下垃圾堆的臭味，窗户紧紧关着，房间里闷热无风，而那吊扇不急不缓的打转也没什么效果。太热了，热的脸颊耳朵都在发烫。唐恒坐着愣了片刻，然后撕开一片退热贴，贴在自己的额头上。他忍不住回忆起那天晚上的细节，他唱歌的声音很大吗？应该不是。音箱的音量由老板提前调好，因为这一带住户很多，老板不敢扰民，所以总是把音量调得很低。可李月池家和长爱隔着那么远的距离，也就是说，这人不仅清楚地听到了他的歌声，还清楚地记了下来。半个多月后再和他说话的声音对应上。狗耳朵吗？这是？唐恒想着，便看向李月池的耳朵，他的耳廓薄薄的，因为高烧的原因，边缘有些发红。唐恒想，此人大概真的听觉超群。紧接着又有点不爽，既然他知道那首歌是他唱的，为什么还明知故问？有理由怀疑这种数学学得好的人大脑发育不太平衡。唐恒垮着脸为他换了一张退热贴，心说干脆就这么烧着好了。虽然这人即便发着烧，也还是那副离我远点的欠揍德行，但是起码比较诚实。诚实是一种美德。那么他到底要不要诚实的告诉李月池，他想花钱雇他做一件事？也不算什么麻烦事，无非是假扮他的男朋友，和他拍几张照，然后送给傅丽玲看。假扮当然不用真的接吻。找他的主要原因是面对蒋亚实在下不去嘴，但也不用真的接吻。T 恤粘在后背，发丝粘在颈间，直到被手机铃声吵醒，唐恒才发现自己趴在李月池的床边睡着了。唐恒眯着眼走进卫生间，接起电话：“大伯，下午有空不？”唐教授笑呵呵地说：“明天我要去荆州开会，你待会就过来吧。”过来干什么？你这小子，不是说好了跟我做项目啊？我让研究生带你，你先来见见他们。过2天吧，今天我没空。毕竟屋里还躺着一个烧得七荤八素的，你就来见一面，打个招呼嘛。今天真的没空。算了，就你最忙。唐教授顿了一下，又叮嘱道：“别和你妈吵架了呀，这么大人了，乖点。”唐恒说：“知道了。”唐恒甩甩发麻的手臂，洗了把凉水脸。他刚走出卫生间，就猛地对上2道目光。李月池坐在床上，正朝他这边看。醒了呀？唐恒有些莫名的尴尬，感觉怎么样？李月池冲他点头，好多了。那就好，今天麻烦你了。没事，本来也是因为我。李月池笑了一下，很礼貌的那种笑。唐恒知道这又是逐客令了。果然，他从床上爬起来，抓起床角的 T 恤套在身上。唐恒皱起眉，问他：“你还要去打工？”“不是打工，同学叫我去学校。”“你这样哪都不能去。”“不去不行。”“为什么？”“有个草包要跟我们做项目。”李月池把手机揣进兜，轻描淡写道：“得去见见他。”唐恒：“什么草包？”“导师的亲戚，开组会从没来过，可能他也不想来。”
这样最好。你知道你刚被草包救了狗命吗？更重要的是，你他妈说谁是草包？从大一到大三，唐衡的学分季排名从没掉出过年级前5名，科研立项也申过，省级课题也做过，顺风顺水到现在，最差也能保研到本校本专业。你说谁是草包？李月池飞快收拾好自己，衣服穿得整齐，碎发抿得服帖，哪还有半分高烧方退的样子？他拎起塑料板上的纸袋，递向唐衡：“是你的吧？”唐衡咬牙切齿道：“是草包的。”李月池皱了皱眉，目光有些不解，又隐隐带了点不耐烦。唐衡瞥他一眼，冷声说：“我走了，你随便吧。”然后把兜里的钱扔在他的桌子上，几张粉色钞票凌乱散开，甚至有一张飘到了地上。唐衡侧身避开李月池，快步出门，一直走，烈日下也顾不上热，直到进了汉阳大学，才稍微冷静几分。唐衡拨通安云的电话：“你在哪？”“还在蒋亚这儿啊。”安云莫名其妙：“我惹你了？”火气这么大？你没给田小庆他们说过我的事吧？你啥事？我和唐老师的关系。那还用得着我说啊？早晚的事。安云大喇喇的。不过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吧？毕竟本科不是咱学校的。不知道。不过马上就知道了。你又听见什么了？安云早已习惯了，一副不疼不痒的语气。是不是又说咱两家利益交换？我读你大伯的研究生，你读我爸的研究生，嗨，说也说不出新花样。唐衡一字一句道：“我不读安老师的研究生。”强烈支持，省得我妈天天夸你损我。我的意思是，我不会在国内读研。唐衡烦躁道：“绝对不。”安云不说话了，片刻后才问：“定了？你怎么突然就定了？”语气小心翼翼的。唐衡虽然早就开始准备出国，托福考了，材料写了，但这事儿一直拖着没定。原因当然就是他妈傅丽玲坚决不同意，怕儿子在国外吃苦受罪。之前说起出国的事情，唐衡的态度一直是再说吧，眼下却忽然就决定了不在国内读研。没什么，唐衡淡淡的说，在武汉待腻了。哦，是有点腻，你不是还能保外校吗？国内的学校都差不多。那阿姨那边见面再说吧。唐衡打断他，别忘了晚上有演出。空气潮的像一颗一颗水滴悬浮在空中，加上汉阳大学向来以植被覆盖率高闻名，走在小径上，鼻息间满是湿润的青苔的味道，这味道有点像草腥味，又多几分干净的霉味。唐衡实在太熟悉了，印象里每个在武汉度过的夏天都被这种味道填满，但是他确实待够了。准确来说，武汉并不是他的家。傅丽玲是苏州人，他爸是石家庄人，就是那个盛产摇滚乐队的地方。但他既不熟悉苏州，也不熟悉石家庄。他爸去世前在北京的高校工作，他便在北京度过了人生的前11年。后来他爸出差时遇到车祸，走了。那时傅丽玲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便带着他离开了北京这个伤心的。那几年他们频繁的搬家，郑州、深圳、上海、无锡，最后还是大伯说孩子要念高中了，来我这儿吧，我管他。于是高一那年，唐衡来到武汉，一待就是6年。6年了，他厌倦了那些老师看他时的慈祥怜爱的目光。潜台词那么明显，这个孩子是很可怜的，从小没了父亲，妈妈又不在身边。因为他可怜，因为他是唐教授的侄子，所以他应该受照顾，所以他取得的成绩都是受照顾的成绩，可笑不可笑？当然，他听过太多类似的流言，早已无所谓了。只是不知为什么，当李月池说出草包2个字的时候，仿佛一盆开水泼到脸上。唐衡想，也许因为那是李月池，一个农村走出来的，
摸爬滚打坚持到今天的人。似乎这种人的不屑总比其他人的更有冲击力一些。唐恒来到社会学院，电梯上4楼，他轻车熟路的推门进去。大伯还在写。唐恒走到书桌前，看见唐教授手持毛笔，桌上一张雪白宣纸，已经写了一半。哎，你这话怎么说的？唐教授瞪他一眼，我昨晚做的赋，你看看怎么样？我打算把这个裱好了送老安，人家要吗？不要也得要。唐教授有点气急败坏，我昨天刚听他说的，他家新房子快装修好了。唐恒一阵无语。他大伯虽然做社会学研究，却对这些舞文弄墨的事格外感兴趣，且自我感觉十分良好，谁劝都没用。你不是说下午有事吗？唐教授抿一口茶水，正好帮我看看，这句话用懒还是忘？我琢磨半天了，都差不多。唐恒说，你把你学生叫来吧。你说你不来，我刚让田小庆回去了。那李月池呢？哟，唐教授笑了，你也听说那孩子了？是啊，唐恒面无表情，数学系第一嘛。那孩子做事很靠谱，你跟着他多学学怎么处理数据。唐恒冷着脸没说话。唐教授美滋滋的写他的书法，唐恒则坐在他的椅子上，随手从书架上抽了本书翻看。没过多久，办公室的门被敲响，唐教授一边写字一边说，进来。李月池走进办公室的一瞬间，表情就凝固了。月池来了呀。唐教授放下笔，我介绍一下，这是唐恒，咱们学院的大4本科生。唐恒，这是我今年新招的硕士，你的师兄。唐恒坐着没动，皮笑肉不笑的应了句，你好啊。李月池顿了几秒，垂下眼低声说，你好。比他们都好听行了。唐恒，你带你师兄去教研室。唐教授说着冲李月池笑了一下，今天太热了，你们拿点喝的过去。李月池仍旧垂着眼，神情似有些不知所措。唐恒则还是那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他拉开唐教授办公桌的抽屉，抓了教研室的钥匙，又从办公室的小冰箱里捞出2瓶可乐，然后他一言不发的往外走，李月池默默跟上。进了教研室，唐恒把可乐放在桌上，自己坐进唯一的皮质沙发，长腿一伸说，你去开空调。李月池走到前门的空调前，按了2次开关，空调没有反应。他绕到空调后面，蹲下，把插头拔出来，又插回去，但那空调还是没有反应。最后他垂下手臂，站在空调前面，有点笨拙的打量控制面板，像是没办法了。唐恒心想，这个人是在拖延时间吧？就这么不想和他说话？你看不出来吗？那个是坏的。去开后面的24度。李月池一言不发，起身去开了空调。然后他在会议桌的一侧坐下，教研室里只有他们2人，中间隔了4把椅子，显得疏远又空旷。唐恒换了个更随意的坐姿，这沙发他都坐了4年了，高中的时候他和安云经常在这间教研室做作业，2人坐着都不说话。半晌，李月池总算抬起眼，脸上没有表情，师弟。他的声音也很平静，对不起。为什么他连道歉都这么欠揍？没什么对不起的，唐恒轻快地说，你说的对，我就是来混个名额，算是窃取你们劳动成果。坐享其成。李月池沉默2秒，好。好个屁啊好。唐恒拧开可乐，另一瓶丢给他，冷声说，那你开始讲吧。李月池从局文库里取出一个文件夹，看着很厚实。他打开文件夹，竟然真的开始讲了。我们的调查范围是红山区和青山区，采取走访和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走访为主，问卷为辅。他的声音不急不缓，像在背书。唐恒抱着手臂，2条长腿交叠，整个人陷在沙发里。
面前的桌子上空无一物。这样子乃是他向李月池请教项目的情况，倒像是李月池在给他汇报工作。唐恒懒洋洋的眯起眼，忽然觉得有些热。停！唐恒说，把空调调低1度。李月池干脆的起身，脸上丝毫没有被打断的不满。很快他回到座位上，继续像机器人似的讲解。唐恒觉得挺有意思，原来李月池也有这么忍气吞声的一面。不过想想也正常，他只是个在武汉无依无靠的学生，好不容易努力保研到汉大，结果还没开学，先把导师的侄子得罪了。他会不会已经觉得自己完了？唐恒又想，不至于吧。唐恒没再打断他，但也没听。其实这些东西根本不用李月池讲，他看看项目计划书自然就明白。况且类似的项目他在大2时就做过了。只不过这一次李月池总算避不开他了，更不能像昨晚那样客客气气的赶他走。手机震了2下，唐恒迅速挂断。几分钟后，蒋亚发来短信，你干嘛呢？咱不是下午排练吗？唐恒，我要晚到一会儿。蒋亚，出啥事了？唐恒，见面再说。蒋亚，操你别吓我啊！到底啥事？用我过来帮忙不？唐恒直接把手机静音，倒扣在桌子上。他们在汉阳音乐学院附近租了一间排练室，平时排练时总是唐恒或安云先到，蒋亚最后。这家伙每次都有理由，不是堵车就是和女朋友吵架，而唐恒向来准点。不过今天唐恒觉得晚一点也没关系，他想多在这里耗费一些时间。师弟，这是调查问卷。李月池走到唐恒面前，递来张薄薄的纸，你可以看一下。这就讲完了。唐恒接过那张纸，低声说，别叫我师弟。为什么？因为我不是你师门的，我不是唐老师的学生。唐恒顿了顿，咱俩不熟吧？李月池不作声，脸上也还是没有表情，好像无论唐恒说什么他都不会反驳，就这样默认了。至于吗？就这么怕他？就这么怕他报复他？唐恒忽然觉得索然无味，他和李月池较识妖劲。李月池哪一点是他比不过的吗？没有吧。唐恒低头扫一眼问卷，说，你们现在正在做红山区的？快做完了。贫困人口调查。唐恒笑了一下，那你也要填这份问卷吗？教研室寂静的像旷野，什么声音都消失了。1秒，2秒，3秒，默念到第4秒时，他听见李月池平静的声音，不，我没有武汉户口。唐恒把问卷折了几折，塞进裤兜。就到这吧，他说，我还有事，先走了。他迅速把手机揣进兜，大步朝门口走去。说不出为什么，突然就后悔了。也许刚才那个问题确实问得过分。尽管李月池没有如他预料那样发火，但他还是后悔了。他决定不招惹李月池了。他说他草包，他说他贫困人口，算是扯平了吧。以后不招惹李月池了。唐恒脚步一顿，他没回头。还有事吗？李月池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刚才我不知道是你。哦，可这有什么区别？你不是草包，对不起。算了，唐恒说，我确实考不了数学系第一。身后的人却不说话了。吃，是拧开可乐瓶盖的声音。唐恒回头，看见无数细小的气泡涌向瓶口，他好像可以听见那些气泡哔哔包包的爆裂声。李月池握着那瓶可乐，认真的说，考第一、第二、第三，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我运气好一点。这人还谦虚起来了。唐恒认真的想了一下，觉得如果自己在数学系，大概是考不了第3名的。但是你，可乐瓶子的表面湿漉漉的，把李月池的手心也沾湿了。唐恒问，我什么？李月池轻声说，你唱歌
比他们都好听。你冷静点，这天晚上是长爱的摇滚专场，6支乐队站在一起，发色能凑出一道彩虹。相比之下，唐恒、蒋亚他们已经很像正常人了。他们排在第4位，上场时正是气氛最热烈的时候。台下密密麻麻挤满了人，一个个跟着节奏摇头晃脑。安云用发胶把一头短发抓得又黑又亮，蒋亚则戴了对骚气的金属耳钉，一边奋力打鼓，一边冲台下的女孩们抛媚眼。他们的第一首歌是改编过的 All the Young Dudes 古典秘籍，声嘶力竭，也还带着华丽摇滚的那股颓靡劲儿。这是美国70年代同志运动的国歌。唐恒唱的整件 T 恤都湿透了，嘴唇泛着近乎干涸的红。在一波接一波的安可声中，他们下了台，每个人都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今晚得劲儿啊！蒋亚气喘吁吁的，唐恒就他妈反常。安云点点头，又摆摆手，仰头灌下一整瓶矿泉水，才说绝对有事儿。蒋亚凑到唐恒身边，今儿下午你去哪了？唐恒捞起 T 恤下摆擦汗，没理他。你别装啊！安云也说，唱的跟他妈上了发条似的。不知道的以为你被哈佛录取了呢。哎，不会是阿姨同意你出国了？唐恒瞥他们一眼，心知今天不给个答案，这两人绝对没完。想了想，唐恒说，我做了个决定。是决定出国吗？下午说了。安云小声嘀咕。你妈那边过得去？不是这件事。那是什么？我们把专辑做出来吧。蒋亚怔了几秒，然后一把搂住唐恒。好啊。安云却没笑，眉头蹙起来，真要做呀？他们早就有过做专辑的想法，毕竟作为一个玩票性质的乐队，若能做出一张专辑，应当就是对乐队最好的留念了。然而专辑这东西并不是有钱就能做好的，虽然安云擅长编曲，而他们又不缺钱，足以租到全武汉最好的录音棚。但是做专辑做什么呢？他们的乐队名叫胡士托，也就是1969年那场40万人参加的音乐节。除此之外，胡氏乐队成立在东湖边，是士为知己者死。托是蒋亚起的，原本是托，他嫌这字太正经，表现不出他浪荡滥情的气质。安云说，这乐队有蒋亚，算是脏了。总之，他们成立乐队的时候没想太多，起名的时候也没想太多。一致通过的发展理念是一丝一丝得了，反正开心最重要。那应该做什么专辑呢？摇滚精神讲的是叛逆和反抗。安云说，要么咱先携手支持同性恋的。嘿嘿，也算切身体会吧。蒋亚反驳道，你们切身个屁，对象都没有。蒋亚说，还是携手关于留守儿童的，我小时候就是留守儿童啊，一年到头见不着爹妈。安云冷笑，对，坐在400平的别墅里，身边围着5个保姆的留守儿童。他们就这样提过几次做专辑的事，都以插科打诨和拳脚相加结束了。你真的想做呀？安云疑惑道，怎么突然想起来了？唐恒把汗湿的马尾绕了几圈，胡乱团成个丸子头。因为我唱歌好听。蒋亚一拍大腿，有道理。唐恒，你快想想，咱第一首歌是什么主题的？唐恒沉默片刻，认真的说，你就不要写歌词了吧。干嘛？什么意思？蒋亚瞪眼，其实2本学生呗。我不是针对你们学校。唐恒顿了一下，我就是针对你。蒋亚，能不能聊了？安云在旁边笑得飞出眼泪，好不容易收住了，把蒋亚拽到自己身旁。你就别在这添乱了，听我的。我怎么就添乱了？听我说。安云挤眉弄眼，绝对有情况。蒋亚，什么情况？扭头看向唐恒，你要带我们冲击娱乐圈了？安云啧了一声，语气十分恨铁不成钢。唐恒没理他们的话，
只是背起吉他包，说：“走吧。”讲呀，走什么呀？待会老板请吃小龙虾。那你们吃。明天我还有事。唐恒看一眼手机，今晚得早睡。明天，唐恒要和李月池他们去做走访调查。其实一开始他根本没想参加大伯的项目，当然也没打算坐享别人的劳动成果。反正大伯对他一向宽容，他搪塞，这事也就算了。但是不得不承认，李月池那句你唱歌比别人都好听精准的讨好了他，精准到令他脑子一热，整个晚上都醺醺然的，唱歌也唱得格外卖力。夏天的晚风拂在唐恒湿润的脸上，他掏出手机给李月池发了条短信：明天在哪集合？李月池没回，他也不着急，从酒吧慢慢溜达到汉阳大学南门，买一杯甜滋滋的米酒。这个时间的街道口到处是情侣，你侬我侬。唐恒就坐在学校门口的石墩子上啜饮米酒，漫不经心的打量来往行人。当然也有人打量他。夜色明明暗暗，这样一个介于成年和青年之间的男孩，肩上背着吉他，丸子头松散成一个低低的马尾落在颈间，这样一个男孩总会令很多人挪不开目光。然而唐恒并不理会这些目光，他很慢的啜饮米酒，像是为了多吹一会儿暖洋洋的风，或是闻一闻旁边正大鸡排的炸鸡的香气，其他什么都不为。直到手机屏幕亮起来，李月池的短信：早上8点半，社会学院门口。唐恒回：知道了，又在心里默默接了下半句：明天见。然后他起身把空掉的塑料杯丢进垃圾桶，他要回家睡觉了。他家就住在汉阳大学里的某一栋有些老旧的教师公寓，是他大一那年付丽玲买下的。唐恒一边走一边看手机地图，发现如果他和李月池约在东湖边见面，距离反倒比在社会学院见面更近一些。他们学校就在东湖边上，有一道门叫凌波门，出了凌波门，眼前便是东湖的碧波万顷。不过大清早的，两个人去湖边做什么？这个提议还是不提为好，否则更显得他像个游手好闲、坐享其成的草包。奇怪，现在想起这个词，他竟然一点愤怒都没有了。走到家楼下，手机响了，是安云。唐恒接起来，问他：你们吃完了？本以为他们一群人会闹到凌晨2、3点。没呢，我出来买水喝。哦，唐恒，你等一下，安云那边闹哄哄的。片刻后，安静了。我要和你说一件事。什么事？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如果不是我想多了，那什么，你冷静点啊。唐恒愣了一下，你说吧。就是那个李月池。安云小声说，他好像有女朋友啊。我等你安云的语气有些迟疑。你别看他那么穷，我听小庆说，他本科的时候就挺招女孩子喜欢的。唐恒说，关我什么事？你真的假的啊？安云叹了口气，当我看不出来。这2天你他妈跟丢了魂似的。而且呢，小庆还告诉我，他对他女朋友很好的。你看他那么穷，天天玩了命赚钱，据说钱都给他女朋友了。田小庆的眼睛安在他身上，24小时看着。唐恒轻审，再说他爱给谁给谁，和我没关系。安云静了几秒，说，反正我提醒你了，悠着点啊。行了，唐恒应道，去吃你的小龙虾吧。挂掉电话时，恰巧路过汉大的田径场。正值暑假，田径场上只有寥寥几人悠闲的散着步。树影黑漆漆的，唐恒就坐在一棵树下，看着来往的人。他想，李月池大概没有这样的时间和心情用来散步或者发呆。那么此刻他在做什么呢？这么晚了，想必不会在外面打工，也许正和女朋友依偎在一起。好吧，他承认李月池是挺招人喜欢的，不说性格如何，单凭那张脸就够了。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什么。
唐恒起身，慢悠悠的回了家。夜半时分，武汉又开始下雨。这场雨落得安静极了，仿佛观音拈花的手轻轻拂过。唐恒醒了一次，窗外天还黑着，凌晨3点21分。他复又睡去，再醒来时已经天光大亮，阳光从落地窗无遮无拦的落进来，明亮的刺眼。唐恒愣怔2秒，然后迅速抓起手机，此时已经9点33分，也就是说他睡过了约定的时间。然而手机上只有一条未读短信，早晨6点过蒋亚发来的，问他今晚去不去40将他那边新开的一家 Live House。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手机功能正常，没有进水，没有欠费。说明他迟到了，但是李月池没找他。唐恒点进时钟，发现8点的闹铃确实响了，却没把他闹醒，简直他妈的邪门。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睡得这么沉，就像身体自动避开李月池一样。唐恒飞速洗漱穿衣，抓着钱包手机冲出家门。楼下停着他的变速自行车，唐恒长腿一迈跨上去，一手掌握车把，一手拨了安云的电话。是个长长的下坡，自行车的速度越来越快，唐恒仍旧单手握把。总算安云接起了电话。你把田小庆的号码发过来。唐恒说。干嘛？我找他们有事。他们？安云顿了一下，好在没有追问。等着啊，我发你。20分钟后，自行车停在汉大南门。唐恒举着手机说，抱歉，我起晚了。没事的师弟，田小庆的声音温温柔柔，没有丝毫不快。你如果有事就先去忙吧，我们俩也 OK 的。我没事，你们在哪？我们在南湖这边。田小庆笑了一下，哎，让月池和你说吧。唐恒不应，那头已经换了人。你来农大北门吧。李月池的声音淡淡的。20分钟之后，我们在这等你。唐恒说，知道了。李月池反问，真的知道了？真的。对方就直接挂了电话。唐恒听着忙音，好一会儿才想起来，昨晚李月池说8点半集合，他回的也是一句知道了。27分钟后，出租车停在农大北门。武汉的路上交通向来以烂闻名，哪怕上午10点也堵得水泄不通。唐恒在出租车上催了2句，又被脾气火爆的武汉司机呛回去，搞要厮杀，赶时间就早点起杀。唐恒下车，远远看见李月池和田小庆站在阴凉处。田小庆手里拎着遮阳伞，李月池背只黑色双肩包，手上又提一只白色的。唐恒双手插兜走过去，不好意思，我睡过头了。没事没事。田小庆关切的问，是不是太累了？不是，就是睡过了。哎，田小庆轻声笑了笑。李月池则一言不发的站在旁边，脸上也没有表情，好像唐恒只是个无关的人。田小庆说，师弟，那咱们继续出发喽。唐恒说，好。田小庆转身向李月池伸出手，我自己背吧。李月池摇头，我拿着就行。田小庆又笑了笑，一双眼睛弯起来，有点无奈的样子。那好吧。李月池走在前面，田小庆和唐恒并排。走了几步，唐恒问，早上你们等了很久吗？还好啦，田小庆说，也就1刻钟，不算很久。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啊？我们没你手机号啊。唐恒停下脚步，唤道，李月池。李月池的语气还是那么淡淡的，我怕打扰你睡觉。你怕打扰我睡觉？毕竟我不知道你来不来。不来和你约什么时间？但是你看，李月池竟然笑了一下。早上你确实没来。唐恒整个人像被刺破的气球，瞬间蔫了。李月池继续说，其实你不来也没问题，我和小庆2个人足够了。反正最后都会写你的名字的，
你可以去忙你自己的事情。他的表情竟然很认真，仿佛是真心诚意说出这番话的。田小庆冲他使了个颜色，他回以一个安抚的笑，似乎在说没事的，别怕。有那么一瞬间，唐恒竟然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他干嘛这么巴巴的凑上来？这天气又闷又热又晒，他何不在空调屋里坐着弹弹吉他看看书，哪怕背背单词也好。反正无论他来不来，最后都会带上他的名字。唐恒说，那我回去了。田小庆忙道，哎，师弟，我们还是真是脑子被门挤了才跑来自讨没趣。唐恒不理会田小庆，双手插兜，大步向前。他只想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找一个有空调的房间。太热了。身后没有脚步声，唐恒渐渐放慢步伐，一边走路一边思索接下来去哪。也许应该回家叫王医生来简单处理一下，然后可以去图书馆。有2本书快到期了，直到急促的脚步声袭来，肩膀被人摁了一下，又很快放开手。李月池的呼吸有些快，他看着唐恒，面露无奈，这就走了呀？唐恒不看他，也不作声。我等了你半个小时，李月池低声说，热死了。不是1刻钟吗？我提前1刻钟到的。刚刚是我态度不好。算了。唐恒侧过脸去。唐恒以为这事算是翻篇了，然而李月池却忽然凑近，抓住他的右手手腕。唐恒皱眉，怎么了？李月池攥着他的手腕，把他的右手从裤兜里拔出来。在他右手的掌心有一片长长短短的伤痕，通红的擦伤，已经不流血了。李月池低头看了几秒，说，怎么弄的？骑车摔了。单手握把确实是危险驾驶。下次别着急了。李月池低叹一口气，没办法了似的。我等你，行吗？大武汉一连几天，唐恒跟着李月池和田小庆走访。3伏天的武汉又热又闷，随便在太阳下面走几步，T 恤就湿得凝出水来。再加上他们去的地方大都是城中村，或是摇摇欲坠的老旧居民楼，到处破破烂烂的，空气里都是灰尘的味道。又热又累也就算了，关键是上门走访时频频吃闭门羹。武汉人都是暴脾气，经常没说几句就吼起来，隔着一道门叫他们滚滚滚。好不容易爬上7楼，这情形别提多令人挫败。好在也不是唐恒去沟通，原因很简单，他和田小庆都不会武汉话。唐恒虽然在武汉待了6年，但身处学校，大家都讲普通话。况且大伯一家也没有武汉人。田小庆是湖南人，在武汉读了4年本科，也没学会什么武汉话。所以最神奇的还是李月池，他一个贵州人，竟然都能把武汉话听得8九不离10。唐恒问他在哪学的，他说打工时学的。唐恒又问他后背上的伤口怎么样了，他说好的差不多了。似乎也的确如此，几天来李月池永远是到的最早，出力最多的那个。甚至每次走访结束后，他还能背着背包去辅导班讲课，这他妈是什么身体素质，什么精神状态？唐恒简直叹为观止，也明白大伯为什么叫他跟李月池多学学了。田小庆感慨地说，月池太厉害了。唐恒看着李月池背包远去的背影，问他这么急着赚钱要干什么？田小庆，读书要花钱的呀，现在有助学贷款，还有奖学金，不至于吧？那我也不清楚了，不过他好像交了女朋友。田小庆眨眨眼，我不确定哦。明天是周末，总算可以休息2天。晚上安云请客吃饭，当然主要是为了田小庆，醉翁之意不在酒。唐恒和蒋亚就是凑数的，他们在小明大排档吃蟹脚、热干面、红焖小龙虾，还有软糯的嘴巴一抿肉就掉下来的鸡爪。晚上的大排档总是人满为患，嘈杂而热闹。
安云和田小庆聊天，蒋亚便百无聊赖的打量起唐恒：“你最近真跟他们干活呢？”唐恒说：“不然呢？”“行啊。”蒋亚压低声音：“都指望你了。”唐恒：“什么？他俩呀？”蒋亚飞快瞥一眼田小庆，贼眉鼠眼的：“咋样？你觉得有戏吗？”唐恒同样小声的说：“不知道。”“他有对象吗？”“好像没有。”“那就是有戏。”眼前一下子浮现李月池帮田小庆拎着背包的画面，还有田小庆唤他月池时的语调。虽然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他和安云还睡过一张床呢，但的确有些不一样。说不好。蒋亚吃饱喝足，坐不住了，跑去搭讪邻桌的女孩。另一边，安云舌灿莲花，邀请田小庆去看他们的演出。唐恒对着一盘七零八落的炒花甲，忽然之间心情就不大好，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又在想李月池，倒不是想念的想，只是单纯想起了这个人。一些无聊的念头，譬如现在已经晚上8点过了，日理万机的李老师下班了没？譬如他后背上的伤究竟好的怎么样了？会不会白天精神抖擞，晚上高烧不退？再譬如李月池这种人会找个什么样的女朋友？想象不出来。什么奇女子能受得了他那张写满离我远点别碍事的脸啊？但他若想对一个人好，也可以很温柔。唐恒想。4人吃完饭到江汉路的 Lake House 看演出。武汉又飘起夜雨，从出租车的玻璃望出去，能看见地面上一块一块五彩斑斓的积水。江汉路一带算是武汉很繁华的地方，但是下起雨来，路面还是坑坑洼洼的。武汉这地方不愧为学生口中的全国最大县城，所有人来了都想离开它，唐恒也不例外。晚上的演出乐队是 SMZB 生命之饼，一支老牌朋克乐队。舞台上挂了鲜红大横幅，摇滚娱乐了你和我，中国娱乐着 Rock You Roll。 演出尚未开始，一众乐迷已经摇头晃脑的嗨起来，虽然开着空调，还是能嗅到沸腾的汗味。田小庆第一次来 Live House， 面露新奇的看着眼前一切，对安云说：“你们平时演出也这样吗？人群太吵闹，非得大声喊出来才可以。”“我们没这么多粉丝。”安云笑道。“但也这么热闹吗？”“还行吧。”“也看唱什么歌。”“你们有自己的歌吗？”“还没呢。”安云扭头看看唐恒和蒋亚，再写了。乐队登场时，蒋亚已经牵着个马尾辫女孩的手一起摇摆了。那女孩令唐恒感觉有点眼熟，一时间又想不出在哪见过。不过这年头，摇滚乐已经成了小众爱好，热衷看演出的总共就那么些人，觉得眼熟也不奇怪。音乐声响彻耳畔，贝斯、鼓点、吉他，还有一段清扬的风笛。白色镁光灯随着节奏一闪一闪，这是今晚的第一首歌。大武汉，我出生在这里，这个最热的城市，800多万人民生活在这里。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在这里孙中山的名字永远记在我心里。他会得到自由，他会变得美丽，这里不会永远像一个监狱，打破黑暗就不会再有哭泣，一颗种子已经埋在心里。他会得到自由，他会变得美丽，这里不会永远像一个监狱。乐迷们的声音如流水般汇集在一起，似长江雄浑的涛声。唐恒也跟着他们唱，这种感觉有点像酒酣耳热。除了听歌和唱歌，就什么都不想，明明出了很多汗，身体却像要飘飞起来。晚上10点过，演出结束，雨已经停了，路面上仍有积水。他们一行人从4个变成5个，蒋亚已经搂住那马尾姑娘了。唐恒的嗓子有点哑，整个人也倦了，酣畅淋漓之后只想睡觉。他们在路边打车，安云和田小庆先上了一辆的士，去师大南门，田小庆租的房子在那里。蒋亚搂着姑娘冲唐恒挑眉：“那什么，咱也不顺路吧？”“我回家。”唐恒说。“
我们去酒店。蒋亚贼兮兮的笑着，露露，你想去哪家？随便选啊。名叫露露的姑娘仰起脸，和蒋亚来了个当街长吻，画面十分少儿不宜。虽然已经10点过了，但江汉路这边向来热闹，加上不远处就是中心医院，人流量也很大。唐恒默默后退几步，掏出手机胡乱摁着，装作和他们不认识，眼睁睁看着屏幕上的时间从22点24分变成22点29分。唐恒终于忍无可忍的抬头，好了没？他只想提醒蒋亚明天中午排练，别睡过头。蒋亚仍和姑娘黏在一处，没回答。唐恒却猛地睁圆眼睛，他的目光越过蒋亚，直达不远处的丁字路口。那是个很小的路口，没有红绿灯，连路灯都暗暗的。几个男人推搡着一个人，只把那人推到墙角，围住他。然后他们很快打起来，尽管隔着一段距离，但唐恒似乎能听见那个被打的人的闷哼声。哎呦，蒋亚也看见了，搂搂姑娘的肩膀，咱去前面打车吧。姑娘小鸟依人的缩在他怀里。好，唐恒，别看了。蒋亚说，走到前面报个警吧。不，那个人，唐恒一边说一边跑起来。倦意陡然散去了，那个人是李月池。女朋友距离他们还有不到10米的时候，唐恒堪堪停下脚步。他确定那就是李月池，却忽然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冲上去。也直到此刻他才明白，原来那天他们被阿朱的人堵在巷子里的时候，李月池根本没使出10成的力气，大概连一半都不到。他从未见过李月池如此狠厉，4个男人围着他，却只能勉强和他打个平手，他们根本压制不住他。那完全是种不要命的打法。只见李月池一把勒住某个瘦高个的脖子，把他整个人狠狠一抡，咚，是身体砸在地面上的声音。又有2个人同时扑上去，一个去扭李月池的胳膊，一个扬起拳头直冲他面门，却见李月池身子一歪避开了，而那个扭他胳膊的人反被他扼住喉咙。当然还是有数不清的拳脚落在他身上，他像块和地面浇筑成一体的钢板，即便有踉跄，却从未跌倒。直到某个男人从背后扑向他，又一声闷响，他跪在了地上，双手被人反剪住。个婊子养的，你在打呀？打呀！瘦高个踹他一脚，老子今天弄不死你！瘦高个从腰包里掏出个东西，夜色中银光一闪。就是这时，唐恒冲上去，学李月池用胳膊勒住某人的脖子，拖着对方飞快后退。没了身后的钳制，李月池猛地窜起来，一把夺了瘦高个的匕首。蒋亚大喊，就是在边。对对对，你们警车往前开。马上就看见了。此时也有3、2个路人停下脚步围观，举着手机，不知是在录像还是在报警。唐恒挨下2拳，听那瘦高个用武汉话骂了一句，4个男人随即后撤，很快就跑远了，看不见踪影。哎，好啦好啦，谢谢大家帮忙啊！蒋亚冲路人们打哈哈。谢谢谢谢。李月池坐在地上不动。唐恒走过去，看见他满脸是血。别怕，李月池低声说，是鼻血。蒋亚也凑过来，哎，我打120吧。不用。李月池垂着脑袋，似乎不想被人看见自己的狼狈。我直接去中心医院。今天谢谢你们了。啊，都是哥们嘛。不过你这……蒋亚扭头看看身后花容失色的女孩，问李月池，你一个人可以吗？李月池说，可以。哦，那我们……蒋亚你先走吧。唐恒说，我和他一起去。对对，唐恒你陪他去，多个人多个照应。李月池不应，像是默认了。围观的路人都散去了，蒋亚也搂着女孩上了的士。唐恒递去一包餐巾纸，李月池胡乱扯出几张，堵住自己的鼻子。他还坐在地上，
身上又是血迹又是泥水，脑袋垂下去，像一团脏兮兮的废纸。好一会儿，李月池把被血染透的餐巾纸拿开。唐恒说：“不流了。”李月池的声音很轻很轻，大概是没力气了。谢谢你。唐恒站在他面前，向他伸出手：“能起来吗？”李月池短促的笑了一下，抓住他的手站起来。唐恒的手上沾了他的血，有一点黏。去医院。唐恒说。真用不着。李月池扯了扯自己的 T 恤，你手机有电吗？干什么？我要找东西，你帮我打个灯。唐恒知道这个人不愿做的事，谁说都没用。他只好打开手机的照明灯，问李月池找什么。一个袋子。李月池向前走，你跟着我，应该不难找。两人就这样弯腰低头的走在一起，一个打灯，一个寻觅。李月池找的专心极了，即便有水坑也看都不看的踩进去。这一带店铺林立，各色的招牌印在水面上，一块一块，像斑斓而恍惚的梦境。沿途迎面来的路人都被李月池那满身血迹吓得脚步一顿，频频回头。转过2个路口，总算在某条小巷的巷口，李月池拾起一只白色塑胶袋，袋子上印着武汉市中心医院几个大字。李月池抖抖上面的水，从里面小心的取出一张 X 光片。他举起那张片子，对着路灯看了看，忽然低骂一声。唐恒好像没听他爆过粗口，哪怕是被受访者拒之门外，或是被打得浑身是血的时候。那是一张人骨的 X 光片，看不出是哪里的骨头。坏了。但李月池还是把上面的水渍轻轻拭去，然后转身看着唐恒，认真的说：“今晚的事不要说出去，好吗？”好，但是为什么？校外斗殴吗？李月池说要被处分的。我不是问这个。那你问什么？李月池。好吧，他又笑了一下，语气有点无奈，找个地方坐着说吧。他们这样子自然没法进餐厅。唐恒走进一家小超市，买了酒精湿巾和2瓶冰可乐。结账时，他忽然看见李月池站在超市门口，微微佝偻着腰，像是在走神。他猛地想起那天晚上李月池的后背被酒瓶划伤了，便也是这样佝偻着腰。李月池经常受伤吗？老板慢吞吞的装袋，递来几枚找零的硬币。李月池，唐恒喊道：“你过来。”李月池站着没动，指指自己的 T 恤，意思是我这样还是算了吧。唐恒又喊一声：“你过来。”李月池便先连走进来了。老板双眼一瞪，表情警惕起来。唐恒不管他，只问李月池：“你饿不饿？”还行。那就是饿了。唐恒走到摆放零食的货架前，除了膨化食品和果干之类的东西，就只剩2个肉松面包。唐恒说：“面包吃吗？”李月池点头。超市的白炽灯照着他，唐恒才发现他的脸色很苍白。最后又买了2个肉松面包，1袋牛肉火腿肠以及1包烟。唐恒自己不抽烟，以为李月池也不抽，他大概是舍不得花钱买烟的。然而李月池从兜里摸出1张5元纸币，外加1枚铜黄色的5角硬币来包黄果树。两人走出超市，李月池点燃一支烟。他抽烟时微微低着头，眼睫也垂着，慢慢的吸入，慢慢的呼出，是一副专注的神情。唐恒想起夜色中那银光一闪的匕首，仍然心有余悸。一直走到长江边，走下堤坝，坐在湿润的台阶上，再向下几步便是黑色的江水。李月池像是疲惫极了，他把双肘支在膝盖上，左手撑着下巴，右手捏着烟，那猩红的烟头随着他的呼吸缓慢的闪烁。当时很危险，唐恒迟疑的开口：“他们带了刀。”我知道，但他们不敢真的杀人。为什么？他们是来要钱的，我死了
谁还钱？要钱？你借了钱？李月池沉默片刻，高利贷。可你为什么治病？你看见了那张片子？谁治病？李月池不说话了，好一会儿，他把手中的烟头摁灭，轻声说：“我女朋友。”漆黑的江面上有货轮缓慢行驶，发出呜咽般的悠长鸣笛。太慢了，深夜的货轮那样慢，连江水的流动也变得慢，好像一切都慢下来，一秒一秒就这样过了一个世纪。空气中泛着潮湿的水腥味和干燥的烟味，似乎还有一些来自李月池身上的铁腥味，那是已经凝固的血的味道。唐恒侧过脸去看李月池，看不清他的脸，只看到他又点了一支烟，烟头猩红，和远处长江大桥的灯光一起模糊成光晕。这一刻，李月池似乎离唐恒很远，像长江大桥一样远在眼前。你有女朋友啊？唐恒说，之前没听你提过。他一直在住院，也没什么好提的。是什么病？癌症。李月池的声音几乎要被鸣笛声掩盖。已经扩散了。唐恒说不出话来，他有太多问题想问，譬如年纪轻轻怎么会得癌症，譬如李月池怎么会找一个得癌症的女朋友，譬如他们在一起多久了。但这些问题又都不用问了，原来李月池发疯般打工赚钱是为了给他治病，他不惜去借高利贷，不惜挨打，也要救他。他一定很爱他。李月池抽完第二支烟，从塑料袋里拿出肉松面包，大口大口吃起来。冷面包就冰可乐，他也吃得很快。唐恒想，他一定没有吃晚饭。他吃完了，笑着对唐恒说，今天真的谢谢你。你要回去了？回医院陪你女朋友？不，他家人陪着他。哦，今天的事别说出去，行吗？刚才答应过你了。谢谢。你借了多少钱？怎么？多少钱？8万。我以为是80万。唐恒望着漆黑的江面，一时间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我给你钱，你去把高利贷还了吧。我不是同性恋。李月池沉默几秒，问道，给我还是借我？借你。几分利？不要利息。为什么？为什么？唐恒心想，说出来会吓着你。因为我有钱。唐恒语气轻松，8万块钱也不算很多吧？对我来说很多了，这样不合适。李月池说着站起身，不早了，回去吧。你不要。唐恒有些难以置信。我说了，不合适。有什么不合适？咱们是什么关系？唐恒一下子被噎住，答不上来。的确，他和李月池连朋友都说不上，但他们至少都是社会学系的，勉强算是。你看，你也不是我师弟。李月池耐心地说，我不能就这么拿你的钱。对了，师兄弟也不是，这还是唐恒自己亲口否认的。唐恒咬咬牙，你是我学长啊。学长。李月池又笑了一声，好像听到了很新奇的词。没听你这么说过。唐恒两颊发热，喉结动了动，开不了口。他算是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称呼罢了，怎么此时此刻就这么难以启齿？他也被别人叫过学长，并不觉得有什么，况且他是能在几百人的注视下声嘶力竭的乐队主唱啊，怎么现在黑黢黢的，只对着李月池，却开不了口了？李月池只当开个玩笑，说好了，我们走吧。唐恒也站起来，却没动。几秒后，他从喉咙里硬挤出2个字，学长。李月池抱着手臂，声音似笑非笑，学弟，你就这么想送钱给我？我有钱。唐恒垂眼不去看他，只盯着他模糊的影子。闲着无聊做慈善，行不行？哦，你要不要？
不要，我有办法赚钱，他家人也在筹钱。李月池低声说，所以真的不需要，但还是谢谢你了。又是这样，又是。为什么他总是在拒绝他？每一次都是拒绝。等你们凑够钱，你觉得你能等到那一天？唐恒怒道，今天如果没有碰上我和蒋亚，你还能站在这儿？你别说，你不知道那个人掏了匕首，就算他没想真弄死你，但是在你胳膊上腿上划几刀，你还能站在这儿吗？你还能去赚钱吗？其实我是借给你，又不是白给，而且你这样3天2头挨打，真的不影响我们的项目吗？唐恒的语速越来越快，你就当我花钱消灾行不行？马上我就要申请出国，这个项目我要写到简历里面，不想他出岔子。一口气说完这些，唐恒的心跳有些加速。他知道自己说谎了，但是不说谎又能怎么办呢？低声下气恳求李月池接受他的钱，那未免也太荒谬了。而且李月池这个人低声下气大概对他没用。远处又传来货船的悠长鸣笛声，似乎还有轰隆隆的响声，是火车从长江大桥上驶过。唐恒觉得自己的心也像货船和火车，以某种时快时慢的速度驶向眼前这个不动声色的人。他为什么不说话？被气着了？被吓着了？还是正在认真考虑接受他的钱？江风轻轻拂过唐恒汗湿的手心，是什么时候出的汗？他也不清楚。半晌，李月池说，唐恒，我喜欢女孩。声音很轻。唐恒愣了一下，喜欢什么？喜欢女孩。李月池的语气有些迟疑，仿佛他很抱歉似的，我不是同性恋。唐恒险些脱口而出，好巧啊，我也不是。但他堪堪忍住了，仅剩的理智告诉他没必要再撒谎。李月池知道了。好吧，的确如此，从某一刻开始他喜欢上他了。因为喜欢他，所以想给他钱，因为喜欢他，所以没法看着他挨打，因为喜欢他，所以就算他有女朋友他也认了，只当自己倒霉。从小到大他总是被喜欢被追逐的那个，因为李月池第一次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件如此有损自尊的事情。但李月池这是什么意思啊？明确拒绝他，要他死心？还是说李月池以为他是想花钱买他？可笑的是，他最多只想过花钱叫李月池和他拍几张照片，为了向傅丽玲证明他确实是 gay。 原来李月池想的比他还远，还大胆，还无耻。可能他在李月池心里就是这样一个人。李月池这人是不是他妈的仇富啊？只是1-2分钟，手心的汗就变成冷汗。唐恒嗤笑一声，你连这都看出来了？李月池沉默不语。对，我就是想花点钱找个消遣。唐恒说，放假吗？无聊。李月池还是不说话，四周太暗了，也看不清他的脸。其实我根本没想让你还钱，当然了，你得给我点别的。你想要什么？你觉得你有什么？你不说话，我当你默认了。唐恒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脑子里竟然只剩一个念头，李月池是直男。那么他是永远都没有机会了吧？既然没有机会，何不抓紧时机，及时行乐？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他在 Lake House 里喝了半听青岛啤酒，只半听，放在平时就和没喝一样。但是此刻那暖洋洋的江风一吹，酒精好像从他身体里蒸发出来，熏得他恍恍惚惚，仿佛醉了一场，又委屈又难耐。唐恒慢慢的向前挪了一步，又一步。反正他在李月池心里已经是个混蛋了吧，那就再混蛋一点。就这一次，他没有妄想，他知道李月池有女朋友，不是同性恋。两个人的身体几乎贴住，李月池身上仍有隐隐的血腥味。唐恒颤抖着抬起手，
先是右手指尖，再是掌心，直到整个手掌都落在李月池的肩膀上。他知道这一次过后，他和李月池就连做朋友的机会都没有了。但是这样正好，他不知道自己怎会有这样的想法。既然他和李月池做不成恋人，那就最好老死不相往来。他受不了李月池以恋人之外的身份在他眼前晃来晃去。李月池的肩膀很薄，锁骨凸起来，像硬质的刀戟一样硌着唐恒的手心。唐恒的嘴唇也开始颤抖，他应该贴上去吗？去吻李月池的嘴唇，从哪里开始？他没和人接过吻，下巴还是嘴角？凑得这么近，他看见李月池下巴上的没剃干净的胡茬，还有他略微发肿的嘴角，疼不疼？唐恒兀自犹豫着，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不会，还是不敢，亦或是不忍心。下一秒，他忽然看见李月池扬了扬眉毛，紧接着一只手掌摁住他的后脑勺，只把他摁向李月池的脸。他碰到了李月池的嘴唇，干燥的凉冰冰的嘴唇。史前的夜空，这个瞬间唐恒什么都没想，只觉得眼前黑光一闪，这个词似乎奇怪了些。怎么会有黑色的光？但确实就是黑光一闪，好像电影放映结束的刹那，屏幕骤然黑下去，无边无际的黑色漫上来，那是史前的夜空。2秒或者更久一点，唐恒意识到他看见的是李月池的瞳仁。李月池松手，唐恒猛地后退一步，动了动嘴唇，却说不出话。这2片嘴唇刚刚才贴住李月池的，唐恒反应不过来，仿佛大脑、声带、口腔这3者彼此独立了。李月池面目沉静，看着他，你满意了？好一会儿，唐恒才懵懂地说，什么？你给我钱，不就是想这样吗？李月池语速很慢，慢条斯理的，这样够不够？我再多的也没有了。李月池笑了一下，我接受不了，这是极限。所以他的意思是，唐恒抬手茫然的摸了一下自己的嘴唇，还是薄薄2片，除了有些颤抖，一切如常。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是他能所满足他的极限。现在他给了，而他接受了，就结束了。唐恒小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什么意思？我不是想花钱换这个，只有这个。李月池摊开双手，又重复一遍，这是极限。唐恒愣愣的，仍然反应不过来，不明白为什么就成了这个样子。一颗时快时慢的心好像撞在南墙上，轰然一声巨响，什么都破碎了，冷却了。明明刚才他的手摁上来的时候，掌心是温热的。唐恒又退一步，说，我走了。他的声音又轻又低，几乎被此起彼伏的江声掩盖。李月池还是那么平静，今天谢谢你们。不是你，只是你们。唐恒转身欲跑，李月池又说，那个调研你不用来了，会加上你的名字的。唐恒背对他，身体又僵了一下。当唐恒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坐在出租车上，车开出很远了，隔着车窗还能隐约看见熠熠生辉的长江大桥。唐恒只望一眼，就迅速收回目光。他恍惚的想着自己和李月池的关系怎么就成了这样。他承认他后悔了，就算做不成恋人，哪怕做朋友做同学也可以，只要他还能看见他。但是现在什么都没得做了。从小到大，从没一个人像李月池这样对他，为了撇清和他的关系。李月池一个直男，甚至吻了他，是像什么？像打发叫花子，好菜好饭招待一顿，然后说，你不要再来我这乞讨了，多的没有了。最要命的是，唐恒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他没有对他出柜，没有对他表白，连他的手都没碰过。他只是想借他一笔钱，让他不用再挨打。原来在这个世界上，对一个人好也会成为罪过吗？出租车停下，启动，转弯，
驶上横跨长江的武汉大道。夜色中看不见江水，只能看见货轮的点点灯火。唐恒不知道李月池去了哪里，也许是回医院了。他知道在此之后，他大概不会再见到李月池了。其实他们才认识了不到10天，那些时间像武汉雾蒙蒙的月光一样，散落在漆黑的江面上，都成了碎片。唐恒捂着胃，额头渗出些汗珠。他对司机说：“师傅，停车。”“你怎么了？”司机立刻紧张起来，“是不是喝多了？”“没，但我晕车的毛病犯了。”“你等等啊，前面就能停了。”唐恒不说话，紧紧按住自己的胃。平时出门他都尽量坐地铁，或者贴了晕车贴再打车。而今天原本可以坐2号线回汉大，但是太晚了，地铁已经停运了。出租车总算停下，唐恒拧开车门冲出去，蹲在草丛边干呕。胃里翻江倒海，偏偏又吐不出来，生理性眼泪涌出来，糊了满脸。别提有多狼狈。司机等了一会儿，走过来关切地问：“没事吧？要不要我把你送医院去？”唐恒哑声说：“没事。”最终也没吐出来。唐恒掏出钱包：“就到这吧，我走回去。”“啊？”司机说：“那还远得很嘞。”唐恒摇头，示意不要紧。这一晚，唐恒从岳家嘴走回了汉阳大学。他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只看着路上的车越来越少，店铺都打烊了，唯独剩下24小时便利店亮着灯。他在一家7-11买了矿泉水，喝一半，剩下一半浇在脸上。T 恤被淋湿了，继续走，脚上磨出血泡，一身大汗，T 恤湿透了。到家时，手机电量早已耗尽，唐恒看都不看，精疲力竭地扑在沙发上，沉沉睡去。也许是太累了，他什么梦都没有做。一觉睡到阳光明媚的下午，唐恒被保姆的开门声吵醒。他摁了摁手机，没反应，才想起来还没充电。王阿姨，唐恒皱眉，几点了？4点多了。王阿姨连忙接了杯水递给唐恒，怎么搞的吗？嗓子哑成这样，上火了？可能是吧，嗓子确实沙哑的厉害，不只是嗓子，整个人都顿顿的。我给你熬点绿豆粥，解暑去火的。好，谢谢您。你这孩子3天2头在外面吃，能不上火吗？王阿姨一边收拾房间一边说：“今晚就在家吃吧，阿姨给你做好吃的啊。”唐恒起身去卫生间冲了个澡，他把水温调得很低，整个人清爽许多。王阿姨已经把房间收拾干净了，此时正在厨房准备晚饭。唐恒把手机开机，立刻收到一连串消息，有同班同学的问他过几天去不去长沙旅游，有玩乐队认识的朋友邀他去看他们的专场演出。当然消息最多的是安云和蒋亚，这2人约好似的。从中午开始，一个短信轰炸，一个电话轰炸。唐恒拨了蒋亚的号码：“怎么了？你还活着呀？”蒋亚骂道：“我俩就差报警了。”“滚吧，你还有空管我？”这话说的，咱是那种见色忘友的人吗？蒋亚暧昧一笑，紧接着又问：“你嗓子哑了？”“唐恒说：“吹空调吹得。”“我靠你不是吧？”安云的声音传过来：“明天晚上有演出啊，能不能改成后天？”“后天周一。”“周一不行。”“倒也可以，但你不是要和小庆他们走访吗？”唐恒沉默2秒，低声说：“我不去了，以后都不去了。”“啊？”安云愣道：“为什么？”“不想去了。”“那唐老师同意啊？”“再说吧。”唐恒有些烦躁的转移话题：“你俩今晚有安排吗？”蒋亚说：“这不等您指示呢。”“来我家吃饭吧，吃完看电影，斗地主也可以。”“没问题。”蒋亚欢呼：“我想死王阿姨的粉蒸肉了！”不是一路人那天之后，
唐恒删掉了李月池的手机号码，也不再去参加大伯的项目，再没见过李月池。生活骤然拨回到认识李月池之前的状态，不知道为什么，唐恒觉得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久得令他感到陌生。进入8月，暑假还剩整整1个月，武汉的夏天仿佛没有尽头。唐恒考了一次托福，成绩足够他申请所有理想的学校，留学的计划算是又进一步。这之后他彻底闲下来，天气太热，他只在傍晚时出门，要么去排练，要么去演出，要么和蒋亚、安云坐在 live house 或酒吧里听歌。唐恒又见过几次田小庆，他不知道李月池是怎么向他解释的。总之两人见面时，田小庆并没有问过你怎么不来走访了之类的问题，他总是那样温温柔柔的，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也许对他来说的确算不上发生了什么，也许对李月池来说同样如此。8月初的一个夏夜，他们3个又和田小庆在一起吃饭，照旧是大排档，小龙虾、热干面、炒花甲和一盘一盘的烧烤，4人都吃得汗津津的，一半因为热，一半因为辣。桌上的饮料喝完了，安云自告奋勇去买新的，蒋亚假惺惺的说，这种事哪能让女孩子去啊？我来，屁股却牢牢粘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安云在田小庆面前总是格外勤快，便也配合道，还是我去吧。你们想喝什么？我要可乐。蒋亚说，冰的呀。安云隐隐翻个白眼，语气十分温柔，那小庆呢？冰红茶就好。田小庆温声说，辛苦你了。唐恒你呢？雪碧吧。唐恒你叛变了。蒋亚怒目圆睁，以前不都和我一起喝可乐的吗？可乐杀精啊。安云凉飕飕道，你还是悠着点吧。蒋亚一时没反应过来，啊？真的？唐恒说，没什么，我就是喝够可乐了。唐恒本不是话多的人，现在比以前更沉默了。安云去买饮料，桌上只剩下蒋亚和田小庆在聊天。蒋亚嘀咕道，安哥这一天天阴阳怪气的呢。田小庆笑眼弯弯地看着他，其实我早就想问了，什么？为什么叫安云安哥啊？啊，他比我大1岁吗？我和唐恒一级的。那为什么是哥？说来话长。蒋亚抓起一串烤牛油，我们仨认识的时候，唐恒和安哥准备组乐队，招一个贝斯手，我就去了。哎，你不是打鼓的？我当时就想碰碰运气，没准他们也招鼓手呢。蒋亚笑得有点憨气，我就去了。然后安哥说，不招鼓手，他打鼓。我当时就嘴欠了一句，没见过女孩打鼓能打好的。安哥急了，要和我比 solo， 我说比就比啊。安哥说，谁输了谁给对方鞠躬道歉叫哥。田小庆大笑，怎么这么幼稚的？真的特二逼。蒋亚也笑，后来我输了，就给他道歉，歌也叫了，再后来我们仨就组乐队了。安哥让我打鼓，他换成贝斯。你们这样真好。田小庆语带羡慕，我的朋友都毕业了。你是说本科的朋友？田小庆点点头，对啊，一个回家当老师了，一个去深圳上班了，只有我留在武汉。蒋亚立即说，那你以后就跟我们玩啊，安哥老和我们说你呢。还有你那个同学李什么来着？李月池。对，那哥们也不错。蒋亚豪爽道，回头我过生日叫他一起来啊。唐恒垂着眼听他们聊天，并不搭话。田小庆说，好啊，不过李月池最近也很忙。他忙什么？安云拎着饮料回来了，还是唐老师那个项目吗？没有，我们的走访已经结束了，月池退出项目组了。安云若有若无的瞟唐恒一眼，为什么？他说他有别的事，就去和唐老师请假了。那现在就你一个人在做啊？我和经济学院的2个硕士，现在主要是处理数据了，他们比较擅长。
安云把饮料分发给众人，经济学院的呀。那确实。唐恒握着冰凉的雪碧，淡淡的说，李月池不是也会处理数据吗？是的，但他说他没空。田小庆的表情略微有些疑惑。其实现在退出是挺可惜的。唐恒没再说什么。吃完饭，三人先把田小庆送回家，然后去了蒋亚家。他们原本打算到长爱坐一会儿，然而夜空中响起几声闷雷，大概又要下雨。果然，蒋亚刚把投影打开，雨点就噼里啪啦砸在玻璃上。他们看的是王家卫的《蓝莓之夜》，慢镜头一个接一个，调子非常闷。电影不到一半，蒋亚便倒在沙发上睡着了。窗外的雨小了一些，但仍然淅淅沥沥的，令唐恒有些心烦。蒋亚打起鼾，安云把音量调小了些，忽然问：“你和李月池怎么样了？”唐恒盯着荧幕上诺拉·琼斯的脸，低声说：“什么怎么样？就是你俩掰了。”本来也不熟。安云轻哼一声，没说话。又过一会儿，当音箱响起爵士乐插曲的时候，安云开口道：“你还是别和他掺和在一起。”为什么？不是一路人。哦，真的？你看他活得累不累啊？咱也帮不上什么忙，别添乱就好了。唐恒扭头看向安云：“你什么意思？”安云耸耸肩：“反正你别管他的事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安云轻叹一声：“算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因为安云的话，唐恒有了一些心理准备，但他还是没想到这个到时候来得这么快。2天之后，唐恒被唐教授叫到办公室。他到的时候，办公室里已经坐了2个男生，一个瘦高个，戴眼镜，长相斯文；另一个矮小得多，同样戴眼镜，脑门上有颗很显眼的痣。瘦高个叫潘鹏，有痣的叫张白元，他俩便是后加入项目组的经管系硕士生。唐恒，你就跟着你这2个师兄做数据啊？唐教授笑眯眯地说：“不会的，多问他们。”是我们要请教师弟。张白元抿了抿唇，谦虚道：“很多社会学专业的知识我们都不懂，独学无友嘛。你们年轻人聊得来，也用不着我唠叨了。”唐教授转身从柜子里取出一支纸袋：“白元，你帮我把这个转交给张院长，这是上次我答应给他写的，过零丁洋。”哈哈，没问题。张白元语气惊喜：“那您能给我也提个字吗？下次我带书来。”当然可以。唐教授笑道：“反正我是到处献丑了。”唐恒一面听他们寒暄，一面思量着张院长是谁，然而思来想去也没个结果，毕竟张这个姓实在太常见了。待他们说完，2个硕士生先回去了。办公室里只剩下唐教授和唐恒。唐恒问：“哪个张院长？”刚调到经济学院的张建龙。唐教授说：“那个张白元是他儿子。他们经济学院的干嘛来做我们的项目？是咱们给人家做。这个项目之后就放在张院长名下。”唐恒沉默片刻，所以把李月池踢出去了。你这臭小子！唐教授一拍桌子，扬怒道：“你把你大伯当什么人了？那他怎么退出了？你问我干嘛？你问他去。是他自己要退的。”可不是嘛！唐教授有些无奈的说：“真不知道你们这些孩子在想什么。多好的机会啊，说不要就不要了。”潘鹏，所以真的是李月池主动退出的？为什么？唐恒回想起田小庆的话，他说李月池太忙了，忙着赚钱给他女朋友治病吗？但是这些也都和他没有关系了。那我回去了。唐恒说。等等，急什么？唐教授起身把办公室的门关紧了，略略压低声音：“我和你说啊，唐恒，张白元那孩子不错，张院长跟我关系也挺好，这次的项目你就多上点心。”唐恒说：“知道了。”别光嘴上答应啊！唐教授有些无奈：“你当我不知道？
前妻走访你总共去了几次？不过那些活也没太大技术含量，又辛苦，你不去也就罢了。没太大技术含量吗？唐恒想起那些挥汗如雨噔噔噔爬楼的日子，眼前又出现李月池汗水交织的脸。唐恒站着没说话，他知道大伯为他好，大伯和伯母是丁克，视他如己出，所以不想他干辛苦受累的活，这是人之常情。唐教授拍拍唐恒的肩膀，意味深长道：你也快毕业了，明年读研，就算是步入这个圈子了，经验啊人脉啊都要留心积累。类似的说辞唐恒已经听过不知多少遍，他漫不经心地点点头，好，行了，那你回去和张白元联系一下。唐教授笑着说，这周末回家吃饭，你伯母想你了。唐恒出了办公室，没急着下楼，而是走到走廊尽头的阳台上。他莫名的感到几分烦躁，觉得自己应该冷静一会儿。至于为什么烦躁呢？唐恒想，可能是因为这个项目。猝不及防的，他接手了这个项目，将要处理李月池收集到的数据。李月池这人怎么就阴魂不散？他原本都计划好了，等暑假结束就申请学校的交换项目。社会学院有个专门针对大3、大4学生的交换计划，去东京8个月。倒也不是为了躲避李月池，只是他受够了武汉，顺便能避开李月池也不错。8个月后他回国，忙一忙毕业的事情，和安云他们玩玩乐队，就又该出国读研了。他计划的条理分明，此刻却隐隐有种被打乱的烦躁。好在李月池已经退出了项目组。唐恒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被蚊子咬出2个包。蒋亚发来短信，问他晚上去不去长爱凑热闹。来了新乐队。唐恒回复不去，蒋亚的电话就打过来，你晚上有事啊？其实没事。唐恒胡乱搪塞道，和留学中介约好了。蒋亚咋呼起来，不是吧？现在的中介这么敬业，晚上谈工作？他们晚上加班，换个时间行不行啊？恒啊！蒋亚肉麻兮兮的。安哥去泡妹妹了，咱俩孤家寡人搭个伴呗。难道你忍心看我一个人？唐恒一边下楼梯，一边皱着眉听蒋亚絮叨。其实他不是不想和蒋亚看演出，他只是不想去长安。至于原因，他又没法向蒋亚解释。那你和中介谈快点，8点咱俩过去，来得及不？来不及，我们要修改。一道身影从旁边掠过，唐恒猛地停下脚步。你们要修改啥呀？唐恒举着手机，没动静了。对方也停下来，转身看向唐恒。他仍然穿着亲吻考验的 T 恤，一条深蓝色窄腿牛仔裤，衬得他削瘦而挺拔。时近傍晚，光线暗了，走廊的灯又还未亮起来。唐恒是低度近视，不大看得清他的神情。两人对视了2、3秒，李月池先开口，声音很平静，学弟。学弟？没错，那天晚上是他先叫了声学长，本以为那样李月池就会收下他的钱。唐恒转身欲走，李月池又说，学弟等一下。然后他快步走过来，近了，唐恒陡然想起那天晚上2人接吻的情形，忍不住后退一步。李月池却是一副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认真的说，你处理数据的时候有个地方需要留意一下。红山区南湖洛新小区里面有一部分居民是回迁户，他们的收入标准还要按照农村，你为什么不做了？唐恒打断他，我有别的事。什么事？李月池顿了顿，私事，又很客气的说，给大家添麻烦了。他这副神情真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从一开始就没有帮唐恒打架，后背没有被酒瓶划伤，也没有在那闷热似蒸笼的小房间里和唐恒脸对着脸吃泡面。他没说过我等你，没说过你唱歌很好听，没问过夏夜晚风是不是唐恒唱的，当然他更没在被围殴的时候
撞上唐恒，没吃那个冷掉的肉松面包，没喝可乐，没接吻。唐恒冷笑一声，转身大步离开。李月池没有追。第二天，唐恒和张白猿、潘鹏约在教研室。才上午10点，张白猿已经叫了3趟外卖，分别是星巴克的咖啡、千吉的蛋糕和某家法式餐厅的正餐。他虽然带了电脑，但屏幕上只开着 Word 文档，装模作样的记了几个疑似有问题的数据。倒是潘鹏靠谱得多，计算公式提前准备好了，又很仔细的核对着问卷扫描件上的数字。老潘，师弟，你俩别忙了，张白猿热情招呼道。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吧。唐恒淡淡的说，我还不饿。他已经确定张白猿就是个混世的草包，什么都不会。潘鹏拈起一颗泡芙，师弟，下午我和白猿去游泳。一起吗？对啊对啊，师弟一起来呗。张白猿说，反正包场了，地方大着呢。唐恒盯着屏幕，你们去吧，我继续弄这些问卷。急什么嘛？张白猿抿一口咖啡，慢悠悠的。10月初才做第一次成果汇报，来得及。再说咱还有老潘呢，他弄这些快得很。潘鹏笑了笑，有些不好意思似的。对啊，反正我也没有别的事情了。唐恒摇头道，我赶时间。他的语气不是很好，但张白猿大概没听出来，还在那高高兴兴的吃东西。潘鹏显然感觉到了，于是没再闲聊别的，擦干净手指，干起活来。下午1点过，张白猿先走了，说要回去睡一会儿，下午才有精神游泳。他走前又点了4杯果汁，叫唐恒和潘鹏喝着玩，说是纯鲜果现榨，没有添加剂。教研室里只剩下潘鹏和唐恒。潘鹏长吁一口气，轻声说，师弟，辛苦你了呀。没什么辛苦的。唐恒面无表情，尽快弄完吧。白猿他就这样，虽然干活指望不上，但他心眼是很好的。潘鹏挠挠头，你别生气啊。我没生气，确实没有，更准确来说，这种低气压只是从昨晚持续到现在罢了。我本来以为又是我自己干活呢。潘鹏继续道，你能和我一起，太好了。唐恒心说，好个屁，原本是李月池，对吧？潘鹏敲敲键盘，还好他嫌钱少，不干了。唐恒停下动作，扭头看向潘鹏，李月池是因为钱少才退出的。是啊，这种活1个月只有800的补助吗？所以他就撒手不管了。你不了解他那个人。潘鹏笑了一下，我和他是本科同学，我是知道他的。那你说说吧。唐恒拿过一杯橙汁，正好有点累了。这不太好吧？哎，你别说出去啊，反正我就私下提醒你，小心这个人。为什么？他这个人吧，见钱眼开，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们本科的时候他还替考呢，体测1500长跑。他为了赚钱能一天替跑3场，你说是不是穷疯了？是吗？唐恒低头看着手里亮澄澄的果汁，他还挺拼的。农村人没见过钱。潘鹏耸肩，这种人我真的看不上，格局太小了。等教研室里只剩下唐恒一个人，他起身去把门关紧，然后坐下拨了李月池的号码。这串号码他早就删掉了，但又毫不意外的记着，像一枚放在抽屉里的吉他拨片，平日里不用，需要的时候却能精准找到。这念头令唐恒感到挫败，所以当电话接通的时候，他的语气就带了点不痛快，显得凶巴巴的。李月池，你在哪？李月池沉默2秒，我在学校。你来教研室，就是上次那个教研室。有事吗？对，有事。唐恒的语速有些快，他想是因为紧张。你现在就来。电话里不能说。不能。李月池嗯了一声，就挂掉电话。唐恒盯着电脑屏幕上的 Excel 表格，心想他嗯一声算什么意思？
究竟来还是不来？但是无论如何，他要见到李月池。14分钟后，有人敲了教研室的门。唐恒开门，迎面对上李月池的目光。他额头上有几道汗痕，嘴唇也起皮了，有干裂的趋势。唐恒收回目光，说：“把门关上。”李月池十分配合的关了门，问道：“有什么事？”他背着双肩包，连坐都没坐，一副马上就走的样子。唐恒反问：“你赶时间？”“对。”李月池说：“我去上课。”“那个辅导班？”“他们1个月给你多少钱？”按课时算。李月池皱了一下眉头，到底有什么事？你别去上课了，我给你开3倍工资，你把这个项目做完。潘鹏你认识吧？他说你退出项目组是因为嫌工资太少。李月池站着没动，也不说话，仿佛默认了。本来就是你的工作，你说退出就退出，我给你钱，你来做完。唐恒说着就拎起椅子上的 Vans 帆布包，里面乱七八糟的散落着纸币和硬币，还有一张银行卡。唐恒把纸币抓出来，50的100的，一张张丢在桌子上，这些先付明天的工资，你看够不够？李月池望着那些花花绿绿的纸币，面无表情。不够吗？唐恒摸出银行卡，那你跟我去取钱吧，学校里就能取。学弟，他总算开口了，你这样没意思。我就是不想接这烂摊子，什么有意思没意思的？唐恒淡淡道，不是白给你送钱，也不是借钱，就是雇你干活，懂吗？你女朋友那边不是急着用钱吗？唐恒继续说，这样对咱们都好。李月池又沉默了。唐恒拈起一支碳素笔，慢悠悠的转动在指尖，就这样等了一会儿。他听见李月池低声说，我回去想想，给你2天时间考虑啊，现在是下午2点17分，别超时。唐恒的语气几乎是愉快的。李月池直接走了，关门的声音有点大。他一走，便把那点为数不多的愉快也带走了。唐恒关掉电脑，拎起帆布包下楼。他站在树荫里拨了田小庆的号码，午后日光正盛，他却面沉如水。师姐，我想问你件事。啊？那你稍等哦。田小庆有些意外似的轻声说。过了大概半分钟，电话那头却传来安云的声音，唐恒你干嘛？你们在一起？刚刚看画展呢。安云顿了一下，你吃炮仗了呀？这么凶？很凶吗？唐恒说，我找田小庆。你干嘛？你别吓唬小庆啊。我问点事情。我说我找田小庆。安云低骂一声，把手机给了田小庆。师姐，你实话告诉我，李月池为什么退出？就是他好像说这边工资太低，工资低。很好，看来提前统一了口径。1个月只有800块吗？你不说实话，我就去问唐老师或者张院长、张建龙是吧？唐恒笑了一下，我现在就在学校，马上去经济学院。唐恒，那你告诉我。我们也没办法。田小庆的声音一下子软了，透出几分茫然。原本做得好好的项目突然就给了经济学院，那边只分了我们2个名额，你和李月池不是正好2个人？他说你需要这个名额，你申请出国的时候要把项目写进简历里面。这次轮到唐恒低骂一声，那只是他为了让李月池接受他的钱随意周出的借口罢了。一个项目的挂名对他来说实在算不上什么，他没想到李月池会当真。高兴了，满意了。安云又把手机抢过来，这事儿已经这样了，您可别再折腾了。我不需要这个。唐恒的声音和缓几分，名额本来就是李月池的。你等着，明天我和你当面说。安云叹了口气，这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唐恒回一句好，干脆的挂了电话。他忽然就感到闷热，武汉潮湿的阳光粘在皮肤上，蒸出一滴滴汗珠。唐恒轻快的走到自己家楼下，骑上变速车向李月池的出租屋驶去。他也说不清为什么要去，明明这个时间李月池不在家，辅导班上课呢。但是不要紧，他想，他可以等。半路上又接到安云的电话，像是不大放心他。唐恒，你没惹事吧？暂时没有。唐恒慢悠悠的蹬着车，但你最好给我个合理的解释。不是，你怎么知道的？很难猜吗？唐恒轻审，眼前浮现出潘鹏那副貌似诚恳的神情。有个傻逼给我说李月池见钱眼开，说他嫌钱少才不干了。你觉得可能吗？李月池确实缺钱。安云无奈道，是潘鹏说的吧？他是缺钱，但他如果真的做什么都为了钱啊，他就不会一次次拒绝我的钱了。唐恒想，没什么，明天见了面再说。你千万别冲动啊！安云又重复一遍，这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唐恒连声应下，十分敷衍。其实他现在根本没有惹事的心思，也不急着找潘鹏那傻逼算账，因为他已经看见李月池那栋破破烂烂的小楼了，门口的垃圾堆还在，也还臭着。唐恒停了车，噔噔噔爬上那处处生锈的铁梯，挂在门外的伞不见了，却多出一双黑色帆布鞋，有点滑稽的用鞋带拴在栏杆上。黑色的鞋面已经被刷得泛白，但是很干净，鞋舌翻开来，露出两枚模糊不清的标签，是回力牌43码。鞋子内侧靠近鞋底的位置已经磨出一道裂口，都这样了，竟然还在穿，还在洗。唐恒后退一步靠在门上，觉得刚刚的自己像个变态。其实他也说不清为什么要来这里，好像是急于见到李月池，就是哪怕知道他不在，也想等着他。但是见了李月池又该说什么呢？说谢谢你为我着想。以李月池那副德性，没准会回一句因为你是唐老师的侄子，然后再恭恭敬敬接一句学弟你还有别的事吗？真是能把死人气活。这时已经下午4点过，太阳慢慢的西沉。站在2楼门口，可以看见四周一片高高低低的平房，有些人家从窗户里支出2根杆子，大辣辣的晾着汗衫和内裤。余晖给那些衣服镀上一层淡淡的橙红色。武汉这地方虽然不修边幅，但至少日落很好看，明艳的像漫画里的场景。这场景李月池看过吗？不知道。他每天都那么忙，有没有看日落的心情呢？唐恒站累了，又靠在门上，耳机里循环着达达乐队的《南方》。每当彭坦唱到我第一次恋爱在那里，他的心就像铃铛似的，跟着摇晃一下。尽管他也记着李月池有女朋友。唐恒侧过身，换成肩膀抵着门。李月池讲课要讲这么久，不会讲完又去发传单了吧？其实可以打个电话问他，但唐恒不想。他转个身，换另一边肩膀抵门。几秒后，唐恒听见咔嚓一声，不是他身体里发出来的。紧接着又一声。唐恒直起身子，疑惑的抓住门把手，用力一推，门开了。门锁的锁芯掉在他脚边，叮叮当当一阵脆响。这下是真的一直等下去了。唐恒对天发誓，他没想进屋，怪就怪李月池租这房子实在太小，哪怕是站在门口，也能将屋里的摆设尽收眼底。床尾搭了件皱巴巴的灰色 T 恤，整理箱上立着只磕破一角的饭碗，饭碗旁边是个墨绿色的杯子。唐恒愣了2秒，才想起那是他买的蜡烛香薰。上一次来李月池家，他嫌楼下的垃圾堆太臭，所以买了这个香薰。多少天了，李月池竟然没有点燃那支香薰，他只是把它立在那里。唐恒走进去，见香薰下面压着一本书，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他知道这样做不对，
但还是鬼使神差的翻开那本书。书是学校图书馆的，密密麻麻的加了许多小纸条，想必是用来做书签。李月池在读这本书，唐恒好像看到他坐在2个叠放的整理箱前，略微勾着背，一页一页的翻过去，时不时加进一枚纸条。在他手边就是那杯蜡烛香薰，没有点燃，但还是能嗅到很淡很淡的香味，那是鼠尾草的味道。唐恒的脸有些发烫，他飞快的把书和香薰放回原处，转身向门口走去。然而就在转身的一瞬间，他又看见墙上挂着的白色塑料袋，是那个下雨的晚上他和李月池从水坑里捡回来的塑料袋。他知道里面装着中心医院的 X 光片，李月池女朋友的 X 光片。唐恒怔怔的盯着那只袋子，夜晚光线模糊，所以那时他没有发现，原来袋子上写了病人的基本信息：姓名、性别、年龄，赵雪兰，女，32岁。火腿炒面，唐恒愣愣的盯着那行圆珠笔写的字，大概不是医生写的。他虽然没怎么去过医院，但也见过家庭医生写字，张牙舞爪的根本看不清内容。那行字是一笔一画写下来的，算不上工整优美，只像是下了很大力气，所以格外清晰。尤其是碎字的最后一撇，直直斜向下去，收束时在柔软的塑料袋上挑出一个小小的洞。唐恒默念：32岁，32。李月池今年大学毕业，不出意外是22岁，那也就意味着他的女朋友比他大了整整10岁。当然10岁的年龄差也不算离谱，只不过思绪一下子断了。紧接着唐恒转身冲向门外，他站在门口，李月池站在楼梯上，两人隔着几级台阶，面面相觑。他怎么现在就回来了？李月池看着唐恒，好像也愣了刹那，然后他扬扬眉毛：学弟，你又找我有事？对啊，我又找你有事。唐恒瞪圆眼睛，盯着李月池一级一级登上台阶，距离自己越来越近。几秒后他猛地反应过来，向下一跨，拦住李月池的路。我要和你说个事情。唐恒口干舌燥，刚才出了点意外。李月池平静地问：什么意外？就是你家的锁坏了。李月池：什么？锁坏了？唐恒真是百口莫辩。我就在门上靠了一下，那个锁芯突然掉出来了。李月池沉默。唐恒侧开身子，小声说：真的，不信你看。锁芯还在地上，已经锈得不成样子。李月池弯腰捡起来，看了看锁芯，又看了看唐恒，他脸上的表情非常一言难尽。如果非要形容一下，大概就是同时混合了唐恒你可真行和编吧，你接着编2种意味。唐恒觉得自己简直他妈的冤死了，谁能想到这破房子的破锁就赶得这要求，早不坏晚不坏，偏偏被他撞上。最关键的是，在李月池眼里，他可是个企图诱骗他进行钱色交易的恶劣富二代，是这样吧？既然钱色交易的主意都打出来了，拆门卸锁强闯民宅又算得了什么？唐恒见李月池不说话，只好低声说：待会我就找换锁的来，真的是他自己坏的。李月池把锁芯丢到一边：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你就知道了。唐恒闷闷地说：我现在就去，今晚一定弄好。说完便转身下楼。然而刚刚走下2级台阶，就听李月池在身后说：等等。唐恒转身望着他：你饿不饿？李月池说：我买了炒面。唐恒噔噔2声跑回去。李月池洗了手，打开电扇，插上电磁炉的插头。唐恒坐在整理箱旁边的板凳上，看着他不知从哪变出一块菜板，又打开整理箱，取出一把红辣椒和一罐花椒。唐恒忍不住问：你这么能吃辣？我家那边都这么吃。李月池把菜板垫在一只纸盒子上，浑不在意的蹲在那里，咔咔咔切起辣椒来。
他背对唐衡，抬臂切辣椒的时候，肩胛骨也跟着颤动，好像鸟类颤动的骨翼。唐衡想到他被酒瓶划破的伤口，不知留下伤疤没有。李月池动作娴熟，很快就将一把鲜红的辣椒切成碎末，然后他把那只缺口的碗塞进唐衡手里，又递一双筷子：“你吃多少炒面？自己夹出来。”哦，唐衡看着那撮辣椒，那这是干什么的？吃。很辣。李月池顿了顿，迎上唐衡的目光：“你要试试吗？”唐衡心想，我起码在武汉待了6年，看不起谁啊？来点吧。唐衡说。片刻后，李月池找来一只大碗，唐衡认的就是那天晚上吃泡面用的碗。他把炒面从一次性饭盒里赶出来，满满的在碗里堆出一个尖，再把辣椒和花椒堆在最上面，然后他将锅烧热，倒油，很快油也热了，泛出一阵花生的香味。李月池端起锅说：“你站我后面。”唐衡便后退2步，心想这是什么大阵仗，满汉全席吗？李月池把热油淋在辣椒和花椒上，滋啦一声，辣味和麻味直冲鼻腔，唐衡没忍住咳了起来。学弟，你没事吧？李月池像是故意这样问的，因为他的声音拖得有些长，仿佛带点笑意。我说了很辣。我没事。唐衡开了开眼尾的泪，你等我一下。说完便转身跑出去，骑上变速车到巷口的小吃店买了2大杯米酒。待唐衡拎着米酒进屋，李月池已经把2人的炒面分好了。唐衡那碗没有辣椒和花椒，但也被热油淋过，红彤彤的。李月池接过米酒，轻声说：“吃不惯就别勉强。”他们俩还像那晚吃泡面的时候，一个坐板凳，一个坐床边。逼仄的小房间也还是热得人难耐，加上辣椒的辣，没一会儿唐衡就汗流浃背了，马尾便也粘在后颈上。李月池买的炒面又实在算不上好吃，那面条硬邦邦的，似乎已经放了很久。碗里除了面条，就只有几块更硬的白菜帮子和几片淀粉味的火腿肠。唐衡吃了几口就不想吃了，但李月池就坐在对面。他垂着眼睛挑起一块紫面条和一小撮辣椒，动作仔细，神情认真，像在吃什么山珍海味。唐衡觉得自己的心忽然变得很柔软，像被武汉绵绵的夜雨打湿了，又或者浸在酸甜的米酒里。好吃吗？唐衡问他。还可以。李月池看看唐衡的碗，你是不是吃不下了？没，我歇会儿再吃。吃不下给我。唐衡愣了愣，给你吃？浪费了可惜。那我给你分一点啊。唐衡从碗里挑出一大筷子面条，颤颤巍巍的夹到李月池碗里。李月池若无其事，继续吃他碗里的炒面，不时喝一口米酒。说实话，唐衡有些惊讶，他没想到李月池竟然会吃他碗里的东西。别说是李月池，就是他和他妈也不会帮对方解决吃不完的饭菜。不知道为什么，唐衡忽然想起李月池的女朋友。李月池也会吃女朋友的饭菜吗？会的吧。唐衡真想这一段时间过得慢一点，因为他有种错觉，仿佛此刻他是李月池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不重要了。总之他是李月池的恋人，他们每一天都这样对坐着吃晚饭。窗外夕阳一点点沉下去，暮色像一张薄薄的毯子覆盖住天空。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有很多个夜晚可以一起度过。李月池放下碗筷，忽然说：“快点。”唐衡回过神来，啊，吃得快一点。李月池摁亮手机屏幕，待会我要去医院。那些旖旎心思陡然消散干净。唐衡抠着碗沿，犹豫了几秒才鼓足勇气：“我可以问你个事儿吗？”什么？我看见那个袋子上写的。唐衡把目光投向墙上的塑料袋。你女朋友今年32岁。他说完了，还想解释一句我是不小心看见的，但是话没说出口，
就被李月池打断了。对，他32了。李月池的声音骤然冷下去，目光也冷了，几乎透出寒意。这和你没什么关系吧？我没有别的意思。唐恒连忙解释，我就随便问一下。唐恒。李月池起身，把喝完的米酒丢进垃圾桶。他背对着唐恒淡淡的说，咱们俩真的不可能，别浪费时间了。不到黄河心不死，唐恒落荒而逃。他把变速车蹬得飞快，快到空气在耳边发出滴滴的鸣响，好像只要他以足够快的恶速度逃出那个房间，逃出那片小巷，逃出东湖村，就可以当那些事没发生过。最后他在蒋亚家楼下刹车，气喘吁吁，汗珠一颗连着一颗从额头滚落，甚至模糊了他的视线。他坐在变速车上，一只脚支地，一只脚踩着车灯，整个人呆呆的，不说话。路过的人都在看他，他什么都看不见。这时夕阳已经落入城市地平线以下，唐恒觉得自己的心也像夕阳，原本是温热的，然而渐渐沉下去，沉入一个冰冷的黑夜。他意识到自己没法当那些事没发生过，因为那些画面犹在眼前。李月池说咱们俩真的不可能。他说这话的时候，唐恒就盯着自己手里的碗，碗里还有几根焦黄的炒面和2片白菜帮子。唐恒觉得自己像一个乞讨失败的乞丐，被永远地下了逐客令。这次是彻底完了吧？唐恒上楼敲门，开门的是个满头小俊的阿姨。哎，你找谁？不好意思，我走错了。唐恒反应过来，他走错了楼层。阿姨嘀咕一句，把门关上了。唐恒又上2层，到蒋亚家门口。蒋亚。唐恒敲门，没人应。也许蒋亚出去了。唐恒并不着急，而是慢慢的蹲下，后背抵住冰凉的墙壁。他逃得太着急，此刻竟然有种虚脱般的感觉。来了！门却忽然开了，蒋亚探出头来。靠，你他妈可真会挑时候。唐恒抬头看着他，不方便吗？蒋亚露出个贼兮兮的笑，露露在呢，你来都来了，咱仨斗地主吧。唐恒进屋，看见一个女孩抱着膝盖坐在沙发上，原来是他们在江汉路的 Live House 看演出的那个晚上和蒋亚相携而去的女孩子。没想到他们还有联系，谈恋爱了。如果在平时，唐恒肯定扭头就走了，他可没有坐电灯泡的爱好。只是今天此刻，他迫切的需要和人说说话，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否则他也不知道自己会干出什么事。这是唐恒，我们的主唱，你认识吧？蒋亚向露露介绍道。哇，第一次离这么近。露露的声音很清脆。你好啊，帅哥。干嘛呀？蒋亚佯作吃醋，掰着露露的下巴，强迫她看向自己。帅哥在这儿呢。3人就真的打了一晚上斗地主，直到晚上9点多，露露打着呵欠说困了，蒋亚叫她先去楼上睡觉。他拍拍蒋亚的脑袋，轻笑道：等你啊。然后慢悠悠的走了。蒋亚从柜子里取出一瓶威士忌，递给唐恒玻璃杯，为他斟了浅浅一杯底。这威士忌是一种近似木质的暗黄色，瓶身印着法语，不知是什么牌子。为了保护嗓子，唐恒不抽烟，也极少饮烈酒，所以威士忌的苦味在舌尖爆裂开来的时候，他忍不住皱了眉。蒋亚自饮一口，问道：谁惹你了？唐恒说：没人惹我。得了吧，你找块镜子照照你这德性，跟被人打了似的。蒋亚揽住唐恒的肩膀，跟爸爸说：爸爸给你出头。滚蛋！说正经的，你最近是不是遇上什么事儿了？怎么这么问？男人的直觉吗？又和你妈吵架了？不是我妈，我问你个问题。啥？唐恒迟疑片刻，找了个相对委婉的切入点。你和露露怎么在一起的？就那么在一起的啊？那天晚上你不是在吗？
蒋亚理直气壮的，我俩从 Live House 出来，上酒店开房了。完事他夸我表现不错，我们就打住。唐恒无奈的说：“你有没有点正常的恋爱经历？”啥算正常的？就是比如说你追一个女孩追不到。蒋亚一惊，双手摁住唐恒的肩膀：“儿子，你直了？”算了，唐恒说：“我回去了。”急什么？来，我告诉你。蒋亚拽住唐恒：“追人嘛，哪有说追就追到的呀？时间、精力、人民币，你总得付出一样吧？”怎么付出？打个比方，你追人家，那得拿出追人的架势吧？人家喜欢什么你就送啊，一次不够，多送几次啊？唐恒想，李月池喜欢什么？大概喜欢钱吧。他也真的送过钱，然而李月池不要。除了花钱呢？唐恒说：“有没有别的办法？”蒋亚倩嗖嗖道：“不好意思，鄙人至今还没遇到过花钱解决不了的妹子。”唐恒心想，自己真是脑子被门挤了，才来问他。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蒋亚压低声音：“儿子，我说真的，你就凭你这张脸，钱都不用花。”算了吧。真的，你吧，再把你这臭脾气改改，完美。他已经有女朋友了。有就有呗。蒋亚顿了一下，转过头看着唐恒：“女朋友？你看上了个蕾丝啊？”唐恒沉默2秒，起身说：“我回家了，你去陪露露吧。”等等，你给我说清楚。蒋亚总算是反应过来了，磕磕巴巴的说：“您难道看上直男了？谁他妈知道他是不是直男？这直男还有女朋友，比他大10岁，刺激啊！我走了。”有没有这种可能？蒋亚的语气变得谨慎。他为了让你死心，骗你呢？骗我说有女朋友？10岁啊，这也差太多了。我觉得不至于。真有这可能？你想想，如果我突然追你，你是不是也得编个男朋友出来叫我死心？唐恒说：“你能不能换个例子？那比如安哥突然追我，你能不能别用咱们仨举例？就你毛病多。”蒋亚怒道：“总之你再确认一下他女朋友的事儿呗。”哦，不过如果他真是直的，无论有没有女朋友，你都趁早死心吧。唐恒默然，半晌，他低声说：“我知道。”离开蒋亚家，唐恒没骑他的变速车。10点来钟，武汉地铁尚在运营，乘客也还是熙熙攘攘，好像2号线永远是那么拥挤。唐恒站在2节车厢连接的地方，身边有垂着脑袋满脸倦意的上班族，也有身穿校服叽叽喳喳的高中生，他甚至隐隐闻到一股热干面的味道。从街道口到江汉路7站，说不上是快是慢。其实唐恒不大相信蒋亚的话，至少他认为那种可能性在李月池身上是不成立的。李月池这样的人实在不像会为了拒绝别人而撒谎。第一是他已经活得太辛苦了，没必要把精力分给无关的人。第二是他大概根本就不屑于撒谎，他只要干干脆脆的拒绝，对方就无地自容了吧。那自己现在是在干什么？可能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江汉路到了，唐恒有些恍惚的跟着人群走出地铁站，然后各自向不同的方向散开。没一会儿，他就到了中心医院住院部的大门口。9点42分，门卫冲他吆喝一声，有点不耐烦的样子，看好时间啊，10点就不让探视了。哦，好。唐恒连忙加快脚步，没走几步又折回去。您知道肿瘤病区在哪栋吗？后面那栋。门卫的目光在他身上转了一圈，似乎好奇这个年轻人为何这么晚了才来探病，又2手空空。唐恒谢过他，快步走进住院大楼。这个时间很多病人已经休息了，
一些陪床家属聚集在走廊尽头闲聊，也有一些人在走廊里打了地铺，某些穿着病号服还在输液，某些穿着自己的衣服，大概是陪床的。唐恒站着愣了一会儿，无法想象在人来人往的医院走廊里打地铺是什么感觉。这场景令他觉得芒刺在背。您好，我想问一下，赵雪兰在哪个病房？赵雪兰7025，护士的声音透着倦意。你往前走就到了。好，谢谢。其实直到此时，唐恒仍是恍惚的。赵雪兰，也就是李月池的女朋友，就在前面的病房里。可他要干什么？他难道要冲进病房质问一个癌细胞扩散的女人，你是不是李月池的女朋友？这么残忍又疯狂的事，他做不出来。那么他为什么要来呢？为了证明李月池没有撒谎。怎么证明啊？唐恒心里乱糟糟的，他就这么一直走，很快看见7025的牌子。7025病房关着门，但没有关紧，敞了一条缝。唐恒知道自己根本不会推开这扇门，但他还是鬼使神差的走上前去，说不出为什么。明知道自己不会推开这扇门，但还是走到了门前，仿佛冥冥之中有某种感应。透过那条缝隙，唐恒看见一个穿着病号服的光头女人。是做化疗的缘故吗？她的背影过于纤瘦，显得脆弱。她背对唐恒坐在病床上，而李月池站在他对面，递给他一枚削好的苹果。他摇摇头，李月池便把苹果放进一旁的碗碟里。唐恒想，李月池自己舍得买水果吃吗？可能舍不得吧。几秒后，他的身体渐渐向前倾，就靠在了李月池身上。他太瘦了，像一片没有重量的落叶，倚靠着李月池的身体，而李月池一动不动，仿佛一棵坚定的树。唐恒目不转睛的看着他们透过窄窄的门缝。李月池垂着头，唐恒看不清他的神情。唯一能确定的是，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李月池没有动，就那样任他倚靠着。去东京。翌日下午，三人在排练室相聚。唐恒没有提项目的事情，安云好像也忘了似的，什么都没说。就这样排练了整整一个下午，到傍晚时，三人均是浑身大汗。蒋亚打鼓打的胳膊都快抬不起来了，唐恒也觉得力气都被抽空一般，格外疲惫又格外痛快。不行了，不行了！蒋亚靠在墙角，气若游丝的说：“你们他妈的抽风啊！累死老子了！”安云抹一把额头的汗珠，吃饭去吧。唐恒没搭话，只是把吉他装进了包里。三人走出排练室，安云问：“想吃什么？”烧烤！蒋亚喊道：“老子非得吃他50串羊腰子！”安云翻个白眼没搭理他，转而问唐恒：“你想吃什么？”我随便。唐恒顿了顿，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吧。最后去了一家有雅间的烧烤店。蒋亚嘟嘟囔囔的说：“吃烧烤来什么雅间啊，都没感觉了。”安云拍他的脑袋，叫他闭嘴，而唐恒还是淡淡的，没什么反应。直到他们点的烤串都被送上来，蒋亚才后知后觉的问：“儿子，你不高兴？”安云看看唐恒，无奈的说：“这不很明显吗？昨晚他就不对劲了。”蒋亚眉头一皱：“怎么？那个直男真是直男，彻底没戏了。”唐恒，你闭嘴！哦，安云像是愣了一下，然后意味深长道：“哪个直男啊？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唐恒低骂：“别他妈装了！我早就和你说了，他是直的。”安云叹气：“你还不信？”蒋亚满脸震惊：“早就……等等，安哥，你认识那男的呀？吃你的腰子。”安云说：“那你现在确定他是直的了吧？”确定了。这样最好。本来嘛，就算他不是直的，你最好也别招惹他。为什么？兔子不吃窝边草啊！安云理直气壮的，仿佛自己对田小庆没有半分歪心思。
他是你大伯的学生哎，你说万一你俩闹翻了，多麻烦。而且就在你大伯眼皮子底下谈恋爱啊，肯定得被发现。你这话我不同意啊，看上了就追呗，俩大老爷们哪有那么多顾虑？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人家是个直，我操，唐衡。蒋亚缓缓放下手里的羊腰子，你不会看上那哥们了吧？就田小庆的同学，那个李什么来着？唐衡没说话，算是默认了。片刻后，他抓起一串烤面筋，满不在乎的说：“反正也没戏了，就这样吧。我再给你说个事儿，你就明白了。”安云又说：“你知道这次的项目为什么突然给了经济学院吗？其实就是咱们送给人家的。”唐衡愣了愣，为什么送给他们？我听我爸说，之后有个大项目，发改委牵头，原本没咱们的事儿。涂院长想和经院合作，这不就得拉关系吗？所以唐老师才拿着小点的项目送给张白猿。做人情呢？你确定？8、9不离10吧？唐衡一时无语。他倒不是特别意外，类似的事情他从大伯那儿听说过不少，无非是利益交换。他只是不明白大伯为什么不告诉他，是故意的，还是忘记了？你也别多想，唐老师可能是觉得这事儿未必能成，所以不想说太多。安云喝了口啤酒，继续说：“所以你们做那项目，现在就送给张白猿了吗？张白猿又和潘鹏关系很好，你知道吧？潘鹏和李月池都是师大毕业的，听说本科的时候有点矛盾。”靠！蒋亚插话，这他妈的还有枕边风环节啊！所以潘鹏让张白猿把李月池踢出去。好像是潘鹏追过的妹子喜欢李月池吧？就那些事，我知道了。唐衡一时间有些语塞，竟然是这样，怪不得李月池那么干脆的退出了项目组，他还真的以为全是为了他，原来还有更深的原因。你想啊，你如果为了李月池闹事儿，等于是把唐老师和张院长对立起来了。唐老师多难做。安云苦口婆心的劝道，所以要我说，李月池的事儿你就一点都别掺和。那哥们也够惨的。蒋亚边听边摇头，辛辛苦苦做的项目，这下白送给别人了。其实唐老师也算在保护他吧，他不和潘鹏他们接触，就不会出别的事儿。多憋屈啊！你们文化人也太阴了，关我屁事！安云瞪他一眼，这项目我沾都没沾。按你这说法，那个潘鹏老阴逼啊，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你可叫田小庆小心点。我和他说了。唐衡默默听着他们的话，心思却根本不在上面了，甚至他并不感到十分愤怒，他只是不可避免的想到李月池。李月池被潘鹏他们踢出项目组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挫败、无助或者愤怒？唐衡发现自己竟然想象不出来。他总觉得李月池骨子里是个十分傲气的人，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兼具聪明和勤奋的人并不多，而聪明勤奋且英俊的人就更少了。李月池遭遇了这种事，令唐衡感到恶心，不是替李月池恶心，而是一种单纯的旁观者的恶心。这感觉类似于看见某人在断臂维纳斯雕像前吐了一口痰。当然，安云说的也对，从实际的角度讲，李月池退出项目组其实是最好的解决方式。李月池一定也明白，归根结底这事儿轮不到他来打抱不平。那你俩真的没戏了？安云小心翼翼地问。唐衡点头。天涯何处无芳草嘛。蒋亚凑过来搂住唐衡，不就一男人吗？哥给你找更好的。唐衡斜他一眼，你的审美还是算了吧。你还真别和我嘴硬，我和你说啊，汉阳美院有个小孩，才大一，是 Deny 的键盘手，安哥知道吗？美院的呀。安云若有所思，是不是长得很白净？留个蘑菇头？对，可乖了。蒋亚坏笑起来，我听说他也是弯的。
唐恒冷漠道：“你这么有兴趣，你上吧。”“别呀，我帮你牵个线，认识一下呗。”“不用了，没空。”“你他妈，算了算了。”安云打断蒋亚，反正他还有1年就出国了，到美国泡洋鬼子嘛。后来唐恒还是见了那个键盘手，被蒋亚骗过去的。确实是个白净乖巧的男孩，大眼睛，蘑菇头，1.68米的个子，怎么看怎么像高中生。他有个和自身气质极其不符的名字，吴志豪，大家都叫他阿豪。唐恒向阿豪坦白自己没想谈恋爱，阿豪点点头表示理解，我也想找个比自己矮的。唐恒：“哦，那是不太好找吧？你是不是误会了？”阿豪羞涩道：“我是1呀。”唐恒：“哦，确实看不出来。”两人就这么阴差阳错的成了朋友。在这个暑假的末尾，唐恒再没见过李月池，他要么和蒋亚、安云一起排练演出，要么和阿豪一起闲逛。阿豪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对武汉 gay 吧熟悉到比自己家还熟。两人勾肩搭背的一家一家逛过去，一个是为了寻找比自己更矮的男朋友，一个是百无聊赖打发时间。再之后就开学了，唐恒和蒋亚升入大4，安云开始念硕士。按说他和李月池都是大博的学生，应该经常一起上课，但唐恒从未听他提起过李月池，想必是故意的。其实唐恒觉得无所谓，他没那么脆弱矫情。9月初，社会学院举办讲座，主讲人是芝加哥大学来的教授，恰好是唐恒有意申请的学校。那场讲座他当然去听了，意外碰见李月池，其实也不意外，毕竟都是一个系的。唐恒去的晚，坐在演讲厅中间的位置，而李月池坐在他的右前方正数第3排，隔着一个个乌黑的或是秃顶的脑袋。唐恒安静的打量李月池，近1个月不见，李月池好像瘦了一点，总的来说变化不大。唐恒以为自己会很难过，结果也没有，只是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像蜻蜓似的掠过心头，一晃而过，不提也罢。讲座结束后，嘉宾先离场，然后学生们涌向前后门，一大群人挤牙膏似的慢慢挪出去。就是这时，唐恒看见李月池，李月池也看见他。李月池的语气既客气又疏离：“学弟，你也来听讲座？”并且说了句废话。唐恒说：“他讲的不错。”也是废话。李月池说：“是的，还是废话。”然后他们就没再说话，出了门，各自散去了。唐恒和2个同班同学溜达到社会学院门口，晚上8点过，武汉又下起雨来。他俩商量着是冒雨跑回宿舍，还是在这里等等再走，又问唐恒要不要去他们宿舍涮火锅。唐恒无可无不可的说：“行啊。”话音刚落，手机震了一下，是阿豪的短信，约他明天去美院看展览。因为其中就有阿豪的话，还有蒋亚的短信，1个多小时前发的，周黑鸭办了个校园乐队大赛，你想参加不？再往前，竟然是辅导员的短信，恭喜你啊，唐恒，你通过国际交流中心的选拔了，下个月出去东京。还原到了9月下旬，天气仍然没有转凉的趋势。武汉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夏天长，冬天长，春秋2季被挤在漫长的炎热和湿寒中，一晃就不见了。唐恒已经把赴日交换的事准备的七七八八，然后才告诉傅丽玲，母子俩自然又吵了一架。但是事已至此，傅丽玲就是再不愿意唐恒出国，也拦不住他了，总不能真把人锁在屋里。又是一个雨天，傍晚时雨总算停了。唐恒和安云、蒋亚在卓刀泉夜市吃烧烤，也许是下了1天雨的缘故，烧烤摊的食客比平时少很多，总共只坐了3、4桌客人，显得稀稀落落。唐恒和蒋亚各吃各的，一个低着头喝海鲜粥，小口小口的抿，好像粥里掺了含笑半步颠；一个闷声啃猪蹄，啃得龇牙咧嘴，以至于脑门青筋都鼓起来。
仿佛猪蹄是他上辈子的仇人。安云拍拍桌子，你俩差不多行了呀。唐恒不应，蒋亚轻哼一声。我说句公道话，唐恒去东京这事儿确实是没考虑到咱们乐队，但他这不是为情所伤吗？蒋亚你就担待担待。说完转过脸看着唐恒。蒋亚麻说话不过脑子，有口无心，唐恒你也别记仇了。啊？唐恒一字一句的说，再重复一遍，我不是因为李月池才去交换的。放屁！蒋亚翻个白眼，你他妈不就是躲他呢？他算什么东西，陪我躲到东京？哦，那你就是纯粹不想跟我们一起玩了呗？蒋亚阴阳怪气起来，那确实，您可要是要出国留学的高端人才啊，我们这小破乐队配不上您。唐恒咬牙道，你又开始了是吧？好了。安云又拍一下桌子，满脸抓狂表情。这对话你俩重复了他妈20遍了，有完没完啊？老安你评评理，他要是去美国交换我也认了，毕竟他想去美国读研嘛。去日本，小日本有什么好去的啊？行，你去1-2个月也成，8个月，等他回来我儿子都会打酱油了。你说他是不是无情无义无理取闹？你他妈才无情无义无理取闹，武林外传看多了吧？你不无情无义无理取闹，你这一走专辑也做不成了，比赛也参加不了了，什么都完蛋。我说了，这期间我可以回来，算了。蒋亚放下手里的猪蹄，忽然变得很挫败。你去吧，反正早晚都要出国的。有那么一瞬间，唐恒觉得蒋亚原本想说的不是出国，而是散伙。上周他把去日本交换的事告诉了蒋亚，本以为蒋亚会和安云一样为他高兴，没想到当时蒋亚的脸就黑了。这家伙向来喜怒形于色，那架势简直像要动手揍人。你好端端的去什么日本？咱不是说好了趁这一年做张专辑吗？啊？还有周黑鸭那个比赛，我连报名表都填好了。你去日本那还比个鸟啊！唐恒被他连环炮似的问题吵得发懵，想说自己报名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却又说不出口。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吵了1个多星期，好在有安云看着，否则都快打起来了。哎，长爱又要搞草地派对，邀请咱们了。安云戳戳唐恒的胳膊，又顶顶蒋亚的膝盖。这周5去不去？我都可以。蒋亚闷闷的。我也是。唐恒说。于是3人又凑在一起排练，他们准备了2首歌，一首枪花的 Don't Cry， 一首迪克牛仔的3万英尺，都是蒋亚选的。选歌时安云表示什么都行，唐恒好不容易才和蒋亚达成和解，便说那就蒋亚来选吧。结果就选了这2首。唐恒深感蒋亚这王八蛋是故意的，尤其是3万英尺，每当他唱到逃开了你，我躲在3万英尺的云底，蒋亚的鼓点就亢奋的离谱。到了要飞向哪里能飞向哪里时，那鼓点简直也跟着飞起来了，怎么听怎么阴阳怪气。唐恒放下麦克风，冷眼瞪着蒋亚，要么你来唱。哎呦，那可不敢，蒋亚欠嗖嗖的，我5大3粗，唱不出那种细腻的感情。唐恒深呼吸一口气，心想不和这王八蛋计较。偏偏安云还来火上浇油，蒋亚，你说你干嘛非要戳唐恒的痛处呢？哎，儿子，听爸爸一句劝。蒋亚把汗津津的胳膊搭在唐恒肩膀上。失恋的痛苦不会超过1个月，真的。唐恒说，滚。蒋亚笑嘻嘻道，我就不。周5的傍晚，他们如约来到长爱。老板在草坪上立了一块荧光蓝 LED 牌子，粉色小灯串起来，写成最爱的夏天5个花体字。舞台就是一张防水塑料膜，踩上去咯吱咯吱响。
四周摆满了小马扎，已经有几个观众坐在那里等候了。阿豪的乐队也来了，几个人打过招呼，阿豪溜到唐恒身旁，小声说：“蒋亚今天好骚。”唐恒表示认同。蒋亚烫了头，染了头，他现在是满脑袋红色小卷，仿佛顶着一碗红油方便面，再加一副硕大的蛤蟆镜挂在脸上。三人刚见面的时候，安云震惊地问：“蒋亚，你受什么刺激了？”蒋亚说：“时尚，你懂个屁。”其实唐恒似乎有点明白蒋亚的想法，这大概是今年他们最后一次合体演出，下一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唐恒穿了川久保玲的白 T 恤，就是那个被阿朱围殴的晚上，他穿的那件 T 恤。他知道，或许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在长爱唱歌。演出开始时，草坪上已经坐满了人，现在学生开学了，比暑期热闹许多。天色彻底暗下去， LED 牌子上蓝色和粉色一闪一闪，不断有乐迷赶过来，没有位置坐了就围成一圈站着看。老板准备了啤酒和零食，观众们伴着音乐又吃又唱，空气中啤酒的香味，零食的咸味，还有隐约的汗味，被歌声揉成一团。唐恒手心攥着吉他拨片，他坐在嘈杂的人群中，有些走神，竟然真的要离开这里了。来武汉6年，这应当是第一次他离开武汉那么长时间。他早就厌烦了武汉，厌烦这里的酷寒和酷暑，厌烦夏天雨后的脏水，厌烦没完没了的细雨，厌烦黑漆漆没有路灯的巷子，厌烦太多太多。但其实他报名交换生项目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些，就像他也没有想到乐队的专辑和比赛。他唯一的念头是，这样就见不到李月池了。尽管他不愿承认这件事。当唐恒他们上台的时候，气氛已经彻底嗨起来，原本坐在马扎上的观众也都站起来了，一个个连蹦带跳，摇头晃脑。唐恒把松散的马尾绑紧，拍拍麦克风，高声说：“大家好，我们是胡士托。”啊！露露大叫：“唐恒你好帅！”观众开始起哄。唐恒笑着说：“她男朋友不是我呀。”蒋亚抢过麦克风：“你男人在这呢。”音乐响起来，第一首歌是 Don't Cry。 唐恒唱到一半，看见台下真的有2个女孩哭了，泪光在她们眼睛里粼粼闪烁，像不远处东湖的波光。唱第二首3万英尺时，唐恒闭上了双眼，他听见众人合着他的声音，很多种不同的音色融合在一起，那么响亮，以至于这首歌都不那么悲伤了，令唐恒想起飞机起飞时的轰鸣。李月池如果在家，大概也会听见吧。第二首歌结束，露露大喊：“再来一首，再来一首！”也有许多听众跟着他一起喊。唐恒的声音带了些沙哑：“你们想听什么？都行。夏夜晚风，好不好？”好。唐恒抱着吉他席地而坐，轻声说：“这首歌送给一个人。”尽管他不知道。然后音乐声响起，唐恒难得唱得如此温柔。其实这首歌最适合在夏天的海边唱，咸涩的海风从台湾海峡吹来，轻拂在脸颊上，月光明亮，洒在海面，洒上一层薄薄的银色。但是没有海也无所谓，唐恒想，东湖宽的像海一样，一眼望不到头。没有月光也无所谓，人造光同样洒进眼睛，洒进人群。没有爱也无所谓，并不是所有爱都能得到回应。他为自己还愿，无论李月池能不能听见。唱完了，三人向听众鞠躬。唐恒什么都没说，径直下台。他拨开重重人群，只想离开这里，离开关于这里的记忆。唐恒独自绕过听众，打算去长爱取他的吉他包。然而才走了几步，就陡然停在原地。有个人站在不远处的树下，一动不动的。若不是蓝粉的灯光恰好照亮他的黑色帆布鞋，唐恒一定不会注意到那里站着个人。他在看演出吗？
那么为什么站在人群之外，仿佛借一棵树的影子做掩护？可是他为什么会来看演出？唐恒的心跳越来越快，他深吸一口气，走上前去，以一种佯作镇定的语气问李月池：“你在干什么？”李月池的脑袋很慢很慢的转向唐恒，他的声音有些浑浊：“我来听歌。”喝酒了？唐恒说：“你家不是能听见吗？”不能。李月池低笑一下：“我骗你的。上次你唱《夏夜晚风》的时候，我也站在这儿。”他带着醉意说话，语速很慢。我不知道走过去听歌要不要收费，所以我站在这里听。唐恒沉默几秒，低声说：“免费的。”我知道了。他话音刚落，忽然向前一步攥住唐恒的手腕，猛地用力一拽，就把唐恒拽进黑漆漆的树影之中。唐恒整个身体都僵了，因为李月池抱住了他。李月池的重量沉甸甸压在他身上，不远处人群还在欢呼。李月池的指尖碰到他背着的吉他，发出低沉的声响，那么低，一定是6弦。你怎么了？李月池不说话，他醉醺醺的呼吸拍在唐恒颈侧，令唐恒的身体一下子绷紧。他们站在这里是很容易被人看见的，但唐恒没有动。半晌，李月池说：“唐恒，我很难受。”免费。唐恒低声问：“哪里难受？”李月池没有回答，只是把额角抵在唐恒的肩膀上，轻轻摇了摇头。唐恒能感觉到他的呼吸很重，仿佛每一次换气都耗去很大力气。“我送你回去吧。”唐恒说。“你喝醉了。”“不。”“陪我走一走。”李月池忽然用力箍住唐恒的腰，强调似的：“你陪我。”唐恒只好问：“你想去哪？”“随便。”唐恒抓住李月池的手腕：“那你先起来。”李月池很听话的松开怀抱，站直了。这个人即便喝得醉意朦胧，身姿也还是笔挺的。唐恒攥着李月池的手腕，快步绕过人群，走进黑漆漆的巷子里。音乐的声音渐渐小了，路上没有行人，只听得见他俩交错的脚步声。李月池究竟醉到什么程度？唐恒不知道，因为他不仅身姿笔挺，走路也走得很稳。唐恒甚至觉得，如果现在他叫李月池自己回宿舍，李月池也能安然无恙的走回去。也许他应该放开攥着李月池的手，但是他不想。“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是你在唱歌。”李月池的声音闷闷的。“你在那里唱歌，所有人都看着你，我也看着你。是上次办草地音乐派对的时候。”“那天我做完家教回来，路过那儿。你扎着辫子，穿个黑 T 恤，站在那儿唱歌。没想到后来会认识你。”黑暗中，李月池似乎笑了一下。“没想到你喜欢我。”唐恒被他说的脸颊发热，低声道：“很惊讶吗？”“我有什么可喜欢的？”李月池自顾自地说：“我没有钱，还欠了高利贷。我这个人也很没意思。你喜欢我的脸吗？”“但是你本来就那么好看，所以我的脸也没什么特别的吧。”唐恒想说这些事一码归一码都不沾边，但话到嘴边又憋回去了。李月池醉成这样，和他能讲通什么道理？李月池继续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喜欢我，唐恒。”“喜欢就喜欢了，原因有什么重要的？”唐恒不应他的话，只攥着他的手腕默默向前走。两人很快就走出蜿蜒的巷子，来到落鱼路上。路灯一团一团的亮着，夜色有些朦胧。“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有代价，你明白吗？”李月池的声音变得更低更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我得到什么，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他们都是等式。”唐恒沉默的听着，其实并不十分明白他的话。“什么都不是白给我的，我念书的代价是我爸在外面打工，我来武汉读大学的代价是我妈卖了家里的牛，什么都有代价，就像吃饭一样要付钱的。我不知道
你喜欢我的代价是什么？唐恒停下脚步，忽然有些啼笑皆非。他想到潘鹏的话，或许潘鹏说的没错，李月池这个人的确是掉钱眼里了，但这并不是说他有多么爱钱，他只是习惯了用代价衡量一切。怎么会有人是这样的？难道他在每一个得到的瞬间就已经开始测算自己将要付出的代价？唐恒转身看着李月池，李月池的目光中流露出几分茫然，不是错愕，只是茫然。路灯的白光洒在他身上，他像一匹误入城市的野马，茫然地打量着一切。唐恒说：“我喜欢你，是免费的。”李月池直直盯着唐恒，仿佛一时无法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唐恒补充道：“就是我喜欢你，不需要你付出代价，明白吗？你只要被喜欢就行了。”李月池轻声问：“真的？”唐恒说：“真的。”其实他还是不太明白李月池口中的代价，就像他说他爸打工供他上学，但天底下的父母有几个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操劳的？李月池弯起嘴角，双眼漆黑发亮，他在笑。那些疑惑便刹那间被唐恒抛在脑后了。他愣愣地看着李月池，只觉得所有的光线都向这边来，落于路自他们脚下高高隆起，变成山脉，很高很高的山脉，手可摘星辰。唐恒忍不住伸手碰了碰李月池的脸，他指尖有拨弦结出的薄茧，硬硬的划过李月池的脸颊，沿着下颌线触到他有些凌乱的胡茬。李月池闭了闭眼，没有躲。唐恒喉咙发紧，问他往哪边走。李月池却说：“真的是免费的。”“真的。”“那我可以牵你的手吗？”“可以。”就这一次，唐恒自嘲的想，就这一次他暂且忽略他有女朋友。李月池便抓住唐恒的手，两人的手指交错相牵。李月池又说：“可以再亲你一下吗？”唐恒已经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喉结动了动，才挤出几个字：“什么都可以。”好在他们所处的位置并非繁华路段，627医院门口。这会儿医院的门诊部早就下班了，四周鲜有行人。唐恒想，若是再向前走几分钟，经过口腔医院，到汉大南门，再到银泰创意城，便是人来人往，容不得他苟且了。李月池上前一步，不给唐恒任何心理准备的时间，低头吻下去。他摁住唐恒的后脑勺，吻得十分用力。唐恒一下子想起那天晚上在江边，他也是这样摁住他。那时唐恒以为他是不耐烦了，此刻忽然反应过来，难道李月池担心他跑掉？唐恒闭上眼，微微分开嘴唇，李月池的气息便涌进来。原来他又抽了烟，还是5块5一包的黄果树吗？这烟味有些冲，但并不难闻。唐恒忽然记起小时候，北方的秋天总是有很多红黄落叶，清洁工把落叶扫成一座小山，然后点火焚烧。有时他爸抱着他站在旁边看，一缕青蓝色的烟被秋风吹散，那味道烟熏火燎，横冲直撞，带着噼里啪啦的声响。他爸说，唐恒，烧完之后剩下的东西就叫做无机物。唐恒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想起这件小事，他高中念的是文科，和生物八竿子打不着，无机物，他以为他早忘了这个词。李月池的手从他的后脑勺转移到他的脸颊，粗糙的手心捧着他的脸，吻得无声无息。唐恒忍不住站立，他觉得自己也是一堆稀稀疏疏的落叶，火舌舔舐他，火焰灼烧他，骨骼和骨骼碰在一起。哔哔叨叨的响，原来接吻是这么一件痛且快的事，就算会被烧成灰烬，无机物也认了。过了很久很久，两人略微分开，李月池好像醉得更厉害。他问，你以前经常走落鱼路吗？唐恒恍惚地说，经常。出了汉大南门便是落鱼路，有商圈，有地铁站。春夏之交的时候，还有老婆婆挑着扁担卖栀子花。
我也经常走，本科的时候我做家教，走着去。走着回，李月池低叹一声，我怎么没有早点碰见你？唐恒觉得自己的心像气泡膜中的一粒气泡，被李月池啪的一摁就碎掉了，好像已经没有回头路。唐恒用力抓着李月池的手，知道自己在犯错。也许他经常犯错，别人眼中的错，譬如执意出国，譬如和傅丽玲吵架，譬如突然决定去东京交换，但他从不在意。如果他们一定要认为他是错的，那便认为吧。唯独这次不一样，这次他知道自己在犯错，客观上、主观上都是错，他怎么可以趁人之危？李月池喝醉了，他的女朋友还在中心医院住院，而现在此时此刻，他用力抓住李月池的手，唇间还有李月池的烟味。不只是犯错，而且很无耻。他坦荡又嚣张的活了20多年，这是第一次希望自己忘了自己是谁。如果能下雨就好了，暴雨、冰雹、锥子似的落在他身上，砸痛他，砸醒他。可是今晚没有雨，今晚的夜空雾蒙蒙的，连月亮都没有。也许月亮也觉得他们不堪见，不堪闻。就这一次，唐恒想，他认罪，但是就这一次。唐恒哑声问，我们去哪？李月池抬起另一只手，用拇指指腹蹭了蹭唐恒的脸颊，我想听你唱歌。在这？去我家。于是两人相携而去，好像一切都那么自然，自然的令人感到可耻。他们在漆黑的巷子里牵手，路过一幢幢待拆的旧屋，脚步快得像一场逃逸，最后简直跑起来，垃圾堆的臭味也顾不上了，噔噔噔爬楼，险些绊倒。开门倒进屋子里，又开始接吻。李月池恶声恶气的叫他不许动，把他摁在墙上，用力吮吸他的嘴唇。他颤抖的手臂碰到装花椒的玻璃罐子，险些将那罐子碰翻在地。李月池却什么都不管，只是用力掰正他的脑袋，迫使他看着他。两个人的呼吸绕在一起。李月池说，学弟。唐恒伸手抚了抚他汗湿的鬓发。李月池说，你唱吧。又是夏夜晚风。今晚他坐在草地上唱这首歌的时候，以为那是最后一次。唐恒的声音有些颤，好像嗓子不是自己的。夏夜里的晚风吹拂着你在我怀中。李月池低下头，把脸颊埋在他肩窝里。热热的月亮挂在星空，牵绊着你诉情中，他们肌肤像贴时，汗水融进汗水，分不清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李月池的，一颗寂寞的心的爱，一个还在等待的爱。唐恒唱不下去了，后脑勺抵在坑坑洼洼的墙壁上，闭了眼。李月池没有抬头，问，你哭了？唐恒咬牙反问，你还难受吗？难受。李月池放慢了语速，我喝的太多了，头疼。是的，否则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我怎么能出现在这里？唐恒想，他爸爸请我喝酒，说这一年多辛苦我了。李月池的声音机不可闻，他病危了。唐恒不知该回答什么，沉默片刻，说，节哀。其实不是第一次了，之前也下过病危通知书，但是这次可能挺不过来。李月池吁出一口气，又扬起脸，你看我说的对吧？一切都有代价，他也是代价。李月池摇摇头，不说话了。这天晚上，唐恒留宿在李月池的出租屋，两个人挤一张单人床。李月池很快就睡着了，呼吸沉沉的，似乎格外疲惫。唐恒则睁眼望着那方狭窄的窗户，原来站在窗前并不能听见长爱的歌声。原来李月池早就见过他，就这么一直望到后半夜。他知道今夜过后，李月池一定会后悔。宝通寺早上唐恒醒来的时候，李月池已经不见了。吊扇有气无力的转着，窗户也被推开，暗绿色的纱窗在晨风中微微颤动。手机上一大串未接来电和短信，没有一个来自李月池。
唐恒起身洗了把脸，有点茫然的站在房间里。他甚至不知道李月池是什么时候走的，也不知道他走了多久。昨晚被他碰倒的玻璃罐子端端正正立在整理箱上，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唐恒目光一顿，看见香薰下面压着一张纸条，是李月池的字迹，有些潦草。我去医院了，整理箱里有方便面。唐恒把纸条压回去，沉默片刻，又抽出来，折成一枚小小的方片，放进吉他包。这是个碧空如洗的早晨，到底是入了秋，晨风清清凉凉，阳光也明亮干净，好像昨夜的一切都如露水似的，被晨风吹过，被阳光晒过，已经蒸发干净了。唐恒自嘲的想，怪不得有个词叫露水情缘，发明这个词的人是不是和他一样经历了这样的早晨？青天白日，各奔东西。唐恒背起吉他，关好李月池家的门，上次被他弄坏的门锁也已经换成新的。早晨8点整，巷子里静悄悄，路过长爱，门自然没开。草地上干干净净，也看不出昨晚音乐派对的痕迹。唐恒到巷口吃了一碗襄阳牛肉粉，配一杯冰镇米酒，又加一颗卤蛋。他知道自己下一次来这里，也许是很久很久以后了。吃完早饭，唐恒拨了蒋亚的电话：“喂，是我。”“你谁？你他妈的，你死哪去了？”蒋亚原本睡意朦胧的，忽然一个机灵，扯开嗓子大骂：“你别以为我们没看见，昨晚你和那谁一起走的？他不是直男吗？他喝醉了，我送他回家，没干点别的。能干什么别的？给他2耳光啊！”可蒋亚顿了顿，认真的问：“真的啥都没干啊？”“没。”“靠，我输了。”安云抢过手机，笑嘻嘻的说：“我俩打赌，他赌你睡了李月池。”“我赌没有。”唐恒说：“那你赢了。你还是趁早滚蛋去东京。”安云忽然不笑了，低骂道：“我看只要李月池没死，你在武汉是安生不了。”唐恒平静道：“你说的对。”然后挂了电话。他走出东湖村，来到落鱼路上，发现自己无处可去。东湖村、落鱼路、街道口、汉阳大学，哪里都是李月池。奇怪，他们才认识多久？不到2个月，好像认识了2年。他能想象出李月池是怎样穿着亲吻考研的 T 恤走进东湖村，是怎样背着背包穿梭在落鱼路的人群中，是怎样走进街道口地铁站的地下通道，走进汉阳大学里去。他会在地铁站门口买一束3块钱的栀子花吗？也许不会，但他会认真的嗅一嗅那花香。唐恒回家洗了个澡，换上一身新衣服。川久保玲的 T 恤被他揉成一团丢在地上，他希望下午王阿姨来的时候能把那件 T 恤清理掉。他睡不着，又无处可去，最后只好钻进2号线。上车时人满为患，此时已经将近10点，按说不是早高峰，但2号线就是这么神奇。有人高声打电话，有人用武汉话聊天，有人拖着巨大的行李箱，好像大家都有事要做，匆匆忙忙。过了汉口火车站，人少了很多，唐恒找到一个座位坐下。后来在地铁行驶的低鸣声中，他睡着了。又不知过去多久，恍惚间他听见李月池在耳边说：“唐恒，我很难受。”音调很低，却很清晰。唐恒猛地惊醒，恰逢地铁靠站停车，他跨过车门，直到看见宝通寺3个大字，才彻底清醒过来。他没去过宝通寺，但记得高中语文老师说，这间寺庙有800年历史。唐恒沿着明黄色的矮墙一路走到门口，他决定进去待会儿。如果这里能令他暂时忘记李月池，那就真是佛法无边。当然，忘不了也没关系，全当来观光，毕竟他马上就要离开武汉了。卖门票的老太太瞅着他，好像不相信这么个长发小青年也有佛缘。唐恒接过门票，心想我这不就来清静6根了吗？
宝通寺维护的是很不错，庙宇整饬，色彩鲜艳。唐衡跟着几个香客走进正殿，只见一尊高大的金身佛像矗立于面前。香客们虔诚地跪在垫子上，俯身磕长头，嘴里念念有词。唐衡驻足一旁看了片刻，绕过金身大佛向后殿走去。然后他就后悔了。跨过门槛，他看见几个褐衣僧人正在扫地，角落里一小堆落叶燃烧着，升起缕缕青烟。唐衡像被定在原地，不能上前一步。这未免太凑巧，怎么进了宝通寺还是避不开他？佛法无边，就是这样无边的吗？不合时宜的想起昨夜的吻，还有他横冲直撞的气息。地藏殿传来隐隐梵音，那是一位老住持在唱经，大概为了超度什么人。唐衡沮丧的想，为什么到了这里还是不能忘记他？那么到了东京吗？到了美国呢？兜里的手机震起来，是安云的电话。唐衡挂掉了，把手机关机。他干脆坐在后院的石凳上，盯着那堆枯枝败叶。凝神细听，确实有噼里啪啦的声响，青色的火焰缓缓灼烧，好像夏天随着这堆落叶一起，在这一刻被烧完了。月亮的月，飞驰的驰，我很难受。学弟就这么坐了很久，闭着眼，阳光落在眼睫上，视野里一片金色的黑，直到面前的落叶尽数化为灰烬。唐衡起身穿过玉佛殿，继续走，来到宝通塔下。宝通塔又名红山宝塔，原来7级浮屠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耸。一位身穿黑衣的老妇正在绕塔，见唐衡站着发呆，上前提醒道：绕塔要顺时针才灵验呢。唐衡问：可以许愿吗？可以啊，诚心发愿，佛祖会听见的。好，谢谢。你跟着我念啊，南无阿弥。不用了。老妇一愣。唐衡抬头望着塔尖，轻声说：我没有愿望，就算昨夜一切都不作数，他还是不想忘记他。宝通寺2，老妇瞥了唐衡几眼，仿佛觉得这小子是刻意来找茬的，很快便走了。时近正午，寺庙里还有人声。唐衡躬身钻进宝通塔，这宝通塔从外面看还算典雅，内里就显得老旧了。狭小的甬道仅容一人向上攀爬，楼梯陡峭极了。四周墙壁均是灰扑扑的白墙，塔内昏暗，也没有灯，唯有每层的墙壁内供奉着小小的佛像和蜡烛，只靠天光和烛光照明。唐衡爬了2层就坐下来，闷得满头大汗。他坐在冰凉的台阶上，摸出手机，才想起之前关了机。7个未接来电，3个安云的，3个蒋亚的，还有1个来自王阿姨。5分钟前，大概是问他用不用准备午饭。塔内没有信号，唐衡便把手机揣回兜，继续向上攀爬。宝通塔的每一层都有支出去的看台，也是小小的。唐衡坐在那看台上，甚至没法把腿伸直。3楼的看台有些微风，拂在脸上，似乎带了些寺庙里烧香的味道。唐衡认真的思考着，接下来去哪？也许可以去排练室，至少那地方与李月池无关。想着想着，裤都震动起来。唐衡摸出手机，未来得及细看屏幕，外壳光滑的诺基亚瞬间从手中滑落，这可是3层看台。啪的一声闷响，诺基亚落在看台边缘，再多半厘米，一定会掉下去。屏幕上的号码没有备注。唐衡愣了2-3秒，才小心翼翼的拾起手机，按下接听键。喂，唐衡，李月池的声音有点嘶哑，你是几点的飞机？啊？唐衡还是愣的。你说神？安云已经告诉我了。李月池那边闹哄哄的，他语速很快。你今天去东京？不是10月初才去？那有什么区别？唐衡说，反正早晚要去。还有别的事吗？唐衡发觉自己
攥着手机的手有些打颤。我快登机了。还有多久？还有一会儿。你等着我。你干什么？我在地铁上了，我要见你。你别来。唐恒一咕噜爬起来，紧张道：我不想见你。昨晚的事我忘了。不可能。我真不记得了，我这人一喝酒就断片。哎，是不是折腾你了？还是我又犯浑了？李月池没了声响。就在唐恒以为他要挂电话的时候，他低声道：你说免费？什么免费啊？唐恒用力笑了笑：真的，你别紧张，咱俩那是早翻篇了，你就跟我大伯好好念书吧，我不至于因为那点事报复你。你等着我。真没必要啊。唐恒闭了闭眼，还有1刻钟就登机，你赶不过来。我去打车，你等我。李月池的语气几乎有些慌乱。我下地铁了，我去打车。电话里说吧，我到东京换号码。趁现在。他喘了2口粗气，说我都记得。什么？所有？唐恒忍不住苦笑。那好，你要道歉吗？我原谅你了。不。也对。谁让咱俩是共犯？我不道歉，昨晚我说的都是真的。李月池顿了顿，在一片嘈杂声中，唐恒，我喜欢你，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他是在安慰他吧？因为他要去东京了。唐恒又坐在地上，背靠墙壁，觉得身体软绵绵的，忽然没力气揭穿他。其实他有千百句话可以反驳，譬如你不是直男吗？你不是有女朋友吗？我见过你们2个依偎在一起。你既然喜欢我，那你他妈的早干什么去了？可此时此刻，唐恒想，就让他们一起撒个弥天大谎，未尝不算一种圆满。我相信。谎话说到这，够了。我等你，好不好？女朋友怎么办？何必？我骗你的，他是我老师。什么？我初3毕业的时候，他去我们村支教，因为他我才念了高中，考了大学。他对我有恩。就这样，李月池的呼吸越发急促，声音也完全沙哑了，像是很大很大的风沙灌进他胸腔里。昨晚我说了，我没钱，没意思，什么都没有，但我有时间。唐恒已经全然混乱，喃喃道：时间？我有时间等你回来。这是幻觉吗？唐恒用力拧了把胳膊，希望能使自己冷静。然而疼痛反倒令他的气息越发颤抖。你说的都是真的？都是真的。你别等了。我来宝通寺，我在宝通塔，宝通塔里。后来唐恒想起这句话，总觉得好笑。我在宝通塔，他是尊佛像还是条蛇妖？实在是不过脑子的一句话。但那个当下确实没有别的可想，他只能盯着手机屏幕，从11点44分盯到11点59分，还差1分钟正午的时候，耳畔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李月池哑声喊道：唐恒。他的目光则像收束的雨伞，从一张网变成一个点，聚焦在那昏暗不明的拐角处。他永远记得李月池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瞬，屏幕上的11点59分变成12点。那一瞬，阳光毫无偏差的垂直于地，7级浮图化为流沙，漫天神佛都是陪衬。好像李月池没有爬上这座塔，他也根本不在塔中。他们就在金灿灿的平原上，踩着所有阳光和麦地。他冲向李月池，砰的一声把李月池撞在墙上。他们身体抵着身体，唐恒望向李月池，好几秒才说：你是怎么来的？李月池的胸腔剧烈起伏着，他缓缓吐出一个字：跑。从哪？中南路。那唐恒瞥一眼身后的拈花佛陀，忽然有点不好意思，当着佛祖的面说这种话，是不是也太有辱斯文了？那我们是先接吻，还是你在传话？李月池没有回答，
只是靠在墙上，静静望着唐衡。唐衡便再也忍不住，用力吻了上去。1.5这一刻，唐衡才明白飞蛾扑火究竟是什么意思。原来这件事他描述的不是疼痛，而是温暖。宝通塔里没有灯，灰白墙壁散发出凉森森的石灰味道。这个角落连日光都照不进来，四处都是凉的，是冷的，是暗色调的。它扑在李月池身上，好像扑进一团速速燃烧的野火。李月池身上有塔外的阳光味道，有干燥的烟草味道，还有好闻的汗味，它是温暖的。唐衡把自己的右手垫在李月池脑后，怕墙壁隔着他，这也是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他的右手是用来写字和拨弦的，多珍贵的一只手，是不是？现在他也不珍贵了，他可以发麻发痛，可以蹭上石灰，只是为了不要弄疼眼前的人。唐衡莽撞而用力的吻着李月池，恨不得把自己整个人放在喘息里，一起交给他。最后是李月池摁住他的肩膀，低笑着说：“歇一会儿。”两人分开，唐衡抿了抿自己湿润的嘴唇，还未来得及说话，手机又震起来，是安云的电话。唐衡第一反应是挂掉，但又觉得这样似乎显得自己太急切了，犹豫2秒，还是接起来。喂，你干嘛呢？静悄悄的宝通塔里，安云的声音格外清晰。老子给你打了几个电话，你没看见？唐衡略感心虚，你有什么事？好事。安云气哼哼的，我可告诉你啊，李月池找你呢。我骗他说你今天去东京，他就直接挂了。你知道他是什么人了吧？你还是趁早死心，这几天躲躲他。唐衡尴尬道，我过会儿再和你说。你别墨迹了。安云和蒋亚混久了，也带上点东北腔。你以为我愿意管你这破事？还得撒谎。我可真的是为你好，安云。你等等。唐衡慌乱的对上李月池的目光，对方抱着手臂靠在墙上，眸中带些笑意。等什么？你还没看出来吗？他就吊着你玩呢。唐衡低声道，李月池在我旁边。安云，李月池俯身凑近，谢谢你啊。不过我没有吊着唐衡，我们在一起了。他看向唐衡，轻快的说，是吧？是。唐衡被他这样一看，又有些心惊摇荡。那什么，我先挂了呀。结果不等他挂断，电话那头就成了忙音，咬牙切齿的忙音。李月池笑了笑，毫不在意似的，要继续吗？唐衡先点头，又摇头，忽然觉得自己很傻。你别介意，他小声解释，安云不是针对你，他就是怕你被骗。我明白。唐衡望着李月池，愣愣的点头。你也怕我骗你？李月池敛起笑意。不是怕你骗我，只是太突然了。我之前真的以为眼前又出现那个女人依偎着李月池的画面。唐衡顿了顿，真的以为你有女朋友。李月池说，对不起。之前我不该骗你。他略略皱着眉，但如果再来一次，你还是要骗我。你知道原因？即便我知道原因，即便你知道。李月池说完笑了笑，无可奈何的歉意一闪而过。唐衡觉得自己在哪见过李月池的这种神情，是在，他想起来了，原来是在那天晚上。那天晚上，李月池为他打架，他要跟去他家，他拒绝，他坚持，两人僵持不下，最后还是去了。去之前，李月池说，我家很脏。没错，就是这种神情，好像他其实知道，他想隐藏的东西总归是藏不住的。唐衡想起有句话说，世界上只有3种东西无法隐藏，咳嗽、贫穷和爱。唐衡觉得自己的心从未这样柔软过，柔软到皱成一团，被他捏在手心里，随着他的脉搏一起颤抖。待会我要回医院。李月池轻声说，
赵老师还没醒，我得去守着。哦，吃了午饭再去。来不及了，2点医生来会诊。晚上还能见面吗？可能不行。李月池半是懊恼半是自嘲的说，和我在一起真的很没意思。唐恒用力摇摇头，问，那我可以给你发短信吗？可以。可以给你充话费吗？用不着，我有钱没处花。李月池勾起嘴角笑着问，你知不知道发短信多少钱一条？啊？唐恒茫然道，多少钱？月租套餐1毛5一条。哦，一包黄果蔬5块5，可以发36条。李月池从牛仔裤兜里摸出一个瘪瘪的烟盒，塞进唐恒手心。这个月下个月都不抽了，短信随便发。好傻。唐恒和李月池在2号线上分别，唐恒去找蒋亚安云，李月池去医院。地铁驶入虎泉站，唐恒低声说，那我走了。四周都是人，他什么也做不了。李月池冲他晃晃手机，没说别的。唐恒走出地铁，转身驻足，而李月池就站在靠近门口的位置，两人隔着几步之遥的距离对视。很快，关门的提示声响起来，防护门和地铁门缓缓合上。李月池在唐恒的视野里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最后一刹，他冲唐恒笑了。直到刷卡出站，走进蒋亚家小区，那画面仍定格在唐恒的脑海中。李月池穿了一件铁灰色 T 恤，修长结实的小臂露在外面，被太阳晒成麦色。他的眉毛黑黑的，睫毛黑黑的，一双瞳仁更是漆黑明亮，像是硬豪蘸浓墨勾勒出的一张脸，那么分明，令人看过就忘不了。唐恒给辅导员打了个电话，然后上楼敲门。蒋亚来开的门，上下打量唐恒一番，阴阳怪气道，哟，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唐恒说，羡慕吗？我羡慕个屁，我又不是没对象。蒋亚朝屋里使了个眼色，幸灾乐祸的，不过有些人咱就不知道了。安云走出来，抬脚就往蒋亚屁股上踹，蒋亚身子一闪避开了，说，真的老安，你和田小庆咋样了？安云不理他，满脸不爽的盯着唐恒。唐恒诚恳的说，真得谢谢你。我服了。安云骂道，你接电话的时候不能提前说他在旁边，当时情况特殊。怎么样？蒋亚顶顶唐恒的肩膀，暧昧道，干柴烈火，滚。爸爸是过来人。蒋亚说，你嘴唇还红着呢。哎，咱家白菜就这么被拱了。唐恒不自然的抿了抿嘴，对安云说，李月池知道你不是针对他。靠，我还就针对他了，怎么了吧？你针对他干什么？他这人靠不住的，真的。安云颇有些痛心疾首的样子。他把你当猴耍呀，一会儿有女朋友一会儿没有的，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那个人是他老师。老师？我以为是他什么亲戚呢。蒋亚也皱起眉，为了老师去借高利贷啊。他说他对他有恩。什么？救命之恩？拍电视剧呢？安云语速很快，机关枪似的，他可比你精多了。长点心眼吧你。我知道。唐恒被他俩说的有些烦闷，之后会问清楚的。他当然也想问清楚那位赵老师的事情，但又不知如何开口，总不能说有天晚上我偷偷跑去医院，看见他靠在你身上。这件事他实在说不出口，而且那位赵老师又病危了。蒋亚从厨房端出一盘西瓜，兴冲冲的问，所以你俩真的在一起了？真的。那哥们是挺帅啊。帅能当饭吃啊。安云没好气道，你这话说的。蒋亚耸肩，田小庆不长那样，你能看上人家？眼看这两人又要吵起来，唐恒连忙转移话题，那个比赛还报名吗？蒋亚，
啥比赛？周黑鸭那个。报什么名啊？你都要走了。唐恒看着他，不说话。蒋亚愣了愣，你不是要去东京，不去了呀？我刚刚给辅导员打电话了。唐恒、安云沉默片刻，像是彻底无奈了。那你怎么和唐老师解释？就说不想去了。他会信吗？信不信随便，总不能把我绑到东京。唐恒的语气有些不耐烦。蒋亚，你去报名吧。不去就不去呗，小日本又不是啥好地方。相比于安云，蒋亚倒是喜滋滋的，这样唐恒也不用异地恋了。咱们还能参赛，还能弄专辑，多好。参赛有什么要求？初选没啥要求，是乐队就行。复赛的话需要有至少一首原创。复赛什么时候？11月。来得及。那必须。蒋亚一手抓住唐恒，一手抓住安云。开始搞事业了呀！安云欲言又止的看着唐恒，最后他还是没再追问，点点头说：“那就开始准备吧。”其实他们已经有不少半成品，大都是安云编曲。蒋亚和唐恒写词，虽然蒋亚写的词实在一言难尽。三人凑在蒋亚家的书房，第一次正儿八经的商量起来，哪首曲子能用，但要继续修改，哪首词符合他们的风格。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他们乐队的风格究竟是什么？蒋亚说：“我们的路子肯定是朋克呀。”安云说：“朋克不适合我们。”蒋亚说：“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说着说着又开始拌嘴，吵得风生水起。他俩吵架的间隙，唐恒给李月池发了条短信：“中午吃的什么？”发完才反应过来自己还没吃午饭，竟然也不觉得饿。距离他们分开已经2个小时22分钟，应该不会显得他太粘人吧。手机屏幕上旋转的小信封变成一枚绿色对勾，显示发送成功。发件箱里多出一条短信：下午15点06分，收件人李月池。唐恒盯着这3个字，心里升起一种难以形容的满足感。李月池，月亮的月，飞驰的驰，如此简单的一个名字，却如此特殊，好像这3个字从几万个汉字里逃逸出来了。它们变成某种神秘的图腾，烙进他的身体里。不行不行，这个肯定不行。蒋亚皱着脸，这还是摇滚吗？改行唱民谣吧。屁！你对摇滚的理解有问题，我们第一首歌就得选个好驾驭的，我不管。这种我打不了。你现在冲我急什么？回头去排练室试试再说。唐恒，你别他妈谈恋爱了。蒋亚一把薅住唐恒的胳膊，你来听听安云选了个啥。其实唐恒还真没谈恋爱，因为李月池没回短信，他只是对着那句中午吃的什么发呆，有点后悔自己问了这个问题，太傻了，像是没话找话似的。其实他是真心想知道李月池吃了什么，总怕这人为了省钱充话费而不吃午饭。从前他一向我行我素，想什么说什么，现在却是想问的不敢问，问了的又后悔，只因为李月池成了他的男朋友，放在手里都还没捂热。唐恒尚且不知道自己这种状态便是患得患失，只觉得那个问题真是问的好傻。唐恒听了安云选的曲子，是一支柔和简单的慢调，有点布鲁斯的味道。蒋亚说：“这个不行吧？”安云怒道：“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自己写啊！”于是两人又争吵起来，吵得面红耳赤，乐在其中。直到他们吵累了，各自拿了一瓶可乐，躺在沙发上看起《武林外传》的碟子。已是下午4点过，李月池还是没有回短信。楚天在上午5点多钟，蒋亚就嚷嚷着饿了，安云家里有聚会，得回家吃饭去。唐恒便和蒋亚叫了外卖，两人各自盘着腿坐在沙发上，人手一碗五谷鱼粉，意外的安静。吃到一半，蒋亚悠悠叹了口气：“女大不中留啊。”唐恒抬头用看智障的眼神看他：“以前咱俩吃饭，
啊，热热闹闹，有说有笑。蒋亚哀怨道：“现在呢，有别人了，不理我了。”唐恒说：“你有事？没事不能聊聊天啊。那聊吧。”你看了一下午手机，蒋亚笑嘻嘻的，语气相当猥琐。和信里的说什么呢？没说什么，还有他叫李月池。我还真想象不出来你和他谈恋爱。哦，唐恒顿了一下，低头盯着碗里的鱼粉和鱼圆。那我问你个问题。啥？你谈恋爱的时候多久联系一次？多久联系？蒋亚有些茫然，说我们就基本上天天见面啊。不见面的时候呢？打电话啊。不能打电话呢？你他妈 QQ 搞网恋啊？不是，到底怎么了？蒋亚放下碗，一步跨到唐恒身边。那个信里的不让你打电话？不是。那你打呀。我们说好了下午发短信，他在医院很忙。他忙什么？照顾病人。靠！蒋亚翻个大大的白眼，再忙能忙到一个电话都接不了。别说电话了，唐恒在心里默默接一句，他连一条短信都没回。明明在地铁里分别的时候他还晃了晃手机，明明在宝通塔里的时候他说短信随便发。你得硬气点啊，儿子，咱又不欠他的，干嘛这么怂？唐恒低声说：算了，估计他有事。你直接打电话问啊。不用。这样吧，你就……蒋亚冷笑，我看你能憋到什么时候？唐恒的确高估了自己。吃完晚饭，蒋亚和女朋友约会去了，唐恒独自走路回家。落鱼路华灯初上，熙熙攘攘，下班的人们把步子迈得飞快，四处洋溢着喜迎周末的热闹劲儿。唯独唐恒双手插兜，慢慢踱步，一副毫不着急的样子。他不是不着急，只是着急也没用，总不能飞到李月池身边逼他回短信。古人望尽千帆，他就是望尽手机了。这黑咕隆咚的小机器好像生出灵性，顽劣的不亮也不振，偏和他对着干。他第一次知道，原来等待是如此煎熬的一件事。天色渐暗，厚重的乌云聚集在空中，略微起了风。唐恒路过蔡林记，听见门口的服务员说要下雨了。武汉这个地方总是有很多夜雨。唐恒脚下一顿，猛地想起那个晚上，难道要债的人又去堵李月池了？想到这，他再也忍不住，飞快拨了李月池的号码，谢天谢地，没有关机。然而很快对方挂断了，又拨过去，又挂断，直到第3次挂断，唐恒总算收到李月池的短信，短的不能再短，有事等我。原来他不是没看见短信。唐恒想，晚上9点，窗外仍然飘着夜雨，唐恒已经放弃联系李月池了。他想，也许李月池真的很忙，忙着照顾那位赵老师。唐恒对自己说无所谓，只要李月池没事就好，反正他们还有很多时间。这样安慰自己一通之后，唐恒进浴室洗澡。洗到一半，忽然听见尖锐的嗡嗡，是手机在玻璃桌面上震动的声音。唐恒顶着满头泡沫冲出去，大伯的来电。唐恒，你在搞什么？唐教授的语气比平时严肃。小鱼说你要放弃去日本的交换名额。不想去了。好端端的怎么不想去了？我留在学校写毕业论文。论文哪不能写？反正不去了。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唐恒可以想象出唐教授板起脸的画面。你能不能为自己的决定负起责任？正好我妈也不想让我去。哦，这时候想起你妈了。那我看你干脆也别出国读研了。你自己好好想一下吧。唐教授轻叹一声，语调透着些失望。有出国交换经历的话，对你升学校也有帮助。我叫那边保留了你的名额，明天反悔还来得及。唐恒挂掉电话，把手机用力掷向茶几，砰一声闷响。
身上的水珠在地板上汇集成小小一滩，他低头盯着那滩水，半晌，慢吞吞走回浴室。他不太想承认自己的失落，就算没人看见，也不想承认。洗完澡，读了20页不敌饿，又从冰箱里找出王阿姨包的饺子，煮了10个，吃掉。做完这些，已经10点02分。手机躺在茶几的边缘，仍然不声不响。唐恒想要上床睡觉，虽然这么早根本睡不着，但他也提不起兴致做别的。沉默片刻，他关掉所有大灯，只留下床头一盏灯。借着那一缕柔软的光芒，他静静凝视几步之遥的手机，说不清是在和手机置气，还是在和自己置气。半晌，唐恒认输似的拾起手机，摁了一下，没有反应。不是吧，摔坏了？连上充电线，唐恒捧着手机坐在床边。如果是因为电量耗尽而关机，那么需要充一会儿电，手机才能开机。这黑色的小机器沉甸甸的坠在他的手心里，也坠着他的心。过了一会儿，右上角的小灯闪烁起绿光，原来真的没电了。长按开机键，两只手握在一起，那是诺基亚的开机动画。动画结束，短暂黑屏，又亮起来，弹出提示框，你有3条未读短信。唐恒一下子站起来。第一条，21点35分，李月池，我回来了，可以见面吗？第二条，21点45分，李月池，明天见也可以。第三条，22点01分，李月池，晚安。唐恒重重坐下，觉得自己从空中跌落，一颗心终于落回结实的大地。他拨了李月池的号码，几乎在忙音响起的一瞬间，电话就被接通。唐恒，李月池叫他的名字，声音很低，你睡了吗？没有。他笑了笑，不然也看不到我的短信。那你睡了一下午？算了，唐恒说，早点休息吧。对不起，我开玩笑的。下午赵老师走了，李月池沉默片刻，我想见你。1刻钟后，唐恒看见李月池，他换了身衣服，黑 T 恤，黑运动裤，如果不是撑着把枣红色的伞，大概就整个人融化进夜色里了。唐恒走上前去，俯身钻进他伞下，在他身上嗅到一股很清淡的沐浴露香味。一时间，他们谁都没说话，细密的雨丝落在伞面上，也听不见声音。下午太忙了，李月池低声说，后来一直在殡仪馆。那你别太难受。李月池颔首，已经有准备了。那就好。唐恒顿了顿，我刚才只是有点担心你。你打电话的时候我在殡仪馆。李月池的声音很闷很轻，不知道为什么不想在那个地方听你的声音。唐恒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他们走出凌波门，过马路，来到东湖边上。这时已经很晚了，又下着雨，湖边空无一人，连路过的车都很少。眼前是黑茫茫的湖水，身后是黑茫茫的校园，头顶的苍穹也是黑茫茫的，无星无月。这是一个茫茫的夜，似乎专为他们而来。李月池说，我以为他能再撑一段时间。不怪你，我知道，但还是有点难受。他把腰抵住栏杆，面向唐恒，我初3毕业的时候，原本要跟我爸去矿上打工，他到我们那儿支教，去找我爸妈，和他们说一定要让我念高中。然后你就念高中了。我爸妈不同意，因为家里缺钱，他就天天往我家跑，劝他们，还贴了500块钱给我交学费。他很好。后来我来武汉念大学，又和他联系上，去年年底他高烧了一段时间，在中心医院确诊骨癌，已经扩散了。唐恒不知该如何安慰李月池，死亡这件事实在距离他的生活太过遥远。他爸去世时他才11岁，当时的记忆早就模糊了。唐恒又想起李月池喝醉之后说他也是代驾，这句话他仍然似懂非懂，只好用力攥了攥李月池的手，发觉很凉。
李月池笑了一下，大概不想把气氛弄得太沉重。你呢？下午干什么了？在蒋亚家选歌。选歌？我们乐队打算出张专辑，安云之前编了几首曲子，我们先挑着。他编曲，那谁写词？我和蒋亚。来得及吗？什么？你要去日本啊？不去了。你不能反对，唐恒半开玩笑的说。谁都能反对，你不能。是因为我？是。他觉得没必要撒谎。我可以等你回来，李月池说。真的。我当时报名去交换是为了躲你。唐恒理直气壮道。李月池便不说话了，唐恒只听见他很轻很轻的叹息，然后他俯身向前，把下巴支在唐恒的肩膀上，双臂拢住唐恒的手和腰，如一张网笼上来。他的身体沉甸甸的，呼吸也沉甸甸的，那股沐浴露的味道更清晰了。这时一辆出租车驶过，橙色车灯远远掠过他们，和着那一束细长的雨丝拉长他们的影子。其实只有一团影子，因为他们交叠在一起，像两块不分彼此的石头。李月池把脸埋在唐恒肩上，低声说：我给你写一句歌词，行吗？唐恒有点惊讶。李月池说：我想想。他在思考的时候，就这样一动不动地扑在唐恒身上，就像全世界只剩他们两个人了。细雨中的东湖是一片海，远方是海，身后是海，天上也是海，他们脚下是唯一的陆地。你是湖水。他停顿了足足半分钟，笃定道：卷进我肺里。唐恒问：为什么是肺？他笑了笑说：因为肺是很重要的器官。你是湖水卷进我肺里。不待唐恒多想，他收了伞丢在一边，双手捧起唐恒的脸颊，慢慢亲吻起来，从额角到眉尾到眼睫到鼻梁，他干燥的嘴唇划过唐恒的皮肤，带来一些缠绵的痒意，像某种小动物轻轻蹭过去。唐恒感觉自己小幅度的颤抖起来，最后他的嘴唇碰了碰唐恒的嘴唇，四下寂静，天地混沌。他们有足够多的时间，唐恒分开双唇迎接他，胸膛以和他相同的频率起伏，触感在唇间爆裂开。唐恒模糊的想，好像真的有湖水卷进了自己的肺里，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不想停下来。楚天在上，他们就把彼此交给彼此吧。赵雪兰、唐恒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场梦，梦里又回到武汉，都是熟悉的地方，落鱼路、宝通寺、东湖。出国前2年，几乎每天晚上他都会梦见武汉，所以早就习以为常。然而这次不一样，这次的梦里他已经27岁，穿西装打领带，像是去汉大开会的学者。他走进校园里，看见春天时梨花和樱花都开了，粉白一片，到处是骑着自行车的学生。他在人群中找了很久，找不到李月池。他觉得李月池还在学校，但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他在社会学院拦住背着贝斯的安云，问他：李月池呢？你们这学期不是一起上课吗？安云眨眨眼，表情困惑。他在图书馆遇见田小庆，问他：李月池呢？你们不是一起做项目吗？田小庆抿着嘴笑了笑，不说话。最后他在东门撞见一头红毛的蒋亚，他问他有没有看见李月池。风清日朗，蒋亚微笑着说：李月池杀人偿命。你忘了？唐恒猛坐起来，低喝一声：李月池。视野里是纯粹的黑暗，他发觉自己坐在一张床上，硬邦邦的，不是他教师公寓的床。刚才是做梦吗？然而此处又是何处？唐恒的身体哆嗦了一下，他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他想不起来自己在哪，记忆好像断掉了。他只记得他博士毕业去了澳门。对，
理论上他应该在澳门，但这是哪里？熟悉的恐惧感又出现了，他想不起此刻的时间，想不起自己身在何处，他像一个茫然的点，找不到坐标。这情形已经很久没出现过。他正在发愣，门外忽然响起脚步声，紧接着咯嗒一声，灯亮了。他眯起眼睛，还是愣愣的，看见李月池向自己走来。不对，不对，他知道这不对。他不可能见到李月池，他见不到他很多年了。难道此刻才是梦境？那刚才的又是什么？还难受吗？李月池在他身旁坐下，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不烧了。唐恒抓住他的手，这是哪？李月池说，我家。不可能，你烧糊涂了。他起身端起桌上的杯子，喝点水。那是一只有裂纹的白瓷杯，水是热的。唐恒很慢很慢的喝完了水，缓缓环视身处的房间。猪肝色的木结构，水泥地面，几个不明显的洞。窗外有淅沥雨声。唐恒说，我在贵州。对，铜仁石江县半溪村。李月池低声说，你来出差。随着那杯热水，他的记忆总算一点一点浮上来。唐国木强奸了田小庆。李月池垂着眼，不应声。我才知道。唐恒喃喃道，我竟然才知道。这次李月池干脆站了起来，平静地说，再睡一会吧。唐恒下意识起身抓他，脚掌忽然钻心的痛，痛到他低嘶一声，才想起自己受了伤。李月池转身按住他的肩膀，力气很大，声音也多了点不耐烦，好好躺着。你去哪？打电话。给谁打？村长，还有你的同事。李月池看向窗外的夜空。待会天亮了，他们把你接走。这一下就什么都顾不上了。唐恒几乎是扑向李月池，以一种很狼狈的姿态。他坐在床上，拧着身子，伸手揽住李月池的腰，用上了最大的力气。我不走。唐恒收紧手臂，一字一句地说，我哪都不去。李月池轻审，这是我家，别赶我走。凭什么？我爱你。李月池笑了一下，不以为意。哦，我是认真的。唐恒觉得自己很多年没有这样惶恐过。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再试一次，你也愿意的对吧？你说了，我在贵州这些天我们在一起，起码现在我还在贵州。我反悔了。李月池，唐恒像在祈求他，别这样。是你别这样，咱们已经结束了6年了，我们重新开始。重新？李月池又笑了笑，忽然捏住唐恒的后颈，他俯身，表情带几分狠厉，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重新，你懂吗？他的手劲儿有些大，后颈被钳制的感觉并不好，但唐恒并未挣扎，他知道自己没有危险，说不上为什么。也许就算此刻李月池把刀尖抵在他胸口，他也不会觉得危险。我做什么，你才愿意和我在一起？你贱不贱？贱。李月池，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李月池的喉结动了动，他盯着唐恒，一直盯到瞳孔的深处。你这么想和我在一起，那你就待在这儿，不许出门，不许联系别人。唐恒似乎看见几点光芒从他眼中一闪而过，透出歇斯底里的疯狂和一些绝望的影子。你想囚禁我吗？你还是滚吧。我答应你。唐恒感觉意识有些恍惚，他把自己湿热的脸颊贴在李月池肩上。那你就囚禁我吧。李月池整个人的线条是绷紧的，他不说话，却也没有推开唐恒。唐恒扒在李月池身上，竟然就这样昏昏沉沉的睡着了。不知道睡了多久，在醒来时发现身上的衣服已经被人换过，变成一件干爽的旧 T 恤，脚上的纱布也换过了。山里气温低，唐恒坐起来，把被子裹在身上。李月池，
没人应。窗外天光大亮，似有隐约鸟鸣。他去村委会了。片刻后门被推开，李月池的母亲缓缓走进来。他看着唐恒，神情有些忐忑。领导，你找他？我给他打电话。没事，您知道他去村委会干什么吗？说是去签责任书。责任书？他不让别的接你走，村长说那就让他签个责任书。哦，唐恒愣了愣，那我等他回来。领导，你饿不饿？锅里有稀饭。您不用叫我领导，叫我小唐就行。这多不合适。他僵硬的笑了笑。你是领导？唐恒沉默片刻，想起昨晚的事，轻声问道：您是不是知道了？果然他的表情蓦地紧张起来。我是听村长说的，李月池捅的人是我大伯。他脑子糊涂啊，领导，你看在他已经蹲了4年多的份上，他在里面过得怎么样？能怎么样呢？李月池的母亲摇了摇头，惨淡道：我们又没有关系，又没有钱。我问他，他也不讲，就是人瘦了好多。妈，不知李月池是什么时候进屋的，脸色不大好看。我不是说了，你不用管他。你怎么这样讲话呢？领导为了你大半夜赶过来。好了，我管他就行。李月池闷声说：你忙你的活路。母亲冲李月池使了个眼色，转身出去了。房间里安静下来，唐恒看着李月池，忍不住伸手拽了拽他灰色夹克的下摆。他好好的穿着夹克和牛仔裤，因此并不显得多么瘦削。唐恒却知道，层层衣料掩盖住的腰身比6年前更窄。6年前，他曾想方设法把李月池喂胖一点，最常用的办法是自己去食堂买一大袋吃的，藕汤、排骨、牛肉粉、烧麦、包子，拎回他们那间出租屋。屋里没有冰箱，不吃就坏了，所以李月池只能通通解决掉。后来李月池还是没有变得更壮实，但体重却重了5斤，为此他十分得意。现在6年过去了，他已经不知道李月池的体重，只是昨晚揽住他的时候，双臂间空落落的。你签了什么责任书？唐恒说：我想看看。李月池掏出个折了又折的纸片，丢进唐恒怀里。若唐恒生命安全或经济财产受到任何损失，均由李月池负责及赔偿。唐恒捧着薄薄的 A4 纸，念完了，看见右下角李月池3个字落款。这是李月池的字，他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不是说，如果我出了事，你负全责？李月池没说话，默认了。为什么让你负责？你是公家的人，村里不敢担责任。李月池瞥他一眼。你现在走，就不用我负责。唐恒把 A4 纸按照原先的折痕折回去。我不走，你负责吧。等等，什么？这个你也要签？他偏着脸不看唐恒。行啊，唐恒痛快道，给我支笔。李月池递来一支碳素笔，唐恒俯身在李月池3字后面签上唐恒2字。李月池的字还是那么清晰利落，而他的字是垫在棉被上写的，歪歪扭扭，相形见绌。唐恒盯着他们俩的名字，有些恍惚的想，这是真的。李月池抽走他手里的责任书，唐恒喊道：你干什么？拿去村委会复印。然后呢？每家发1份。李月池不耐烦地说。没过多久，李月池又回来了，端着一碗稀饭，2个鸡蛋走进屋里。吃了。他命令唐恒。稀饭是红薯和大米熬的，味道甜滋滋，唐恒挺喜欢。然而那2颗鸡蛋是完完全全的白水煮蛋，半分滋味也没有。唐恒对着鸡蛋沉默片刻，问李月池：你吃早饭了吗？李月池说：吃了。吃饱了吗？饱了。这些太多，我吃不完。李月池面无表情道：那就慢点吃。唐恒不知道李月池是不是故意的，
6年前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从来不吃白水煮蛋，总觉得有股很淡的腥味。有时候他俩去吃学校旁边的顶屋咖喱，他总把咖喱饭里的半边水煮蛋舀到李月池盘里。也许李月池已经忘了，也许6年之后谁都会忘的。唐恒一点一点剥下鸡蛋壳，李月池坐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然后起身出去，很快又回来。赶快吃，他把碗放下，待会我还有事。碗里是浅浅一汪酱油，表面上浮着点点香油。唐恒问：什么事？干活。农活？对。我能去吗？你去当啦啦队。李月池扫一眼唐恒的脚，老实躺着。唐恒把鸡蛋蘸了酱油，总算没那么难以下咽了。我也不能总在这躺着吧？唐恒小声说，带我出去透透气。你不是说你家承包了无花果吗？李月池动了动嘴唇。唐恒又说，你让我去哪我就去哪，都听你的。李月池看着唐恒，略略皱起眉，不知道在想什么。片刻后他说，好吧。然后他又出去了。唐恒听见叮叮当当的碰撞声。吃完鸡蛋，坐在屋里等着。过了大概10分钟，李月池走进来。他先是站着打量唐恒，然后忽然俯身，一手绕过唐恒的腿弯，一手插入他腋下，低声说，别动。唐恒愣了愣，尴尬道，我自己能走。李月池不应，直接把他抱起来，出了屋门。唐恒才看见狭窄的过道里立着一架轮椅，有些陈旧了，但刚刚擦洗过，皮质坐垫上还带着点点水痕。唐恒坐在轮椅上，李月池又不知从哪拎来一只装满水的塑料杯，递给他，你拿着。哦，唐恒抱着李月池的杯子，忽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李月池背起装农药的喷筒，推着唐恒向外走去。下了一夜雨，此刻晴空万里，天色瓦蓝，正是干农活的好时候。李月池推着唐恒，一路上经过许多稻田，有的村民已经见过唐恒，很热情的喊声领导，甚至上来关心一番，领导你这是怎么了？受伤了？哎呦，遭罪啊！小李你可把领导照顾好了。有的没见过唐恒，也凑过来问李月池，这是咋个回事吗？有手有脚的，怎么推着走？唐恒禁不住面露羞赧，他也觉得自己这样未免太夸张，明明是个四肢健全的男人，却缩手缩脚的坐在轮椅里，不太聪明的样子。总算到了李家承包的无花果林，林子在山脚下，距离农田有些远了，四下无人，只能听见远处的鸡鸣。李月池没再说别的，套上手套，径自去给果树打药。唐恒目不转睛的看着他，他穿一双厚底胶靴，身上围着类似雨披的塑料袍子，手套长到手肘，是明黄色的。他果真像农业节目里的那些农民一样，肩背喷壶，手执喷嘴，熟练的在果树上喷洒农药。唐恒愣愣的凝视他的动作，干脆利索，速度很快。他见过李月池做很多很多事，打架煮饭，读书喝酒，但那些事都发生在城市里。好像6年前李月池从未告诉过他在乡村里发生的一切。李月池回来的时候，唐恒还在发愣。他把手套摘下来拎着，从兜里摸出2颗无花果，你吃不吃？唐恒接过来，攥在手心里。你家承包这片林子多久了？我出来之后承包的。那就是不到2年。这东西赚钱吗？还可以。能赚多少？村里合作社给钱，1个月500，剥皮吃就行。李月池说，这2颗没有农药。这个季节并不是无花果成熟的时候，2颗无花果青的泛白，个头也小，剥开了却意外的很甜。唐恒说，我们去别的地方待会儿，好不好？李月池把他带到河边，对岸有人弓着身子干活，一头黄牛在河边饮水。他们这一侧静悄悄的，唯有水声。
唐恒知道，也许徐主任已经急疯了，也许石江县城的温泉酒店已经乱成一锅粥，也许再过不久他们就会找过来。他不可能在村庄里躲一辈子，也许他应该和李月池谈一些现实的问题。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唐恒想牵他的手，犹豫一刹，只是碰了碰他的手臂。唐国木对田小庆做的事，我说了，你信吗？我信。李月池垂着眼笑了笑，你记不记得我捅他之前说过什么？你不记得了。李月池很平静地说，没关系，我知道你不记得，很久之前就知道了。唐恒猛地攥住李月池的手腕，腕骨凸起来，硌得他的手心有些痛。李月池不动，任他攥着，半晌，唐恒挫败的松开手。田小庆的事从头到尾和你无关。李月池望着阳光下亮闪闪的河水，你大伯的事也和你无关，你别管，但你和我有关。那是以前，现在呢？李月池沉默，几秒后他说，回去吧。他们按原路返回，途中李月池接了个电话，语气不大好。快到家门口时他说，不许套我妈的话。唐恒点头，我不套。不许上2楼。为什么？我弟回来了。李月池顿了顿，他住2楼，智力有些问题。平时都是你和你妈照顾他。对，很辛苦吧？李月池摇摇头，没有回答。进了屋，果然听见楼上有说话的声音。唐恒凝神细听，是李月池的母亲和一道男生，听不清在说什么。李月池把他推进屋里，半是叮嘱半是警告的说，在这待着。唐恒点头，问他，你去哪？做饭。我能动你的书架吗？你不是已经动过了吗？唐恒讪讪道，也是。他的手机早被李月池拿走了，电脑还在酒店里，全身上下没有半个电子产品，自然和外界断了联系。但他竟然并不觉得无聊，反倒希望这样的时间再长一些。好像只要李月池在身边，他的时间就是满的，有意义的。唐恒翻开自己的博士论文，白纸黑字第1页、第2页，翻到摘要时愣了一下，这一页上竟然有铅笔做下的标注，很轻很轻的字迹，在几个冗长复杂的单词旁边，标注了它们的中文含义。李月池的字是浅灰色的汉字，他的论文是铅黑色的英文。不知道为什么，唐恒盯着那几个汉字，觉得仿佛能看见李月池查字典时有些茫然的神情。这些年他会失望吗？他会后悔吗？唐恒把论文放回去，本想再看看他的判决书，手臂悬在空中迟疑片刻，最后还是没有碰那文件夹。书架上还有一些旧书，大都是高中的教材和习题集。唐恒正想抽出他的物理课本，屋外忽然响起敲门声，紧接着就听见有人高喊，小李，唐老师，你们在不在啊？唐恒挪到门口，耳朵贴在门板上。李月池开了门，淡淡的说，唐老师身体不舒服，在睡觉。哎呀，我听程大夫说他发烧了。是村长的声音，现在还烧呢。退烧了。小李啊，这个你看，我也不知道你和唐老师是同学，早知道的话省了多少麻烦事。哈哈。不过呢，唐老师身份特殊，我知道。李月池打断他，他也不会一直住我这儿。那是肯定的啦，总不能一直麻烦你。按说是村委会的工作，这样，我们今天过来就是想看看唐老师，大家一起吃个饭，你看怎么样？李月池静了几秒，可以。唐恒推开门，学长，做好饭了。村长快步迎上来，哎，唐老师，您感觉怎么样？我没事了。唐恒看着李月池，就是昨晚辛苦学长。村长忙道，应该的，应该的，我带了点吃的过来。您补补身体。李月池没说什么，转身回了厨房。村长带来不少吃食，
卤猪耳、炖羊肉、鸡汤，估计是大清早就开始准备了。唐恒暗想，自己3番5次跑来找李月池，肯定把村干部吓得够呛。李月池没做别的菜，只凉拌了2盘黄瓜，盛好4碗米饭，上楼去了。唐恒说少1碗米饭。村长左右看看，显然在装傻。啊，不是4个人吗？还有他弟。唐恒冷声道，他弟回来了。哎，唐老师啊，您听我说。村长压低声音凑过来，小李的弟弟，他的情况很特殊，我们也不是故意藏着掖着什么，而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啊。什么意思啊？这是您肯定不知道，说实话我也是前几个月才知道的。就是怎么说呢，您知道有些智力有问题的孩子，他们攻击性很强，就是反社会嘛。唐恒扭头盯着他，话不要乱说。我绝对没乱说。村长瞟瞟楼梯的方向，把声音压得更低。这是好多年前的事儿。李月池他弟啊，亲手把一个支教女老师推下山了。有那么一瞬间，唐恒的大脑是空白的，似乎呼吸也停顿了。你说支教的女老师？是啊，20多岁的小姑娘来我们这支教，听说当时李家没钱交学费，人家还给凑了点钱，就那么被推下去，残疾了。你说说，是叫赵雪兰吗？村长摇头，那就不知道了，我去帮您打听打听。不用了。唐恒没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已经开始颤抖。不麻烦你了。难看饭桌上只有他们4个人。唐恒问李月池，你弟呢？不一起吃吗？李月池简短的说，吃过了。这是异常沉默的一顿饭，村长几次提起话头，奈何唐恒并不回应，只是心不在焉的哦了几声。后来村长也放弃了，只好招呼唐恒您多吃点。唐恒确实吃了不少，却是口中食不知味，心中翻江倒海。那我就先回去了啊，唐老师。村长小心翼翼的说，您有空的话能不能给徐主任回个电话？他挺着急。唐恒说，我知道了，您有什么需要再叫我。好。唐恒深吸一口气，今天多谢你了。村长有点受宠若惊，不客气不客气，这些菜都是我媳妇做的，哈哈。唐恒点点头，心说谢的不是那些菜。唐恒把村长送到屋口，摇着轮椅慢慢转回来。李月池正在收拾饭桌。唐恒默默的看了一会儿，然后垂下脑袋，小声说，我没吃饱。李月池抬眼，那你接着吃。太腻了。还有稀饭。我想吃无花果。行不行啊？唐恒转到李月池身旁，学长，你家无花果好甜。哎，那你快去给领导摘一点嘛。李月池的母亲闻言，连忙走过来，拍拍他的背，快去塞。李月池放下抹布，盯着唐恒。唐恒迎上他目光，学长，辛苦你了。这边无花果多少钱1斤？我想买点。要不得。老人一听这话，又催促道，领导想吃就随便吃吗？月池，你快去。李月池低声说，知道了。随即扫唐恒一眼，目光中带几分警告的意味。唐恒只当看不见，冲他笑笑。李月池披上夹克出门，唐恒伸长脖子看着，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田垄拐弯处。转过头来，见他母亲拾起桌上的抹布，俯身擦拭起桌面。他家的桌子就是最简单的塑料折叠桌，也许是用的久了，无论怎么擦都泛着一层淡淡的油光。阿姨，李月池那边生意怎么样？唐恒凑过去笑着说，我尝了他那儿的牛肉干，挺好吃的。生意还可以，但是一家人都指望他。老人摇摇头，叹了口气，我叫他攒钱在县城买房子，他也不听。能攒得下来吗？攒不下来也得攒啊，要娶媳妇
哪能没房子？不过他也不用着急。怎么不急啊，领导？老人放下抹布，认真的说：“你看我家这个情况，就这2个儿子，小的嘛肯定不行，大的又不光彩，真是造孽。领导，我家儿子我是知道的。”死脑筋！你能不能不和他计较？唐恒静了几秒，温声说：“我不怪他，您放心吧。”领导，你真是好人，我想问一件事。唐恒顿了顿，望着李家狭窄的楼梯，他弟弟是不是伤过人？老人先是不说话，半晌，忽然长叹一声：“造孽啊！我们家就是老二造了孽，菩萨叫老大来还。”是那个支教的老师，对吗？我们真是对不起他，真是对不起他。赵雪兰，多好一个姑娘就瘸了，最后都没有我们赔钱，我们也是实在拿不出钱。领导，你说岳池是不是菩萨下的报应？当年赵老师是怎么被推下去的？他来劝我们吗？让我们供岳池念书，就这么背时啊？你说怎么办？那之前老二从没伤过人的。就那天，他说着说着，眼角流下2道泪，连忙抓起围裙擦掉了。这时，楼上忽然传来一声叫喊，吐字非常含混，唐恒分辨不出内容。老人摆摆手，僵硬的笑了一下：“领导，你别害怕，他没事的时候就喜欢乱喊，他现在吃着药，不会伤人。”话没说完，楼上的人又嘶吼起来。他虽然吐字含混，声音却很响亮。或许是怕吓着唐恒，李月池的母亲快步上楼去了。不久，楼上没了声音。唐恒独自坐在黑黢黢的客厅里，透过半开的窗户，遥望远处高耸的青山。这里的山实在太高太多了，似乎世界就是被山包围起来的这么一小片土地，没有人能真正走进来，也没有人能真正走出去。李月池回来时，楼上已经完全没有声音。唐恒猜想他们睡了。午后的乡村安静的如同一汪井水。吃吧。李月池把箩筐放在唐恒脚边，里面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无花果。唐恒仰头，两人对视，李月池的夹克蹭了几道灰印子。我知道了。唐恒说。知道什么？赵老师的事。李月池的目光骤然冷下去。我以前不知道这些事，想不通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好。你为了给他治病去借高利贷，你还照顾他，你可能不知道，我没有告诉过你是不是？唐恒的语速越来越快，思绪也有些混乱。他还住院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没有在一起。有天晚上我去医院看他，就是中心医院，我看见他靠在你身上，你可能没有印象了，但我一直记得那个画面，我怎么也忘不了。后来我以为你们在一起过。李月池面无表情地说，没有，你从没告诉过我。唐恒颓然的低下头，如果你告诉我这些事，我就相信你了。怎么告诉你？李月池扯起嘴角，像是怒极反笑，告诉你我爸在矿上的2尘废。我弟又是个傻子，这个傻子还把支教老师推下山了，就因为当时我在做题没注意看他。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告诉你？唐恒伸手握住他的手，颤声道，我明白了。李月池说，我不想听。6年前他曾说代价，他说人生是一个等式，得到什么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像个谜题，解释迟了6年。原来你念高中的代价是赵老师的残疾，你考大学的代价是你爸得了尘肺。唐恒想，这个解释来得太迟了。李月池挣开唐恒的手，他的神情冰冷至极，声音反倒很平静，就这样了。唐恒，什么这样？我的人生，我总以为只要我不去找你就能。怎么说？他轻嗤一声，仿佛在嘲讽自己，就能给你留一个不那么糟糕的印象。不糟糕。对，就算他们不糟糕。李月池闭上眼，轻声说。
但是他们很难看，脚底伤口也顾不上了。唐恒哆嗦着站起来，想要用力抱住李月池。6年前的那些情绪仍在眼前，他曾为那个依偎的画面辗转反侧。无数次在深夜里，他费尽心思的猜测李月池和赵雪兰的关系。那个谜题像一个永远解不开又过不去的茧。就算赵雪兰已经去世，就算他和李月池在一起，唐恒扑在李月池身上，抱着他颤抖。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道歉，也许这件事和道歉无关，谁都不必道歉，但他非常想说对不起，非说不可。无论代表什么代表谁，他对他的人生道歉不糟糕，但是难看的人生。我叫你不要去套话。李月池抚了抚唐恒的脊背，动作很轻，宛如依恋。给我个面子，忘掉我，行吗？ BPD， 这是唐恒第一次从他口中听见那3个字，忘掉我。不是结束了，不是你滚吧，而是忘掉我。他知道这只是一种修辞，目的大概是叫他放下过往种种纠缠，忘掉你。唐恒浑浑噩噩的抬起头，注视着李月池的眼睛，我差点就真的能忘掉你了。李月池说，那很好。不好。唐恒用力咳了2声，觉得有根钳子伸进喉咙，把声音一寸一寸扯出来。我说的忘掉你，是字面意思的忘掉。李月池愣了刹那，神色微变。就是我记不住你了，知道吗？唐恒低头盯着自己苍白的指尖。有一天我睡了一觉，醒来就不记得你了。我也不记得我会弹吉他，因为我的手指已经没有茧子了。我说不出自己在哪个学校念的本科，说不出我家在什么地方。李月池，我差点把你的名字也忘了。李月池狠狠摁住唐恒的肩膀，表情变得很可怕。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这是一种病。唐恒恍惚的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但我不同意。那个满头金发的医生说这是一种病。唐恒已经想不起对方的性别，记忆里只剩下一抹晃眼的金色。在安静的诊室里，他避开对方的眼睛，盯着那抹金色说，我不相信。他不相信那是一种病。再具体点 BPD， 维基百科把它翻译成边缘性人格障碍。Tim， 你需要服药，服药能把病治好。我希望如此。把病治好，我就不会想他了，你就不会痛苦了。但我痛苦不是因为我生病。因为什么？因为他拒绝服药，开始在无法集中注意力的时候疯狂抽烟，并且到亚超买了一把小刀，削水果的折叠小刀，银色刀身，其貌不扬。他清楚记得那种触感，大概生产商并未考虑削果皮之外的用途，故而刀尖十分钝厚，刺破手心的时候传来一种凉而硬的痛感，缓慢且细腻。他顺着掌心的纹路划出一道伤口，鲜血汩汩而下。很久之后，他陪傅丽玲到普陀山旅游，路边摆摊算命的老头拦住他，端详他的手掌，感叹道，生命线整齐清晰，你起码健康活到80岁。他笑了笑，递给对方200块钱，借你吉言。那是很多个深夜里，他用那把小刀留下的痕迹。生命线，那时他只想快点死掉。唐恒，李月池扣着他的肩膀，力道大的他拧起眉头。你说的是什么病？就是一种，怎么描述才好呢？长期抑郁、自残、无法控制情绪，乃至产生自杀的冲动。不，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一种让我丧失记忆的病。直到某天傍晚，他茫然的睁开眼，觉得脑袋木木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他知道自己忘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但就是记不起来，字面意思的记不起来。他开始服药，白色的药片一把一把吞入喉咙，连水都不需要。有些很苦，有些没有味道，有些竟然微微发甜。他买了一本厚实的日历，
放在书桌最醒目的位置，并在旁边贴一张明黄色便利贴，上面只有一个字“撕”，他这样提醒自己每天撕一张日历，以此强调当下的日期，不是那一年，不是那一天，是当下。伦敦时间。唐恒说，不过你别担心，我那是吃了药，好多了。李月池悚然道，你到底怎么了？唐恒没回答，自顾自地说，因为我不想忘掉你。他宁愿自己清醒时恨他，发病时爱他，也不想某一天忘掉他。李月池的脸上再没有半分冰冷神情，他直视着唐恒的眼睛，急促唤道，唐恒。唐恒摇了摇头，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不行，我什么都不做。唐恒挤出一个微笑，真的，你别怕。房间里只剩下唐恒，他坐在单人床的边缘，双手攥住柔软的棉被，由于用力过猛，手臂上浮起曲折的青筋。他和李月池分开6年，便和那种病缠斗6年，自认为称得上经验丰富，百折不挠。最坏的时候，身体完全垮掉，精神屡屡错乱，连进食都成了难题。在很多个的黄昏里，他用嶙峋的手抓着听筒，不停拨打李月池的号码，等待他的永远是关机，仿佛电磁波传去了无人之境。恍惚中，他觉得自己窥见死亡的影子，明丽似湖光山色，于天花板一闪而过。后来他开始慢慢吃药，慢慢治疗，时间足够长，药量足够大，情况逐渐好转。读博士的最后1年，经过医生的诊断，他停了药。然后到了澳门，还是时常感到低落，但已经不似之前那样狼狈。情绪不佳的时候，他会抽2支烟，或者到学校的体育馆游泳。他自认为恢复了对情绪的掌控权，他不许自己发疯，就不发疯，不许自己崩溃，就不崩溃。所以眼下的情形令他有点措手不及，既没有药，也没有刀。他用力的深呼吸，低头看着自己的胸腔升起来，诱他下去。他希望能将那股熟悉的失控感缓缓排出身体，但是似乎没什么效果。从他到达贵州的那天晚上开始，一切都在失控。唐恒垮着肩膀，片刻后放弃了。至少现在他不会忘掉李月池。他的2条手臂都在哆嗦，心脏也跳得很快。他想，如果能痛快的哭一场也好，但是哭不出来。脑子里反复着李月池的声音，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告诉你？就这样了，他们很难看，忘掉我。他想，他终于明白为什么6年来李月池从没联系过他，不是不能，只是他放弃了。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一遍遍对着虚空追问的，为什么骗我？为什么抛弃我？为什么我赔上一切还是得不到你的爱？那种痛苦比划破掌心还要痛无数倍。他知道李月池一定承受了比这种痛苦更浓稠的痛苦，现在也还承受着。原来李月池爱他，但是放弃了。你怎么能既爱一个人，又放弃了所有在一起的可能？你会不会每一天都想他？漫长的不能相见的岁月里，每一天都回味着短暂的记忆。时间被划分成2种，一种是在一起的时间，一种是此生余下的时间。而你知道，在一起的时间已经结束了，余生如同一把灰色的细沙，你熬过去一天，不过是丢弃一粒沙子，而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天，又只是拾起一粒沙子，他们都没有区别。你也是这种感觉吗？李月池。唐恒倒在床上，只觉得血肉都被抽空了，他的身体是一副空架子，坏皮囊虚张声势的撑了6年，此刻还是被戳破。戳破了，身体瘪下去，形神俱散。几秒恍惚，他看见一个骆驼的身影出现在床边。唐恒用力眨了眨眼睛，哑声问，你是真的吗？那个身影说，是真的。唐恒说，我不信。他俯身执起唐恒的手，抓着他的手触摸自己的脸。
从汗湿的鬓发到泛红的眼角，到凌乱的胡茬，到一行热泪，从2012年夏天流到2018年春天。他咬住唐恒湿润的指尖，用了力。唐恒说：“疼，相信了吗？还是不信？每次我觉得你是真的，闭上眼，再睁开，你又不见了。”李月池说：“这次不会的。”唐恒说：“可我不敢试。”李月池说：“为什么？”唐恒说：“这次太真了，舍不得。”李月池双眼通红的望着他，片刻，他说：“我们坐吧。”我忍6年了。唐恒浑身一震，哑声道：“坐。”李月池点头，起身出去了，很快又回来，转身锁上房间的门。他手里攥了一只扁扁的瓶子，像是护手霜之类的东西。唐恒勉强撑起身体，愣怔的说：“我们行不行？”李月池原本站在床边，忽然屈起一条腿，隔着棉被，膝盖顶住唐恒的手，不忍了。唐恒瞪圆眼睛望着他，觉得自己从未这样紧张过。这是真的吗？太突然了，以至于无法判断真伪。6年前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做这件事，做过很多次，多到数不清。那时候好像什么都有，年纪够轻，时间够多，身体像是挥霍不尽的盛宴，容许对方予取予求。现在不一样，现在他们什么都没有了。李月池俯下身，一双眼睛红彤彤的，他不说话，就这样与唐恒对视，只几秒钟，唐恒便败下阵来。他想，就算这是假的，就算这是幻觉，他也认了。唐恒说：“来吧。”声音轻得近乎气音，如果是幻觉，怕把他震碎。李月池点头，干脆的脱掉夹克、T 恤，当指尖向下触及牛仔裤的纽扣时，他停下动作，低声问：“你要帮我吗？”把野火烧起来，逼得唐恒伸出手，还不敢碰他，只好悬在半空中，距离他的胯骨几厘米。唐恒凝视他的身体，这是从未有过的画面。6年前李月池没有这么瘦，他的锁骨平直的凸起来，两臂和胸腹的皮肤绷紧了，看不见一丝柔软曲线。他的腹肌比6年前更加块垒分明，从小腹延伸至牛仔裤之下，腰变窄了，胯骨凸显，仿佛牛仔裤只是零丁的挂在2片胯骨上。唐恒清晰的听见自己吞咽唾液的声音。李月池手指很慢很慢的按上去，按着他硬邦邦的牛仔裤。你太瘦了。李月池低声说：“怕我不行？”“不是，我就是。”唐恒混乱道：“我怕你累着。”李月池不接他的话，只催促道：“快点。”结束之后，两人姿势未变，都没有说话。李月池的胡茬蹭着唐恒的鬓发，过了大概几分钟，他衔住唐恒的嘴唇，慢慢亲吻起来。房间里没有开灯，窗外的天色也暗了，空气湿漉漉的，似乎快要下雨。李月池说：“你相信了吗？”唐恒恍惚的问：“什么？”“这是真的。”“他总算放心了似的，拍拍唐恒的脸颊。“还难受吗？”“有点。”“哪里？”“痒。”唐恒在他下巴上咬了一口。“学长，再来一次吧。”李月池眯起眼睛看着唐恒。唐恒小声说：“还是你累了？又开始了是吧？”“我是真心的。”唐恒摸了摸李月池的背：“你怎么这么瘦？不影响干你。”“倒也的确如此。”“今天先算了。”李月池直起身子：“你刚退烧。”唐恒连忙说：“你别走。”李月池又躺回来，手臂搭在唐恒的腰上。“好，我不走。”“能抽烟吗？”“不能。”“能晚上再来一次吗？”李月池的目光有些无奈，他伸手把唐恒前额的碎发拨到一旁，端向着他的脸。“就这么忍不住？”唐恒说：“乖乖忍着，你现在不行。”他顿了顿，又说：“我忍6年了。”
他娇气惯了，两人身体叠着身体挤在那窄窄的单人床上。好在这床够结实，并没有发出什么令人脸红的声音。窗外的天色一点点暗下去，唐恒出神的望着那一小块玻璃，耳畔是李月池的呼吸。他把脸颊埋在唐恒的发丝之间，呼吸浮在唐恒的脸颊上，暖洋洋的。就这样抱了一会儿，唐恒轻声问：几点了？李月池没动，贴着唐恒的耳朵说：4点过，天都黑了。要下雨。他们说完这话没一会儿，窗外果然飘起淅沥小雨，天色也越发暗了，被窗户框住的天空宛如一方盛着水的墨砚。唐恒望了一会儿，轻轻闭上眼。他低声说：医生给我诊断的结果是 BPD。 李月池的呼吸顿了一下，问：这是什么？边缘性人格障碍，一种精神方面的问题。什么时候确诊的？记不清了。唐恒，都告诉我。其实也没什么，那些画面在脑海中一闪而过。唐恒皱了皱眉，就是看病、吃药、复诊什么的，后来恢复的不错，药都停了。李月池静了几秒，用一种陈述句的语气说：是因为我。一部分吧。唐恒收紧手臂，搂住李月池的腰。当时挺混乱的，什么都想。伤害过自己吗？没有。真的？真的？那多疼啊，我受不了。唐恒笑了一下。就是天天躺着，傍晚的时候很难熬。傍晚的时候？当时我租的房子挨着教堂，尖顶哥特式那种。到了傍晚，教堂的灯就亮了，从窗户看出去，能看见天空被映得很亮。然后呢？然后我就躺在床上，看着天越来越暗，灯越来越亮，最后天黑了。李月池沉默，抬手轻抚唐恒的脊背。他们身上的汗已经干了，也许是下雨的缘故，屋里有一点冷。李月池把棉被搭在两人身上，手掌在棉被下面摩挲着唐恒的皮肤。他的手心有茧子，带来一些细微的痒意。唐恒打个哈欠，竟然有点困了。李月池轻声说：睡一会吧。唐恒嗯了一声：你能陪我吗？李月池说：好。我觉得你在旁边，好像傍晚也没什么。唐恒说完笑了笑，就这样挨着李月池闭上了眼。也许是窗外的雨声过于催眠，也许是燕族的身体过于疲惫，这一觉睡得很沉很沉，甚至于没有做梦。当唐恒醒来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四肢都酥软了，当然大概也有些别的原因。李月池在他身侧轻轻揽着他的腰，而他的小腿搭在李月池的小腿上。唐恒恍惚几秒，说：你真的在啊？李月池说：真的。唐恒眨眨眼，几点了？6点半。今天几号？4月11。哦，我去打水，给你擦一下。李月池说，然后吃饭。他说完便起身穿衣出去了。唐恒把棉被向上拉，直到遮住自己的下巴。身后的部位有些发胀，也有些痛，估计是肿了。唐恒低头嗅了嗅，嗅到很淡的乳霜的香味，就是李月池用在他身上的那瓶。李月池虽然关上了门，但这种木房子几乎是没有隔音的。唐恒缩在被子里，听见李月池说：妈，你先别热饭，我要烧水。烧水做啥子？给唐老师洗澡。哎呀，他不是发烧吗？不要洗了，不洗不行。李月池顿了顿，他娇气惯了。唐恒没一会儿，李月池端着热水进屋，放下盆子又出去了。再回来时，一手拿着毛巾，一手拿着内裤。他把毛巾丢进盆里，内裤丢给唐恒。深蓝色的平角内裤，边缘有点毛糙。唐恒小声问：这是你的？李月池点头，家里没有新的。哦，李月池看了看他，你不穿也行。唐恒脸上一热，
连忙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李月池沉默片刻，像是认真的思索了一番，然后问：“您不喜欢这个颜色？”他只是忽然想起6年前的事情，奇怪，连今天是几月几号都恍惚的想不起来，却能准确记起6年前的事情。6年前，他们常常在那间出租屋里过夜，彼此的衣服乱糟糟混在一起，倒也分得清谁是谁的。毕竟唐恒的衣服都有 logo， 李月池的则是10块20块的地摊货。衣服容易区分，内裤就麻烦了，两人体格相仿，又常常着急忙慌的，内裤丢在一起，醒来都看不出自己的是哪条。后来唐恒买了2盒新内裤放在出租屋里，一盒深蓝色的给李月池穿，一盒白色的给自己穿。他惊讶于自己竟能记起这种细节，好像那些记忆都被他留在了那个出租屋。夜色中，他轻轻关上门，以为他们从此消失于黑暗。现在把门推开了，只需要一束光，他就发现他们都还在。李月池拧干毛巾，掀开唐恒的被子，低声说：“你趴过去。”房间里的灯光明晃晃的，唐恒有些不好意思：“我自己来吧。”“你看不见。”“没事，反正就趴过去。”李月池淡淡的说。“以前不都是这样吗？”唐恒趴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放弃抵抗似的一动不动。他的身体绷得很紧，好像其他部位都麻木了，唯有毛巾擦拭过的地方敏感的像一面湖水，不停的泛起涟漪。以前的确是这样，那间出租屋实在太小太闷了，即便后来装了空调，做完之后也还是大汗淋漓。有时候他们做到半夜，唐恒就枕着李月池的手臂，懒洋洋道：“学长，我想洗澡。”李月池的声音也不似平时的利落，而是带几分艳足的疲倦。“那你去啊。”“起不来了。”“哦，学长。”他便叹一口气，认命的下床去烧水。唐恒。啊！唐恒猛地回过神来，怎么了？李月池把手机凑到他面前，徐主任的电话。配不上唐恒看见屏幕上徐主任3个字，竟然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他愣了2秒，才想起自己究竟做过些什么，砸了酒店的玻璃，把孙继豪和齐经理捉奸在床，然后大半夜跑来半溪村，留下个乱不堪言的烂摊子。他不想接这个电话，然而下一秒，李月池就像和他心意相通似的，摁下了绿色的通话按钮。唐恒硬着头皮接过手机：“喂，小唐啊，徐主任的声音沙哑极了，你还好吧？”唐恒说：“还好。”手机怎么关机了？哎呦，真是吓死个人！没电了。哎，人没事就好，我可真是急死了。唐恒心想，你急个屁，肯定昨天半夜就和村长通过气了，否则也不会把电话打到李月池的手机上。徐主任，唐恒皱着眉，你有事吗？你这话说的，小唐，徐主任苦笑，咱们不是来工作的吗？现在还工作什么？出了这种事，总得给个交代。中联办这边的扶贫办都是麻烦事儿啊，那就麻烦您了。怎么？对方的语气变得有些微妙。你惹出的乱子，你不管了？我不管，你不是该高兴吗？你说你图什么啊，小唐？我有更重要的事。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徐主任假惺惺的叹了口气，一个2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唐恒懒得和他废话，便说有空再联系。先别挂。怎么？我听说了，那小子是你同学，当年捅了唐教授，对吧？对。我明天过来一趟，徐主任说电话里不方便，我们面谈。唐恒刚和徐主任讲话的时候，李月池便端着盆子出去了，仿佛是有意回避。此刻他还没有回来，手机落在唐恒手里，唐恒便忍不住打量起他的手机界面。他们分开的时候，智能手机虽然已经面世，但远不如现在普及。
功能也比现在差得远。一别6年，唐恒意识到自己对李月池的了解实在少得可怜。譬如他用什么牌子的手机？6年前他用一个杂牌子，手机沉得像板砖，而现在现在用的是小米，背景是暗绿色，像是系统自带的图片 ，App 也精简至极。微信、淘宝、支付宝、中国银行等等，斗鱼。唐恒觉得这名字有些耳熟，愣了2秒，忽然想起这是一款直播 App。上学期几个学生以斗鱼主播的直播内容做了一次小组作业，李月池竟然看直播。看什么直播？唐恒回忆起那份小组作业的内容，脑海中陡然浮现3个大字：女主播。那种如花似玉、劲歌热舞、丰臀细腰的女主播。唐恒拧起眉头，正想点进去看看，屏幕上方突然弹出一条通知：飞猪，您关注的贵阳、中国澳门航班有更新了。门被推开，李月池走进来，打完了。唐恒举着他的手机，知道自己的表情不太好。你查贵阳飞澳门的机票干什么？李月池平静的嗓问。你翻我手机？他自己弹出来的。你是在查我什么时候走吗？你想我走？唐恒，李月池皱了皱眉，我给你把饭端过来。李月池已经转过身去，但是站在原地没有动。唐恒知道自己有些夸张，也许在他刚刚和李月池重逢的那2天，李月池的确是希望他早点离开的。也许李月池希望他早点离开的同时，心里也不好受极了。这些道理他都明白，但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他不知道这是不是 BPD 复发的征兆。只要一想到离开李月池这件事，一想到李月池要把他推开，哪怕那只是一个并未付诸实践的念头，他的理智就像织薄薄的瓷碗，清脆一响，碎掉了。唐恒逼迫自己用一种尽量平和的语气唤他李月池。李月池仍然背对着他，低声说：你不想走？我不走。明天不走，这周不走，但是以后呢？李月池顿了顿，你不能留在这种地方。你在哪，我就在哪。唐恒，李月池转过身来，脸上浮着一层平静的无奈。你能去的地方我已经去不了了，我在的地方你也不应该留下来。他的话像一把火，轰的一声在唐恒脑海中烧起来，烫得他瞬间就流下泪水。唐恒想不通自己为何会这样，更想不通李月池为何这样想。然而最糟糕的是，即便如此，他能理解李月池的意思。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是2种人生了。又这样，李月池走到唐恒面前，伸手抹掉他的泪。然而新的泪立刻涌出来，你这样我就没办法。唐恒颤声说，你不要赶我走。好，我不敢，也不能想。他像哄小孩似的，不想。李月池，唐恒猛地攥住他的领子，急促道，我说真的。我也说真的。李月池望着唐恒的眼睛，须臾。他拿起手机，点开 App， 进入历史订单。我没查你什么时候回去。推送这个是因为他把手机塞给唐恒，屏幕上是去年9月底的订单。贵阳飞澳门，支付失败。因为我之前差点买了机票，所以才给我推送。唐恒愣愣地说，去澳门？那为什么没去？本来就是一时冲动。李月池垂眼笑了笑。而且我有犯罪记录，办通行证很麻烦。那从火熄灭了，也是一瞬间的事，留下满地冰凉的灰烬。唐恒后知后觉地说，以后你会一直在这里，是吗？李月池说，是。其实也不是他想留在这个偏狭的乡村或者县城。好像直到此刻，唐恒才反应过来，他已经不是那个前途似锦的李月池了，不是那个别人口中的汉大高材生，不是那个答应过他毕业去北京找工作的年轻人。他入过狱，又有年迈的母亲和智力低下的弟弟。
他哪也去不了。唐恒怔了片刻，然后用力抱住李月池，脸颊抵在他削瘦的肩膀上。唐恒说：“我留下。”李月池轻叹：“不值得。”什么是值得的？拿澳门户口，赚钱，当教授。你说这些都很好，配得上你。那你呢？李月池平静地说：“我配不上。”文人风流这天晚上，他们没再说别的，吃过饭。李月池拎着唐恒换下的衣服出去了。唐恒躺在床上，听见他在外面洗碗、擦桌，然后洗他的衣服。没一会儿，2楼又响起低吼，李月池的母亲上楼去哄。很快，楼上变得悄然无声。雨还在下，乡村也静了，窗外黑茫茫的，什么都看不见。唐恒默然的听着，李月池搓洗、倒水、接水，木盆磕在水泥地面上，发出低闷的响声，而他倒水接水的声音又是清脆的。两种声音交错起来，仿佛带有某种节奏感。也许他经常如此，在这个寂静的村子里独自做些什么事，给果树打农药也好，洗洗碗也好。唐恒不知道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在想什么，会不会觉得寂寞？又或者他什么都没想，只是机械的重复着，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李月池洗完衣服走进来，把手机递给唐恒。充满电了，他说，还没开机。别开了，很多人找你。你不是不许我和外面联系吗？李月池便不说话了，攥着手机和唐恒对视几秒，然后拉开抽屉，把手机放了进去。两人挤在单人床上，紧贴着彼此。唐恒抓住李月池的手，小声问：“还做吗？”李月池用手背碰了碰他的额头，说：“不烧了。”那就睡吧，反正以后还能做。李月池不应，这句话仿佛是唐恒说给自己听的。翌日清晨，又是晴空万里的天气。李月池把昨晚洗的衣服收进来，放在床边。你自己能穿吗？衬衫被阳光晒得温热，牛仔裤的裤脚还略有些湿润。唐恒说：“衣服没干。”李月池摸了2把，没干。你知道我的。唐恒把衣服推到旁边，娇气惯了。我穿你的就行。李月池认命似的点点头，起身拿来2件他的衣服。一件是简单的白 T 恤，料子已经有些薄，大概穿了很久。另一件是黑色的运动裤，很宽松。唐恒歪在床上，慢腾腾的穿好衣服，想了想，轻声说：“学长，现在我从里到外都是你的，内裤也是。”李月池不接他的话，反问：“饿不饿？厨房有饭。”想吃面条，唐恒已经打定主意，蹬鼻子上脸。以前你煮那种，记得吧？葱花炒一炒，煎个鸡蛋，有酸豇豆的话也放一点。李月池沉默几秒，冷声说：“等着。”然后把夹克脱下，丢进唐恒怀里。拉链拉好。啊？脖子。哦，唐恒抬手摸了摸锁骨上方的红印，这是昨天李月池留下的。你不说我都忘了。李月池转身出去了，关门的力道有些大，像在撒气似的。唐恒裹着李月池的夹克，感觉自己十分小人得志。面条还没吃完，徐主任就到了。2天不见，他确实憔悴了很多，大大的黑眼圈挂在眼袋上，嗓子又哑了，不似之前那么威严，反倒显出几分狼狈。而唐恒则穿着肥大的运动裤，夹克拉链提到下巴，裹得严严实实，歪在床上，神似抽大烟的老太爷。小唐啊，身体怎么样了？徐主任的语气很是关切。没再发烧吧？唐恒笑着说：“还行，死不了。”嗨，你这小孩，可别再折腾了，赶快把身体养好。咱们回澳门。回澳门？唐恒朝门口扫了一眼，看不见李月池，要回你回。徐主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有别的事。我了解，了解。徐主任也朝外望了望，然后起身关上房门，压低声音说：“你当我不知道你和这小子的事儿？”唐恒，哦，小唐啊，你想收拾他，你就早说嘛，何必搞成这个样子？唐恒啊，我是真没想到啊，这穷乡僻壤的还能碰上你们家的仇人。徐主任向前挪了挪椅子，凑近唐恒，你想整他，直接说就好了，干嘛还搭上个孙继豪？唐恒无语片刻，问：这些是谁告诉你的？还用谁告诉？你不就是嫌孙继豪挡在前面，没法动手吗？该说他是想象力太丰富，还是太匮乏？唐恒迟疑的问：那你觉得我为什么来找他？当然得找他。徐主任理直气壮，不找他，他跑了怎么办？倒也有理有据。唐恒扬声道：学长。无人应答，唐恒提高音量，又喊：李月池！哎，你干嘛啊？徐主任一惊：别冲动啊，小唐，这事儿咱们从长计议，急不得。李月池从院子里走进来，怎么了？唐恒抱起手臂，一副懒手懒脚的样子，给我点支烟。徐主任瞟瞟李月池，满脸茫然。李月池站着不动，也不说话。唐恒催促道：抽屉里的中华，抽完了再给你买。李月池这才拉开抽屉，把烟盒丢在唐恒手边。唐恒抽出一支烟，衔在嘴里，含糊道：火呢？徐主任好像反应过来了，尴尬道：我有火。李月池沉着脸摸出打火机，给唐恒点了火。还有别的事吗？唐恒拍拍床，你坐这吧。徐主任，那什么，小唐，没关系。唐恒深深吸了一口，感觉烟味直冲进肺里，令他通体舒泰。我和学长熟得很。气氛变得诡异起来，三个男人坐在狭小的房间里，一个病怏怏歪着抽烟，一个冷着脸不说话，一个神色迷惑，欲言又止。好一会儿，唐恒吸够了烟，才问：你知道卢月和唐国木的事情吗？徐主任左右看看，竖起大拇指对着自己：你问我呀？是啊。不至于吧？徐主任笑了笑。卢月说你不知道。我不信。唐恒摁了烟，冷冷看着他。既然不用回避小李，那我也不啰嗦了。徐主任翘起二郎腿，语气变得暧昧：我和你说啊，小唐，这种事吧，就看结果怎么样。出事了，那就是违法犯罪；没出事，那就是文人风流。唐恒蓦地握紧拳，感觉到灼热的烟头在手心里，被他碾成碎末。你大伯有本事，什么姑娘到了他那儿都是文人风流。徐主任耸耸肩，无辜的说：我以为你都知道呢。遮望眼，徐主任起身朝外走，刚到屋门口，又转过身认真的问：你真不和我回去啊？唐恒低着头不看他，嗯了一声：那我就自己写报告了。写吧。先说好，孙继豪我肯定要保下来的，回头你别翻脸。唐恒忍无可忍道：你走不走？冲我急什么？徐主任嘟囔着：乱搞女学生的又不是我。我那是实话实说嘛，真看不出来唐国木能养出这么个侄子。他说完便双手插兜的走了，步伐比来时轻快，显然心情不错。房间里只剩下唐恒和李月池，一时间谁都没有开口。外面有嘎嘎的鹅叫和悠长的鸡鸣，听来热闹极了。然而唐恒似乎什么都听不到，他只盯着自己的手，耳畔充溢6年前的声音。6年前，唐国木痛苦的蹙着眉头在办公室走来走去。他说：我没想到田小青这孩子的病那么严重，如果早点知道，我宁肯假装和他在一起，也不敢拒绝他啊。他声音里的悔意那么真诚，以至于唐恒没法不相信他的话。不仅是他，
连一向严谨到刻板的安教授也说：“老唐，你就是太个有幸了。我们社会学院这么多教授，哪个像你一样天天吟诗作赋？你不知道你这样很吸引涉世不深的小女孩吗？”他的语气那么理所当然，所以田小庆也理所当然是被唐国木吸引了，一个热爱学术的女孩子。遇见一个学富五车又才华横溢的老男人，他疯狂地爱上了他，爱而不得，最终为他跳楼。是这样吗？当时他们都说这件事就是这样。唐恒猛地捂住嘴，干呕起来。他感觉胃里翻江倒海，不是李月池煮的那碗面，而是6年前那些人的话。那些声音像一只大手在他的胃里搅拌着，他想吐。那些声音又哽在他的喉咙里，像一团湿哒哒的发丝。李月池用力揽住唐恒的肩膀，轻拍他的后背。唐恒哆嗦着憋出几个字：“你觉得恶心吗？”李月池说：“别想了。”他们都觉得我该知道。唐恒用尽全身力气攥拳，手臂也在颤抖。我真的不知道，但我竟然相信他们。你说我是共犯吗？唐恒。李月池低喝，紧紧握住他的手腕，强硬的掰开他的手指。那枚烟头早成了碎末，在唐恒手心烫出一个泡。李月池，唐恒喃喃道：“给我支烟。”这次李月池没说别的，直接把烟点燃了，塞进唐恒嘴里。国产烟的味道不像洋烟清淡，而是又浓又烈。唐恒猛吸一口，疯狂咳起来，咳的眼泪都流出来，嗓子也发痛，这才舒服一些。他抽完第4支烟时，李月池低声说：“别抽了。”唐恒默默放下烟盒：“不想了，好吗？”李月池碰了碰唐恒的脸：“和我说话吧。”说什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我忘了。你以前不抽？李月池说。你要唱歌？唐恒摇头，但我现在不唱了。再也不唱了？对。给我唱一首吧。我现在……唐恒惨笑，声音已经坏了。李月池沉默几秒，说：“没关系。”唐恒正欲开口，他又说：“我在里面4年多没有听歌。”唐恒一下子哽住，半晌低着头问他：“你想听什么？”我第一次见你，你唱的那首。唐恒说：“我试试。”他深深的换了一口气，希望自己的声音不要那么糟糕。他知道他的声音坏掉了，也许是因为抽烟，也许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总之再也不复从前的清澈和明亮。但至少不要太过呕哑招扎吧。唐恒分开双唇，第一个字下，一瞬间他诧异的发现自己几乎不会发音。下，舌尖抵住下边的牙齿，然后呢？然后就不知道了，他唱不出来。唐恒哑声说：“这首好像不行。”李月池点头：“那换一首。”什么？胡适托的第1首歌，还记得吗？唐恒闭上眼，恍惚的说：“你写词那首。”是，他知道李月池说的是那首歌。当时胡适托晋级到最后一轮决赛，组委会要求唱乐队的原创歌曲，他们唱的那首歌是李月池作词，安云作曲，胡适托的第1首歌。李月池说：“遮望眼。”哦，对，遮望眼。当时蒋亚总是抱怨安云编曲太复杂，搞得他打鼓时压力倍增。接着又酸溜溜的说：“唐恒，人家专门给你写的情歌，你唱不好就趁早换我唱啊。”当时唐恒冷漠道：“又他妈不是给你写的。”遮望眼。唐恒捂住眼睛，焦躁的说：“我想不起歌词了。”李月池握着他的手，温声道：“没关系，很多事我都想不起来了。在河边的时候，你问我记不记得你捅唐国木之前说过什么，我真的记不起来了。是不是很差劲？不怪你，但我就是忘了。”唐恒摇头，自顾自的说：“我控制不了。”
李月池没再说什么，只是轻轻抚摸着唐恒的背。不知过了多久，唐恒渐渐睡着。他睡得并不踏实，凉风一阵一阵从半开的窗户吹进来。半梦半醒间，唐恒发现自己又回到6年前的武汉。决赛在江滩举行，3支乐队先后表演，胡士托抽签抽到最后上台。他们站在台上，四周是观众和评委，他丝毫不觉得慌乱，因为那首歌已经排练过无数次了。前奏响起，他说这首歌叫《遮望眼》，然后他就记不起歌词了。奇怪，他记着当年的那么多细节，竟然记不起歌词。唐恒睁开眼，看见猪肝色的天花板，他直起身子，发现李月池坐在窗边，背对着他。窗户的确半开着，因为李月池在抽烟，就是那包红色的中华，里面只剩2支烟了。李月池摁灭烟头，走到床边，问他还难受吗？唐恒盯着他的指尖，你不是不抽烟了？李月池笑了一下，烟在这，你总惦记。不，我用一下你的手机。怎么了？查点东西。李月池把手机递给他。唐恒点开浏览器，搜索第1届周黑鸭校园乐队大赛，竟然真的搜到一条新闻，点进去是某个武汉本地新闻网。页面下方飘着一溜黄色广告。第1届周黑鸭校园乐队大赛已经落幕，冠军花落谁家？就让小编带大家了解了解这支乐队吧。来自汉阳音乐学院的五金乐队。唐恒一字一字读完这则新闻，发现其中只介绍了冠军乐队。那年的比赛，胡士托没有拿冠军。他不死心的搜索遮望眼，结果更和那首歌没有关系，满屏都是不畏浮云遮望眼。难道他们唱过的歌就这样一点痕迹都没有了？月池，你去把柴烧了吧。好。李月池应着母亲，起身出去了。唐恒低头盯着屏幕，觉得自己被抛入了一个荒芜的地方，记忆和存在都不作数了。他想起田小庆的死也是不作数的，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对唐国木爱而不得才会自杀的吧。原来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记忆消失的无影无踪，死无对证。唐恒木然的点击着屏幕，不知道自己想寻找什么。恍惚之间，他点开那款直播 app， 发现李月池只关注了一位主播 WR 丽丽，粉丝2000，大概算不上多。WR 丽丽似乎并不是职业主播，上次开播时间还是3月12号。唐恒顺手点进他的主页，的确只是顺手，然后看见他翻唱过一些歌曲。这首歌是前段时间无意听到的录音，查不到歌词和谱子了，只能自己翻出来。唐恒的呼吸瞬间滞住，他直直盯着遮望眼3个字，指尖颤抖，几秒后才敢点开那个视频。前奏响起，他像一只飘摇的风筝，忽然被定在时光里。第一句来临，不用继续。他想起来了，那是李月池写给他的歌词。唐恒退出 app， 把李月池的手机放到一边。他用力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然而似乎没什么用。那个视频像一丛火焰，点燃他脑海中的引线，然后砰的一声炸出许多密密麻麻的文字。那是李月池写给他的歌词。他们都没想到李月池会写那么长的歌词。遮望眼，全曲4分11秒，重复的唯有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好喜欢被你长发遮望眼2句。唐恒想起来，6年前他独自跟着经纪人去北京，独自住在3环边上崭新的 loft， 独自吃饭，独自睡觉，常常半夜醒来，攥着手机犹豫要不要给李月池打电话。他在 MP3 里循环遮望眼，又觉得自己听自己唱的歌实在有些古怪，就叫阿豪在武汉录了一版遮望眼发给他，循环没2天，又觉得还是很古怪，那是李月池写给他的歌，好像不该别人来唱。为此阿豪还在电话里骂他屁事一堆。那么那个 MP3 哪去了？他有印象，白色索尼 MP3， 傅丽玲去日本旅游时买给他的。他确信那个
MP3 里存着他唱的《遮望眼》。此外，音信全无的还有阿豪。离开武汉之后，他就再也没和阿豪联系过。那个矮个子的男孩和他一样是 gay。当然，失联的不只是阿豪，还有很多以前的老朋友，玩乐队的、开酒吧的、开琴行的，这些人下落何处？竟像游鱼入海，再无踪迹了。如果他没有到贵州出差，那么在他的生命里，李月池将和这些人一样，再无踪迹。如果他信了李月池说的我配不上你，然后和徐主任一起回澳门，那么在他的生命里，李月池仍会音信全无。唐恒起身，踩着拖鞋慢慢挪出房间。他的脚心很痛，不知道是不是结痂的伤口裂开了。但是顾不上这些，他循着一点声响穿过堂屋，来到厨房门口。李月池家的厨房不算大，几乎被灶台占满了。那灶台是水泥砌成的，和地面连成一体，表面铺了白瓷砖。唐恒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灶台。李月池正蹲在灶堂前面，不停往里面添柴，烟味很浓，柴火烧的壁包作响，唐恒被熏得咳了2声。李月池这才扭过头，有点惊讶地说：“怎么了？”我走走。唐恒望向他，也不能天天躺着。那你等会儿，我弄完了来扶你。好。李月池加快手上的动作，不到半分钟就把剩下的半筐木柴送进灶堂。然后他走到唐恒身边，把他的左臂架在自己肩膀上。李月池低头嗅了嗅，我去换身衣服。唐恒说：“怎么了？烧柴味道重。”没事。李月池似乎认真思索了一下，然后说：“也对，你就当抽烟了。”唐恒有些无奈的看着他，他继续说：“那包中华你不许抽了。”为什么？对嗓子不好。你不是想做吗？李月池忽然压低声音。烟盒里还有2支烟，少抽1支换1次。唐恒愣愣的问：“换完之后呢？”才2次啊。李月池不答，只是说：“走吧，带你去转转。”唐恒以为转转只是在院子里走2圈，却没想到李月池推来了摩托车。都疯了。唐恒有点惊讶。李月池说：“在这等我。”他说完又进屋去了，很快端出一盆水，用抹布擦洗起摩托车。皮质座椅被擦得锃亮，连脚蹬都擦干净了，在阳光下反着一小片金色的光。唐恒看见他的额头亮晶晶的，出汗了。李月池跨上摩托，扭头对唐恒说：“来吧。”唐恒挪过去，抬腿，双手扶住李月池的腰。坐稳了吗？他踩下油门，嗡的一声，摩托车驶出院子。时近正午，阳光明媚到唐恒需要眯起眼睛，凉风灌进嘴巴鼻子，使得那股反胃感渐渐散去了。到处是绿色，树、草、农田，还有西边一片一片的青苔。四下无人，唐恒搂住李月池，把脸颊贴在他削瘦的后背上。李月池，风很大，需要吼着说话，我们去哪？李月池不应，唐恒便也不问了。山路起伏，有时颠簸的厉害，脚心传来阵阵痛意。后来唐恒干脆伸直双腿，两脚悬空，感觉自己仿佛快要飞起来。他闭上双眼，很希望摩托车永远不要停，他们永远飞驰在风中。不过最后还是停了。唐恒扒着李月池不动，李月池说：“到了。”唐恒说：“抱一会儿。”于是他们就这样停住。唐恒从背后环着李月池，仍然双眸紧闭。他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只觉得阳光更加温暖，晒在后背上，几乎有些烫。四周静谧一片，既没有人声，也没有鸡鸣和犬吠。风很大，但是并不冷。后来还是李月池说：“下车吧。”唐恒睁开眼，眨了眨，发现他们身在山顶。这是很高的山顶，向下俯瞰，
可见溪水蜿蜒，绕过点点村舍和片片农田。唐衡环视四周，这是最高的山。这片最高的，李月池望着山下。我小时候经常爬到这儿玩。玩什么？就坐着看，总觉得能看到更远的地方。李月池笑了一下。那时候我小学老师说县里建了电影院，我就很想看看。唐衡沉默。李月池把手伸进裤兜，掏出唐衡的手机，开机看看。他说这里信号好。唐衡愣了一下，没想到他把手机带出来了，大概是他进屋端水擦车的时候。原来他早有准备。你总不能一辈子不开机，李月池说，早晚的事。唐衡接过白色 iPhone 8，沉默片刻，那你回避一下行吗？李月池痛快道，待会上来接你。说完便走向下山的小路，很快就看不见他的背影了。唐衡将手机开机，果然一条接一条信息弹出来，他全都不看，直接拨了蒋亚的号码。好一会儿电话才接通，蒋亚的声音睡意朦胧。 Hello， 说中文。啊，靠，唐衡，你他妈死哪去了？我在，老子急得都要报警了。蒋亚大骂，前脚帮你检测出安眠药，后脚你他妈失联，怎么回事啊？我在贵州。我知道啊，我见到李月池了。电话那头一下子没了声音。唐衡说，蒋亚，你不是去出差吗？蒋亚的声音变得急促。你怎么见着他了？啊？怎么回事啊？唐衡思索片刻，决定从最重要的事情说起，我们又在一起了。不过，唐衡补充道，是我单方面认为的。别开玩笑了，都过去那么久了，我像在开玩笑吗？唐衡，我给你说一件事。李月池肯定不同意。对，唐衡望着远处深蓝的天际线。他不同意。是吧？你看，既然他不同，你也知道对不对？什么？田小庆被我大伯强暴。我就是给你说一声，你愿意的话，帮我转告安云。又一阵山风吹来，唐衡忽然感到无比平静和镇定。我要回武汉。唐衡买了从同仁到武汉的高铁票，然后手机关机。他席地而坐，凝视着半山腰的树影，随着太阳的偏移，那影子也被一点一点拉长。他想，这情形李月池一定也见过。他不知道李月池坐在这里的时候都在想什么。唐衡，身后传来遥遥的呼喊。唐衡转身，看见李月池向自己走来。他身后尽是连绵的蓝天白云，好像他是从天空中走来的。虽然他下巴上有凌乱的胡茬，也许2天没刮了。他的 T 恤灰中泛白，已经穿了很久。他太瘦，瘦得显出几分萧索，令人不忍心看他站在风中。李月池走到唐衡面前，唐衡望着他黑黝黝的双瞳。6年过去了，他入过狱的眼睛还是黑白分明，好像什么都变老了，只有他的目光不变。唐衡说，我要回趟武汉。李月池说，不回行不行？唐衡说，不行。李月池沉默半晌，说，回去也改变不了什么。就算改变不了，至少能想起来。唐衡顿了顿，你知道吗？我刚才一直在想，如果我没来贵州，我不知道的就永远不知道了，我忘了的也永远忘了。比如你捅唐伯木之前和我说了什么，我还是想不起来。还有很多，田小庆的事，蒋亚的事，安云的，都过去了。但我不想忘了你。唐衡一字一句地说，还有他们。教职人员下午2点的课总是令人提不起精神，尤其又逢雨天，这场秋雨已经下了1个礼拜，淅淅沥沥，不知什么时候出太阳。唐衡和蒋亚坐在倒数第2排的角落里，一个犯困，一个已经睡着了。唐衡打个哈欠，用胳膊肘撞了撞蒋亚。蒋亚眯缝着眼，含糊道，干嘛？
醒醒！唐恒说，你打呼噜。靠，你们这个也太没劲了。因为你听不懂。别装！蒋亚翻了个白眼，你他妈也困得要死。唐恒被他说的有点心虚，没接话。他确实犯困，但还真不是因为这堂课的内容而犯困。虽说讲台上那个60多岁的小老头把 PPT 念出了《金刚经》的风韵，他犯困纯粹是因为上午起得太早。开学之后，李月池虽然能住学校宿舍，但因为那间出租屋还没到期，所以他还是常常回出租屋去住。直到上周租期结束，李月池彻底搬回学校。其实住宿舍更方便，毕竟就在校园里，但是对唐恒来说就不怎么痛快了，既不能随时去找他，也不能在他家留宿，甚至连打电话都得提前约时间。加上李月池研一课多，又要打工，两人见面的时间就更少了。李月池说今天一整天都有事，晚上还得开组会，大概没空见面。唐恒一咬牙说，那我们早上一起吃饭吧，7点半食堂见。7点半？我8点有课。起得来吗？没问题啊，早起毁一天就是这么个道理。蒋亚嘟囔道，下次再也不来了。唐恒懒得理他，这也没漂亮妹妹啊。蒋亚伸长脖子不死心的望了望，真的没有？你们学校咋回事？闭嘴！你有点感恩之心行吗？爸爸是陪你来上课的，我求你来了，你还好意思说？蒋亚缩回脖子，语气哀怨起来，约吃饭也不去，发短信也不回，演出完拍屁股就走。唐恒本来就困，被蒋亚凑在耳边絮叨一通，更觉得头脑昏沉。小老头切到下一页 PPT， 以一种没有起伏的声音读道：20世纪的学术思想在语言系统和意识形态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对立。唐恒抬眼望去，只见前面的脑袋倒了一半，没倒的那些都用手撑着，大概也坚持不了太久。窗外天色阴郁，雨声连绵，教室的白炽灯光略微发黄，也是暗淡的。唐恒终于忍不住了，对蒋亚说，你看着，我睡会。蒋亚正在回短信，冲他比个 OK 的手势。唐恒趴下闭眼，几乎1秒就睡着了。还有半个小时下课，按说他不会睡得太熟，但或许是小老头的声音实在过于催眠，他不仅睡得很熟，甚至做了个梦，梦里李月池成了这门课的老师，捧着一本社会学原理站在讲台上，语气冷淡地说，现在开始点名。唐恒在梦里想，这个梦还挺逼真，因为李月池穿着的就是早晨见面时的衣服，黑 T 恤深蓝牛仔裤，前天他刚理过发，两鬓推得薄薄的，干净利落。唐恒看得移不开眼，又有点吃醋，对蒋亚酸溜溜的感慨，李月池肯定很招女生喜欢。蒋亚说，得了吧。哎呦，你看他那个表情，好凶啊！你们学校的老师都这么凶吗？唐恒反驳，他不是凶，他那是严肃。话音刚落，讲台上的李月池就抬头看过来，目光冷冰冰的。紧接着他开口了，声音也是冷冰冰的，因为上课睡觉错过点名的同学，算作旷课。唐恒一愣，刚想开口辩解，李月池又说，尤其是你。唐恒，哎，唐恒。唐恒猛地睁开眼，就见蒋亚顶着红色卷毛凑在跟前，正冲他咧嘴笑，露出一溜大白牙。点名呢？蒋亚说。哦，唐恒还是不太清醒，只觉得教室的灯光更暗了。难道待会儿有暴雨？蒋亚冲唐恒挑挑眉毛。唐恒，干嘛？蒋亚不答，又做出一副歪鼻子斜眼的表情，怎么看怎么猥琐。唐恒愣了一下，忽然反应过来，蒋亚的表情似乎不是对他做的。唐恒缓缓扭头，看到一件黑 T 恤，就是梦里那件。抬头对上李月池波澜不惊的目光，蒋亚笑嘻嘻道，
这是李老师，咱们这门课的助教。唐衡啊！李月池举起花名册，淡淡的说：“再强调一遍，因为上课睡觉错过点名的，算作旷课。”唐衡讪讪的哦了一声，然后听见其他学生的低笑。李月池转身走回讲台，唐衡心想，怪不得会梦见他点名。不过按理说助教都能提前看见学生的名单吧？也就是说，李月池早就知道他在这堂课上，却没把这事告诉他。要点名了，也不提前把他叫醒，就这么公事公办。还说什么睡觉的算旷课，算了，反正就是一次点名，旷课就旷课吧。能和李月池上同一门课，已经是天上掉馅饼了。唐衡一边想，一边抬头看向李月池，只一刹那，两人的目光于空中交汇。然而下一秒，李月池收回目光。唐衡，他忽然叫他的名字。啊？怎么，上课睡觉还有额外惩罚？其他学生又窃笑起来。唐衡正纳闷，听李月池说：“卢俊到，林天天到。”点完名，小老头布置了作业，宣布下课。学生们稀稀落落的走出教室，唐衡坐在座位上没动。他看着李月池关掉教室的多媒体，把 U 盘递给小老头，和他交谈几句，把他送出教室，然后又折回来，径直走向自己。蒋亚吹声口哨：“你们俩挺刺激呀。”唐衡说：“滚。”蒋亚起身拍拍屁股：“好嘞，爸爸去楼下等你。”教室里只剩下唐衡和李月池，周遭一下子变得安静。唐衡朝前后门看看，确定没有其他人，才伸手攥了一下李月池的手，忍不住笑着说：“你怎么来做助教了？”李月池说：“来检查你有没有认真听课。”唐衡有点不好意思：“哎，今天是意外情况，早上起太早了。”“不是。”唐衡连忙否认：“昨晚睡晚了，有演出吗？”12点才结束，然后和他们去万松园吃宵夜。唐衡又忍不住碰碰李月池的手臂：“以后这门课的助教都是你。”李月池直接抓住唐衡不老实的手：“上午唐老师给我安排的，以后你没法睡觉了。”“你在这我还睡得着呀？”李月池笑了笑，没说话。“你早点和我说，我刚才就不睡了，还少一次旷课。”其实唐衡压根不在意，但对着李月池就是忍不住哼唧两声：“好严格呀。”“学长。”李月池无辜道：“刘老师规定的，不关我的事。”“哦，那好吧。”李月池停顿几秒，低声说：“下不为例。”“你的名字我点了2次。”唐衡直接把花名册从李月池手中抽出来，发现在自己名字的那一栏。李月池只勾了出勤。汉大的花名册分为出勤、缺勤、请假、其他事由4种情况。按理说李月池第一次点他名字的时候，他在睡觉，错过了，那时李月池就该勾上缺勤。第二次点名时他醒了，李月池应该把缺勤划掉，再勾上出勤。然而缺勤那格白白净净，什么痕迹都没有。唐衡心下了然，得意地说：“学长，你这是以权谋私啊。”李月池垂着眼睛不看他，像是有点心虚的样子，又重复一遍：“下不为例。”唐衡当即忍不住想吻他，然而他们在教室里，随时可能有人进来。唐衡抬手摸摸自己的下巴，忍住了。“学长，你知不知道助教也算教职人员？”李月池说：“是吗？所以理论上你不能和学生谈恋爱。”“哦。”唐衡有点吃瘪，这看得这摸不着的情形实在令他心痒难耐，想调戏2句解馋，奈何李月池根本不配合，也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李月池看了眼手机，说：“我得走了，待会去清文上课。”唐衡眼巴巴的看着他：“那好吧。”李月池嗯了一声，转身欲走，
怀里的花名册忽然啪的掉在地上。他站着，唐恒坐着，唐恒没有多想，弯腰去捡。几乎是同一瞬间，李月池半蹲下来，手心按住唐恒的后颈。课桌遮住了大部分光线，他们仿佛来到另一个晦暗不明的世界。距离太近了，唐恒的视野里只剩下李月池的脸。唐恒恍惚的想，真好看。下一秒，李月池略略前倾，在唐恒的唇上吻了一下。只是一个飞快的吻，4片嘴唇轻轻擦过，唐恒的脸一下子烧起来。待李月池起身，好几秒，他才愣愣的直起身子。李月池说：“走吧。”唐恒咳了咳，虚张声势的说：“就这样。”李月池冲他弯起嘴角，一本正经道：“毕竟我是教职人员，下次不用。”直到走出教学楼，唐恒仍觉得嘴唇是麻的，像是被砂纸蹭过。蒋亚这素质堪忧的家伙正站在树下抽烟，见了唐恒，先是挑挑眉毛，然后又啧啧2声，说：“你俩挺缠绵啊。”唐恒还沉浸在那个转瞬即逝的吻里，懒洋洋道：“闭嘴。”说真的，蒋亚搂住唐恒的肩膀，感觉怎么样？什么感觉？那个呀。哪个？你懂吗？滚！我靠！蒋亚忽然笑起来，欠嗖嗖的。你俩还没到那一步？这么纯情的？唐恒看了看蒋亚，认真的问：“你到底是不是直男？”干嘛？蒋亚双手抱胸：“你别打我主意啊！”这家伙人高马大，一头红毛，活像个智商不高的社会闲散人员。偏又脑袋一歪，用东北腔哼哼唧唧的娇嗔：“小王八蛋！”人家真的喜欢女孩子。于是那点残余的旖旎心思瞬间散去。唐恒冷冷道：“我要吐了。”哎，说真的，你们这效率不行啊。蒋亚压低声音：“会不会啊？要么我给你们找个片子，你俩学学。你他妈不是直男吗？哪来的片子？”嗨，蒋亚骄傲地说：“我还有百合的呢。博采众长嘛。”自打唐恒和李月池在一起之后，蒋亚便有事没事的八卦2句，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都有，诸如那什么的时候究竟疼不疼，真像片子里那么爽啊。有一次他喝了酒，甚至醉醺醺的叮嘱唐恒：“姓李那小子不是缺钱吗？你就多给他买点东西，哄着点，要不然人家一个大男人白给你日啊。”唐恒沉默不语，安云则在一旁笑得眼泪纷飞。当然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蒋亚误会了他们的型号，最关键的是他和李月池根本没做到那一步。唐恒有点郁闷的想，他们谈恋爱才不到1个月，有必要那么快吗？没必要吧。但有时蒋亚问起来，又问得他心里痒痒的，像被猫爪子撩过。蒋亚勾着唐恒的肩膀，大大咧咧道：“晚上去我那吧，哥给你传授点经验。”唐恒冷着脸：“你小点声。”“好好，你们文化人脸皮薄，我和你说啊，我那资源老多了。”“不去。”“为啥？”“项目要结项了，明天答辩。”“哦，明天答辩啊。”蒋亚做出一副自己听懂了的样子：“那你明天晚上有空吧？”“怎么了？”“长爱有演出，听听呗。”安云也去。唐恒想了想，说：“行。”唐恒回家，蒋亚去找女朋友，2人在学校门口分别。然后唐恒取了一个顺丰快递拎回家。快递是傅丽玲从上海寄来的，说是10年的普洱茶饼，4000多一块，叫他送给张院长，就是张白元他爸，经济学院张院长。刚知道这事时，唐恒百般不耐烦，反问10年的茶饼也不怕把人喝出个好歹。傅丽玲语重心长道：“宝贝，你不懂，这不是用来喝的。”“送礼吗？”唐恒正欲反驳，忽然想起一件事，不说话了。傅丽玲说：“晚上吃饭多和你大伯学着点，大学毕业了还傻乎乎的。”
唐恒说：“好，明天的确是项目结项，但今晚并不是为了结项答辩做准备，而是去参加一个饭局。”唐恒把长发梳成低马尾，换上衬衫和西裤，这也是傅丽玲从上海寄来的，说是由裁缝按照她的尺码定做而成，想必价格不菲。唐恒本就体型偏瘦，换上这身衣服更是利落挺拔，甚至带上几分冷峻的气质。贴了晕车贴，打车到大伯给的地址是一家巷子里的私房菜馆。唐恒下车没急着进去，而是掏出手机给李月池发了条短信，问他下课了吗？半分钟后，李月池回复正在吃饭，吃完饭去开会。你呢？待会就吃。和蒋亚一起？不，有个饭局。知道了，等你忙完再联系。唐恒对着屏幕笑了笑，然后把手机揣回兜里。这场饭局是大伯牵头的，总共就他们两家人，大伯、伯母和唐恒，以及张院长一家三口。张白元也穿了正装，但他个子瘦小，怎么看都像偷穿了大人衣服的小孩。唐恒走过去，恭敬地说：“张院长，这是我妈让我转交给您的礼物。她原本也要来的，但是这几天公司太忙。”唐恒以为对方会推让一番，没想到他痛快的收下了，笑呵呵道：“茶叶呀。”“哎呦，还是小傅了解我。”“小傅？”唐恒腹诽，大概面都没见过吧。唐恒，来，给你张伯倒酒。唐国木看着桌上的红酒，老张，这也是好酒呢。好酒好茶，我今天占便宜了，哈哈。酒的好坏，唐恒品不出来，只觉得后劲十足。他慢慢啜饮一杯，刚开始没什么感觉，当饭局进行到一半，便两颊发热，思绪也有些混沌了。这家私房菜馆的菜也不好吃，海参鲍鱼佛跳墙，山珍海味摆满一桌子，却都太咸了，令唐恒口干舌燥。唐国木和张院长聊着学校里的事，伯母和张夫人交流护肤心得，张白元则一直埋头吃菜，这位倒是本色不改。张院长抽烟，包厢里的烟味也一直没断过。饭局进行到后半段，凉掉的菜味和烟味混成一团，熏得唐恒浑身不自在。这个项目多亏有小唐在，能带着白元干活，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张院长音量提高，笑骂道：“我家白元啊，他妈的，真是扶不起的阿斗。”唐国木连忙说：“老张你这就睁眼说瞎话了，白元还不够出色，还不够勤奋。唐恒才是呢，成天东跑西逛的，他要是能有白元一半踏实，我就心满意足了。踏实？光踏实有什么用？没主见，没魄力啊！你看他吧，这都读研了，连个研究方向都选不出来。我说你就根据自己的兴趣选嘛，你想做什么方向我都能找人带你，就是憋不出来。哎，哈哈，孩子年纪小吗？不着急。”唐恒看向张白元，对方正埋头剥虾，神情专注的仿佛什么都没听到，又或者他已经听到太多次，麻木了。张院长掸了掸烟灰，又说：“小唐以后去哪读书啊？”唐恒说：“还没定。”“哦，要出国？可不是嘛，这孩子谁也劝不住。”唐国木无奈的笑道：“你看你留在汉大多好，不说社会学院了，经济学院都是你的大本营。”张院长看着唐恒，连连点头：“是吗？你就和白元一起做项目，我这资源多的是呢。”唐恒轻轻吐出一口气，面上挂个微笑：“我帮不上什么忙，都是潘鹏带着我们。”张院长愣了一下，旋即笑了：“潘鹏？那孩子确实能力挺强，也很有想法。”唐恒端起玻璃杯，抿了口红酒：“我第一次做这种项目，什么都不懂，幸亏有潘鹏给我们项目组的人数把关。”唐国木神色微变，说：“唐恒，你去叫服务员来。”“
我们再点2个菜。不用了，都吃饱了。张院长摆摆手，转而又说，那这个项目总共多少人啊？唐恒说，社会学院这边有2个名额。张院长，只有2个啊？唐国木尴尬道，2个不少了。我还有个学长也参加了项目。唐恒淡淡的说，不过名额不够，就没写他的名字。是吗？张院长看向张白元，经济学院这边有几个名额？张白元总算抬起头，满脸茫然。我回去问问潘鹏。这你都不知道？好了好了，多大点事呀？唐国木起身，把菜单塞进张白元手里。白元啊，你再点几个你想吃的菜，名额吗？多一个少一个的，无所谓。唐恒说，是的，无所谓。这顿饭吃到晚上10点半，张院长一家打车先走。紧接着唐恒自然挨了顿骂，不过伯母向来护着他，唐国木骂了几句也不说什么了。唐恒贴上一片新的晕车贴，打车回到汉大。也许因为喝酒，他觉得头有点晕。下车看见李月池的短信，9点1刻发的，我开完会了。你那边结束了吗？唐恒回复道，刚结束。李月池能接电话吗？唐恒呼出一口浊气，清清嗓子拨了李月池的号码。李月池很快就接起电话，他低声说，唐恒。唐恒忍不住带了点笑意，学长，你喝酒了？一点儿。李月池沉默片刻，和谁吃的饭？我大伯，还有张院长。唐恒揉了揉太阳穴，问，你在楼道里？有时他们深夜通电话，李月池就走出宿舍，在楼道里和唐恒讲话。男生宿舍总是闹哄哄的，即便站在楼道里，也能听见隐隐的人声。唐恒的脑子转得比平时慢一些，听着李月池的声音，他忍不住邀功似的说，我有一个好消息。李月池笑了一下，什么好消息？那个项目会加上你的名字。唐恒顿顿的说，绝对要加上你的名字。李月池静了2秒，语气非但不惊喜，反而严肃起来，你干什么了？我没干什么。唐恒被他问得有点懵，就是今天和张院长吃饭，随口提了一下。李月池不应，只听得见他浅浅的呼吸声。唐恒的酒醒了大半，紧张的唤道，李月池，我知道你为我好。半晌，李月池轻叹一声，但下次不用这样。像一盆冷水兜头泼下来，唐恒的酒完全醒了。秋天，下次别这样。唐恒的第一反应是，这样指哪样？不要替他出头，不要管他的事，还是不要让别人知道他俩的关系？不，大伯张院长他们本就不知道他俩的关系，他为他出头，最多表明他们是朋友，很熟的那种。就算把李月池换成蒋亚或安云，唐恒想他也会这么做的。所以他到底哪里做错了？唐恒，我在听。唐恒语速很快的说，我知道了。还有别的事吗？李月池顿了顿，你生气了？没有。那我们。一道女声忽然响起，唐恒静静的听着，是宿管高喊，锁门了，赶快进来了，后面的快一点。这学期宿舍紧张，社会学院的硕士生住在本科生宿舍楼，每晚11点半门禁，而他们对面便是女生宿舍。唐恒听同学讲过晚上锁门前的情景，情侣们站在2栋楼之间，一对一对，或是拥抱在一起，或是手牵手聊天，当然也有接吻的，总之都是恋恋不舍，非等到宿管催促了才肯分别。唐恒不知自己在想什么，低声说，你们是不是要熄灯了？李月池说，已经熄了。那就这样吧，明天联系。唐恒挂掉电话，举目四望，果然宿舍的灯都熄灭了，校园陷入柔软的黑暗中。
几缕秋风簌簌吹过，树影在他脚下摇曳。他没急着回家，而是坐在路边的石凳上，略感疲倦的闭了眼。他好像有点明白李月池的想法，也许李月池是害怕吧。两个男人谈恋爱，确实该处处谨慎，最好谨慎到连朋友都不像。唐恒忽然想，如果李月池是个女孩就好了，或者她是女孩也可以，这样他们就能像其他情侣一样大大方方在宿舍楼下拥抱接吻。一辆电动车停下，保安走上前来，哎，同学，你没事吧？唐恒冲他点头，我没事。那就快点回宿舍吧，今晚降温啊。好，唐恒坐着没动，谢谢。保安骑车走了，唐恒又坐一会儿，起身准备离开。武汉短暂的秋天好像来了，空气中弥漫着几分寒意。身后又传来电动车的声音，唐恒有点无奈的想，难道他被保安当作可疑人物了？唐恒竟然不是保安。唐恒愣愣的转身，看见李月池坐在车上，两条长腿直着地。他像是匆忙跑出来的，运动外套的拉链半敞开，露出 T 恤的白色圆领。李月池的呼吸有点急促，他说：“过来。”唐恒大脑空白，走过去，站在他面前。李月池说：“我的手机欠费了。”哦，唐恒盯着他的脸，所以你就出来了？怎么出来的？洗衣房。李月池短促的说：“2楼有个雨台。”唐恒抓起他的手，发现他手心满是灰尘，他牛仔裤的膝盖也灰扑扑的，有点毛躁，大概是受了剐蹭。好一会儿，唐恒才说：“我真没生气。”李月池笑了一下，你就是委屈。没有，真的。李月池张开双臂，抱吗？唐恒前后望了望，忐忑道：“在这。”李月池不应，就这样看着他。他们身处一条小路，虽是小路，但前后都有路灯，或许还会有保安经过。唐恒迟疑了1秒，然后张开双臂，用力抱住李月池。头顶传来李月池很低的笑。你笑什么？没什么。唐恒把脸颊埋进李月池的颈窝，片刻后闷声道：“我是不是很蠢？”怎么这么说？我以为你会高兴，结果好像惹麻烦了。那是两码事，我不会让他们发现的。唐恒，其实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就像在路上捡了一箱黄金，你懂吗？李月池开玩笑似的轻声道，只想藏起来。唐恒一下子说不出话，似乎大脑都被这个人填满了，没有空余的思绪。就是这时，身后忽然响起滴的一声，那是电动车鸣笛的声音。唐恒慌忙起身，却被李月池狠狠摁回去。他扣着唐恒的后脑勺，手指一勾，散开唐恒的马尾。这次是操着河南口音的保安，万幸不是之前那个。他哎了一声，说：“还不回宿舍呀？几点了？”唐恒的额头抵在李月池颈间，紧张到后背都出汗了。李月池无奈地说：“这不是闹别扭呢。”别太墨迹了，保安叮嘱道：“注意安全。”好，我知道。一定把女朋友送回宿舍呀。您放心。你们这些小孩，保安嘟囔着，渐渐骑远了。好了，他走了。唐恒直起身，呼出2口粗气。你喝酒了？都有谁？我、大伯伯母、张院长他们家。李月池眯起眼，目光在唐恒身上扫了扫。唐恒捋一把碎发，心有余悸的问：“怎么了？没见你这样穿过。”唐恒低头看看自己的西裤，黑色布料包裹着他的腿，显得双腿笔直。虽然他一向讨厌这种正经衣服，总觉得束手束脚，但此刻不得不承认，傅丽玲给他定制，的确有定制的道理。你还和他们喝酒？啊，喝醉了吗？
没有。检查一下。啊！来不及多想，李月池轻拽唐恒的衬衫下摆，唐恒怔了1秒，然后便低下头吻上李月池的嘴唇。他的嘴唇有点凉，有点干燥，可能是被风吹的。唐恒忍不住探出自己的舌尖舔了舔，希望能让他们变得温热。紧接着他们难舍难分的接吻，身体贴在一起也跟着热起来。夜风吹过，并不觉得冷。直到这个吻结束，两人各自喘息，唐恒才后知后觉的想：抱也抱了，亲也亲了，并且不是在宿舍楼下，是在路边，谁经过都能看见，好像有点刺激。此外，另一件事是，武汉的秋天的确来了。600块第二天上午，唐恒和田小庆到经济学院参加了结项答辩。项目组里原本有5个人，除了他们俩，还有张白元、潘鹏和一个女生。然而直到答辩开始，潘鹏都没有露面。上台前，田小庆茫然的问：潘鹏呢？唐恒没说话，另一个女生也没说话。张白元攥着稿子淡淡的说：他身体不舒服，今天来不了。答辩开始，张白元是主讲人。当介绍到团队分工的时候，组员们提前浏览过的 PPT 忽然多出一页，正是李月池。张白元四平八稳的说，前期走访调查工作主要由李月池带领唐恒和田小庆完成。台下坐着的4位老师已经听过他们的中期答辩，在那时从头到尾没有人提起李月池的名字。然而4位老师什么都没问，也没说，仿佛一切都顺理成章。答辩圆满结束，张白元笑着说：我请客，咱们去创意城吃个饭。唐恒说：我下午还有课，你们吃吧。我也不去了。田小青看看唐恒：我下午也有课。张白元痛快道：行啊，那我和丽丽去，咱们回头再聚。唐恒说：好啊。到时候叫上李月池。张白元还是笑着，意味深长道：这次多亏有他。唐恒没接话，只是点点头，转身走了。田小庆跟在唐恒身后，直到两人走出经济学院。四下无人，他才小声问：师弟，是你把李月池加进去的？唐恒心情不错：对呀。李月池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可是唐恒掏出手机，打算给李月池发条短信。他看着屏幕，漫不经心的说：可是什么？可是李月池已经答应唐老师了。唐恒抬起头：什么意思？田小庆看着唐恒，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也许是因为紧张，他的鼻尖挂着几颗汗珠。师姐，唐恒说，你告诉我，没关系的。就是这学期我和他都在做助教。田小庆避开唐恒的目光，指尖抠紧背包的肩带。按理说研一学生不能做助教，但唐老师破例帮我们安排了这个工作，每个月有600块钱。唐恒愣了片刻，才说这个工作是李月池退出项目组的交换。也不是交换吧？田小庆摇摇头，可能唐老师想安慰一下他，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把我也算进去了。唐恒拧紧双眉，正欲开口，田小庆又说，唐老师肯定是好心的。师弟，你别多想，做助教每个月600块。唐恒心想，600块，其实我觉得比起那个署名，月池的确更需要这笔钱。田小庆笑了一下，有点无奈的样子。他之前和我提过一次，说不署名就不署名，这样挺好的。什么时候的事？就是上上周吧。他原话是这样挺好。哎，600块钱。田小庆停顿片刻，然后说，对他而言不少了。唐恒别过田小庆，独自回家。原本他想发短信问李月池要不要一起吃午饭，广巴路上新开了家红油抄手，安云说味道不错。然而此刻这个很简单的问题忽然却问不出口了。他不知道一份红油抄手要多少钱，也从没考虑过诸如此类的问题。
就像他从没想过李月池会因为一份助教工作而心甘情愿放弃署名，不，更准确的说，因为每个月的600块钱。怪不得李月池说下次别这样了，原来他早就和大伯约定好了。600块钱能买多少碗红油抄手？心里乱糟糟的，好像一张刚刚被抚平的纸，又皱成一团。唐恒忽然想起那天在宝通寺，李月池说短信随便发，然后唐恒真的没再见过他抽烟，的确把买烟的钱拿去充话费了吧？可尽管如此，昨晚他的手机还是欠费了。唐恒想，难道是因为他们打了太多电话，发了太多短信？想什么来什么，手机一震，李月池问：答辩完了吗？唐恒捧起手机，先输入一句刚结束，想了想，又输入一句你中午在哪吃，抿着嘴唇沉思片刻，再添一句晚上你有空吗？5分钟后，短信的内容占满了整个屏幕。刚结束，你中午在哪吃？我来找你可以吗？对了，晚上你有没有空？想不想去长爱听歌？今天搞活动，穿白衬衫免费入场。不过你没空就算了，反正我都没事，看你时间。学长，我能不能给你充点话费？唐恒把短信发过去，没一会儿，李月池的电话打了进来。他那边闹哄哄的，像是在课间的教学楼里。唐恒问他：你下课了？李月池笑了笑，才说：待会还有结论文写作方法。你们答辩怎么样？还可以，挺顺利的。那就好，加上你的名字了。哦，李月池的声音很松散，像秋天清晨的柔和的阳光。谢谢学弟啊。你中午在哪吃？都行，看你想吃什么。李月池又笑了一下，继续说：晚上有个家教，9点半结束，之后都有空。去长爱听歌可以，来不及就算了，反正你在就行。还有，话费我自己充了。唐恒愣愣的说：那好吧。还有别的问题吗？暂时没了。那我进教室了。等等。唐恒沉默几秒，忐忑的问：你还能做助教吗？电话那头一下子没了声音。唐恒发觉自己的手心满是汗水，不知是因为手机太烫，还是因为紧张。600块钱，他真想说不就是每个月600块钱吗？我给你，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我就是不想看你受委屈。但是他又知道他不能说。李月池连话费都不要他充。半晌，李月池语气轻松的说：早上我去找教学秘书了。不做了。唐恒忽然很想给自己一拳，为什么要那么冲动？那么想当然，那么做事不过脑子。下一秒，李月池压低声音：是我自己的问题。不是我。你知道。李月池哼笑一声，带点狡黠，助教不能和班上的学生谈恋爱。但我忍不住。曾经是长爱的演出7点半开始，7点1刻。唐恒取了钱，走进2楼的休息室。这些先放这，不够再和我说。靠！老板抓起桌上的纸包，掂了掂，这是多少啊？唐恒：3000。够了，够了，够了！我真开眼了。老板努努嘴，感慨道：现在追姑娘的成本这么高了。唐恒没接他的话，只是点头道：那我下去了。哎，小唐。老板追上来，还有个事。周黑鸭那比赛你们报名了吗？报了。怎么了？我给你说个小道消息，你别转出去啊。老板关上门。神神秘秘的，北京有几家唱片公司在关注这个比赛。你们好好比，没准有更好的机会。唐恒愣了一下，有些惊讶的问：真的？这老板一向嘴上没把门，说话不靠谱。骗你干嘛？我哥们那公司都派人来武汉了，这几年你也知道 Live House 越开越多，有商机吗？都盯着呢。唐恒想了想，他们来找乐队签约。是这意思。老板拍拍唐恒的肩膀，
我看你有戏。有什么戏？签约出道做艺人。唐恒笑着摇摇头，行，我知道了，谢了。真的，小唐，老板认真的说，你有这潜力。唐恒没再说什么，摆摆手出去了。今晚来长爱的是一支西安乐队，方言演唱，近些年挺流行。蒋亚和安云已经到了，都坐在卡座里，同来的还有田小庆。蒋亚冲唐恒招手，唐恒走过去和田小庆打了招呼，在安云对面落座。今晚是抽什么风？蒋亚翘着二郎腿，奇怪道：我见过好多女孩免费入场的，这还第一次见着男的免费。唐恒瞥他一眼，没说话。还真是啊。安云正和田小庆凑在一处聊天，闻言抬起头，老布怎么回事？弯了。老布便是长爱的老板，以前玩乐队时外号阿布，现在成了老布。唐恒说，今天来的人挺多。可不，你看看，好多穿白衬衫的呀。蒋亚坡有点遗憾的样子。早知道我也穿了，哎，省个入场费呢。安云冷笑，你还是算了。干嘛？蒋亚瞪他，我就不能穿了？白衬衫这种东西嘛，还是得高高瘦瘦穿着才好看。你这是歧视。蒋亚扯扯自己的 T 恤，再说我也不算胖吧？是吧，唐恒？我们内蒙人都这体型。唐恒看了眼手机，7点半整，还有2小时，李月池才下课。唐恒，你评评理。哦，唐恒心不在焉的说，你不胖。蒋亚愤愤道，明天我就去买件衬衫，你俩给我等着。哎，他忽然压低声音，用手肘碰碰唐恒，你看那个。唐恒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一眼就明白了，他说的是那个是哪个，毕竟蒋亚这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他说的是一个女孩子，站在他们侧前方的舞池边缘。那女孩身材很高挑，黑长直头发，一条亮片连衣裙裹在身上，被酒吧五颜六色的灯映着，整个人闪闪发光。可以啊，蒋亚眯起眼睛，看得入神，而且好像是一个人来的。你帮我看看，是不是？唐恒收回目光，这他妈怎么看得清？舞池边缘挤满了人，男男女女混成一团。嘿嘿，蒋亚把杯中啤酒一饮而尽，抹抹嘴。我去认识一下。乐队登台，演出开始，气氛渐渐热烈起来。蒋亚已经看不见人影了，安云则和田小庆歪在卡座里，脑袋挨着脑袋摇耳朵，也不知安云说了什么，时不时惹得田小庆轻笑。唐恒听了2首歌，感觉唱的一般，没什么意思。他有点百无聊赖的捧着果汁啜饮，原本打算点杯黑啤，但想到李月池似乎不太喜欢他喝酒，便改成了苹果汁。老布着实是个黑心商贩，菜单上写着鲜榨苹果汁，却怎么喝都是一股廉价饮料味儿。酒吧里闹哄哄的，吵得唐恒略感烦躁。奇怪，以前他闲着无聊时经常独自来听歌，一个人也挺开心，怎么今天就完全提不起兴致？而且他总觉得今天的情侣分外多，以前好像没有这么多。难道是天冷了，大家都开始抱团取暖了？看一眼手机，才8点02分。他想给李月池发条短信，但是忍住了，毕竟李月池在上课，大概是没空回短信的。而且发什么好呢？总不能说你别上课了，快来长爱陪我。说我很想你，又有点说不出口。哎，宝贝儿。身后忽然涌起甜蜜的香风，蒋亚一屁股坐下，搂住唐恒的肩膀，爸爸回来陪你了。唐恒皱眉推开他，你这什么味？嗨，妹妹喷的香水吗？蒋亚十分亢奋，我和你说啊，手机号要着了，学校专业也打听清楚了，就在街道口。哦，和你家那谁还是同学呢？唐恒在桌子下面踹蒋亚一脚，蒋亚晃晃脑袋，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
那个好在田小庆和安云聊得火热，并未注意他俩。唐恒低声说：“你他妈悠着点。”对不起，我刚才忘了。蒋亚也低声说：“师大化学系的研一，没准李月池还认识呢。”哦，唐恒并不感兴趣。你和露露分手了？快了。蒋亚，唐恒骂道：“你就骚吧，新的不来，旧的不去吗？”蒋亚嘿嘿一笑。唐恒又坐了一会儿，8点半，这时候众人已经群魔乱舞起来，喝酒的喝大了，跳舞的跳嗨了，唱歌的嗓子唱哑了，人群像液体一样流得到处都是。唐恒有些透不过气，说：“我出去待会儿。”蒋亚正捧着手机发短信，大概是和刚才那位美女。屏幕白光映出他满脸的贼笑。哦，你去吧。蒋亚头也不抬。对了，给我烧包烟回来。要万宝路，飞河的。唐恒嗯一声，起身走出酒吧，推开玻璃门，才发现夜空中聚集起大片大片灰白色乌云，像铅块一样把天空坠得很低。怪不得他觉得憋闷，原来是要下雨了。唐恒走进街对面的烟酒商店，买了一盒黑色万宝路。这家店是为数不多能买到正品万宝路的地方，虽然价格奇高，但他们也并不在意就是了。唐恒付了钱，正要转身离开，忽然想起点什么，顿住脚步。玻璃柜台里整整齐齐码着2排国产烟，唐恒低头看了看，问：“哪种好抽？”哎，各有各的口味嘛。老板娘和唐恒也是熟人了，开玩笑道：“怎么，你要学抽烟啊？姐姐送你一包。”不用，我帮朋友买。你朋友平时抽什么？黄果树、红塔山，这都便宜，能尝出什么好坏来？老板娘笑笑，你看着挑吧。最终，唐恒买了一包软装中华，60块。他不知道李月池有没有抽过这种烟，想来大概没有，毕竟价格在哪。他又想，其实这样挺不好的，怎么还主动给人买烟呢？吸烟有害健康啊。但既然对方是李月池，又管不了这么多了，怎么说呢？还好李月池不吸毒。唐恒把烟揣进兜，推门出去，才发现已经开始下雨了。一个女孩站在商店门口，像是在避雨，正是刚才蒋亚搭讪的那个。离得近了，唐恒才发现她很瘦，皮肤也白皙，虽然妆化的浓，但能看出五官十分精致。他抖了抖烟灰，忽然扭头看过来：“你是不是唐恒？”唐恒愣了一下：“是。” Hello， 他伸出手，落落大方：“我看过你们乐队的表演。”唐恒和他握手，说：“谢谢，我是你们对门学校的，你可以叫我阿四。”寺庙的寺。唐恒点头，有些讶异的想，这个名字倒是不常见。我全名叫吴四，因为是在潭柘寺出生的，当时我妈去上香，没想到就早产了。好了，这些不重要。他自顾自的笑了，伸手把几缕长发拨到耳后，本来想去汉大找你的，结果在这碰上了。唐恒看着他：“你找我？”吴四把烟头丢在地上，踩了踩。我听潘鹏说，你和李月池关系不错。潘鹏？他认识潘鹏？是这样的，吴四轻声说，李月池是我男朋友，曾经是。静音。唐恒觉得自己有点好笑，因为当吴四说出他是我男朋友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愤怒，也不是震惊，他的第一反应是他在中心医院隔着门缝看见的那个画面。瘦弱的赵雪兰倚靠着李月池的身体，仿佛倚靠着一棵坚定的树。唐恒甚至想问问他，那你知道赵雪兰吗？你先告诉我他和李月池是什么关系行不行？见唐恒不应，吴四又说，我们是大3的时候在一起的。唐恒冷淡道，关我什么事？你先听我说完。吴四又点燃一支烟，烟身细白。
衬得他指尖的红色碎钻分外明艳，是我主动追他的。当时我俩都在学校的哲学社。李月池这个人吧，做朋友挺好，但是谈恋爱就不行了。唐恒笑了一下，说：怎么不行？观念不一样吧，比如说他学数学的嘛，考试很难，他就帮人作弊赚钱。我劝他别干这种事，他不听。当然，这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什么？不说了吧。吴四垂下眼眸，似乎有些失落。反正后来我也想通了，他和我不是一路的。如果非要说，也许只有和他相同出身的女孩才能和他在一起吧。唐恒沉默片刻，又问：和我说这些干什么？帮潘鹏解释一下，你们项目组那事儿他给我说了，他确实针对李月池了，是因为我替潘鹏给你们道个歉吧。你们就别和他计较了。就这样？对啊。吴四眨眨眼，不够吗？轰隆一声闷响，天空开始飘雨。唐恒轻声说：够了。吴四打车走了，唐恒没有立即回长爱，独自站在商店的檐下躲雨。其实这时的雨只是毛毛细雨，且长爱就在街对面，几步便到。已经9点过5分，不时有穿着白衬衫的男生走进长爱。唐恒默默地打量他们，有的和女朋友一起，有的3、5结伴，有的衬衫下摆长到膝盖。他觉得今晚简直把全天下的白衬衫男生看了个遍，唯独没有李月池。雨点渐渐密集起来，商店老板娘走出来，叹了口气：又下雨啊。唐恒说：好像明天也有雨。